大道宗清玄峰。陆玄站在一间草屋前，倍感郁闷。自从穿越到这个世界后，他继承已故师尊的衣钵，成了大道宗的清玄峰峰主。而自他成为清玄峰峰主的那一刻，他的收徒系统就出现了。但第一个徒弟必须是女帝，才能激活收徒系统，这不是坑人吗？这个世界的境界分为炼器、玄士、玄师、玄灵、玄王、大玄王、玄皇、玄宗、玄尊、玄圣、圣王。大帝要知道，大道宗的宗主也不过圣王境，而原主也只是个修炼废柴，只有炼气期，修为甚至不如外门弟子。如果不是他那便宜师尊留下的恩泽，他早已被赶出大道宗了。数年来，大道宗每一次的收徒盛会，陆玄都会参加，但是没有一个人选择拜他为师。而且陆玄的名字一传十，十传百，现在外界都知道了，很多大势力的长辈都叮嘱后辈，千万不要去清玄峰，千万不要拜陆玄为师，否则你这一辈子就废了。所以更加没人拜陆玄为师了。陆玄叹了一口气，前段时间大道宗的入宗考核已经结束，明天就是招徒大会，会有人拜他为师吗？就在这时，一道神虹从远处激射而来，轰！一个灰袍长老降落在清玄峰上，他的面容肃然，对陆玄一本正经地说道：陆峰主，你已经连续6年没有招收到弟子了。按照大道宗的规定，连续7年没有招收到弟子，就要被撤去峰主的职位，你可知晓？陆玄道：我知道。灰袍长老神色复杂，又说道：陆峰主，如果你被撤去清玄峰峰主的职位，你的修为和天赋都达不到外门弟子的要求，再结合你这些年做峰主的表现，按照大道宗的规定，你将被逐出大道宗，你可知晓？陆玄脸上一抽：我知道了。逐出大道宗，这就有点杀人诛心。灰袍长老点了点头，直接踏空而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陆峰主，明天的招徒盛会，祝你好运。看着灰袍长老的背影，陆玄微微皱眉，怎么才能收到一个徒弟呢？突然他的脑中闪过一个想法，用灵石砸。师尊给他留下了很多修炼资源，这些年他只用了一小部分，明天的收徒盛会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他已经不指望收女帝为徒了，只要收到徒弟，保住他的峰主职位就行。他就不信了，这么多修炼资源，拿不下天才，还拿不下废柴了。如此想着，陆玄瞬间放松了起来，胸有成竹地回到了洞府休息，静待明天的收徒盛会。第二天，大道宗收徒盛会正式开始，直接引爆了方圆100万里之地。大道宗的历史苍古悠久，曾经出现过大帝，历经一次上古大劫，依旧坚毅不倒，底蕴十分深厚。大道经作为大道宗的正宗功法，乃是南荒为数不多的地阶功法，在南荒排得上前10，因此大道宗早已成为南荒的修炼圣地。今天，无数通过入宗考核青年聚集在广场之上，希望被强大的灵峰选中。众多青年向着四周扫视，看着大道宗的盛景，不由得心潮澎湃。一座座灵峰拔地而起，其上灵力十分浓郁，化作了紫气缭绕在其上，甚至凝结成实质。而在灵峰之上，无数洞府参差其中，在云霭蒸腾之下，如同人间仙境。远处是炼塔和一些秘境之上，璀璨的道纹不断流转，如同星辰一般熠熠生辉，即使距离很远，也能感受到一股极其可怖的力量。整个大道宗气势磅礴，赤光氤氲，无比壮阔，山峦交错，河川奔涌。大道宗覆盖方圆数万里之地，极其辽阔。而此时虚空之上，一些祥瑞妖兽翱翔天际，发出悦耳的叫声，让众人感到心神澄澈，十分舒畅。人群之中，一个绝美少女一袭红火色长裙，脸庞绝美娇嫩，修长玉腿如同玉柱一般完美。微风吹拂之下，火红色长裙也掩盖不住她那诱人的身材。无数青年修炼者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绝美少女，她就是这次考核第一的姬扶摇。姬扶摇的修为是大玄王中期，凌驾于这一次考核的众人，甚至超越了大道宗的外门长老。而他的天赋更是引动了大道宗至宝大道中的共鸣，大道宗老祖被惊动，评价他为千年难遇的天才。虽然招徒大会还没有开始，但是姬扶摇早已成为了众多峰主争抢的对象。这时，一个锦服青年手持扶扇，风度翩翩，缓缓来到姬扶摇的面前，和煦一笑，过来搭讪：扶摇姑娘，我乃林家世子林峰。滚！还没有说完，姬扶摇就冰冷开口，缓缓闭上了眼睛，直接将这个锦服青年无视了。她是扶摇皇朝的女帝，3000年前扶摇皇朝和另一个大势力发生大战，再加上皇朝内奸叛乱，导致皇朝倾覆，他的麾下死伤无数，血流成河。他利用上古秘术转世重生，这才躲过一劫。但这个上古秘术有缺，导致他的身体还有很多缺陷，神魂破碎，道基不全。而大道宗的正宗功法大道经素有契合天道之名，可以为修炼者完善道基，修补神魂。一旦顿悟其中的终极奥义，甚至可以踏入传说中的极道之境。这也是他为何要加入大道宗的原因。他要复仇，他要重新崛起。以他的天资，他自信必然可以得到修炼大道经的资格。很快，虚空之上出现了一道道神虹，如同星河一般璀璨，圣王境威压弥漫苍穹。轰轰轰！宗主和众多峰主缓缓降落在广场之上。姬扶摇美眸流转，心中暗道：看来今日那些地境老祖
是不会出现了。作为南荒的霸主级势力，大道宗绝非表面这么简单。虽然宗主只是圣王境，但暗中不知有多少地境巨擘在闭关沉睡。只因大道宗超然物外，且低调内敛，不参与南荒势力之争，故而平日若无风波，地境老祖轻易不会现身。而这时，众多弟子皆是无比激动，场中人声鼎沸。安静！宗主拂袖一挥，缓缓开口：“大道宗招徒盛会正式开始，现在你们可以去选择灵峰加入。”声音落下，众多青年马上变得十分激动：“我要加入丹峰，我要成为炼丹师，我要加入剑锋，我要加入炼体锋！”一时间，场中的青年疯狂地向着各个灵峰涌去。只有陆玄所在的地方空荡荡的，根本没有一个人过来。一些峰主戏谑地看着陆玄，露出玩味的微笑。陆玄今天要是能招到弟子，我吞粪10斤。陆玄连续7年没有招到弟子，马上就会离开大道宗，这是众望所归的事情。是啊，这些年和其他大势力试炼，那些圣人每次都会用陆玄来取笑我们大道宗，以后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这时，陆玄开始做最后的挣扎，他大喊了起来：“只要拜我为师，可以使用我清玄峰所有修炼资源。你们都应该知道，我的师尊留下了很多灵石和丹药。”此言一出，场中陷入了一片死寂，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都纷纷看向陆玄。沉寂一瞬，场中再次骚动了起来，但是依旧没有一个人过来找陆玄。那些青年弟子反而开始对陆玄指指点点：“笑死我了！我参加考核的时候，我族长老就告诉我，千万不能加入清玄峰，不然这辈子就废了。这算什么？我父亲告诉我，我如果加入清玄峰，他要把我的3条腿都打断。哎，陆玄这家伙修为都没有我们高，还好意思收徒？如果我是陆玄，我早就离开大道宗，不在这里丢人现眼了。”见此一幕，陆玄脸直接变黑了。尼玛的，他都放大招了，都没有人愿意加入清玄峰吗？陆玄叹了一口气，决定离开这里。看样子是没有人愿意拜他为师了。就在这时，一道淡淡的声音打破了喧闹：“我愿意加入清玄峰，拜陆玄为师。”声音落下，场中直接安静下来，落针可闻。因为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这次考核第一，惊艳了整个大道宗的姬扶摇。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没有听错吧？姬扶摇要加入清玄峰？宗主目瞪口呆，一脸震惊地看着姬扶摇。他们和其他圣人还在讨论谁要收姬扶摇为徒弟，结果姬扶摇直接宣布要加入清玄峰。陆玄转过身来，直接愣住了。卧槽，这不是考核第一的姬扶摇吗？他也是略有耳闻，他要拜自己为师，真的假的？这时，宗主等人马上来到姬扶摇面前，直接阻止道：“扶摇，万万不可！”姬扶摇面不改色，眼中神华流转：“宗主，我心意已决。”宗主目瞪口呆，这孩子要是陆玄做你师傅，能把你教的修为跌落？陆玄一脸黑线，剑锋、丹锋、缥缈锋等圣人纷纷开口劝说姬扶摇：“孩子，你如果加入清玄峰，你就浪费了你的天赋。陆玄自己都修炼不明白，还不如一个外门弟子，你拜他为师，纯属胡闹。陆玄误人子弟啊！”但姬扶摇雪景微清，淡淡摇头，直接来到陆玄面前，行拜师之礼：“师傅，受徒儿一拜。”其实他早就想好要加入清玄峰了，他身上的秘密太多，若是加入其他圣人门下，一定会被发现。而且他拜陆玄为师，在他心中也不过只有师徒之名，因为他知道陆玄的修为不如外门弟子，根本管不了他，他就可以完全自由。就在这时，叮！恭喜宿主收服瑶女帝为徒，女帝转世重修，正在激活无敌收徒系统，预计时间1个时辰。声音落下，陆玄直接惊呼了出来：“卧槽，姬扶摇竟然是女帝转世！”看到陆玄的反应，宗主等人一脸无语。宗主马上换上了一副笑脸：“陆玄，扶摇年幼，不明白其中厉害，他要拜你为师，但是你可以拒绝啊！”其他圣人瞬间将陆玄包围了，大声吼道：“陆玄，快拒绝啊！拒绝啊！”一时间，众多圣人将陆玄包围了。陆玄嘴角微微扬起：“我拒绝不了。”宗主的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陆玄，你不会是担心没招到弟子会被逐出大道宗吧？”陆玄说道：“不是。”宗主道：“我可以为你修改大道宗的规定，我特许你以后无论有没有徒弟，都可以做清玄峰峰主，所以你现在已经不用收姬扶摇为徒了。”闻言，众人皆是看向陆玄，这下陆玄总该放弃了吧？陆玄淡淡一笑：“我必须收姬扶摇为徒。”此言一出，姬扶摇眼中神华流转，看向陆玄的目光微微转变。众多峰主施压，陆玄竟然没有妥协。他的身上秘密太多，在参与入宗考核的时候，他已经用上古秘术将其封印了。他现在所展现的天赋实力恰到好处，都是想让大道宗看到的。但若是拜入其他圣人门下，那些秘密很可能暴露。念及此，姬扶摇向着宗主等人拜了拜，然后看向陆玄：“宗主，诸位峰主，我心意已决。师傅，我们回清玄峰吧。”陆玄道：“好。”等等，众人直接拦住了陆玄和姬扶摇：“陆峰主，今天无论如何，扶摇都不能拜你为师。”但陆玄的态度更加强硬：“他必须拜我为师。”一时间，陆玄直接和宗主等人对峙了起来。沉寂一瞬，宗主一脸认真地看向陆玄，正色道：“陆玄，扶摇是我宗千年不遇的绝世天才，未来他将成为我宗万年基石，这不是儿戏。
你的实力连外门弟子不如，如何叫好扶摇？众人痛心疾首，纷纷点头。他们想不通，为什么陆玄非要收姬扶摇为徒？陆玄一脸凝重道：宗主，谁说我教不好？宗主暗自摇头。现在姬扶摇铁了心要拜陆玄为师，他只能从陆玄这里下手了。陆玄，既然如此，我也不为难你了。我们立个赌约，1个月后是内门比试，如果扶摇不能获得第一，那么你就不再是扶摇的师傅，扶摇加入其他灵峰。闻言，姬扶摇马上对陆玄传言道：别答应，那些真传弟子都是玄黄境之上，我只是大玄王，1个月内我没有绝对把握拿下第一。陆玄置若罔闻，胸有成竹地说道：可以，1个月时间，我让扶摇镇压大道宗年轻一代所有人。声音落下，众人直接惊住了，难以置信地看着陆玄。不是，谁给你的自信？姬扶摇雪景微青，眼中神华涌动，怒视着陆玄，气得峰峦起伏，脸色通红。宗主等人差点忍不住要笑出来。很好，很好，陆峰主，既然你这么自信，我再给你增加一些难度如何？陆玄一脸淡定，老神在在，摊开双手说道：我无所谓。宗主笑道：这1个月内，扶摇只能使用清玄峰的修炼资源，不得使用大道宗的其他修炼资源。可以。陆玄淡淡一笑，看向姬扶摇：徒儿，我很有信心，你呢？啊！姬扶摇直接崩溃，咬着娇嫩唇瓣，峰峦起伏，气得向着在地面一阵跺脚。他气得想打人，他有些后悔拜陆玄为师了。显然这是宗主下的套，但是陆玄傻乎乎的接了。这1个月时间，宗主肯定会给那些真传弟子提供大量机缘，到时候他恐怕更加不是对手。姬扶摇欲哭无泪，宗主等人的嘴角却是压不住了。陆玄看向姬扶摇：扶摇，跟我回清玄峰吧。姬扶摇眼眸中闪烁着火焰，一袭红火色长裙下峰峦起伏，心态已经崩了，只能默默地跟着陆玄离开。看着陆玄的背影，一个灰袍弟子小声嘀咕道：笑死了，姬扶摇虽然是个天才，但我看脑子好像不太好，竟然选一个废物当师傅。还没有说完，姬扶摇突然消失在原地，直接来到灰袍弟子的面前，目光幽冷，缓缓开口：你说什么？姬扶摇的怒火本来就已经到了极点，无从发泄，现在直接失控了。轰！姬扶摇的身上爆发出一股炽盛的神华，狂暴的力量流转，恐怖的威压如渊似海，直接向着灰袍弟子倾泻而来。灰袍弟子脸色大骇，姬扶摇的实力完全凌驾于他之上，呼吸间他直接被镇压的跪倒在地，浑身流血，动弹不得。看到这一幕，宗主等人直接都惊住了，陆玄也愣住了，他的徒弟姬扶摇好生猛啊！这时，另一个黑袍青年怒道：姬扶摇，众目睽睽之下，你这是要杀害同门吗？还没有说完，姬扶摇伸出纤纤玉手，一股恐怖的力量压在了黑袍青年的头顶。姬扶摇美眸微蹙：你的话真多，你也跪下吧！扑通，黑袍青年直接被镇压的跪倒在地，根本无力反抗。一时间，众人面面相觑，连宗主都心生震撼。这个姬扶摇好霸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竟然敢这么出手，就不怕他们镇压他吗？陆玄心中感叹，不愧是扶摇女帝，霸气横绝。突然间，几个外门长老冲了出来，指着姬扶摇怒道：姬扶摇，你要记住，你现在还不是大道宗的正式弟子，今天宗主在此，安敢如此放肆？姬扶摇没有说话，纤纤玉手摊开，一道神华如同沧海一般席卷而出，直接落在这几个外门长老头顶。那就都跪下吧！几个外门长老大吼着，咬牙切齿，身上灵能涌动，想要抵抗，但是没用。同为大玄王境，姬扶摇完全凌驾于他们之上。扑通扑通，呼吸间，几个外门长老无比屈辱地跪倒在地。看到这一幕，场中所有人都惊住了。姬扶摇的实力太强了，宗主目光深邃，不禁反省。看来入门考核的时候，姬扶摇还是有些保留。一时间，场中跪倒一片，众人在姬扶摇的威压之下，感觉如同巨月压顶，连头都抬不起来，身体止不住颤抖，完全碾压。几个外门长老脸色羞红，他们当着这么多人，竟然向一个弟子跪下，实在太屈辱了。大道宗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发生。而此时，姬扶摇一袭红火色长裙，脸庞绝美娇嫩，但却十分冰冷。她的身上散发着淡淡神华，有一股晦涩的力量在不断流转。这一刻，她看起来如同神女凌晨，高高在上，睥睨众生。姬扶摇目光向着被镇压的众人扫视，淡淡说道：我怎么选择那是我的事情，不是你们可以妄议的。声音落下，众多长老和弟子皆是一惊。陆玄却是淡淡一笑，对于姬扶摇很欣赏。众人看向陆玄，陆玄脸上的微笑让众人觉得有些小人得志，所有人都很鄙视他。这时，宗主缓缓走了出来。到了这个时候，他必须结束这场闹剧了。要知道，姬扶摇引动了大道中的共鸣，而且得到了老祖的关注。老祖再三强调，必须将他收入大道宗，所以一定要让姬扶摇对大道宗有归属感。刚才的事情他看在眼里，那个外门弟子的确多嘴，正好撞到姬扶摇的怒火上。宗主露出了一丝和煦的微笑，走向姬扶摇：扶摇，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吧。这1个月，你先暂时跟着陆玄修炼吧，我们先不干涉，你可满意？姬扶摇绝美的容颜上眉头舒展，轻轻颔首。还有一件事，宗主笑道：
你说。姬扶摇目光扫了跪在地上的长老和弟子一眼，宗主，我不喜欢以后有人妄议我和我师父。宗主马上呵斥道，给扶摇和陆封主道歉，从此以后任何人不得再妄议陆封主和扶摇。闻言，众多长老和弟子瑟瑟发抖，跪在地上向陆玄道歉。姬扶摇、陆封主，对不起，我错了，我以后不会了。见此，姬扶摇将威压之力撤去，向着宗主微微一拜，多谢。然后姬扶摇走向陆玄，师父，我们回去吧。宗主提醒道，扶摇，不要忘记去大道殿领取你的考核奖励和办理入宗报道。姬扶摇道，好的，宗主。陆玄带着姬扶摇慢慢走远，看着两人的背影，众人长老和弟子这才松了一口气。刚才他们皆是被姬扶摇震慑到了，但宗主的态度也耐人寻味，显然宗主极其看重姬扶摇。很快，众人将刚才的风波抛之脑后，继续开始加入各个灵峰。与此同时，陆玄带着姬扶摇上山。陆玄淡淡一笑，徒儿，你刚才表现不错。姬扶摇美眸微蹙，怎么这徒儿叫得这么顺口？他的火气又上来了。他已经给陆玄传音，让他拒绝赌约，但是他不听。陆玄不会真的把自己当成师傅了吧？姬扶摇心眸闪烁，如同炽烈火焰。你刚才为什么要答应宗主？你就对我这么自信？陆玄笑了笑，不是，我对我很自信，相信我，1个月内我会让你成长为大道宗年轻一代第一人。姬扶摇一脸问号，他已经不想和陆玄说话了。他在想刚才他对那几个外门长老和弟子出手的事情。刚才他之所以出手，一方面在立威，另一方面也在试探大道宗对于他这样的绝世天才是怎样一个态度。结果让他很满意，看来大道宗的确会给天才一些特权。姬扶摇知道，他可是引动了大道宗至宝，大道中的共鸣恐怕已经被老祖级别的人物盯上了。他知道自己的价值，他在利用大道宗，大道宗同样也在利用他。念及此，姬扶摇目光流转，看向陆玄，这1个月我知道该怎么修炼，但是我也希望你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修为。师父，最后这个师父2字几乎是姬扶摇咬着牙说出来的。陆玄微微一愣，啊，怎么徒弟转眼教训起自己来了？这可不行，谁是师父，谁是徒弟，这辈分可不能乱。但陆玄也并没有反驳，现在他人微言轻，但是系统彻底开启之后，他会让姬扶摇知道，选他做师父是他此生做的最正确的抉择。不多时，陆玄和姬扶摇踏上了清玄峰。清玄峰灵气充沛，景色秀丽，在山巅有一条瀑布垂落而下。此时初阳升起，在日光映照之下，清玄峰升腾起一层雾霭，看起来极为瑰丽。姬扶摇为自己挑选了一个洞府，然后又布置了一些封印禁制。然后他来到陆玄的洞府，递给陆玄一个玉简。这个玉简中有一些我的修炼心得。我知道你的天赋平庸，但不能自暴自弃。作为我的师父，希望你也努力一下。陆玄接过玉简，有些无语。这现在竟然到反天罡了，徒弟来指导师父？不行，不行！姬扶摇说道。师父，我先去大道殿领取考核奖励，办理入宗手续了。希望你能开始修炼。陆玄点了点头。好吧。姬扶摇刚一离开，系统的声音缓缓传出，叮，无敌收徒系统已经加载完成。陆玄马上从床上惊坐而起，赶紧查看系统。无敌收徒系统宿主双倍获得徒弟修为和感悟。陆玄激动了起来，也就是说，徒弟修炼等于他修炼，徒弟感悟等于他感悟，而且是双倍获得。陆玄悟了，让徒弟苦练，他躺着就行了。扶摇啊，对不住了。陆玄意念一动，姬扶摇的面板信息出现，大徒弟姬扶摇，境界大玄王中期，体质焚天圣体，小成感悟灵火之道，小成其他道基受损，神魂受损。这时系统的声音响起，现在开始双倍获得姬扶摇的修为和感悟。瞬间，陆玄的身体僵立在原地，目瞪口呆地感受着体内的巨变，一股无比精纯的灵能涌入了陆玄的四肢百骸，如同潮水一般冲击着他的丹田。陆玄的修为在不断暴涨，炼气境、玄世境、大玄王后期、大玄王后期大圆满。最终，陆玄的修为稳定在玄黄境初期，体内的灵能如同江河澎湃，如同瀚海汹涌，他的黑发在狂乱舞动，皇者气机如渊似海，有一种极强的压迫感。陆玄刚准备查看自己的身体，他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些灵火之道的名物。灵火之道直接大成，他的右手缓缓摊开，一道恐怖的灵火在汹涌燃烧，不断变换形状，随着陆玄的意念而动，无比炽烈，气势滔天。陆玄收起灵火，脸上一阵激动，他双倍获得了姬扶摇的修为，所以踏入了玄黄境初期。同样，他双倍获得了姬扶摇灵火之道的感悟。陆玄直呼系统逆天，这还只是个开始，只要姬扶摇修为突破，有所感悟，他都会双倍获取。现在只有姬扶摇一个徒弟，以后如果收下成千上万的徒弟，他岂不是原地起飞？想想就有些激动。不多时，陆玄收敛心神，看向自己的系统面板，宿主姓名陆玄，境界玄黄境初期，任何人都无法窥探宿主境界，除非宿主主动展示。徒弟扶摇女帝，感悟灵火之道大成。陆玄点了点头，不错，别人无法窥探他的境界，
他就能在大道宗继续躺平。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再次传出：“恭喜宿主完成收徒任务，获得收徒大礼包，是否打开？”陆璇激动道：“打开！”叮！恭喜宿主获得1星大地30层体验卡。叮！恭喜宿主获得天阶道鸡丹1枚。叮！恭喜宿主获得半只蛟龙肉。声音落下，系统空间里这几个奖励瞬间就出现了。陆璇意念一动，一个苍古的玉简出现在手中，只需灵力催动，他会踏入1星地境，持续3个时辰。好东西！陆璇将苍古玉简收了起来，这个将作为他的底牌。然后陆璇取出天阶道鸡丹查看了起来，9道丹晕流转在道鸡丹之上，如同星辰璀璨，无比玄妙的气息向着四周弥漫，其中蕴含的力量如渊似海。陆璇只是吸了一口氤氲之气，就觉得内心澄澈，无比舒爽。系统提示道：“这是9道丹晕的天阶道鸡丹，服用之后可以马上补全道基的伤势。”陆璇道：“不错。”说着，陆璇看向系统空间的蛟龙肉，这个蛟龙肉有什么功效？系统道：“这是玄尊阶的火蛟龙肉，蕴含海量灵火之力，对于火系修炼者来说是大补，可以提升修为。”陆璇点了点头，他明白这些奖励该如何使用了。一番研究让陆璇觉得肚子有点饿，他看了看时辰，喃喃道：“到饭点了，准备做饭，正好不知道今天吃什么，就尝尝系统奖励的蛟龙肉是啥味道。”说着，陆璇走向了草屋，这是他的厨房。陆璇取出一块蛟龙肉，心中马上有了想法，好久没吃红烧肉了，做个红烧肉尝尝。大刀在手，陆璇将蛟龙肉剁成了麻酱块，一边起火烧油，一边准备佐料。大道殿，宗主隐匿身形，悄然踏入，来到一个灰袍老者面前。穆老，一会扶摇来办理入宗手续的时候，入门考核奖励你暂且扣下。灰袍老者目光浑浊，淡淡点头：“好，我知道了。”宗主悠悠一叹：“1个月之后的内门比试，不仅不能让姬扶摇拿第1，还要把他挤出前10。”灰袍老者道：“今天姬扶摇随手镇压一众外门长老，看来他在入门考核中还是保留了实力。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给其他真传弟子开小灶。”宗主点了点头：“必须开小灶。伺机扶摇这般天才，绝不能在陆璇的手中埋没。”灰袍老者道：“宗主，有时间你去找陆璇推心置腹的聊一聊，若是他愿意放手就好了。”宗主道：“好。”说着，宗主的身形消失在原地。与此同时，姬扶摇已经踏上了大道殿的台阶，正准备去办理入宗手续，领取入宗考核奖励。姬扶摇一袭火红色长裙，修长玉腿登阶而上，微风吹拂，她那完美的身子浮现出诱人的轮廓。姬扶摇心眸闪烁，她那娇嫩绝美的容颜如同从画卷中走出。看到姬扶摇出现，众多弟子如沐春风，目不暇接，纷纷让开一条道路。姬扶摇走到大殿深处，这里一个十分苍老灰袍长老坐在一个苍古石桌前，他的身形佝偻，灰袍搭在身上十分松垮。当看到姬扶摇的时候，他浑浊的眼神瞬间清澈，笑着说道：“扶摇，宗主已经吩咐过我了，这里是你的东西。”说着，灰袍长老将一个玉牌推了过来，脸上带着笑意：“这是身份令牌，你可以滴入1滴鲜血，将其认主。这个令牌中会记录的贡献值，同时也是你的身份标识。恭喜，扶摇，你已经成为了我大道宗正式弟子。”姬扶摇先欠玉手伸出，拿起玉牌，向着灰袍长老恭敬一拜：“长老，我的入门考核奖励呢？”这一次的入门考核奖励，第1可以获得1滴蛟龙血，他的体质是焚天圣体，修炼的是火系功法，1滴蛟龙血对他的提升将会很大。灰袍长老笑了笑：“宗主特意交代过了，因为陆封主的赌约，所以这1滴蛟龙血会在1个月之后给你。”闻言，姬扶摇直接愣住了，宗主绝对是故意的！可恶，这事都怪陆璇，若是陆璇不同意那个赌约，就不会这么麻烦。事已至此，姬扶摇只好收下身份令牌，向着灰袍长老恭敬一拜，向着殿外走去。他心中暗道：现在奖励蛟龙血被扣，只能使用其他火属性的替代品了。但无论如何，他必须拿下内门比试第1。而此时，大殿门口，一个锦服男子手持符扇，风度翩翩，目光在姬扶摇身上流转，笑着说道：“扶摇姑娘，好巧啊，我是林家世子林峰。我觉得这次的赌约，扶摇姑娘你不必担心，以你的天赋。”姬扶摇美眸蹙起，脸上一阵不悦：“滚！”林峰却是不退反进，轻摇符扇，挤出一丝微笑：“扶摇，这1个月我们可以深入切磋交流。”还没有说完，姬扶摇先欠玉手伸出，一道恐怖的力量涌出，轰！林峰直接被震飞出10几丈，重重砸在地上，喷出一口精血。姬扶摇冷冷道：“从今天开始，我不希望你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众人皆是有些震惊，姬扶摇太霸道了，一言不合就出手。林峰一脸苦涩，他发誓再也不去招惹姬扶摇了。姬扶摇直接无视了林峰，踏空而起，向着清玄峰飞去。他现在很生气，因为陆璇的赌约，他不仅失去了1个月的修炼资源，而且连蛟龙血都被扣下了。不多时，姬扶摇一袭红火色长裙，风姿绝代，落在了清玄峰上。这时，陆璇正在草屋忙活着，袅袅炊烟从草屋的烟囱上升起。姬扶摇看向草屋，美眸微蹙，陆璇竟然在做饭。修炼者就应该辟谷，怎么能像凡人一样吃饭？他有些疑惑，快步来到草屋门口，只见一个大锅之中
油花开始泛起，在一旁的木板上有剁碎的灵兽肉和一些佐料已经准备妥当。姬扶摇心眸闪烁，这灵兽肉中蕴含着极强的灵火之力，血气氤氲，他马上就认了出来，这是蛟龙肉。你哪里搞来的？陆玄正想着怎么解释，姬扶摇却说道，我知道是哪里来的。陆玄一愣，我还没说呢，你怎么就知道了？姬扶摇淡淡一笑，这蛟龙肉灵火之力极其浓郁，恐怕是玄尊阶，不用想，肯定是前代封主留下的。他踏入大道宗之前，早已经调查过清玄峰了。前代封主清玄圣人只有陆玄一个弟子，他离世的时候留下了很多修炼资源，这也是他为何加入清玄峰的另一个原因。他将独享这些修炼资源。一旁，陆玄根本不知道姬扶摇正在脑补，他看到油温合适了，就将木板上的灵兽肉倒入锅中，开始一顿爆炒。滋啦！姬扶摇的眉头微蹙，因为他看到陆玄这样制作蛟龙肉，蛟龙肉中蕴含的力量正在疯狂流失，这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姬扶摇雪景微倾，摇了摇头，我来吧。陆玄一愣，质疑道，你会做饭吗？姬扶摇道，不会。陆玄，姬扶摇又说道，但是我知道如何不让它蕴含的力量流失。说着，姬扶摇先嵌玉手伸出，祭出了一道温和的灵火，同时从纳戒中抛出了几株高阶灵草。一时间，灵草之中蕴含的药力化作到道光华涌入蛟龙肉之中，蛟龙肉中的灵火之力不再逸散，空气中有淡淡的清香氤氲。陆玄问道，这些灵草有什么用？姬扶摇解释道，一株是火烈草，可以更加发挥火蛟肉的功效；一株是星芒草，它是寒性灵草，可以中和灵火之力，让火蛟肉的力量不至于太强；另一株是……陆玄听得有些头大，好吃就行，没必要这么复杂啊。看着姬扶摇这么专注，陆玄走出了草屋，躺在了屋外晒起了太阳。他喃喃道，也不知道你做的好不好吃。闻言，姬扶摇峰峦起伏，美眸微蹙问道，你平时就这么制作灵兽肉的？陆玄道，是啊。姬扶轻声叹息，这么说，陆玄在这些年里浪费了无数修炼资源。草屋外的躺椅上，陆玄晒着太阳，心情有些愉悦，收了徒弟就是好，不用自己做饭了。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出现，叮，触发徒弟养成任务，3日内让姬扶摇踏入玄黄境，灵火之道，大成。任务奖励将按照完成度发放。陆玄愣住了，姬扶摇现在是大玄王中期，3天要踏入玄黄境，时间有点赶啊。不过他有很多蛟龙肉，可以提升修为，实在不行，还有师傅留下的丹药，哪怕堆也要硬生生给爷把境界堆上去。至于灵火之道大成，这个好办，他现在就是灵火之道大成。以姬扶摇的悟性，他指点一下，那不是简简单单。陆玄瞬间觉得稳了，又开始美滋滋的晒太阳。不多时，姬扶摇擦了擦脸上的香汗，将做好的火蛟肉端了出来，放在陆玄面前的石桌之上，开始吃饭。陆玄尝了一口，点评道，凑合能吃。姬扶摇没好气的轻哼了一声，他也尝了一块火蛟肉，很快浓郁的灵火之力涌入了他的体内，他的脸上渗出了滴滴香汗，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虽然他已经对火蛟肉做了处理，但其中蕴含的力量还是太过霸道。他突然想到，连他都无法承受，陆玄恐怕要出事。他赶紧看向陆玄，然后愣住了。陆玄竟然无事发生，甚至连一滴汗都没有出。他怎么感应不到陆玄的境界了？陆玄淡淡一笑，徒儿怎么了？姬扶摇美眸微蹙，他发现竟有些看不透陆玄了，但他也没有多想，继续一边吃着蛟龙肉，一边炼化灵火之力。他估计这一盘蛟龙肉蕴含的力量是那一滴蛟龙血的数倍不止。蛟龙血被扣下的事情，算是被陆玄补偿了。不多时，姬扶摇终于吃完了，他抬起头，发现陆玄早已吃完，现在正躺在躺椅上悠闲的晒太阳。这时，陆玄转过头来，指了指石桌上的碗筷，徒儿把碗筷洗一下。闻言，姬扶摇十分不悦，她可是一方女帝，什么时候被人这么使唤过？陆玄真把自己当徒弟了？这时，陆玄突然想起了什么，右手摊开，天阶道基丹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哦，对了，徒儿，这个丹药你拿去吃吧。姬扶摇直接愣在了原地，他的眼中神华涌动，有些难以置信，这是天阶丹药道基丹。他一眼就认了出来，因为上一世他曾用天价拍卖得来一枚道基丹服用，这种气息错不了。等等，姬扶摇看向道基丹上的9道丹晕，感觉有些震惊。上一世他天价拍得的也只是3道丹晕，但眼前这枚道基丹是9道丹晕，天阶极品。他意识到这枚道基丹价值通天，足以在南荒引起一阵腥风血雨。陆玄手里怎么会有这等逆天的丹药？他的道基破碎，如果可以服用，一定可以补全道基。这个丹药对他很重要。念及此，姬扶摇目光悠悠，娇躯颤抖。师傅，这是极品道基丹。陆玄淡淡一笑，将道基丹放在了他的纤纤玉手之中。姬扶摇一愣，这太贵重了。陆玄漫不经心道，这有什么贵重的？我这里好东西多的是，你去洗碗吧。沉寂一瞬，姬扶摇紧咬着娇嫩唇瓣，我洗，但是最多洗3天。他收起天阶道基丹，开始收拾碗筷。这个道基丹太珍贵了，可以为他补全道基之伤，他必须收下。原本他踏入大道宗是想用大道经来补全道基，但现在有了天阶极品道基丹，
他将不会仅仅满足于补全道基，他要利用大道经来打造传说中的完美道基。完美道基啊！没想到他已经得到了一丝契机。不过姬扶摇有些怀疑，是不是陆玄还不知道这个道基丹的珍贵之处？这种级别的丹药，完全是正宗级别的。而这时，陆玄的声音悠悠传来：“苦儿，每天记得做饭哦。”姬扶摇正要拒绝，陆玄取出了一大块蛟龙肉，放在了石桌之上。姬扶摇又把嘴边的话咽了下去：“3天，我就做3天饭，洗3天碗。”陆玄漫不经心道：“随你。”他知道3天后又有系统奖励了，到时候陆玄淡淡一笑：“对了，扶摇啊，你现在是大玄王境，但那些真传弟子都是玄宗境，接下来你不能懈怠，从明天开始一定要抓紧时间修炼。”说完，陆玄就离去了。看着陆玄的背影，姬扶摇的眼中出现一丝复杂之色。他这个师傅并不像传闻所说是个废柴，外界传闻不实。很快，姬扶摇将草屋收拾妥当，回到了自己的洞府。他的纤纤玉手伸出，打出无数璀璨的封印禁制，盘膝而坐，开始沉心静气。他那绝美娇嫩的脸庞之上浮现一丝冷艳之色，一袭红火色长裙之下，他那凹凸有致的身材无法掩饰，形成一个完美的曲线。他开始回忆今天发生的事情。原本以为加入清玄峰，他将主导一切，但没想到陆玄并不简单。他隐隐记得和陆玄一起上山的时候，还可以看到陆玄的境界，但是回来之后就无法探查到了。而且陆玄随手将极品道基丹送给他了，难道这个道基丹有什么问题？念及此，姬扶摇手中灵诀变换，利用上古秘术将道基丹探查了一番。9道丹晕流转访，若星辰生辉，玄妙晦涩的气机涌动，极品丹药之中蕴含的道与韵依稀浮现，丹药之中蕴含着恐怖绝伦的力量。片刻后，姬扶摇的眉头舒展，这个道基丹没有任何问题。算了，不想那么多了，先服下这个天阶道基丹吧。念及此，姬扶摇催动上古秘术，无尽玄妙的气息在他的身上流转，他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直接吞下了这枚道基丹。是，随着天阶道基丹入口，一股无比精纯的药力涌入姬扶摇的玉口之口，他的娇躯一颤，无比酥麻的感觉瞬间在全身交织了起来。天阶道基丹之上流转着无比玄妙的道与韵，早已化入了姬扶摇的血液之中。一时间，晦涩玄妙的气机在洗礼他的身体，超脱的力量不断运转。姬扶摇进入了一种无比奇异的状态，他赶紧收敛心神，不断感悟着天阶道基丹的玄妙。这可是天阶极品丹药，完全不能和常理度之。就连姬扶摇都不知道他的身体会发生何等转变。姬扶摇神识内是自己的体内世界，他有些震惊。一道道印记如同神虹一般璀璨，不断在血液、经脉之中交织，在肺脏之中闪耀，在骨髓之中映照。他的体内世界仿若一方大宇，而天阶道基丹的力量如同万千星辰映照诸天。而在这种璀璨的神华之中，他的道基散发着无比灼目的光芒，如同一轮巨日焚烧天宇，炼化苍穹。壮哉！姬扶摇不由得惊呼了起来。这种异象可是我上一世踏入圣人境才出现的。这枚道基丹不仅在修复我的道基，而且在改善我的身体，从血液到骨骼，从经脉到肺脏，都在改造。这枚道基丹的价值比我想象的更加珍贵。姬扶摇不由得想起，大道万千，通往终极之路却是殊途同归的。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终极，任何一条大道走到极致，都会暗合天道，和天地共鸣。而这枚天阶道基丹已经真至丹道的巅峰，所以引发了他体内的异象。而此时，他破损的道基正在不断补全，散发出无比晶莹的光芒，从残破走向完全，从暗淡变得无比晶莹。姬扶摇的体内，他的骨骼在淬炼，发出阵阵铿锵之声。他震撼，这可是道与韵在为他淬炼。他的血液如同大江大河一般不断奔腾，闪烁着一种奇异的道纹，这也是道基丹打出的印记。他的肺脏发出有史以来最震撼的跳动，每一次跳动都似乎要和大道暗合。他直接悟出了堪称完美的呼吸法。此时此刻，姬扶摇震惊了，这就是天阶极品道基丹的功效吗？他的悟性在提升，他的经脉在改造，他的道基变得无瑕无垢，他的发丝无比晶莹，身体散发出无比圣洁的光芒，如同神女凌晨。他的皮肤越发的白皙娇嫩，如同出生的婴儿一般。姬扶摇的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他在蜕变。数个时辰后，姬扶摇缓缓睁开双眸，星眸闪烁，他的道基已经完全修复，散发出无比璀璨的光芒，熠熠夺目，如同一轮明月映照他的体内世界。姬扶摇有些激动，现在他的资质比起上一世强大了不知道多少，他的心中再次燃起了希望，重新崛起。这一世，他将变得更强。姬扶摇喃喃说道：“现在只是吞下了道基丹，就已经如同恐怖了。等到我开始修炼大道经，到时候就可以打造完美道基。完美道基啊！若是成功打造完美道基，这一世我将登上修炼绝巅。”他充满了自信，而且他的扶摇皇朝也将重新崛起。上一次皇朝遭受血洗，他的3大部下皆是逃出了一些精锐，如今隐匿在南荒之中，等待他的召唤。姬扶摇心潮涌动，咬着唇瓣说道：“等我踏入玄宗境之后，就可以去联系旧部了。”片刻后，姬扶摇运转灵诀，想看看修炼速度。他地功法是一星地阶玄火经，轰！
瞬间无比磅礴的灵能涌入他的丹田之中。姬扶摇有些震惊，道基补拳之后，修炼速度提升了10倍。这一次拜师陆玄竟然误打误撞，让他得到了这么大的好处，如此机缘堪称逆天。他突然想到，陆玄让他做饭，恐怕是找一个理由送他拜师礼。师傅有心了呀！姬扶摇的心中涌起一道暖流，一时间他对陆玄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姬扶摇唇瓣微起，美眸流转，陆玄，你到底有什么秘密？不过道基丹也有可能是前代封主留下的，再观察几日。说着，他取出在大道殿领取的身份令牌，他的神识探入，一道恢宏霸道的声音充斥在他识海之中，玄妙晦涩的力量涌动，仿若穿越时空，轰然开口：拜入大道宗者，立天道誓言，永不得背叛大道宗。姬扶摇知道，这是大道宗的一种大手笔，利用上古秘法让弟子立天誓。这是上古秘法，极其难以破解，一旦立下誓言，他这一世就是大道宗弟子了。即使他重铸扶摇皇朝的荣耀，成为扶摇女帝，依旧是大道宗弟子。姬扶摇知道，这其实不算制约，因为大道宗超脱于南荒修炼者之争，等到弟子修炼到玄圣境之后，就可以自由选择，可以留在大道宗，也可以回到自己的势力。即使离开大道宗，他们依旧是大道宗的一员，这也是大道宗在南荒数个纪元屹立不倒的原因。姬扶摇早就决定好了，加入大道宗，因为他需要大道经打造完美道基，进入传说中的极道。他直接认主了身份令牌，立下了天道誓言。轰！清玄峰之上，一道璀璨的神华打破了虚空的宁静，天地轰鸣，隐隐有雷霆乍现，天道誓言成立。见此一幕，大道宗之中，宗主等人在暗中皆是松了一口气。姬扶摇终于认主了身份令牌，他正式成为了大道宗的弟子。至于1个月之后的内门试炼，宗主等人胸有成竹，他们已经给那些真传弟子、内门弟子开小灶了。这一次一定要狠狠打击一下姬扶摇。修炼天赋固然重要，但是一个好的师傅同样重要。好的师傅指导修行，事半功倍。而陆玄做师傅，事倍功半。另一边，姬扶摇收起身份令牌，他迫不及待地开始修炼。呼！姬扶摇吐气如兰，纤纤玉手变幻，青丝轻轻浮动，开始运转修炼灵诀，炼化蛟龙肉的力量。同时他也取出了一些上品灵石堆在身前。很快，姬扶摇的身体之上流转着淡淡的神华，无比晶莹，他的发丝都变得晶莹了起来，修为底蕴在不断提升。而这时，陆玄正在洞府之中悠闲地躺在千年玄冰床，看着一本老少皆宜的书籍，讲的是修炼界的野史。这个野史太野了，说大道宗开山鼻祖，初练剑自毁一目，又练刀再毁一目，改习阵法，自困阵法100余日，几欲死，又修丹道，1炸炉，2炸灵风，3让师弟服下，师弟几欲身亡，被逐出宗门，乃见大道宗有所成。哈哈哈！陆玄笑出了猪叫声，好不惬意。就在这时，陆玄的耳边系统的声音传来，叮！宿主大徒弟姬扶摇正在修炼，开始同步修为底蕴。轰！陆玄微微一愣，他感到浑身一阵酥麻，那是灵力不断涌入，冲击着四肢百骸。他的丹田之中，无比庞大的灵能正在不断汇聚。陆玄不由得有些震惊，姬扶摇修炼的速度太快了，那股修为底蕴如同一条小溪一般冲击着他的经脉，有些舒爽，躺着就能修炼。陆玄嘴角微微扬起，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爽了。这时，系统的声音再次传来，叮！宿主大徒弟姬扶摇正在感悟灵火之道，开始同步。是，陆玄摊开右手，一道灵火缓缓燃烧，他感到自己对于灵火更加亲和了。灵火之道，陆玄已经大成，在大成之后是圆满，然后是大圆满，他的灵火造诣正在向着圆满精进。徒儿，加油！陆玄笑着说道。他换了个姿势，继续躺着看书，心情大好。每个呼吸，修为底蕴都在增加，灵火之道的感悟也在提升。很快，夜幕降临，陆玄准时入睡。半夜醒来，他随意查看了一下系统，叮！正在同步大徒弟姬扶摇的修为底蕴，叮！正在同步灵火之道感悟。陆玄微微一愣，姬扶摇竟然如此勤奋，深夜还在修炼，他可没有压榨徒儿啊，都是他自愿的。想了想，陆玄继续睡觉。次日日上三竿，陆玄悠悠醒来，系统又在同步修为底蕴。片刻后，大量灵能灌入陆玄的体内，他的境界直接突破玄黄境中期。陆玄惊呆了，卧槽！一夜之间，他直接突破了一个小境界，这是什么概念？要知道大道宗的天才也需要数个月才能在玄黄境突破一个小境界，而且他的境界提升再快也没有任何副作用，不需要考虑境界不稳、根基不稳的事情，主打一个省心。陆玄查看了一下姬扶摇的面板，姬扶摇大玄王后期大圆满，道基已经补全，不错，扶摇已经服下了天阶道基丹，看起来效果不错。陆玄喃喃道，姬扶摇不愧是女帝转世，这等修炼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他记得曾经刚穿越过来，自己也试着修炼，可惜原主天赋太废，苦修了1个月，在炼气境连一层都没有提上去，他直接放弃了，选择躺平。可是现在一夜之间，玄黄境竟然提升一个小阶，太恐怖了！徒儿这么努力，等到3日后系统奖励发下来，一定好好奖励徒儿。陆玄感到心情大好，意念一动，一袭白衣加身，来到山巅的清泉，
洗了一把脸。他看到姬扶摇已经在草屋之中做饭了。她一袭火红色长裙，身材完美，风华绝代。她的仙姿玉颜让草屋漏室生辉。姬扶摇的纤纤玉手不断在木板上剁着火椒肉，看起来特别专注。陆璇躺在草屋前的躺椅上，开始晒太阳。徒儿，做个饭吗？随意一点。姬扶摇道：“我答应你做饭3天，绝对不会敷衍。”陆璇哭笑不得。好吧。不多时，姬扶摇开始烧油，他的纤纤玉手抬起，一道灵火涌出，不断温热旋铁锅。滋溜，姬扶摇微微皱眉，他昨夜灵火造诣提升，灵火之力给猛了，火椒肉差点灼烧起来。他赶紧向着锅中抛出数株寒星草，中和灵火之力，接着又抛入鸡竹灵草。陆璇想起昨天姬扶摇的火椒肉，说实话不算很好吃，只是火椒肉里面的灵火之力保存的比较好，但是口感差了许多。吃饭嘛，主要讲究是好吃。灵火之力虽然没有流失，但是如同鸡肋，味同嚼蜡，那就得不偿失了。如此想着，陆璇提醒道：“徒儿，用一下旁边的佐料，你的那些灵草就不要用了。”姬扶摇美眸流转，可是我的灵火之力太过狂暴，如果不加入那些灵草，火椒肉的力量就会流失太多。陆璇随意撇嘴道：“那就控火啊。”姬扶摇正要抱怨，但是脑中闪过一道闪电，这是陆璇在指点他。他悟了，控火。灵火知道他现在已经小成，想要大成，就不能只提升灵火的威力，而是要控制灵火的力量。一旦控火游刃有余，他就能踏入大成之境。这样想着，姬扶摇不再抛入灵草，而是沉下心来专注于控火。他过于依赖灵草的力量了，这算是取巧了。姬扶摇心有所动，喃喃道：“完全可以不依赖灵草的力量，只凭借控火造诣，就可以保证火椒肉力量不流失。”看似在做饭，实则是在控火。他开始用心感悟前世的一些记忆碎片，如同迷雾中的阴影，被日光映照，渐渐显露了出来。他抓住了一丝真谛。很快，他的控火越来越娴熟，不再需要灵草之力，他也能将火椒肉的力量保持住了。姬扶摇长舒一口气，他的灵火造诣再次提升。他悟了，刚才陆璇的指点恰到好处。虽然他是大帝，但是当局者迷，他要自己发现这一点，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陆璇只是随口点拨，他就直接顿悟了。姬扶摇觉得有必要认真听陆璇讲话了。他说话看起来很随意，实际上暗藏玄机。而此时，陆璇的耳边传来系统的声音：“叮！”姬扶摇灵火知道有所感悟，正在同步。陆璇讶然，不愧是我徒儿，炒个菜都在感悟，这难道就是先天炒菜圣体？不错，不错，以后做饭还是扶摇你包了吧。就在陆璇心中暗喜的时候，姬扶摇突然说道：“师傅，多谢指点。”啊！陆璇直接愣住了。指点？什么指点？姬扶摇说道：“师傅，我现在知道了，你让我做饭其实是另有深意。”哦，陆璇摸了摸鼻子，另有深意吗？他真的只是单纯想让扶摇做饭啊？徒弟不就是这么用的吗？姬扶摇莞尔一笑，双眸灿若星辰。做饭要用到灵火，你是想让我感悟灵火之力，从此灵火大成？陆璇，真的吗？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吗？看着陆璇一脸震惊的样子，姬扶摇只觉得好笑，还装？他不解，明明有2把刷子，陆璇为什么要这么低调？姬扶摇又说道：“灵火之道大成，需要控火造诣十分精妙，而炒菜正好需要这一点。师傅，多谢了。”陆璇直接人妈了。姬扶摇怎么开始脑补了？他不由得觉得姬扶摇有些可爱。姬扶摇嫣然一笑，大有深意的向着陆璇点了点头，眸光流转：“师傅，饭菜马上好。”那种眼神仿佛在说：“师傅，我知道你身上有秘密，这么多年你都是被人误会的。”陆璇点头道：“好。”很快，姬扶摇端着木盘，将2盘灵兽肉放在石桌之上。陆璇吃了一口，竖起大拇指：“今天比昨天强多了。”姬扶摇脸色泛红：“好吃吗？”陆璇道：“还得练。”姬扶摇沉寂一瞬，姬扶摇突然想到，这是陆璇让他继续练习控火之道，他不由得心中一暖。陆璇指点他就是这么平平无奇，就这么不经意，看似说的是口感，实际上说的是控火。姬扶摇的心眸闪烁，也开始吃了起来。陆璇吃得很快，马上吃完，又躺在躺椅上开始晒太阳。姬扶摇慢慢吃着，思索着刚才陆璇的话。轰！他的身上突然涌出一道灵火，灵火之力不断升腾，时而无比狂暴，时而微弱如同火苗。叮！宿主大徒弟姬扶摇正在感悟灵火之道，开始同步。系统的声音响起，陆璇直接人傻了，又感悟了，人比人，气死人啊！陆璇想起来之前自己修炼的时候，别说感悟了，他去研读功法，都感觉在做阅读理解，有点像看天书，这就是天赋啊，与你之别。不过现在嘛，何须自己感悟啊，让徒弟感悟就行。陆璇心里美滋滋的。数个时辰后，姬扶摇缓缓睁开眼睛，脸色带着喜色，他身上的灵火之力缓缓收敛，很显然距离大成之境更进一步，但陆璇的提升更大。姬扶摇朝着陆璇微微一笑，心眸闪烁着光芒，露出一丝感谢的神色。陆璇点了点头。姬扶摇开始收拾碗筷，踏入草屋之中洗碗。就在这时，远处的虚空一道神虹突然激射而来，目标之地正是清玄峰。这道神虹之上，圣人的气息恐怖绝伦，如渊似海，在苍穹之中激荡，
天地之间不断轰鸣，气势滔天。轰！一个灰袍中年男子落在清玄峰上，正是大道宗宗主。宗主一张国字脸，眉宇间露出一丝正气，向着陆玄缓缓走来，举手投足之间散发着一种上位者的气息。他这次来是和陆玄谈心的，他到现在也不明白陆玄为什么要收姬扶摇为徒。他明明答应陆玄可以为他修改大道宗的规定，无需收徒也可以继续当峰主。他不理解，穆老也提议让宗主和陆玄聊一聊，他也就来了。不过看到陆玄躺在摇椅上的样子，宗主不由得摇摇头。唉，陆玄还是老样子，还是不修炼，整天躺着，太不像话了。他还以为收徒之后陆玄有所改观呢。等等，宗主突然愣在了原地，他的目光转向草屋里面，他看到了什么？姬扶摇正在刷锅洗碗。不是，宗主直接懵了。陆玄凭什么？宗主很生气，他的心中怒火冲天，眼中闪烁着火焰，直接冲向了陆玄。姬扶摇的修炼天赋可是大道宗千年不遇的，而且引动了大道宗至宝大道中的共鸣。现在陆玄不让姬扶摇抓紧时间，竟然让他在洗碗，这不胡闹吗？陆玄，你给我解释解释！宗主撸起衣袖，雷霆咆哮，一字一顿咬牙吼道。陆玄愣了一下，一脸淡定地看向宗主。宗主，解释什么？宗主指了指草屋里的姬扶摇，简直恨铁不成钢。你怎么能让扶摇做洗碗刷锅的活呢？你这是在糟蹋扶摇的天赋。我原本以为你会怎么指导扶摇，再不济把你师父的修炼资源给扶摇，没想到你让姬扶摇做这些琐事。陆玄正想着怎么解释，姬扶摇突然说道：宗主，请不要责怪师父，我是自愿的。自愿的？宗主直接愣住了，他看向陆玄，又看了看姬扶摇，有些傻眼。姬扶摇竟然还这么护着陆玄，为什么？他人傻了呀？宗主的心中闪过很多疑问，他根本不理解这件事情。扶摇，你是说做这些事情是你自愿的？不要告诉我你也跟着陆玄开始吃饭了。宗主看向姬扶摇，想要抓住最后的稻草。姬扶摇一脸认真的说道：吃了。宗主脸色涨红，气得直接一脚跺在清玄峰上，怒吼道：啊！轰然间，清玄峰有些颤抖，仿若下沉了数百丈。他有些崩溃了，真想揍陆玄一顿。整个大道宗只有陆玄一个人没有辟谷，对，现在把姬扶摇也带坏了，这不纯误人子弟吗？这时姬扶摇说道：宗主，其实这也是一种修炼。这也是修炼？陆玄到底干了什么，把姬扶摇直接忽悠成了这个样子？宗主眉头紧皱，看向陆玄，眼中喷火，他直接拽着陆玄踏入了洞府之中。我需要一个解释。两人围坐在木桌前，宗主看着桌子上一些字帖和画卷，更加来气，这都是陆玄这些年写的打油诗，画的山水画。宗主马上转移目光，根本不想看第二眼，这都是陆玄这些年无所事事的杰作啊。毕竟陆玄都是闲的。这时陆玄缓缓开口：宗主，你放心，扶摇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宗主微微皱眉，他想到了一个问题，看姬扶摇的样子根本不是被胁迫的呀，难道做饭洗碗真的可以修炼？他信个鬼啊！只是问题出在哪里？姬扶摇明显对陆玄十分尊敬，莫非两人有渊源？等等，陆玄，你的修为呢？宗主眼睛一瞥，突然问道。他发现自己看不到陆玄的修为了。陆玄道：我隐藏起来了。宗主忍不住想笑，你一个炼气期还要隐藏修为？陆玄，宗主道：是扶摇教你的隐藏灵诀，看来品阶很高，竟然可以躲过我的探查。陆玄沉默住了，怎么宗主也喜欢脑补啊？他不知道怎么解释，说他是玄黄镜，可玄黄镜在宗主这个圣王面前也不够看啊。继续发育一段时间吧。陆玄为宗主沏了一杯茶，宗主的情绪稍稍缓和了下来。他想了想，还是忍耐一下，这1个月时间就让陆玄瞎折腾吧。陆玄好奇地问道：宗主，你这次来是有什么事情吗？要知道，这些年宗主在他的师尊陨落之后就没有来过清玄峰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宗主目光灼灼，看向陆玄：陆玄啊，你的师尊清玄圣人为大道宗做了很多贡献，他陨落之后，我大道宗自然不会让他的弟子寒心，而你又是清玄圣人的唯一弟子，只是你的修炼天赋有限，这些年遭受冷言冷语，恐怕心里也不好受。哎，这些年我也是疏忽了，没有太多照顾你。陆玄喝了一口茶，没有说话。宗主继续说道：陆玄，你可知道，如果这一次你没有招收到弟子，我其实已经为你安排好了后路。陆玄微微一惊：是吗？宗主取出了一个玉玺，放在陆玄面前。这是……陆玄缓缓拿起玉玺，观察了起来，这是一个低阶灵器，看起来无比厚重，上面用灵文刻着4个大字：大玄王朝。宗主淡淡一笑：本来你是要被逐出大道宗后，我会让长老安排你去凡俗的大玄王朝，去当一个俗世皇帝，你将荣华富贵一生，后宫佳丽3000人，也算是尽享俗世之乐。你将荣华富贵一生，后宫佳丽3000人，也算是尽享俗世之乐。宗主的声音如同天籁之音。陆玄愣住了，卧槽，其实这样也行啊，后宫佳丽3000，想想就轻而易举。宗主皱眉：你笑什么？陆玄道：乐不思蜀。宗主微微摇头，暗自叹息：果然朽木不可雕也。陆玄没救了。宗主继续说道：算了，这个月就让你瞎折腾吧，也让扶摇多走1个月弯路，让他明白一个好师傅的重要。1个月后，姬扶摇如果没有得到那门比试第1，就让他离开清玄峰吧。如何？
陆玄笑了笑，如果是第一呢？宗主摇头，这不可能。且不说那些顶尖真传弟子，就是那些顶尖的内门弟子，姬扶摇恐怕也不是对手。要知道，这一次内门比试，最强的弟子已经踏入玄宗境后期大圆满了，姬扶摇只是大玄王，拿什么比？这中间可是差了2个大境界。宗主拍了拍陆玄的肩膀，不再多言，收起玉玺，直接离开了。不多时，宗主来到大道殿，找到穆老，将方才姬扶摇洗碗的事情说了一遍。穆老目瞪口呆，竟有此事？宗主连连摇头道：“我也不知道为何姬扶摇对陆玄这么尊敬。”穆老微微皱眉，浑浊的目光望向清玄风的方向，突然问道：“你觉得陆玄难道一直在隐藏自己？”宗主哑然失笑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穆老沉默了，说的也是，陆玄他懂个老石子的教徒弟啊。宗主道：“也罢，我探查到，姬扶摇现在已经是大玄王后期大圆满了。”穆老脸上堆满了皱纹，如同沟壑一般，有些惊异。难道入宗考核的时候，扶摇隐藏了修为，这才是他真正的境界？宗主笑了笑，大概是了。穆老抚须，脸色有些凝重。这丫头身上是有秘密的，不过我大道宗从来不惧所谓的秘密。现在扶摇已经立下了天道誓言，已经是我大道宗的一员，这些秘密我大道宗不仅不会窥探，还会为他守住。宗主点了点头，不错。清玄风，姬扶摇早已回到洞府继续修炼，一方面炼化蛟龙肉，一方面吸收上品灵石，海量的灵能在他的四周狂涌，形成了一个小风暴。姬扶摇的修为在不断提升，他已经为自己制定了修炼计划，先提升境界，然后再去大道宗的火渊秘境中沉淀修为，巩固境界，淬炼神魂。1个月时间对他而言绰绰有余。内门第一，他志在必得。现在道基已经补全，他如果连第一都拿不下，他会看不起自己。堂堂一方女帝转世重修，岂能落于下乘？念及此，姬扶摇收敛心神，盘膝而坐，一袭火红色凤袍飘然，淡淡神华氤氲涌起，整个人看起来飘逸出尘，无比玄妙。与此同时，陆玄正躺在洞府之中，系统的声音响起，叮，宿主大徒弟姬扶摇修为正在提高，开始同步。声音落下，一股庞大的灵能开始不断涌现，冲击着陆玄的四肢百骸。他的丹田之中修为底蕴在不断增加。陆玄伸了一个懒腰，看来扶摇又在修炼了呀。现在姬扶摇已经是大玄王后期大圆满了，3日时间肯定可以突破玄黄境，稳了。而且按照姬扶摇的修炼速度，不只是玄黄境初期。陆玄不禁感叹，明明这么天才，却还要这么努力，这让他多不好意思呀！不愧是我的徒儿。感受着体内不断增加的灵能，陆玄悠闲地看起来了书。到了深夜，陆玄感受到体内修为还在持续增加，他打了个哈欠，继续睡觉。一觉醒来，姬扶摇直接突破了玄黄境初期，而他也踏入了玄黄境后期大圆满，距离玄宗境只有1步之遥。陆玄微微一愣，这么快？一想到自己还在呼呼大睡，扶摇却在努力修炼，陆玄感到这种感觉真好。陆玄走出洞府，看到姬扶摇又开始在做饭了，他随意扫了一眼姬扶摇的控火造诣，已经非常娴熟了，距离大成之境已经不远了。陆玄暗道，看来养成任务快要完成了呢，简直太轻松了。陆玄躺在了草屋外面，看天边云卷云舒，内心澄澈，十分惬意。不多时，姬扶摇端出来饭菜，吃饭。姬扶摇的心情很好，才入宗2天，他就踏入了玄黄境，修炼速度这么快，和那枚天阶道姬丹脱不开关系。这么想着，姬扶摇突然看向陆玄，一脸认真的说道：“师傅，多谢你的帮助。”陆玄一愣，淡淡说道：“小事。”他暗道，应该是他感谢才对，毕竟他也没做什么，只是躺着。姬扶摇眼中神华流转，银白的额头长发浮动，坚持说道：“师傅，那一枚天阶道姬丹对我有再造之功，而且您也在指点我的灵火之道，两者皆让我受益良多。这可是再造之功，这一世他会走得更远。”陆玄笑了笑，继续努力吧。姬扶摇嫣然一笑，好，我的灵火之道距离大成还差点，我要再感悟深一些。闻言，陆玄右手摊开，一缕柔和的火苗出现在他的掌心，这团灵火形撒神炬，随着陆玄意念一动，灵火时而变得无比狂暴，时而变得十分柔和。姬扶摇直接愣住了，这是灵火之道大成的表现。果然，师傅不是废柴。陆玄淡淡一笑，故作神秘道：“懂了吗？”其实他还真不知道怎么指点，但他相信以姬扶摇的天赋，肯定能找到一丝玄机。他的灵火之道说白了相当于姬扶摇未来悟出的，只不过领先姬扶摇一个版本。姬扶摇美眸流转，星光璀璨，他悟了，所谓灵火大成，就要收发由心，随意而行。他方才感觉到陆玄的灵火之道和自己十分契合，仿若同宗同源，那种感觉太熟悉了。难道陆玄和他修炼的是同种功法？不，即使同一种功法，也不会这么相像。一定是师傅为了指点他，才特意凝聚出这种灵火，一定是这样。这么想着，姬扶摇的心中掀起了一阵滔天巨浪。师傅太强大了。接下来，姬扶摇盘膝而坐，开始感悟灵火之道。距离灵火之道大成只差1步，他的面前还有一层薄膜需要戳破。但刚才陆玄无疑已经给他展示了破解之道。1个时辰，2个时辰，半日后，姬扶摇的身上涌现出一道灵火，
灵火之力升腾而起，直冲云霄。他的玉手伸出，轻轻浮动，灵火之力变得十分柔和。控火之道，游刃有余。姬扶摇的灵火之道直接踏入灵火之境大成。定，正在同步大徒弟姬扶摇的灵火感悟，由于是双倍获得，陆玄的感悟增加了极多，距离灵火之道圆满更进一步，再度领先姬扶摇一个版本。这时，姬扶摇缓缓睁开心眸，娇躯微颤说道：“多谢师傅。”陆玄嘴角微微扬起，以后不必这么客气。姬扶摇嫣然一笑，点头。他的心中不禁想到，这一次真是误打误撞，找到了一个好师傅。听君一席话，胜过数月苦修。姬扶摇的脑海中浮现出很多画面，他开始仔细回味陆玄所说的每一句话。他在做饭的时候，陆玄总会和他闲聊，他一直并不在意。现在他突然发现，陆玄看似随意说话，其实是在指点他。姬扶摇喃喃道：“可以断定，师傅的灵火造诣一定是比我高的，但高多少呢？他是在引导我呀。”片刻后，姬扶摇回过神来，说道：“师傅，我回去再巩固一下。”陆玄点头，可以适当休息一下，现在已经完成养成任务了，过了明天就能领取任务奖励了。陆玄心态很放松，但姬扶摇却摇摇头：“时不我待，我需要抓紧时间修炼。”陆玄哭笑不得：“好吧。”接下来他又感到体内的修为在不断提升，舒爽的感觉不断冲击着他的四肢百骸，如同龙游四海，撞击经脉。陆玄不禁感叹：收徒当如姬扶摇，太努力了。第3日，姬扶摇做完最后一次饭，将碗筷洗了，他的脸色微微泛红：“师傅，我已经履行了约定，这3天您可满意？”陆玄一听，马上懂了。姬扶摇不想继续做饭了呀？他目光悠悠，满意也不满意。姬扶摇愣住了，什么意思？他感觉陆玄说话好生玄妙。陆玄故作高深，意味深长地说道：“扶摇啊，你觉得我真的是让你做饭吗？”姬扶摇美眸微蹙，他的脑中迅速思考，想要理解陆玄的深意，什么意思？片刻后，他悟了，做饭首先要用到灵火之道，其次还能提升他的心态。他陷入深思，她可是一方女帝，即使转世重修，心中也有无限自傲，这让他睥睨众生，心中有些许浮躁。但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这一世他还不是帝境，他需要转变自己的心态。陆玄继续说道：“让我满意的是，你虽然不喜欢做饭，但依旧十分专注；不满意的是，你的手艺还需要提升啊。”闻言，姬扶摇马上抓住了关键词：需要提升，还得练。重走修炼之路，就要放下倨傲之心，应该像一个学徒一样。他懂了。姬扶摇看向陆玄，轻声说道：“真正的大师，往往都怀有一颗学徒之心。师傅，这就是你要教我的吗？”陆玄愣住了：“是吗？”他没有，他不是，别瞎说。陆玄不过是随口一说，想让扶摇给他继续做饭啊。如果姬扶摇拒绝，明天等系统的奖励发了，他可以继续以理服人。但姬扶摇怎么突然挠不起来了？他人傻了呀？看着姬扶摇一脸认真的样子，陆玄惊呆，徒儿怎么又开始自我攻略了？陆玄的这种表情看在姬扶摇眼里却是另一种意味。姬扶摇淡淡一笑，果然师傅被我看破了。踏入清玄峰后，陆玄一直循循善诱，这是良师啊。念及此，姬扶摇马上说道：“师傅，只要我在清玄峰，我会继续做饭的。”陆玄不知道说什么了，只说了一个字：好。姬扶摇柔和一笑：“师傅，我继续去沉淀修为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会踏入宗门的火渊秘境，用实战来提升战力，稳固我的修为底蕴。”陆玄道：“不错，按你的计划来。”姬扶摇恭敬一拜，就要离开。陆玄突然道：“明天去火渊秘境之前，来我洞府一趟，我送你一个礼物。”姬扶摇有些惊异：“礼物？师傅，我现在不需要其他东西了。”他的道基已经补全了，他也有自己的修炼功法，而且是1星地阶，灵石暂时也不缺，不需要其他的。陆玄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姬扶摇想了想：“好的。”次日，陆玄再次收获了大量的修为底蕴。这3日，姬扶摇的修为直接飙升到了玄黄境中期，而陆玄的修为也踏入了玄宗境初期。定，恭喜宿主完成徒弟养成任务，修为超过玄黄境，灵火之道已大成，因宿主超额完成，奖励已提升。恭喜宿主获得大量修为底蕴，恭喜宿主获得6星地阶功法焚天诀，恭喜宿主获得6星地阶丹炉吞天轰炉。额外奖励：万法不侵，任何修炼者只要修为低于宿主，一切攻击无效。声音落下，轰！一股无比精纯的灵能涌入了陆玄的体内，如同一道洪流冲击着陆玄的体内世界。他的丹田发出阵阵汩汩流动的声音。陆玄的修为在不断增加，片刻后，距离玄宗境中期只差1步之遥。陆玄笑了笑，很是满意。他开始查看其他奖励，意念一动，陆玄的手中出现了一枚功法玉简，焚天诀，6星地阶功法。陆玄粗略地看了一下，这个功法极其恐怖，修炼至大成之后，可以焚天逐海，炼化苍穹，功法之力逆天。修炼？不，他是不可能修炼的，躺着就行。这个功法十分契合姬扶摇，就送给他吧。接着，陆玄查看吞天轰炉，这是一个无比苍古的轰炉，轰炉已经被封印，但是依旧可以看到其上璀璨的道纹流转，无比晦涩和玄妙。这可是6星地阶的至宝，其上蕴含着恐怖的道与玉。
承载着某种诡秘的力量。若非被系统之力封印，现在陆玄拿出这个炼丹炉，恐怕直接会产生天地异象。至宝，陆玄想了想，姬扶摇炼丹天赋并不是顶级的，如果让姬扶摇炼丹，那就是浪费时间。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那么这个炼丹炉不如送给其他徒弟。一想到炼丹，陆玄嘴角微微扬起，他想起了蓝星看过的一本经典，他不由得笑了起来。姐，不会真会收这个徒弟吧？不会吧？陆玄问道。现在可以收第二个徒弟了吗？系统道，还没有触发收徒任务。没有触发。陆玄问道。怎么触发？系统道，快了。陆玄暗道，果然系统是有限制的，不然自己疯狂收徒，不管天赋好坏，直接以数量取胜，他的修为岂不是直接起飞？陆玄已经很满意了，他收起吞天烘炉，心中充满了期待。第二个徒弟快到喂食碗里来。接着陆玄开始查看，万法不侵，这是系统的额外奖励。陆玄直呼逆天，也就是说修为比他弱的陆玄可以直接无视，免疫一切伤害，这岂不是装比神器？陆玄笑了笑，低调，还是低调一点，现在我只是一个玄宗境，南荒可是有大帝存在的。他的心情大好，他不由得感慨，这个无敌收徒系统太贴心了，投资徒弟一本万利啊。陆玄马上给姬扶摇传音，唤他过来。很快姬扶摇踏入陆玄的洞府。陆玄的洞府很朴素，只有一张玄冰床，一张木桌和几把木椅，以及一些简单的器具，这让姬扶摇心里又产生一些好感，果然是强者风范。他走过木桌，看到木桌上陆玄写的打油诗，不由得淡淡一笑。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三声唤出扶桑来，扫退残星与小月，垂死病中惊坐起，纵横南荒百万里，一行争雁向南飞，两只烤鸭向北走。借问春色何处有？山外青山楼外楼。春宵一刻值千金，明月清泉石上流。然后他又看到了木桌上的一些画：姜太公电鱼图，后羿98K 射日，诸葛亮巧借东风。姬扶摇愣住了，这画真的好抽象啊！不愧是师傅，风格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姬扶摇喃喃道：没想到师傅还有这种爱好。陆玄干咳了一声说道：随便写画画。姬扶摇抿嘴一笑。陆玄笑着说道：扶摇，我送你的礼物是一个功法，很适合你。姬扶摇笑着拒绝：师傅，我有修炼功法了。要知道他的修炼功法是一星地阶的火系功法玄火经，和他十分契合。南荒大地上地阶功法何其珍贵，他的一星地阶功法一旦出世，必然在南荒引起腥风血雨。他不信陆玄手里有更高品阶地功法。陆玄意念一动，取出焚天诀地功法玉简，向着姬扶摇屈指一弹：你可以先看看。萧姬扶摇接过，不以为然地探入神识。下一瞬间，他的身体愣在原地。六星地阶功法焚天诀，他的神识一动，眼前马上出现了一方虚空，一个虚影背负苍天，气势滔天，远远超越他前世的巅峰。他看不清面庞，在他的身后，无尽灵火不断涌起升腾，焚天烛海之威弥漫天宇，炼化苍穹，一方天地熠熠生辉，完全化作灵火之海。这道虚影的声音缓缓出现：焚天诀，我辈修炼者逆天修行，路漫漫其修远，当有冲天之意，焚天之志。声音落下，那道虚影拂袖一挥，一道至强攻伐之力贯彻天地之间，如同星辰燃烧，如同大玉沸腾，恐怖绝伦的灵火冲天而起，直接凝成了一种意境。天可焚，海可煮。那道虚影化作灵火之主，屹立在无尽火域，身影渐渐消散。嗡！姬扶摇的脑海之中一道闪电，他从这道意象之中退了出来。他已经得到了焚天诀的传承，不过数个呼吸，他的身上已经是香汗淋漓，火红色凤袍紧紧贴在身上，露出了无比娇美的身材，凹凸有致，完美的曲线流转，看起来十分诱人。他的娇躯颤抖，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这个功法太恐怖了，几乎可以说为他打造的。他本就是焚天圣体，六星地阶功法，师傅是从哪里得到的？在他的印象中，南荒这数万年根本没有这个功法。这个功法太珍贵了，即使放在大道宗，也是仅仅屈居于大道经之下的至强功法。姬扶摇无比激动地看着陆玄：师傅。陆玄笑了笑：我也是看这个功法比较适合你，你后面就修炼焚天诀吧。姬扶摇心中涌起一道暖流，他不知道说什么了。要知道他是女帝转世，早已是顶级强者心境，但此刻却也有些动容了。陆玄，他不过是拜师3天，就送他如此之强功法，在焚天诀面前，他修炼地功法玄火经已经不值一提了，以后他肯定要改修焚天诀呢。他真的有些感动。对于陆玄，他更加好奇了，能随手拿出天阶绝品到鸡丹，能随手送出六星地阶功法，他的底蕴太深厚了。至于陆玄的实力，恐怕是高星大帝。没想到大道宗竟然有一个顶级强者坐镇。不过陆玄收他为徒是图什么？姬扶摇想不通，或许这就是师者无私。陆玄笑了笑：去吧，你知道怎么修炼，为师就不叫你了。姬扶摇愣了一下：师傅，若是有修炼上的难题，我可以请教您吗？陆玄道：可以。姬扶摇眸中泛出异彩，点了点头，将苍古玉简收起，准备离去。突然他低头一看，呀！刚才在领悟焚天诀的时候，
他的火红色长裙已经被香汗打湿了，紧紧贴在身上。他竟然没有发现。姬扶摇脸色泛红，看向陆玄，陆玄一副非礼勿视的表情，看向一旁。姬扶摇心中再度生出一些好感，但转念一想，如果是师傅看到，其实也没什么的，毕竟师傅是正人君子。陆玄笑着说道：“徒儿，快去修炼新功法吧。”姬扶摇轻轻点头，马上快步离开。回到洞府后，姬扶摇决定改变计划，先修炼焚天诀，再去火渊秘境。不过在此之前，他需要先沐浴。姬扶摇意念一动，一袭红火色长裙缓缓退下，露出了无比细腻娇嫩的玉肩，接着是高耸的。她那平滑白皙的玉体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身材十分完美。她的修长玉腿摆动，缓缓踏入浴缸之中，热气氤氲，一个完美无瑕的玉体若隐若现，风光旖旎。姬扶摇的身体无瑕无垢，散发着淡淡的神华，看起来无比圣洁。不多时，姬扶摇开始准备妥当，开始修炼焚天诀。她盘膝而坐，火红色长裙无法掩饰凹凸有致的身材，她的纤纤玉手不断变换，口中念念有词。轰！一股恐怖的灵火之力从她的体表涌出，向着四周急速扩散。至强的杀伐之意在姬扶摇的四周凝成，她的洞府之中温度瞬间升高，恐怖的灵火直接穿透了洞府的封印禁制，冲霄而上。这可是6星地接功法，姬扶摇第一次修炼，因为她的焚天圣体和功法完美契合，无意间直接引发了功法的共鸣。一时间，整个清玄峰燃起了冲天灵火，如同一轮巨日升起，映照苍穹。恐怖的力量瞬间从清玄峰向着四周凌风冲击，形成一道炽烈的火浪，这一方天地直接被点燃。天地异象，瞬间整个大道宗被惊动。这个天地异象太恐怖了，直接衍生出了恐怖的威压之力，至强的杀伐之力如同要焚天煮海一般，磅礴的灵火意志向着方圆数十里扩散，如同排山倒海一般。天地变色，苍穹震荡，清玄峰四周的灵风温度瞬间升高，这股力量太强大了，瞬间整个大道宗都被惊动了。清玄峰附近的几个灵峰温度骤然升高，如同火海，诸多圣人出手，这才压制住了那恐怖的灵火。无数长老和弟子无比震惊，皆是向着清玄峰望去。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快，宗主等人也被惊动了，无数神念和神识向着清玄峰探查而来，众多圣王、圣人不禁震惊了起来。清玄峰上引动了天地异象，宗主等人的神念继续探查，他们很快发现了姬扶摇不下的封印禁制。虽然以他们的实力可以轻易穿过封印禁制，但他们没有再继续了。不过很显然，这是姬扶摇修炼功法有所感悟，这种感悟太过逆天，直接引动了天地异象。而此时，虚空之上的灵火之海愈演愈烈，仿若要炼化虚影，映照苍穹。而在无尽火海深处，璀璨神华涌动，磅礴气势滔天，逐渐呈现出一种道与势。宗主等人的心中瞬间掀起了滔天巨浪，这是何等修炼天赋！要知道道与势，那可是踏入玄圣境之后才能触摸到的东西，甚至一些玄圣终其一生也没有机缘领悟。现在姬扶摇才什么境界？宗主看向丹峰众多圣人，你们的灵火造诣极深，有没有看出点什么？丹峰众多圣人一脸震撼之色。扶摇年纪轻轻就触摸到了一丝道与势，此等天赋已有大帝之资。大帝之资！宗主等人无比激动，未来的大道宗又多了一尊大帝强者。若是姬扶摇踏入准地，则可以一跃成为大道宗老祖级别的人物。众人心潮澎湃，心中对姬扶摇越来越满意。丹峰圣人突然说道：“从今天的天地异象来看，扶摇入宗考核的时候绝对藏拙了。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姬扶摇要拜入玄为师了。他的身上恐怕有一些秘密，怕被我们看到。”缥缈峰圣人目光柔和：“哎，这孩子，我大道宗地境强者众多，只不过大都在闭关或者沉睡。即使扶摇是大帝之资，我们也不会去觊觎他身上的秘密。”宗主解释道：“关于扶摇身上的秘密，老祖在入宗考核的时候就已经探查过了，他没有什么问题。何况现在他已经是我大道宗的弟子，已经发下了天道誓言，不会背叛我宗。”众人点了点头，不错，在我大道宗，不同势力、不同身份的弟子很多，若是一一计较，早就没有我大道宗数个纪元的基业了。宗主下令，扶摇身上的秘密，你们万万不可主动去窥探。众人道：“遵命。”沉寂一瞬，丹峰圣人点了点头。扶摇心思缜密，想找个进修之地，可以理解。不过陆玄非要收扶摇为徒，这作何解释？众人沉默住了，完全想不通。你陆玄能教个毛线啊！众多圣人道：“内门试炼之后，还是让扶摇离开陆玄吧。陆玄一身臭毛病，好吃懒做，我怕影响到扶摇日后的修炼。”宗主点头，不错，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扶摇在陆玄身边，多少是会受影响的。众人不禁点头。这一次扶摇引动天地异象，再次证明了他的修炼天赋，和陆玄没有半分关系啊！这种天才岂能埋没在陆玄手中？这时，一个灰袍圣人突然说道：“看看陆峰主现在干什么？”宗主道：“看看。”此时，陆玄正在玄冰床上悠闲地躺着，感受着体内的修为底蕴在不断增加，他的心中有一丝激动。定，宿主大徒弟姬扶摇修为正在提升，同步中。定，正在同步焚天诀感悟。一时间，体内的灵能仿若大江大河，
不断冲击着陆玄的四肢百骸。舒爽！修炼了焚天诀后，姬扶摇修炼的速度又提升了数倍。陆玄乐不可支，这波投资果然又是稳赚不赔啊！把好东西给徒弟，就等于双倍给自己，他只需要躺平就行了，无为而治。最主要的是，根本不需要他鞭策，就已经很努力了，简直太省心了。如此想着，陆玄嘴角微微扬起，心里美滋滋的。看到这一幕，宗主等人脸色一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不是，徒弟在那边刻苦修炼，有所感悟，你一个师傅在这躺着，这合适吗？说好的叫徒弟呢？你也不叫啊，搁这躺着。阵法风圣人皱眉疑惑道：“陆峰主这是在傻笑什么？”丹峰圣人脸上一抽，不知道，或许是想起了什么开心的事情。众人他们恨不得现在想揍陆玄一顿，本以为陆玄这是要痛改前非，结果就这。众人气得胸闷，他们不禁想到，幸亏清玄圣人走得早，不然会被陆玄活活气死。宗主叹息一声说道：“其实前2天我已经找过陆玄聊过了，这家伙突然变得很固执，死活不肯放符瑶离开，我们再忍他1个月时间吧。”众人摇头，只能如此了。不多时，姬扶摇引动的天地异象也渐渐消散了。穆老一脸认真地问道：“你觉得这次内门试炼，姬扶摇有希望拿第一吗？”宗主道：“不可能，这一次内门试炼，最强的真传弟子是玄宗境后期大圆满，即使姬扶摇踏入玄宗境，也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而且姬扶摇不可能在1个月时间踏入玄宗境，除非陆玄疯狂给姬扶摇吃丹药堆修为。”众人点头，希望陆玄不要为了赢堆丹药毁了姬扶摇的修炼根基。宗主皱眉道：“你们这段时间多指点一下那些内门弟子和真传弟子，内门试炼一定要让扶摇在前10之外。”众人道：“遵命。”数日后，清玄峰上，姬扶摇一袭红火色长裙，盘膝而坐，身上涌动着淡淡的光芒，他的心眸缓缓睁开。这几日，他运转焚天诀，重新将体内的修为底蕴淬炼了一遍。他的修为已经是玄黄境后期，但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他丹田中的灵力纯粹了数倍，这也就意味着他的攻击将比之前提升极多。而且他竟然无意间触摸到了灵火之道的一丝道与势，上一世他可是踏入了玄圣境才做到的。数日时间，他再次蜕变，越修炼，姬扶摇越能意识到焚天诀的恐怖之处。不愧是6星地阶功法，比起他的1星地阶功法玄火经，简直有云泥之别。地阶功法相差1星，便有天堑之差。姬扶摇突然想到，在他引动天地异象的时候，宗主等人探出神念，不过最终止步于他布下的封印禁制之前。他松了一口气，这一次不过是将他的天赋彻底暴露，但他的身份应该还是无人猜到。要知道他转世重修，此事涉及上古秘术，一旦被盯上，恐怕南荒的至强大帝都会对他出手，毕竟那可是转世重修之法，极其逆天，至强者对此趋之若鹜，志在必得。不过他想到师父这般神秘和强大，即使南荒至强大帝降临又何妨？片刻后，姬扶摇收敛心神，缓缓起身。接下来的时间，他得去大道宗火渊秘境了。要知道他的道基已经补全，但是神魂还是残缺的。这些10日修炼，他已经能感受到神魂残缺给他带来的影响。火渊秘境中的灵火可以淬炼神魂，对他而言再好不过了。而且这段时间他闭关修炼，体内修为底蕴还是不太凝实。火渊秘境之中，借灵火之力巩固修为底蕴，淬炼神魂，感悟灵火之道，可谓一举3得。念及此，姬扶摇意念一动，手中身份令牌出现，他的神识探入，马上从令牌之中看到了火渊秘境的位置和一些介绍。收起身份令牌，姬扶摇突然想到，好些时日没有见到师傅了，他的心里涌上一股暖流，有点想念师傅呢。虽然拜师陆玄不到1个月，但在他的心里，陆玄自己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师傅给他的感觉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不争、从容、神秘。姬扶摇想起来，这几日修炼没有给陆玄做过饭，他心中产生了一丝愧疚和歉意。毕竟他答应过陆玄，只要在清玄峰就会做饭。姬扶摇喃喃道：“去火渊秘境之前，先去给师傅做饭吧。”很快，姬扶摇踏出洞府，向着草屋走去。他微微一愣，陆玄早已躺在了草屋外的躺椅上，晒起了太阳。姬扶摇轻轻一笑：“师傅还是老样子啊。对了，好像没有见过师傅修炼呢。”他很好奇，陆玄到底是几星大帝？陆玄伸了个懒腰，笑着说道：“徒儿，这几天修为提升不少，不过修炼速度太快，不要忘记巩固修为根基哦。”姬扶摇眼中一抹神华涌动，心中泛起微微波澜。果然，师傅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说道：“师傅，我接下来会去火渊秘境，巩固修为，淬炼神，感悟灵火之力。”陆玄淡淡一笑：“不错，我大道宗的火渊秘境可以说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姬扶摇带着歉意说道：“师傅，不好意思，这几天我修炼忘了做饭。”陆玄笑道：“问题不大，吃饭虽然很重要，但是你修炼也很重要。”姬扶摇噗呲一笑，果然在师傅这里吃饭很重要呢，竟然和修炼排在一起。姬扶摇说道：“师傅，我现在就去做饭。”陆玄甩过来一个玉简：“扶摇，这个玉简里有不同口味的制作方法，今天换个口味吧，老是爆炒有点吃腻了。”姬扶摇接过玉简，神识探入，
他惊呆了。御简中的各种饭菜制作手法一应俱全，可以说分门别类，很多他都没有听过。爆炒、清蒸、水煮、回锅、油焖、凉拌，他不禁惊叹：师傅对于吃饭可以说研究的出神入化呀。他在想，这些不同的做饭手法应该蕴含了玄机，看似和修炼没有一点关系，实际上关系很大。这是师傅在指点他呢。姬扶摇美眸神华流转，大道至简，大道同源，做饭亦是一种修炼。毕竟这段时间他在草屋中得到了很多灵活感悟。姬扶摇的纤纤玉手轻轻颤抖，他感觉这个玉简价值通天，蕴含着玄妙的道之玄机。他不禁感慨，师傅真是用心良苦啊。念及此，姬扶摇一脸认真地说道：师傅，玉简中的手法我都会用心感悟。说着，他已开始准备食材。陆玄笑了笑，继续躺在了草屋外面。他对姬扶摇这个徒弟很满意，才拜师几天，姬扶摇的修为就踏入了玄黄境后期，而陆玄则是直接踏入玄宗境中期了。不仅如此，姬扶摇的灵火造诣也有不少提升，还有焚天诀的感悟，还有一丝灵火之道的道与势。总之，姬扶摇的收获很大，但陆玄的更大。草屋中，这一次做饭，姬扶摇做得很认真，很用心，做得很慢。陆玄有些惊讶，这一次怎么这么慢？他起身看向草屋，只见草屋的木桌之上摆放了很多份饭菜。陆玄不解道：一顿吃不了那么多。姬扶摇笑了笑：师傅，我要去火渊秘境去巩固修为了，估计需要离开一段时间，我提前给你做好。陆玄直接愣住了，只见草屋的桌子上有很多口味的饭菜，爆炒、宫爆、回锅、糖醋，每一份都摆放得十分整齐。姬扶摇给这些饭菜打下了封印禁制，到时候只需要用灵火之力热一下就行了。陆玄心中一暖，扶摇用心了呀。姬扶摇嫣然一笑：师傅，稍等，马上好。陆玄点头：好。他又继续躺着。不多时，姬扶摇端出饭菜，和陆玄开始吃饭。清玄峰上微风习习，姬扶摇的青丝飘然，他一边吃饭，露出了淡淡的微笑。在陆玄身边，他的内心澄澈，无比平和，这是上一世不曾感受到的呀。师傅真好。姬扶摇说道：师傅，吃完饭我就去火渊秘境了。他的修炼速度太快，需要借助火渊之力巩固修为底蕴，同时他的魂魄伤势也可以通过灵火淬炼得到恢复。陆玄点了点头，提醒道：火渊秘境比较危险，你一定要小心。你的身份令牌里有关于火渊秘境的介绍，你提前熟悉一下。姬扶摇雪景微倾：师傅，我知道了。吃完后，姬扶摇踏入草屋洗碗刷锅，一切准备妥当后，姬扶摇向卓陆玄告别：师傅，我去火渊秘境了。陆玄点头：去吧。姬扶摇轻轻点头，踏空而起，一袭红火色长裙飘然，空中闪烁着一道神虹。姬扶摇飘逸出尘，向找火渊秘境的方向飞了过去。看着姬扶摇离开，陆玄也缓缓回到了洞府。他很期待这一次姬扶摇在火渊秘境的收获。火渊秘境，这是大道宗的一处试炼之地，一共有3层。第一层玄宗境中期以下，第2层玄宗境到玄圣境，第3层则是玄圣境之上。火渊秘境的灵火妙用极多，可以感悟灵火之力，也可以锤炼肉身，也可以淬炼神魂，巩固修为底蕴。这里大量长老和弟子在火渊秘境入口进进出出，显得十分热闹。就在这时，姬扶摇飘然降临，一袭红火色长裙垂落，绝美风姿引人入胜，踏空立在火渊秘境上空。他俯瞰望去，火渊之处，大地凹陷，灵火升腾，出现了一个恐怖的地下世界。秘境之中，焚烧的灵火不断的交织分裂，气势滔天，竟然形成一个个诡异的图案，如同有生命一般。磅礴的热浪滔天而起，一股足以将万物蒸腾焚尽的力量充斥在天地之间。很快，有弟子发现了姬扶摇，直接惊呼了起来：姬扶摇！没想到姬扶摇竟然来火渊秘境了。一些新入门的弟子震惊道：等等，姬扶摇怎么踏入了玄黄境后期？之前不是大玄王吗？几个长老瞳孔微缩，内心一震，这种修炼速度比起我宗顶级真传弟子还要快。一时间，火渊秘境入口产生了一阵不小的轰动，众多长老纷纷给宗主和一众峰主传音，宗主等人马上分出一缕神念，向着姬扶摇探去。宗主脸色凝重，扶摇的境界有些虚浮不稳，魂魄也有伤势，怪不得他要来火渊秘境。缥缈峰峰主蹙眉道：扶摇境界提升太快了，欲速则不达。丹峰峰主露出担忧之色：陆玄不会是给姬扶摇吃丹药，硬生生把境界堆上去的吧？宗主脸上一黑，早知道当初同意这个老石子赌约作甚，若真是用丹药堆上去的境界，这不害了姬扶摇吗？与此同时，姬扶摇缓缓向着火渊秘境入口走去，他看到有一个高大的石碑伫立，恢宏苍古，直入云霄。火渊秘境榜，石碑上刻着不同境界弟子在火渊秘境中的记录。玄黄榜方言：踏入第1层火渊60里。玄黄榜落凌空，单日内火渊第1层火兽击杀数量第一。玄黄榜。姬扶摇淡淡看了一眼，记下了这些记录。这时，宗主的声音传入了姬扶摇的脑海中：扶摇，根据火渊秘境的规则，一旦开创新纪录或是破了纪录，火渊秘境中的意志会降下一道灵火淬炼洗礼，这种淬炼对你的肉身、神魂和修为底蕴很有帮助。闻言，姬扶摇说道：
多谢宗主提醒，我正是为此而来。这一次他就是冲着破纪录而来的，他很需要这种灵火淬炼洗礼。宗主忍不住问道：扶摇，你走的时候，陆玄不会还躺着吧？姬扶摇犹豫了一下，说道：我师父在忙自己的事情。宗主脸上一抽，忙自己的事情？他除了吃就是躺，还能干什么？陆玄这小子不会觉得躺着就能提升修为吧？宗主叹息说道：算了，不说陆玄了。扶摇，火渊秘境凶险，你要多加小心。姬扶摇点了点头，众多峰主笑了笑，他们都很期待姬扶摇在第一层火渊秘境的表现。不多时，姬扶摇一袭火红色长裙飘然而起，直接踏入了火渊秘境第一层。轰！姬扶摇神念探出，目之所及，灵火之力滔天，无比炽烈的滔天巨浪冲天而起，形成一道道火柱。这些灵火之力不断交织分裂，爆发出焚天之威，仿若天地万物都可以被蒸腾焚绝。在极远之处，无比浓郁的灵火之力幻化成数个巨轮，映照虚空，触目惊心。而这仅仅是火渊秘境第一层。姬扶摇直接踏空而起，向着火渊秘境最深处飞去。不少弟子被吸引，在后面跟着姬扶摇，他们很想知道姬扶摇能深入火渊第一层多少里。目前大道宗玄黄境的记录是方圆60里，一个时辰后，姬扶摇已经深入火渊秘境10里之地，继续深入20里、30里、60里。半日后，姬扶摇已经来到了70里，直接一举打破了玄黄境的记录。众多弟子直接惊住了。要知道上一个玄黄境记录，方言可是耗费了半个月才堪堪走到火渊60里，但姬扶摇只用了半天时间。众多弟子惊呼了起来，快通知峰主！他们马上取出传音玉简，给诸峰的圣人传音。就在这时，火渊秘境中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姬扶摇打破玄黄境方言记录，赐灵火淬炼洗礼。声音落下，轰！一道通天的灵火长河从虚空倾泻而下，直接将姬扶摇覆盖。玄妙晦涩的气机不断涌动，璀璨的道纹在不断闪烁。姬扶摇的娇躯一颤，玄妙的灵火之力如同烘炉一般，为他淬炼神魂、锤炼肉身、巩固修为底蕴。他的美眸神华流转，他的神魂被淬炼，正在慢慢的恢复。他盘膝而坐，一袭红火色长裙飘落，凹凸有致的身材之上流转着淡淡的神华，不断抗衡着四周的火域之力。滴答，姬扶摇的脸上香汗不断滑落，他的娇躯颤抖，轻咬着娇嫩唇瓣，坚持着灵火淬炼，修复魂魄。痛苦如同万重噬体，他的身上香汗淋漓，火红色长裙紧贴在玉体之上，露出无比诱人的轮廓。姬扶摇在苦苦坚持。与此同时，陆玄正舒服躺在玄冰床上，悠闲地看着画本故事。定，宿主大徒弟姬扶摇灵火之力有所感悟，开始同步。定，宿主大徒弟姬扶摇灵火之力有所感悟，开始同步。陆玄心有所感，他缓缓摊开右手，他直接踏入了灵火之道，圆满之境。一缕柔和的灵火在他的掌心之中缓缓升起，这灵火看似柔和，实则内部十分炽烈，这就是圆满之境。灵火之威内敛，收发由心，炽烈的力量归于自然。陆玄收起灵火，换了个姿势躺着继续看书。不得不说，姬扶摇的天赋太强了，他很期待姬扶摇这段时间在火渊秘境修炼，他的修为和灵火感悟能增加到什么地步。另一边，火渊秘境之中，姬扶摇的灵火淬炼洗礼结束，他的收获很大。他继续在第一层深入，随着深入，火渊凝出的火兽越来越多，他们一个个面目狰狞，身上燃烧着炽烈火焰，仿若一座座小山横移而来。每一个火兽的实力都堪比玄黄境修士，这些火兽如同狼奔使突，向着姬扶摇冲杀了过来。姬扶摇先欠玉手伸出，灵火之力涌动，直接拍了一下，轰！一大片火兽直接化为齑粉。看到这一幕，众多弟子震惊了，怎么可能这么轻松？他们当年玄黄境的时候，杀一个火兽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这一刻，他仿若火域的主宰，娇嫩唇瓣微起，灭，如同言出法随。姬扶摇所到之处，无数火兽纷纷化作灵火湮灭在空中，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在姬扶摇面前，这些火兽没有一战之力。1日后，火渊秘境中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姬扶摇1日内击杀火兽数量突破12345只，创下新纪录，赐灵火淬炼洗礼。轰！一道灵火长河垂落，璀璨道纹流转，将姬扶摇笼罩了进去。见此，众多弟子内心掀起了滔天巨浪。姬扶摇又破玄黄境记录了，足足杀了1万多只火兽，是之前记录创造者落凌空的10倍不止。什么时候火兽变得这么弱了？他们马上将此事传音给自家圣人和宗主。宗主等人无比震惊，什么是天才？这就是天才！宗主有些惊喜，不愧是引起了大道中共鸣的妖孽，这等表现，即使放在我大道宗历史上也是名列前茅。剑锋圣人说道：按照这个进度下去，扶摇很可能要在火渊之中突破玄宗境了。宗主等人倒吸一口凉气，1个月时间从大玄王境到玄宗境，这等修炼速度太恐怖了。宗主脸上一抽，不行，我得去问问陆玄了，是不是给姬扶摇吃丹药了？不然修炼速度怎么可能这么快？穆老道，问问吧，若是陆玄应声堆修为，我们提前也有个应对之策。不是，宗主马上动身前往清玄峰。清玄峰上，陆玄躺在躺椅上，
微微一笑。定，宿主大徒弟姬扶摇正在提升修为，开始同步。定，宿主大徒弟姬扶摇正在感悟灵火之力，开始同步。声音落下，一股无比精纯的灵能涌入他的体内。与此同时，灵火造诣也在提升。陆玄心情大好，大徒弟姬扶摇真不错啊，天赋这么高，还这么努力。而他只是躺着坐享其成，这让陆玄心里有那么一丢丢的不好意思。咕噜，陆玄揉了揉肚子，看了看日头的位置，喃喃道：又到饭点了，吃饭。他踏入草屋，将姬扶摇提前准备好的饭菜热了热，端出放在石桌上吃了起来，香气四溢。陆玄吃得津津有味，姬扶摇的做饭水平已经提高了很多，再过一阵子应该可以出师了。就在这时，轰！远处一道璀璨神虹涌动，向着清玄峰飞来，恐怖的圣王劲威压从远处倾泻而来。宗主轰然落在清玄峰之上，看到陆玄正在吃饭，宗主气不打一处来，吃，除了睡就是吃，这就是陆玄的日常。宗主怒气冲冲地向着陆玄走了过来。徒弟在火渊秘境之中苦修，陆玄竟然在这里享受，就是这么当师傅的？陆玄！宗主咬牙，一字一顿地喊道，双眸中迸溅出愤怒的火花。陆玄微微一愣，放下筷子。宗主来了。宗主来到陆玄面前，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你知不知道你的徒弟在火渊秘境中发生了什么？陆玄微微皱眉，查看了一下姬扶摇的面板，没有受伤，而且修为和感悟都在持续增加，安全。陆玄不解，宗主这是要干嘛？看着陆玄茫然的样子，宗主怒道：姬扶摇在火渊秘境之中打破了2个玄黄境记录。陆玄点了点头，很好。宗主深深皱眉，你很好个什么？是你教出来的吗？和你陆玄有个半分的关系啊？宗主问道。扶摇的修炼速度这么快，你是不是给他吃丹药了？陆玄愣了一下，点头道：对，确实是吃了一枚天阶道鸡丹。难道宗主发现了？不应该吧。这个时候宗主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黑，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扶摇的修为果然是吃丹药堆上去的，该死的陆玄，他现在真的想做陆玄一顿，这不纯物人子弟吗？这时陆玄起身向着草屋走去。宗主，你吃吗？扶摇走的时候准备了很多天的饭菜。宗主跟了过来，不解问道：什么意思？陆玄指了指木桌上的很多份饭菜，笑着说道：扶摇去火渊秘境的时候提前给我做了饭菜啊！宗主目瞪口呆，惊得说不出话来。陆玄这家伙真的是，姬扶摇是你的徒弟，不是你的厨子，他简直想揍陆玄一顿了，这不是浪费姬扶摇的天赋吗？他很不理解的一件事是，为什么姬扶摇甘愿为陆玄做饭，为什么要对陆玄这么好？陆玄能给他什么？这家伙肯定是拿清玄圣人遗产来忽悠姬扶摇了。宗主越想越气，脸色变得越来越黑，再忍陆玄半个月。宗主在内心告诫自己，忍住了出手揍陆玄的冲动。陆玄摸了摸鼻子，不解地问道：宗主，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啊？宗主用力一脚跺脚，吼了一声，他崩溃了。这个清玄峰他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半个月，再坚持半个月。下一瞬间，宗主直接扭头就走，直接踏空而起，化作一道神虹，消失在虚空之上。见此，陆玄十分困惑啊，这宗主这是怎么了？是突然有急事了吗？算了，陆玄也不再多想，继续吃饭。另一边，宗主直接踏入大道宗来找穆老。宗主脸色十分难看，穆老果然如此，陆玄给扶摇吃了丹药，他的修炼速度才这么快。穆老叹息道：果然是丹药堆上去的。宗主道：看来我们需要制定一些修炼计划，来为扶摇巩固修为，光靠火渊秘境，扶摇自己折腾远远不够。穆老双目露出深邃之色，修炼底蕴乃是根基，一定要打好，绝不能虚浮。等到那门试炼之后，你来亲自教导扶摇吧。宗主目光悠悠，好。接下来数日，众多弟子再次见证了姬扶摇的妖孽。火渊秘境意志的声音不断响起，姬扶摇击杀玄宗境火兽，开创玄黄境纪录，赐灵火淬炼洗礼。姬扶摇灵火造诣破玄黄境纪录，赐灵火淬炼洗礼。姬扶摇破纪录的声音不绝于耳，众多弟子目瞪口呆。姬扶摇这是要逆天吗？又破纪录了，一人独自包揽了玄黄境的所有纪录，还开创了好几个新的纪录。宗主等人知道后是既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姬扶摇的灵火天赋太过妖孽，难受的是陆玄作为姬扶摇的师傅，啥也不干，整天躺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这个时候，姬扶摇已经抵达了第2层火渊的入口附近。一些真传弟子惊骇道：师妹，你这是要踏入火渊第2层？姬扶摇雪景微清，点头。现在火渊第1层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多大的压力了，他要踏入火渊第2层，借助火渊力量突破玄宗境。数个弟子阻拦道：扶摇师妹要踏入第2层，你需要击败镇光火兽，以你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是啊，那个镇光火兽即使玄宗境中期的弟子对上都很难战胜。姬扶摇笑了笑，多谢诸位师兄，我心里有数。不多时，姬扶摇来到了第2关的镇关火兽面前。这个火兽身躯无比巨大，如同一座小山，浑身燃烧着恐怖的火焰，身上流转着诡异的道纹。它的瞳孔如同车轮一般巨大，一张大口之上无数獠牙交错，皆是灵火交织，气势滔天。这就是镇关火兽，击败它，
即可踏入第2层火渊。镇关火兽舔了舔嘴唇，缓缓起身，看向姬扶摇有些疑惑。我感应到有人在疯狂杀戮我火兽一族，没想到竟然是个玄黄境。姬扶摇心眸闪烁，淡淡说道：“你不是我的对手。”镇关火兽，他摇头晃脑地打量着姬扶摇：“你这个小娃娃，不过是个10几岁的玄黄境。我在此地已经镇守了数千年，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狂妄的弟子。”镇关火兽哑然失笑，宗主已经对他下令了，不要对姬扶摇出手，否则他哪有耐心和姬扶摇这样废话，早就一巴掌把他扇死了。姬扶摇淡淡道：“我出手了。”镇关火兽的巨大头颅晃了晃：“你出手吧。”他根本没有将姬扶摇放在眼里。姬扶摇直接催动了焚天诀，轰！方圆数里的灵火之力直接被引动，这一方天地如同一道漩涡一般，灵火之力疯狂汹涌而来，恐怖的力量正在凝聚，如同焚天逐海一般。一个巨大的掌印直接向着镇关火兽碾压而去。镇关火兽的目光一下子清澈了起来，他怒吼，他气愤：“不，这是什么品阶地功法？”镇关火兽大吼，开始凝聚火渊之力，凝成一个坚不可摧的灵火护盾。但是没用，咔嚓咔嚓！不仅是那坚不可摧的灵火护盾，整个镇关火兽巨大的身体都直接溃散成无数碎片。秒杀！看到这一幕，众多弟子直接惊呆在原地，天地之间陷入了一片死寂。姬扶摇竟然一击秒杀了这个镇关火兽，要知道他们这些人合力说不定都无法做到。刚才姬扶摇轰出的那个功法太恐怖了，众多弟子皆是有些失神。而这时姬扶摇的身形已经消失在第1层火渊。轰！第2层火渊，姬扶摇的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这里的灵火之威果然比第1层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他直接盘膝而坐，一袭火红色长裙随着灵火罡风舞动，他的纤纤玉手之中灵诀变幻，取出一堆上品灵石，开始冲击玄宗境。狂暴的灵能在他的四周汇聚，逐渐形成一团巨大的风暴。数日后，姬扶摇缓缓睁开眼睛，身上散发着恐怖的玄宗境威压之力，意念一动，四周的灵火之力如同潮水一般退散。玄宗境，姬扶摇的内心微微一叹，没想到踏入大道宗不到1个月时间，竟然直接踏入了玄宗境。要说对他帮助最大的，一定是陆玄。天阶、绝品道基丹和6星地接功法对他有再造之恩。姬扶摇算算时间，还有3日就是那门试炼了，此番收获很大。接下来他要继续在第2层深入，很快破了玄宗境的几个记录。而此时大道宗的早已掀起了一道风暴，姬扶摇一击秒杀火渊第1层镇关神兽，而且又破了几个玄宗境的记录。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大道宗，此事太过于惊世骇俗了。他只是一个刚入宗的弟子啊，要知道数千年来没有一个玄黄境弟子可以击杀镇关火兽。火渊秘境榜上，玄黄境的所有记录全部换成了姬扶摇。玄黄榜姬扶摇踏入第2层火渊，玄黄榜姬扶摇一击秒杀第1层镇关火兽。玄黄榜姬扶摇在火渊秘境之中的战绩太惊艳了。但很快火渊第2层又有消息传出，姬扶摇又破了玄宗境的几个记录。宗主等人再次震惊，姬扶摇这是何等修炼速度，如此天赋更不能在陆玄手里浪费。一时间宗主等一众封主心中产生了庇护之心，对姬扶摇交口称赞：天佑我大道宗如此经验绝绝的妖孽，我宗一定要庇护其完全崛起。不愧是引起大道中共鸣的天才。还有3日内门试炼，扶摇终于可以离开陆玄了。不过对于3日后的内门试炼，宗主却是丝毫不担心的，因为姬扶摇在火渊秘境之中的战绩占据了火渊的地利。姬扶摇是火系体质和功法，可以调用灵火之力，若是离开火渊，他的战力将会下降很多。所以现在宗主可以说对于内门试炼翘首以盼了。3天时间，姬扶摇将离开清玄峰。与此同时，姬扶摇的名声在众多弟子口中已经如日中天，他现在成长的速度早已遥遥领先。姬扶摇的实力造诣碾压一众内门弟子，开始对标真传弟子了。那些一同入宗的弟子一脸苦涩，感到有些望尘莫及。姬扶摇的天赋太强了，即使在陆玄这等废物师傅的手下，依然可以这么惊艳。3天后的内门试炼，那是姬扶摇和真传弟子的舞台。其实不仅刚入宗的弟子，即使内门弟子、真传弟子也感到了一阵压力。大道宗各个灵峰已经骚动了起来，无需峰主施压，大道宗开启了一股修炼狂潮。众多内门妖孽和真传妖孽也是有傲气和傲骨的，竟然被一个刚入门的师妹破了玄黄境的所有记录，又破了玄宗境的记录，这让他们这些师兄师姐的面子往哪里搁？甚至一些顶级真传弟子准备要出关了。听到姬扶摇在火渊秘境之中的战绩之后，他们目光灼灼，身上散发出恐怖的战意。都是天才妖孽，傲骨嶙峋，岂能被姬扶摇这个新入宗的师妹比下去？姬扶摇有点意思，数十年来第一次出现此等天才。扶摇师妹，我很期待你在内门试炼的表现。大道宗再次轰动，众多弟子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可想而知，这么多顶级真传弟子出关，3天后的内门试炼竞争会有多么激烈。而此时清玄峰上，陆玄还对这些事情浑然不知，他只知道姬扶摇已经突破玄宗境初期了，他的修为距离玄宗境后期大圆满只有1步之遥。除此之外，姬扶摇的灵火造诣同样提升极多。陆玄的灵火之道
快要踏入圆满之境了。定，正在同步宿主大徒弟姬扶摇的修为。定，正在同步宿主大徒弟姬扶摇的灵火感悟。系统的声音简直太美妙了。1日后，一道火红色长裙飘然落在清玄峰上，姬扶摇星眸闪烁，衣袍根本无法掩饰他那完美的玉体。他的修长玉腿摆动，缓缓向着草屋走去。陆玄在躺在躺椅上晒太阳。徒儿，内门试炼还有2天，怎么提前回来了？姬扶摇雪景微倾，我遇到一些瓶颈，2天时间不够，就先回来了。陆玄淡淡道：灵火知道吧？他已经感应到姬扶摇的灵火造诣停滞不前了。现在姬扶摇是灵火之道大成，想要踏入灵火之道圆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到了这等程度，必须要悟，如果悟不出来的话，肯定是会止步不前。姬扶摇嫣然一笑：师傅，先不说这些了，我给你做饭吧。陆玄点了点头。姬扶摇开始一丝不苟地准备食材。这次回到清玄峰，他感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亲切，连他都觉得有些惊讶。他可是两世为人的心境，竟然也会有这种感受。再见到师傅，他的心里也罕见地放松了下来，不再去想修炼的事情，不再去想为扶摇皇朝复仇的事情，心中有些放空。他已经可以断定，陆玄一定是个强者，地境强者无疑了。如此想着，姬扶摇想着窗外一瞥，陆玄正悠闲地躺在躺椅上，仿若超然物外。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大道宗竟然都没有发现，这更加证明陆玄的强大啊。这时，陆玄缓缓起身，向着草屋中探出头看来。只见姬扶摇一本正经地抛入肉块，再抛入佐料，然后将灵火之力控制得无比精准。爆炒！陆玄哭笑不得地说道：徒儿啊，做饭嘛，不必这么有板有眼，自然一点。他感觉姬扶摇做饭就好像一个机器人，有些古板，可能是做饭次数太少，还得练。但这时姬扶摇却是愣了一下，自然一点。他的脑海中闪过一道闪电，他一直很注意听陆玄的说话，因为他感觉陆玄说话都不是无的放矢，都在暗中指点他。而现在陆玄无疑又在指点他。嗡！姬扶摇突然悟了，灵火之道要从大成之境踏入圆满之境，就必须掌控自然。何为自然？收放自如，随心而动，随意而行。灵火之道应该人火合一，而不是人去控制灵火。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了，用心去感悟灵火，去催动灵火，而不是刻意的控制灵火。念及此，姬扶摇的纤玉手轻轻舞动，手中的灵火的气势突然一变，稍看起来有些凌乱，其实正在向着自然之道靠近。他的身上涌出了一股无比玄妙的气息，直接陷入了顿悟。见此一幕，陆玄直接愣住了。姬扶摇突然又开始顿悟了，好突然！定，宿主大徒弟姬扶摇的灵火之道感悟正在提升，正在同步。系统的声音响起，陆玄嘴角微微扬起，又躺回了躺椅。这就是天赋啊！做个饭就能顿悟。感受着体内灵火之道在不断提升，陆玄感到心中美滋滋。不多时，姬扶摇的身上的气势微微一滞，他的顿悟结束。而此时正好炒菜结束，姬扶摇将饭菜端了出来，放在石桌之上，眼中神华流转。师傅，刚才多谢了啊！陆玄愣了一下，姬扶摇灿然一笑：师傅，刚才若不是你指点，我也不会顿悟。要知道他现在已经知道了灵火之道圆满的方向，路已经走了，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陆玄微微皱眉，刚才他指点了吗？算了，不想了，少说话，装高手。陆玄淡淡点头，吃饭。姬扶摇笑了笑，陆玄的样子他看在眼里，就是一个强者姿态。一时间，陆玄在姬扶摇心中的地位又提升了很多。这时陆玄说道：不错，饭菜口感有提升。姬扶摇脸色一红，认真说道：我会继续努力的。经过方才的顿悟，姬扶摇觉得自己在这3天时间实力还能再次提升。吃完饭后，姬扶摇回到洞府继续修炼。他盘膝而坐，意念一动，身上散发出淡淡的神华，一圈圈灵火不断在他的四周流转，如同流水一般。拜入清玄峰之后，他的修炼可谓1日千里，看来他的计划需要提前一些了。姬扶摇早已经决定好，在踏入玄宗境之后，会离开大道宗寻找旧部，开始准备扶摇皇朝崛起一事。只是他没想到，不到1个月就踏入了玄宗境，比计划中来得早了太多。上一世在扶摇皇朝大危之时，姬扶摇做出了壮士断腕的行动，将扶摇皇朝的3股强大力量分割，让他们保存住了大部分精锐，逃离了那场浩劫。那个时候他早就知道死战是没有用的，只能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姬扶摇的纤玉手伸出，掌心之中出现了一个无比苍古的令牌，正是扶摇令。3000年前，他早已告诉了3大旧部，等到转世成功，会利用扶摇令召唤他们。此乃信物。这个苍古令牌呈现金黄色，上面流转着金黄色的道纹，雕刻着扶摇2个上古大字，一道道璀璨的纹路涌动着。令牌之中布下了恐怖的封印禁制，封印了扶摇皇朝的龙脉之力。姬扶摇意念一动，苍古令牌飘起，一丝无比微弱的龙力浮现。姬扶摇的娇躯微微一颤，这熟悉的感觉。南荒，我扶摇女帝又回来了。姬扶摇缓缓开口，眼中出现睥睨之色，无比高远，那种高高在上的女帝之气涌现。很快，姬扶摇心中有了谋划，等到内门试炼之后，他就去接一个大道宗的内门任务，
外出联系旧部。他要联系的第一个旧部就是他的龙卫。龙卫这些人对他绝对忠心耿耿，无一不发出天道誓言追随于他。姬扶摇知道3000年来他们都在等他归来的消息。至于其他2大旧部，可以让龙卫去联络。龙卫办事他绝对放心。念及此，姬扶摇直接利用上古秘法催动了扶摇令，直接开始联系扶摇皇朝龙卫。玄妙诡秘的气息流转，上古秘术直接跨越无尽空间，向着龙卫所在之地发出了波动。与此同时，南荒黑岩山脉深处，黑岩山脉强大灵兽众多，半地阶、准地阶灵兽都不在少数，兄弟密布。但在这些恐怖的兄弟之中，却有一块空地，仿若与世隔绝一般，坐落着数百个极其简陋的建筑物。这里人数众多，大家看起来都十分的和善，都在低头做着自己的事情。有人在擦拭在自己的长枪，长枪锋利，散发着阵阵声劲威压。有人看向虚空，不知道突然想到了什么，突然泪流满面。有人盘膝而坐，正在修炼。这些人太神秘了。在这个族群的领地中心，有一个无比古老的祭坛，祭坛有数丈之高，如同死物一般，上面沾染了无数尘埃和落叶，但即使如此，也无法掩饰掉祭坛之上刻下的无数诡秘的上古道纹。这些上古道纹不断交织着，十分玄妙，但好像已经有数千年没有开启过了。祭坛的四周有数道身影。东方，一个身躯有些佝偻的灰袍老妪，眼睛无比浑浊，抬头看向祭坛，身体微微叹息，不知道在想什么。西方，一个赤裸着上身的男子，双鬓已经发白，目光灼灼，看起来十分粗犷。他的身材健硕，腰间挂着一把苍古的斧头，正在徒手劈柴。突然，古老的祭坛散发出了无比璀璨的光芒，诡秘晦涩气息向着四周流转，这一方天地突然被映照得熠熠生辉。瞬间，这个族群的所有人目光全部转向祭坛的方向。注意看，所有人的身体都在激动的颤抖。粗犷男子愣住了，他直接向着祭坛冲了过去。另一个灰袍老妪浑浊的目光突然清澈的起来，从地上站了起来，佝偻的身体瞬间笔直，轰轰轰，踏不胜，如同排山倒海一样。从这个诡异的领地建筑物之中，数千道身影狂涌了出来，他们的身上气势滔天，如同潮水一般涌来，很快聚集在一起，整齐划一。这时，灰袍老妪和粗犷男子站在众人面前，无比恭敬地看向祭坛，他们的身体在无法控制的颤抖。祭坛之上的光芒越来越炽烈，不过并未冲出云霄，因为这一片空间之上突然出现了一道诡异的阵法，隔绝天地，此地的气息再也无法泄露出一丝。看着祭坛上的光芒，所有人激动到无法控制。为何他们已经在此等待了3000年？不错，他们就是扶摇皇朝的龙卫。3000年那场大战，扶摇女帝将自己的精锐势力分成了3股，他们这些龙卫通过造化之手逃往了黑岩山脉，在此隐匿了3000年。这3000年里，他们已经成为了黑岩山脉的霸主，但这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在等扶摇女帝归来的消息，而现在祭坛产生了共鸣。终于，这说明扶摇女帝转世成功，再次活出一世。现在再用扶摇令来联系他们，他们是龙卫，他们的存在意义就是服从扶摇女帝的命令，否则就是行尸走肉。瞬间，灰袍老妪的双眸之中有些湿润了，声音颤抖着看向祭坛，有些不敢相信：“女帝，陛下，是您吗？”“是我。”一个女子的声音出现了。扑通扑通，瞬间，此地所有人都跪倒在地，如同黑云一般。恭迎女帝陛下归来！恭迎女帝陛下归来！众人齐声吼道，他们的身上竟然涌出了一道恐怖的气势，这气势不断凝聚，最终会在一起，形成了滔天的战役。灰袍老妪激动道：“女帝陛下，您还好吗？”那道女子声音说道：“3000年了，我终于转世成功了。我自行修炼了16年，如今我已经拜入大道宗，踏入了玄宗境。玄宗境，16年踏入玄宗境。”闻言，众人皆是一惊，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这是何等修炼天赋，不愧是女帝陛下。不过想到女帝拜入大道宗，灰袍老妪想到了什么？她知道那个上古秘法那是不完全的，现在成功活出一世已经堪比逆天，但很显然女帝的身体还有一些问题，不然不会拜入大道宗。如此想着，灰袍老妪小心翼翼问道：“女帝陛下，您的身体，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那道女子声音说道：“你们不必担心了，这些我会解决。过些时日我会联系你们，你们先去联络一下另外2大势力。”灰袍老妪说道：“遵命。”一旁粗犷男子说话了：“女帝陛下，我……”说着，他的声音哽咽了，脸上流下了一行清澈的泪水。那道女子声音有些动容：“王蛮、青烟，这些年你们辛苦了。”此言一出，众多龙卫强者全部眼眶湿润。这一刻，他们感到自己再次活了过来，当年之仇岂可不报？如此，女帝陛下已经归来，是时候开始了。灰袍老妪说道：“女帝陛下，我们在黑岩山脉最深处，你若降临黑岩山脉，我们会提前接应你。”粗犷男子眼神坚定：“陛下，我马上去联络其他2大势力，看看他们现在情况如何。”那道女子声音道：“好。”沉寂一瞬，那道女子声音说道：“这一世，我有信心登上帝境之巅。我的承诺正如3000年前，待我归来，我将重铸扶摇皇朝荣光，崛起于南荒，成为顶级霸主势力。”声音落下，众多皇朝龙卫皆是身心俱颤，
粗犷男子大声吼道：“重铸扶摇皇朝荣光！我等愿意为女帝陛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众人皆是大吼，声如雷霆。重铸扶摇皇朝荣光！我等愿意为女帝陛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重铸扶摇皇朝荣光！我等。那道女子声音说道：“好，我不会负你们。”一时间，众多龙卫身上皆是涌现出了战意。片刻后，祭坛之上光芒消散，灰袍老妪和粗犷男子互相对视了一眼，皆是看到了对方眼睛中的火焰，激动。女帝归来，怎能不激动？这时，灰袍老妪说道：“除了我龙卫之外，另外2大势力，我们已经1000年没有联系过了，不知道他们情况如何。”粗犷男子微微皱眉：“你是担心过了3000年，这些人会背叛女帝陛下？”灰袍老妪的眼中出现一丝担忧之色，毕竟3000年了，而且我们的敌人太过强大。粗犷男子冷哼一声，眼中出现了一道杀意：“敢背叛女帝陛下，那就休怪我王蛮心狠手辣了。”杀意。灰袍老妪点了点头。很快，两人召集人手，交代了一些事情。数个时辰后，从此的他出数10个无比强大的皇朝龙卫，离开了黑岩山脉，寻找另外2个女帝陛下的旧部。这些皇朝龙卫利用上古秘法传音：“女帝陛下，联络到另外2个势力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您传音。”“女帝陛下，联络到另外2个势力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您传音。”闻言，姬扶摇眼中神华流转，弹指一挥间，距离扶摇皇朝覆灭已经3000年了。当年那一战，他的3大麾下势力逃出，隐匿于南荒，现在已经和皇朝龙卫取得了联系，不知其他2个势力情况如何。等到那门试炼结束之后，他就会离开宗门见到他的旧部了。片刻后，姬扶摇收起扶摇令，开始修炼。此前在草屋的时候，陆玄指点了他的灵火之道，他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轰！姬扶摇催动了焚天诀，一边感悟灵火之力，一边修炼。焚天圣体的潜能在疯狂运转，他的四周涌起了恐怖绝伦的火焰，炽烈的气息直接向着四周弥漫，洞府中的温度瞬间升高。姬扶摇口中喃喃，灵火造诣圆满，自然知道。而此时，陆玄在洞府中悠闲地看着画本故事，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叮，宿主大徒弟姬扶摇正在修炼，正在同步。叮，正在同步姬扶摇的灵火感悟。”声音落下，一股精纯的灵能化作一道暖流，冲刷着陆玄的四肢百骸，舒爽的感觉再次袭来，修为在暴涨，灵火之道感悟也在不断增加。陆玄感受着丹田内不断暴涨的修为底蕴，暗自道：一个徒弟提供的修为和感悟反馈就这么恐怖，那2个徒弟、3个徒弟岂不是要逆天？念及此，陆玄不由问道：“系统，第2个徒弟什么时候收？”系统说道：“宿主，你看你又急了。”陆玄与此同时，大道宗其他灵峰众多顶级真传弟子纷纷出关，宣称自己要参加这一次的内门试炼。这些顶级真传弟子的修为都是玄宗境后期，甚至玄宗境后期大圆满。因为姬扶摇在火渊秘境的表现太惊艳了，让这些真传弟子都坐不住了。都是大道宗的天骄妖孽，岂能被一个刚入宗的小师妹压一头？缥缈峰，此地雾气缥缈，缭绕其间，无数长相绝美的女弟子正在灵池之中盘膝修炼，热气腾腾。氤氲的阴影之间，可以看到很多若隐若现的旖旎风景。一个个女子如同从画卷中走出，凹凸有致的身材引人入胜，完美的曲线在雾霭之中依稀浮现，皆是绝色。突然，一道无比玄妙的气机在天地之间扩散，淡淡香气涌现。是一道霞光涌起，只见一个绝美女子踏空而起，她的脚下片片花瓣散落，皆是璀璨的光华凝成。她的身上一袭白色长裙，修长玉腿不断摆动，来到了灵池之巅。瞬间，众多女弟子马上拜礼，意念一动，旁边的轻薄衣物裹上了无比娇嫩的身体。柳轩师姐好，柳轩师姐出关了。这个绝美女子淡淡一笑，我听说这段时间有个叫做姬扶摇师妹入宗了，可惜没有拜入我缥缈峰。众多女弟子马上说起了姬扶摇的战绩。柳轩点了点头，峰峦微动，我知道了。缥缈峰弟子，随我一起去破姬扶摇师妹的记录。说着，他已经踩着片片花瓣离去，一道绝美的神华向着远处激射而去。目标之地，火渊秘境。很快，缥缈峰上众多绝美女弟子都跟随柳轩而去。炼体峰，一个四周长满杂草的洞府之中，轰然一道无比恐怖的气势向着四周扩散，尘封了多年的洞府大门轰然打开，一个满脸胡须的青年缓缓从洞府中走了出来。他赤裸着上身，浑身散发着金色的光芒，皮肤之上流转着无比诡秘的纹路，看起来无比玄妙。他每走一步，地面就要震荡一番。不仅如此，他的体内世界散发出阵阵涛声，这是炼体大成，体内的血液鼓荡，形成了血浪涛声。瞬间，整个炼体峰轰动了，无数弟子惊呼了起来。方言师兄出关了。一个弟子抬头说道：“师兄，姬扶摇师妹破了你在火渊第1层和第2层的记录。”方言笑了笑，看向炼体峰的弟子：“我也许久没有踏入火渊秘境了，但第1层和第2层的记录，岂能被刚入门的小师妹霸占？炼体峰弟子，随我出发，破姬扶摇师妹的记录。”下一瞬间，炼体峰上，方言用力一跺，地面震动，他直接踏空而起，脚下出现一道神虹，向着火渊秘境的方向冲了过去。顿时，炼体峰的众多弟子震惊，
皆是跟随了过去。一时间，数百道身影从炼体峰飞了出去。剑锋争，一道剑鸣响彻虚空，恐怖的剑气向着四周扩散。剑锋众多弟子无比震惊地看向一个洞府的方向，那是师兄洛凌空的洞府。有人惊呼了起来：“这是九重剑宗之境！”九重剑宗。下一瞬间，一个青衫青年从洞府从御剑而出，他一副剑眉星目，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剑意，背手而立，俯视着剑锋的众多弟子。嗡嗡！一时间，众多弟子腰间的灵剑不断震动，洛凌空的剑意竟然引动了其他灵剑的共鸣，所有人都无比震撼。要知道，洛凌空师兄只是闭关2个半月，就从5星剑宗突破至9星剑宗，这简直太逆天了！当之无愧的剑道天才。洛凌空向着师傅的洞府遥遥一拜，然后淡淡一笑：“姬扶摇师妹，有点意思。我大道宗又出了一个妖孽。”一个玄黄境弟子恭敬说道：“师兄，曾经你在火渊第1层和第2层创造的记录都被姬扶摇师妹打破了。”我知道了。洛凌空点了点头。剑锋的弟子，随我出发，重新改写记录榜。闻言，众多弟子欢呼了起来。轰！洛凌空意念一动，御剑飞行，直接向着火渊秘境飞去。片刻后，剑锋之上数百道神虹涌起，众多弟子御剑飞行，紧紧跟随洛凌空。一时间，大道宗轰动了，由顶级真传弟子带领，诸峰的天才妖孽都踏入了火渊秘境之中。得知此事后，宗主等人笑意不止。他笑着对其他圣人说道：“姬扶摇让这些真传弟子燃起了战意，看来这次的内门试炼会十分激烈啊。”其他圣人说道：“这一次和陆玄的赌约，他输定了。”众人纷纷大笑。宗主点了点头说道：“此时我给陆玄传音说一下吧，他现在在清玄峰，两耳不闻封外事，估计什么也不知道。”众多圣人淡淡一笑：“那倒是，陆玄这师傅当的一言难尽啊。”很快，宗主给陆玄传音：“陆玄，好消息。”陆玄微微一愣，在玄冰床上换了一个姿势躺着。宗主，什么好消息？宗主道：“扶摇破了火渊秘境的诸多记录，现在引得众多灵峰的顶级真传弟子出关，都要去破纪录。”陆玄愣了一下，这算什么好消息？宗主继续说道：“这一次，这些顶级真传弟子也会参加内门试炼，所以这一次赌约你要输了。”陆玄淡定地说道：“扶摇肯定是第一。”宗主付之一笑，中断了传音。片刻后，陆玄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姬扶摇。姬扶摇嫣然一笑：“师傅，我一定拿到内门试炼第一，绝不让您失望。”陆玄点了点头：“好。”姬扶摇眼中神华涌动：“这一段时间多谢师傅了。”陆玄笑道：“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姬扶摇心中一暖，师傅总是这样低调，这还叫什么都没做啊？且不说天阶道基丹和6星地接功法，就是在清玄峰中有意无意的指点，都让他受益匪浅。他深知加入清玄峰的决定无比正确，这才1个月时间，他的实力就实现了质的飞跃。他不敢想象，跟着陆玄继续修炼，这一世他将到达什么样的高度。念及此，姬扶摇收敛心神，继续修炼。按照这个修炼速度，在内门试炼的时候，他可以踏入玄宗境中期。另一边，陆玄悠闲地躺在床上，感受着体内不断增加的修为底蕴，灵能冲击四肢百骸，酥麻的感觉让他十分舒爽。他不由得感慨了起来：扶摇真是一个修炼狂魔呀！除了修炼，还是修炼。陆玄在心里默默许愿，希望以后的徒弟都和扶摇一样，都是修炼狂魔。火渊秘境，这里灵火之力无比汹涌，化作冲天火柱，炽烈的力量将整片虚空映照得无比明亮。恐怖绝伦的气息不断向着四周扩散。柳轩一袭长裙，玉足踩着璀璨花瓣，前凸后翘的身材呈现无比完美的曲线，率先降临火渊秘境第1层。众多弟子惊呼了起来：“是柳轩师姐！”柳轩妩媚一笑，向着众人轻轻点头。轰！随后，炼体峰方言、剑锋洛凌空等顶级真传弟子也降临了。柳轩向着众人扫了一眼，顾盼生姿：“内门试炼之后，我会让师傅让扶摇师妹拜入我缥缈峰修炼。”方言粗声粗气道：“不行，你们缥缈峰要把大部分女弟子都抢走了，我炼体峰好久都没有收到女弟子了。扶摇师妹是我们炼体峰的。”柳轩目光悠悠，气得峰峦起伏：“你觉得扶摇师妹走炼体之道，这合适吗？”方言轻哼了一声，没有说话。片刻后，柳轩、洛凌空、方言这些顶级真传弟子纷纷踏入第2层，而其他玄黄境天才则是在第1层之中疾驰。不到半日，就有玄黄境天才在火渊秘境第1层冲出了73里，打破了姬扶摇的记录。接下来，众多玄黄境天才在火渊秘境第1层乱杀火兽，围观的内门弟子无比震惊。平日里强大的火兽竟然变得弱小不堪，一天时间，有人爆杀3万多只火兽，众多天才弟子都杀疯了，杀的第1层火兽都来不及凝形出现了。火渊意志及时出现制止，火兽消耗太多，第1层火渊3日内不再产生新的火兽。众多弟子震惊不已，在姬扶摇师妹的刺激下，众多天才都变得这么彻底疯狂，乱杀。而此时，方言、洛凌空和柳轩等顶级真传弟子则是踏入了火渊第2层，开始破姬扶摇的记录。第2层入口处的镇关火兽撇撇嘴，看到大量火兽被杀，他无比郁闷，因为这些火兽都是他的力量凝聚而出，平日里众多弟子杀戮，
他可以控制力量均衡，但现在发疯的弟子太多，导致现在他气机有些虚弱，恐怕要休养一段时间才能缓过来。都疯了呀，至于吗？很快，剑锋一个弟子御剑飞来，俯视着镇光火兽，淡淡说道：“我出剑了。”镇光火兽趴在地上，硕大的头颅如同小山丘一样，身上散发着阵阵恐怖的灵火。他的眼睛睁开，如同铜铃，缓缓说道：“出手吧！”是。突然，一道剑气化作长虹激射而出。见此，镇光火兽庞大的身躯站了起来，向着洛凌空一爪子拍了过来。下一瞬间，镇光火兽直接被剑气切割成了2半，秒杀！那个剑修弟子脸上出现了淡淡的微笑。镇光火兽变弱了，还是我变强了？我觉得是我变强了。说着，他直接踏入了第2层火渊。等到那个剑修离开，轰！镇光火兽借火渊意志的力量，再次凝出一座庞大的身躯。就在这时，缥缈峰女子一袭白裙，玉足之下踩着璀璨的花朵，飘然降临。她的纤纤玉手伸出，根本不给镇光火兽说话的机会，直接一道神华涌出。尼玛！镇光火兽还没有反应过来，身体之中就被一种无形力量所禁锢，继而化作了阵阵灵火花瓣。他想反抗，但是没用。死！缥缈峰女子嫣然一笑，玉足踩着火兽湮灭的身体，踏入了火渊第2层。数十个呼吸后，镇光火兽的身体再次凝出。他怒了，尼玛！因为火兽消散太多，他现在的实力没有恢复，不足平日的1半实力，所以平日里他完全可以轻松拿捏这些玄黄境天才，但现在他反被拿捏。镇光火兽的鼻孔喷着火焰，正想给宗主传音，想让宗主阻止一下这些弟子，但又一道男子身影疯狂冲了过来，正是炼体峰弟子。这个青年男子赤裸着身上，体表流转着无比璀璨的金芒，每一步踏出，四周扑过来的普通火兽直接被震碎。他来到镇光火兽面前，突然握了握拳头，噼里啪啦，青年男子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直接一拳轰向了镇光火兽。轰！一拳之威，镇光火兽化作阵阵火光消散。青年男子的脸上毫无波澜，径直踏入了火渊第2层。空中，镇光火兽再次凝形而出，发出怨恨的声音：“我日你个仙人板板，我他妈招惹谁了？都来拿我练手是吧？”片刻后，又有数道身影降临。他看到后面还有很多顶级真传弟子排队想要灭他，这些弟子连招呼都不打，直接出手。镇光火兽灭！甚至凝形不到1个呼吸，就被人打爆了身形。镇光火兽欲哭无泪，他直接崩溃了。他现在一脸问号。最后，镇光火兽直接跑路了，离开了第2层火渊入口。这个破入口我不想守了，谁爱守谁守吧。众多弟子直接惊呆了，镇光火兽竟然逃跑了。宗主等人知道此事之后，皆是笑了起来。这还真是头一遭发生这种事情。而此时，方言、柳轩和洛凌空等人在火渊第2层破了姬扶摇的玄宗境记录。至此，玄黄榜和玄宗榜上，姬扶摇的名字都被挤了下去，姬扶摇的所有记录都被刷新。宗主等人知晓后，淡淡点头，看来那门试炼稳了。方言放出豪言，不知扶摇师妹可以破开我的防御否？洛凌空一脸云淡风轻，我有一剑，出鞘即无敌，内门第一，非我莫属。柳轩妩媚一笑，好久没有出手了，这次倒是有些期待呢。宗主感到胸有成竹，再次给陆玄传音，将火渊秘境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陆玄。陆玄听到火渊秘境的事情，笑得合不拢嘴。镇光火兽这也太惨了。到了吃饭的时候，陆玄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姬扶摇。噗呲，姬扶摇抿嘴一笑，那些顶级真传弟子能破我玄宗境记录，看来实力不弱。陆玄撇撇嘴道，不过我徒儿更强。要知道这几天姬扶摇从火渊秘境回来后，除了做饭，无时无刻不在修炼。昨夜他就踏入玄宗境中期了，而陆玄则直接踏入了一重玄尊境。这才1个月啊，他的境界就从炼气期暴涨到了玄尊境。玄尊境尊法天地之力，可以触摸到一丝天地之力。若是其他的修炼者踏入玄尊境之后，就要注重感悟了。单纯的修为增长会陷入瓶颈，无法踏入玄圣境。何为圣？要知道自己的道。所以在玄尊境，感悟比修炼还要重要，要为玄圣境积累感悟。其实昨夜在踏入玄尊境的瞬间，陆玄就感到天灵盖有些微微沁凉，他触摸到了一丝天地之力。但陆玄并没有继续感悟，费这劳什子劲干什么？这不有徒弟吗？念及此，陆玄一脸欣赏地看着姬扶摇，徒儿，这段时间你在清玄峰表现得很好，为师很满意。姬扶摇脸色微微泛红，淡淡一笑，他的心中一暖，他的师傅让他有种很温暖、很纯粹的感觉。上一世他一路血战，可不曾体会过这种纯粹温暖的感情。这1个月在清玄峰过得很快，这里就像他的家一样，他的心境也因此变得澄澈淡泊。在修炼上他并没有松懈，但他的心境不再像之前那样急躁了。而这种心境，他上一世苦苦寻觅都不曾领悟，没想到在清玄峰竟然达成了。姬扶摇心眸闪烁，对着陆玄灿然一笑，越发觉得师傅很神秘。他的心里喃喃道：师傅的身上有太多我需要学习的东西了。陆玄笑了笑，徒儿扶摇又在脑补什么呢？扶摇这种表情他再熟悉不过了。哎呀，这丫头。晚上
姬扶摇在洞府之中打出无数封印禁制，璀璨灵纹流转，看起来无比诡秘。他取出了扶摇令，直接催动上古秘法，开始联系皇朝龙卫。王蛮、青烟有没有打探到另外2个势力的消息？很快，一个粗犷的声音传出：“女帝陛下，我们已经和其中一个势力取得了联系，另一个势力距离黑岩山脉太远，还未回应我们。”说话的正是龙卫统领王蛮。姬扶摇点了点头，继续说。王蛮说道：“已经取得联系的是青城、叶家，这3000年，他们已经成了青城的霸主，不过一直都十分低调。我们已经试探过了，他们对于女帝陛下绝对忠心，而且我们将您转世归来的消息告诉了叶家老祖，他们已经在准备迎接您的降临。”姬扶摇雪景微清，眼中神华流转，做得不错。这时，另一个龙卫统领青烟问道：“女帝陛下，您何时降临黑岩山脉？”姬扶摇说道：“就在这几日，明天就是内门试炼。内门试炼结束之后，他会领取宗门任务，趁此前往黑岩山脉。”青烟和王蛮皆是十分激动，马上就能见到女帝陛下了。两人的声音有些颤抖。3000年的坚守，等待的就是这一刻。姬扶摇说道：“好了，到时候我会联络你们的。”2大统领齐声说道：“遵命。”次日，大道宗内门试炼开始，宗门上下直接轰动，无数灵峰之上，璀璨的道纹流转交织，如同星河一般璀璨。虚空之上飞翔着众多祥瑞的圣阶妖兽，它们羽翼展开，发出一阵阵祥瑞之音，遨游苍穹，所到之处神华滔滔，看起来无比壮观。众多长老和弟子都踏空而起，空中一道道神虹激射而出，熠熠生辉。演武场不多灵峰的弟子已经降临。对于这场内门试炼，众人议论纷纷。你们说，第一会是方言师兄，还是洛凌空师兄？柳轩师姐也很强，姬扶摇师妹呢？她若是能够挤进去试炼前30，就已经很恐怖了。就在这时，空中一个灰袍青年降临，他的身上散发着恐怖的气血压力，淡淡的金光溢出体表，每一步踏出，体内世界传出阵阵涛声。有弟子惊呼了起来：“炼体峰，方言师兄来了！”方言号称大道宗，玄尊镜下无坚不摧。下一瞬间，铮一道道剑鸣响彻虚空，数百道身影化作流星，向着演武场冲了过来。剑锋的弟子，他们皆是御剑飞行，看起来飘逸出尘，惹得众多女弟子心花怒放。为首之人正是剑修天才洛凌空。洛凌空淡淡一笑，让人如沐春风。诸位，好久不见！不少弟子回应：“洛凌空师兄。”片刻后，缥缈风柳轩脚踩着无数璀璨的花瓣，仙气飘飘，落在了演武场，引得一众男弟子眼睛放光。很快，宗主和诸多峰主也降临了。宗主向着四周扫了一眼，陆玄呢？还没来。丹峰峰主笑了笑，干啥不行。许久之后，远处一道云霭飘然而行，云霭之上正是姬扶摇和陆玄。姬扶摇一袭火红色长裙，脸上绝美，身材呈现一个无比完美的曲线，让众多弟子不禁心中颤动。陆玄也是慵懒地站着，一袭白衣，笑着看着下方的长老和弟子：“诸位，好久不见。”众人愣住了，无人回应，场面有些尴尬。宗主脸上一抽：“陆玄，速度快一点，都在等你呢。”陆玄道：“好。”很快，陆玄和姬扶摇落在演武场之中。众人看向姬扶摇，皆是有些震惊。几天不见，姬扶摇又突破了，现在已经是玄宗境中期了。宗主心中暗道：陆玄这是给扶摇喂了多少丹药，就应对境界呗。哎，一时间，宗主和众峰主景皱眉头，狠狠地将陆玄瞪了一眼。1个月从大玄王境到玄宗境中期，这修炼速度太快了，有时候太快反而不好。陆玄这家伙为了这次内门试炼，给姬扶摇吃了多少丹药？看到众人的表情，陆玄向着宗主等人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见此，宗主脸上一抽，暗道：这小子真是。不多时，宗主踏空而起，拂袖一挥，开始宣布内门试炼规则。这一次内门试炼一共分10个平台，你们会被分成10组进行比试。前11次可以获得100万、90万、10万贡献值。前3奖励攻伐圣兵1件，第1奖励准地接功法1部。声音落下，众多弟子皆是激动了起来。这一次内门试炼的奖励比以往提高了太多，尤其是第1名的奖励实在太吸引人了。柳轩和洛凌空等真传弟子皆是心中异动，眼里充满了战意。轰！远处10大比斗台轰然间落下，溅起无数尘埃。宗主下令让众多弟子去领取自己的号牌，众人如同潮水一般冲出。姬扶摇拿到了号码牌，1号比斗台，编号9527。陆玄扫了一眼，1号比斗台强大的弟子太多了，炼体峰、方言、剑锋、洛凌空、缥缈峰、柳轩，可以说是大部分妖孽都扎堆在1号比斗台。陆玄无力吐槽：宗主这是故意的吧？众多弟子皆是有些震惊，这一次的分配怎么感觉火药味很重啊？这么多顶级真传弟子都在1号比斗台，这简直是神仙打架。1号比斗台的其他弟子皆是摇头，直接想要退出了。这还打个屁啊！等到所有弟子领取自己的号牌之后，宗主沉声宣布，声如雷霆，震荡四方。内门试炼正式开始，10大比斗台的战斗都很激烈，尤其是第1比斗台，这里云集了太多顶级真传弟子，出手即巅峰。马上轮到了姬扶摇，一时间场中产生了轰动。这可是姬扶摇的首战，
所有人想要看看姬扶摇的真正战力。轰！一个青年男子轰然落在了比斗台上，他笑着看向姬扶摇，师妹，请赐教。有人惊呼了起来，这是内门弟子第一人司徒空，他已经踏入了玄宗境后期，据说这一次内门试炼之后就要晋升为真传弟子。一些弟子摇头，扶摇师妹运气真不好，第一次比斗就遇到了劲敌。这时陆玄看向姬扶摇，淡淡一笑，去吧。姬扶摇雪景微清，点了点头，飘然踏空而起，落在了比斗台上。开始！长老宣布。姬扶摇直接出手了，司徒空还没有反应过来，姬扶摇先欠玉手伸出，一道力量震荡而来。司徒空脸色巨变，想要防御，但为时已晚，他直接被震飞出比斗台，轰然砸在地上，喷出一口精血，晕死了过去。见此一幕，场中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惊住了。一招秒败司徒空，众人还以为要激战一番呢，结果司徒空输得这么快。陆玄淡淡一笑，徒儿不错。众人撇撇嘴，心中一阵腹诽，不是，你咋还嘚瑟上了？不远处，柳轩和方言等人向着姬扶摇烟看来，战意盎然。师妹，我很期待和你交手。姬扶摇点了点头，好，比斗继续。第一个比斗台，剑修天才洛凌空上场了。众多女弟子传出一阵惊呼，他一袭青衫，负手而立，身上的剑意缓缓流转。洛凌空的对手是一个灰袍青年，同样是剑锋的弟子。灰袍青年头皮发麻，拱手拜道：凌空师兄，我知道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我想知道你我之间的差距。洛凌空点了点头，淡淡道：你出手吧。灰袍青年恭敬一拜，直接开始拔剑。下一瞬间，他愣住了，他拔不出灵剑，在洛凌空释放的剑意面前，他连剑都拔不出来。看到这一幕，众人皆是无比震惊，这就是剑修的差距吗？在强大的剑修的面前，竟然连拔剑的资格都没有。所有弟子不由感叹，洛凌空太强了。灰袍青年一脸苦涩，师兄，我认输。接着，第一比斗台的战斗依旧火爆，顶级真传弟子的实力太强，一路碾压。柳轩的幻术，洛凌空的剑意，方言的至强防御，众多弟子惊叹，这就是顶级真传弟子吗？恐怖如斯。半日后，最受人瞩目的战斗开始了。柳轩对上了姬扶摇，一时间，无数目光锁定第一比斗台，众人激动，不知道姬扶摇能否在柳轩的幻术里撑几个回合。轰！姬扶摇一袭红火色长裙，身上涌出了淡淡的灵火，直接踏空而起，修长玉腿如同玉柱，直接踏入了比斗台。另一边，柳轩的玉足踩着璀璨花瓣也落下了。两人相视，皆是嫣然一笑。两女绝代风姿，完美的身材前凸后翘，如同画卷中走出，让众多弟子直呼过瘾。都不用打起来，他们都能看一天。宗主看向陆玄，陆玄，你觉得扶摇能撑住几个呼吸？陆玄一脸淡定道：扶摇赢了。宗主摇了摇头，柳轩的幻术很强，即使洛凌空都要认真对待。陆玄笑而不语。这时1号比斗台长老宣布对战开始。柳轩妩媚一笑，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扶摇师妹，我的幻术你要小心。姬扶摇点了点头。柳轩素手探出，诡秘晦涩的力量向着四周涌动，直接将姬扶摇笼罩了。姬扶摇并未抗拒，主动踏入幻境之中。轰然间，幻境之力开始凝结柳轩地功法，可以根据对手的意念凝聚相应的幻境，一旦心有所想，必然落入幻境。只要是人都会有杂念，亦或者执念，这就是神魂的破绽。隐约中，仿若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引导姬扶摇，让他自行展示执念。姬扶摇娇嫩唇瓣微起，淡淡一笑：执念吗？我的确有执念。是。当姬扶摇的执念暴露出一丝，柳轩便有所感应了。师妹输了呀。柳轩喃喃道。但下一瞬间，柳轩脸色巨变，他的瞳孔巨震，噗！柳轩直接喷出一口鲜血。姬扶摇的一丝执念如渊似海，浩瀚无边。柳轩的幻术根本无法构造姬扶摇的执念幻境，柳轩神魂遭到反噬，重伤。顷刻间，幻境之力不断崩溃，如同无数个镜面同时破碎，四周无尽璀璨的光华疯狂倾泻了起来。姬扶摇的身形突然消失在原地，下一瞬间，他直接来到了柳轩的身旁，扶住了柳轩。柳轩的眼中露出一丝难以置信：师妹，我输了。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惊住了。柳轩竟然败给了姬扶摇，这怎么可能？姬扶摇又是一招秒。要知道柳轩地功法十分诡秘，即使洛凌空碰上也非常棘手。姬扶摇怎么轻易破掉了幻境？宗主等人眼睛眯了起来。刚才的战斗时间太短，连他也没有看出什么端倪。莫非姬扶摇有底牌，正好克制柳轩？这时，姬扶摇扶着柳轩走下了比斗台。柳轩妩媚一笑，露出如雪玉齿：扶摇师妹，你这种天赋还是不要待在清玄峰了，那里只会埋没你。姬扶摇一脸认真的说道：我师父挺好的，我不会离开我师父的。闻言，众人惊呆了。都1个月了，姬扶摇还没有看清陆玄的本质吗？他就一个废柴啊！陆玄能教啥？宗主难以置信的看着陆玄。陆玄回了宗主一个灿烂的微笑。宗主脸色一黑：陆玄，那个赌约到时候可不许耍赖。陆玄点头道：宗主你也记住这句话，在我的指导下，我徒儿表现这么好，第一已经稳了。闻言，众人一脸鄙视的看着陆玄：姬扶摇的表现与你何干？是你教的吗？宗主脸上一抽：
没想到竟然让陆玄装起来了。1号比斗台的战斗继续，很快再次轮到了姬扶摇。姬扶摇对战方言，这又是一场备受关注之战。炼体风方言号称玄尊境下无坚不摧，而姬扶摇是这一次的黑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展示出真正的实力。姬扶摇能够继续延续不败神话，众多弟子皆是无比激动。姬扶摇的表现实在是太惊艳了，他对上的可都是真正的妖孽，但2战全胜，全都是碾压。方言师兄炼体已经大成，我赌姬扶摇根本无法破开方言师兄的防御。轰！方言直接在地上跺了一脚，如同炮弹一样轰然落在了比斗台上。他的身上散发着阵阵金光，无比璀璨。方言双手握拳，将关节捏得噼里啪啦的，静待姬扶摇上场。姬扶摇随即踏上高台，方言一脸认真地看向姬扶摇：“师妹，我看了你的战斗，你很强大，我会全力出手，但如果你接不下的话，你一定要提前认输。”姬扶摇嫣然一笑：“同样的话还给师兄。”方言愣了一下，继而哈哈大笑。他走的炼体之路可不是龟缩防御，而是猛虎出击，最强防御只是他的底牌。宗主等人有些担心，方言的攻伐之力极强，他的战斗大开大合，威猛无双，希望姬扶摇不要受伤。这时长老宣布比试开始，声音落下，方言直接横冲直撞了出去，身后拖着一条金色的神虹，直接一拳轰出，力道刚猛，霸气横绝，空中直接出现了气爆声，方言的拳头变成了金色。姬扶摇也动了，他的纤纤玉手伸出，直接催动焚天诀的力量，炽烈的灵火之力汹涌汇聚在他的手掌之中，直接迎击方言。一拳一掌交催在一起，灵火的红芒碰撞金色气血，轰！方言直接被震飞了出去。见此，众人都惊住了。什么？姬扶摇一掌震飞了方言。下一瞬间，众人更是目瞪口呆。姬扶摇身形舞动，翩若惊鸿，每一掌落下，方言都在不断暴退。10丈、20丈、30丈，方言的脸上露出难以置信之色，他竟然挡不住。念及此，方言当机立断，催动了自己的底牌，坚如磐石。轰然间，比斗台上凝出了一个山峰的虚影，方言立在原地，如同巨月一般不可撼动。方言一脸肃然，同时也十分自信地开口：“师妹，没想到你的攻伐之力竟然如此强大，我不得不祭出我的底牌，玄尊境之下无人可破。若是3招你不能破开我的防御，那么你就认输吧。”还没有说完，姬扶摇直接出手了，焚天诀。姬扶摇的身上涌出无尽汹涌的灵能，灵火之力澎湃鼓动，炽烈的光芒向着四周倾泻，大成之境的灵火之力，再加上地阶功法的攻伐之力，呼吸间滔天的灵火直接席卷整个比斗台，将方言祭出的异象淹没了。咔嚓咔嚓，方言的巨月虚影不断破碎湮灭，他的身体如同断线风筝一样飞出了比斗台，重重砸在了地上，直接不省人事，重伤。方言败。见此一幕，场中变得一片死寂，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姬扶摇，这怎么可能？方言的炼体秘术极其强大，号称玄尊境之下不可破，今天竟然输给了姬扶摇，而且姬扶摇和方言之间差了2个小境界啊！以下罚上，碾压。所有人的内心都掀起了一道滔天巨浪，姬扶摇的实力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宗主看向地上被烧成焦黑的方言，马上说道：“快把方言送回炼体峰治疗。”很快，几个弟子抬着担架将方言送走了。此时此刻，姬扶摇无疑成了场中最闪耀的存在。不少人将目光转向陆玄，陆玄一脸淡定，仿若都在意料之中。见此一幕，众人心中生出了莫名的怒气，又让陆玄装起来了。就在这时，洛凌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扶摇师妹，你先休息，下一站就是我和你。”姬扶摇道：“不用休息。”众人微微一惊，刚才和方言战斗没有消耗太多吗？洛凌空有些惊异，不再多说，他飘然踏空，风度翩翩落在了比斗台上。“师妹，我只出一剑，你若是可以挡住，算我输了。”声音落下，剑锋众多弟子出现一阵骚动。难道洛凌空师兄要展出那一剑？那一剑堪称至强一剑，要耗费掉落凌空全部的剑气，一旦展出，无法收回。剑锋圣人突然道：“凌空，不可！扶摇恐怕无法承受那一剑。”宗主皱眉，也想阻止这场战斗。扶摇，这场你认输吧。他知道洛凌空那一剑的恐怖，剑诀叫做顺空一剑，一剑斩出，可定生死。洛凌空看向姬扶摇，想知道他接不接。姬扶摇笑了笑：“师兄出手吧。”宗主皱眉，叹息了一声，看向陆玄。陆玄老神在在，一脸淡定。宗主心神一跳，不会洛凌空要输吧？此时比斗台上，争洛凌空拔剑，剑气浩荡，如同江河之水，滔滔不绝。恐怖的剑意在他的身上流转，形成了一道漩涡。9重剑宗之境，距离剑尊只有1步之遥。一时间，场中的剑修弟子身上的佩剑都开始了颤动。万剑沉浮，是洛凌空向着姬扶摇斩出了那一剑，剑气化作一道长虹，澎湃浩荡，仿若贯穿了这一方天地，直接击射而来。这一剑映照天地，撕裂苍穹。姬扶摇先嵌玉手伸出，直接催动了焚天诀。轰！恐怖绝伦的灵火之力疯狂涌动而起，直接形成了灵火风暴，
姬扶摇的身形缓缓踏空而起，立于无尽火域之中，如同灵火之主。霎时间，那道剑气到了，剑气斩入了火域之中，如同泥牛入海，悄无声息，没有泛起任何波澜。姬扶摇登临虚空，俯瞰着洛凌空，并没有继续出手，因为洛凌空斩出了这一剑之后，已经无比虚弱。此时此刻，他失去了一个剑修的从容，他的至强一剑竟然没有泛起一丝波澜。洛凌空抬头看向姬扶摇，为什么？姬扶摇淡淡道：剑修之道，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你的剑诀杀伐之力很强，但你斩出这一剑的时候，并没有生死一剑的执念。言至于此，嗡！洛凌空的脑海中一片空白。这一剑，他并没有倾尽所有，他没有执念。谢谢，我输了。洛凌空向着姬扶摇一拜，缓缓走下了比斗台。他有些失魂落魄。见此一幕，场中陷入了一片死寂。宗主等人已经震惊的不知道说什么了，他们都低估了姬扶摇，连剑锋的妖孽洛凌空都输了，其他真传弟子恐怕都不是姬扶摇的对手。场中所有弟子都静静地看着姬扶摇，心中思绪万千。谁能想到那门试炼竟然成了姬扶摇一个人的舞台？他的表现太过惊艳，如同日月之光，完全将其他天才比下去了。接下来的战斗，姬扶摇一直连胜，无人能敌。姬扶摇那门试炼第一。姬扶摇回到了陆玄的身旁，笑着说道：师父，幸不辱命。陆玄淡淡一笑，继续努力。半日后，那门试炼落幕，众人都等着宗主宣布结果，但宗主这个时候却是犯难了。那个赌约，陆玄竟然赢了，姬扶摇获得了那门比试第一，他很难接受这个结果。如此逆天的资质，让陆玄继续教，宗主很难放心。这一个月，陆玄用了一些揠苗助长的方式，强行提高姬扶摇的境界。后面不知道他还能做出来什么事情来。可姬扶摇获得第一，却已成事实，宗主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时，陆玄淡淡道：宗主，宣布那门试炼结果吧。宗主内心复杂，看向陆玄：扶摇获得了第一，但和你的关系不大呀。陆玄说道：胡说，明明是我教的好啊。此言一出，场中传出一阵嘘声。众人看向陆玄，不知道他怎么好意思说出这句话的。众多峰主他们脸上一黑，这一个月时间，他们可是探查过清玄峰好几次，每一次陆玄要么躺着，要么在睡觉，叫个屁的徒弟啊，完全是躺赢。陆玄愣住了，看宗主这样子，不会是要耍赖吧？他皱眉：宗主，快宣布啊！闻言，众人看向陆玄，神色复杂。姬扶摇的天赋逆天，实力很强，这没得说。但是短短一个月，就从大玄王境踏入了玄宗境，这明显是丹药堆上去的，这是揠苗助长啊！要不然姬扶摇为什么会去火渊秘境巩固境界？这时，几个真传弟子走了出来，一脸凝重的说道：扶摇，我们劝你换个师傅吧，你的修炼天赋和实力我们看在眼里，修炼之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应当循序渐进，而不是吞食丹药堆境界，消耗自己的天赋。但陆玄用这种方式让你获得第一，就是在害你。陆玄愣住了，卧槽，这话说的，他怎么会害他的宝贝徒弟？念及此，陆玄一副受伤的样子。哎，你们不懂。几个真传弟子一脸怒意。陆玄，陆峰主，你有什么资格叫扶摇师妹？声音落下，姬扶摇突然动了，他飘然降临在几个真传弟子面前，目光幽冷，身上直接爆发出玄宗境中期的威压之力，轰，直接将几人镇压了。姬扶摇冷冷道：你们没有资格评价我的师父。几个真传弟子被镇压得匍匐在地，如同一座巨岳压顶，连话都说不出来。看到这一幕，场中气氛瞬间凝滞，众人十分不解，姬扶摇为什么这么维护他的废物师父？为什么？宗主赶紧走了过来，拂袖一挥，将这股压力卸去。他神色复杂，没想到变成这个场面，他进退两难，不让陆玄继续叫，可赌约陆玄赢了，让陆玄继续叫，他能交个毛线啊！就在这时，轰隆，一道恐怖绝伦的气机从远处弥漫而来，准地境的威压之力如渊似海，向着演武场倾泻而来。一个灰袍虚影凝成，准地境强者投影。宗主等人恭敬道：老祖。他们有些震惊，竟然惊动了老祖。灰袍老祖微微点头，看向姬扶摇，眼中露出欣赏之意。扶摇，这一次的表现超过了我的预期，做得不错。姬扶摇恭敬一拜，多谢老祖。灰袍老祖又看了看陆玄，没有说话。当即，灰袍老祖目光巡视四周，缓缓开口，宣布内门考核结果吧。宗主苦涩道：可。灰袍老祖说道：让扶摇跟着陆玄修炼，倒也不是不行。宗主愣了一下，只好宣布结果。我宣布一门试炼结束，第一名清玄峰姬扶摇，第二名剑锋洛凌空，第三名。这时，灰袍老祖的声音出现在姬扶摇的脑海：扶摇啊，你让我想起一个人。姬扶摇微微一惊，老祖何意？灰袍老祖说道：灵火之道，姬扶摇，这个名字和数千年前有个人似乎有些关系。听到老祖的话，姬扶摇沉默了，没有肯定，也没有否认。想必老祖已经发现了一丝端倪，他在想，老祖在他身上窥探到了什么？扶摇女帝的身份倒是其次，扶摇皇朝的覆灭，在大道宗这种大势力眼里，不过是南荒众生之河泛起的一朵浪花。但转世重生的秘术涉及无上心秘，一旦暴露，恐怕会引起南荒震动，甚至禁区大帝都会出手。念及此，他的心中泛起波澜，
问道：“老祖看出些什么？”灰袍老祖淡淡一笑：“扶摇啊，你不必担心。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和3000年前扶摇皇朝有些关系。我大道宗屹立在南荒数个纪元，如果连自己的弟子都保不住，那还谈什么屹立不倒？你如今已经是我大道宗的一员，出了大道宗，你可以有自己的身份，但是在大道宗，你永远是大道宗的弟子。”闻言，姬扶摇明白了，松了一口气，只是觉得他和扶摇皇朝有些渊源，而且大道宗会庇护他。他恭敬一拜说道：“多谢老祖。”灰袍老祖笑了笑：“好了，此事我会提醒宗主的。”不多时，宗主将内门试炼的结果宣告完毕。明日，内门试炼前10的弟子可前往大道殿领取奖励。众多弟子一阵轰动，这一次内门试炼太出乎意料了。谁能想到一个刚入宗的弟子竟然获得内门试炼第1？这在大道宗历史上不曾发生过。而且这一次内门试炼，强如落凌空都没有逼出击扶摇的真正实力，他的极限在哪里？片刻后，灰袍准帝老祖没有停留，直接离开了。陆玄笑着看向姬扶摇：“扶摇，我们回去吧。”姬扶摇雪景微倾，挽住了陆玄的胳膊：“好的，师傅。”他的纤纤玉手伸出，一道云霭出现。陆玄和姬扶摇站在云霭之上，飘向了清玄峰。见此，众人心中悠悠一叹：陆玄还将是姬扶摇的师傅，不知道刚才为何老祖同意继续当师傅呢？离谱！虽然陆玄赢了赌约，但是他们不服，很不服。清玄峰上，姬扶摇来到陆玄的洞府，他一脸认真地看向陆玄：“师傅，明天我可能要接任务去宗外历练。”陆玄点头：“可以。”姬扶摇脸色微微泛红：“师傅可能已经猜到了，我身上有一些秘密，等到时机成熟了，我会告诉您的。”陆玄随意道：“无妨，按照你的计划行事就行。不过离开之前，我跟你去大道殿走一趟，给你兑换一些宝物，这样你离开宗门也就有了自保之力。”姬扶摇点了点头：“好，多谢师傅。”次日，陆玄一觉醒来，他的修为又增加了不少。看来姬扶摇又在彻夜修炼。他走出洞府，来到山涧洗了一把脸，然后他躺在了草屋前的躺椅上晒太阳。不多时，一道火红色身影从远处踏着神虹，向着清玄峰飞来。隔着很远，一道悦耳的声音传出：“师傅早，我刚才去了大道殿，领了这一次内门试炼的奖励和入宗考核的奖励。”陆玄点头道：“好。”姬扶摇降落在清玄峰上，嫣然一笑，向着陆玄走来：“我的身份令牌之中，现在有100万贡献值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攻击圣兵火影枪，我选择了一门圣阶功法，玄火3变。”陆玄道：“不错，接下来的修炼，你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就行。”姬扶摇雪景微倾，点了点头，回到了自己的洞府。他开始整理这一段时间的收获。1个月，从大玄王境踏入玄宗境，道基已经补全，灵火之道大成，还得到了一个6星地阶功法，收获很大。可惜他想要兑换大道金，贡献值差的太多了。大道金一共3层，光是第1层就需要800万贡献值，他还需要积攒一段时间才行。不过现在他已经很满意了，接下来就可以去接一个任务，然后前往黑岩山脉联络皇朝龙卫和青城叶家。当即，姬扶摇在洞府中打出了无数封印禁制，他取出了扶摇令，催动上古秘法开始联系皇朝龙卫。一股诡秘晦涩力量流转，扶摇令中传来了统领王蛮和青烟的声音：“女帝陛下。”姬扶摇说道：“今日我就会前往黑岩山脉，我看了一下，需要数日路程。”王蛮激动地说道：“女帝陛下，我们应该派人在黑岩山脉外围巡视了。你若是降临，第一时间给我们传音，我们就会接应。青城叶家，我们已经联络了，不过他们有个请求，必须看到扶摇令和您的出现，才会立下天道誓言，继续效忠于您。您麾下的另一个势力还没有回应我们，等此件事了，我们会前往那里，亲自去处理这件事情。”姬扶摇说道：“好。”青烟说道：“女帝陛下，黑岩山脉可是算是我们的领地，您若是降临，我们会催动上古阵法，绝不会走漏风声。”姬扶摇点头：“我知道了。”片刻后，姬扶摇收起扶摇令，数日后就可以重新见到旧部，他的心中还是有一些期待的。不多时，陆玄给姬扶摇传音：“扶摇，既然你要走了，我们先去大道殿给你兑换一些宝物吧。”姬扶摇道：“多谢师傅。”他马上走出洞府。陆玄笑了笑：“走吧。”姬扶摇挽起陆玄的胳膊，脚下出现了一道神虹，和陆玄向着大道殿的方向飞去。大道殿外，姬扶摇和陆玄轰然落下，附近的一些弟子有些惊异地看着陆玄，陆玄竟然也来大道殿了。在他们印象中，陆玄可是在6、7年里，除了招徒大会，其他时间都待在清玄峰，不曾走动的。陆玄从人群中走过，一些弟子硬着头皮拜礼道：“陆峰主，陆峰主。”他们心中复杂，昔日的废物峰主，现在因为姬扶摇的缘故，地位船涨水高，视频图贵。以前他们经常吐槽陆玄，现在却不敢了，因为一旦被姬扶摇发现，恐怕直接将他们镇压当场，这让他们很难接受啊。很快，陆玄和姬扶摇踏入大道殿，径直来到穆老面前：“穆老，我想要兑换一些东西。”穆老刚想说：“你有贡献值吗？”转念一想，陆玄的师父陨落的时候，将近数千万的贡献值留给了陆玄。穆老眉头紧皱，用浑浊的目光看向陆玄，取出了一枚苍古玉简：“你想兑换什么？”
玉简中自己查看吧。陆玄接过玉简，并没有查看，直接说道：“大道经第一卷。”声音落下，穆老愣住了。姬扶摇娇躯一颤，陆玄不会是为他兑换吧？沉寂一瞬，穆老看向陆玄：“你确定要兑换？大道经第一卷，800万贡献值。”陆玄取出了自己的身份令牌，里面还有2000多万贡献值，可以说是非常豪横。陆玄道：“穆老，直接扣吧。”穆老接过令牌，手中一股晦涩古朴的力量流转，瞬间一道神华涌现。大道经第一卷地功法玉简。穆老脸色凝重地说道：“这个大道经功法玉简只能一个人看，而且阅后即焚，法不可轻传。这个功法施加了地境印记，修炼者无法将其传给另一个人。”陆玄点了点头，收下功法玉简。好，穆老也知道陆玄这是为姬扶摇兑换的大道经。这时，陆玄看向姬扶摇：“扶摇，这个玉简中有可以兑换的至宝，你自己选吧。”说着，陆玄将至宝兑换玉简放在姬扶摇掌心之中。姬扶摇探出神念，马上看到了一个无比恢宏的虚幻空间，里面有无数灵气、灵草、圣兵、符篆，甚至还有地兵。不过地兵的贡献值有些夸张，需要几千万贡献值起。姬扶摇选了一些符篆，都是圣阶，花费了100万贡献值。陆玄摇头说道：“太少了。”姬扶摇不好意思再继续挑，陆玄直接给姬扶摇兑换了圣王阶、半地阶的符篆，还有一些防御至宝。穆老都直接看呆了，这是要给姬扶摇武装到牙齿吗？不多时，陆玄将一枚奈戒交给姬扶摇，这些应该够了。姬扶摇愣了一下，心中升起了一丝暖流。陆玄买了太多保命之物，一下子又花费了600万贡献值，他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师傅对他太好了。陆玄笑了笑：“好了，扶摇，我们回去吧。”这时，穆老突然疑惑道：“哎，陆玄，你的修为呢？”陆玄愣了一下，他用系统屏蔽了修为，除非他主动暴露，其他人根本看不到。陆玄说道：“我隐藏起来了。”穆老老脸一抽：“你一个炼气期，隐藏修为有个屁用啊！装高手！”穆老转念一想，应该是姬扶摇交给陆玄的隐秘法门，品阶级高，连自己都看不透。老祖已经告诉他了，姬扶摇和3000年的扶摇皇朝有点关系。他们现在猜测，陆玄应该也与扶摇皇朝有些渊源，不然为什么姬扶摇这么维护陆玄？念及此，穆老摆摆手：“陆玄，走吧，走吧。”一副不耐烦的样子。陆玄只好带着姬扶摇离去。但此时，姬扶摇的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刚才连穆老都发现不了陆玄的修为，要知道穆老可是准地境啊！很显然，他的师父陆玄是一尊大帝。姬扶摇娇嫩唇瓣微起，淡淡一笑，挽着陆玄的胳膊，心里想到：“师父，你藏得挺深啊。”很快，姬扶摇和陆玄回到了清玄峰。陆玄直接将大道经第一卷地功法玉简交给了姬扶摇。姬扶摇的玉手颤抖，有些发愣。这就是大道经第一卷，他加入大道宗就是为了大道经啊！没想到才1个月，他就拿到了第一卷，这可是800万贡献值。陆玄笑了笑：“扶摇，收下吧。你若是参悟了大道经的玄机，未来成就不可估量。”姬扶摇心中有些动容，他的声音颤抖：“师傅，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师傅，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闻言，陆玄淡淡一笑：“因为你是我徒弟啊，他这可是1本万利的投资啊！对徒弟好就是对自己好，何乐而不为？躺着就能变强。他只需要把所有修炼资源给徒弟就行了，可以说坐享其成。”但姬扶摇却是娇躯一颤，喃喃道：“因为我是你的徒弟，只是这个原因吗？”他的眼眶微微湿润。上一世他是扶摇皇朝的一方女帝，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这一世有一个人这样对他好，这种感觉真好。他的心中有些感动。陆玄笑了笑：“其实去宗外力练一下也挺好的，你去吧，不用管我。”姬扶摇脸上神采奕奕，明丽动人，点了点头。一想到自己走后又没人给陆玄做饭了，他的心里有些歉意。这一走恐怕要一些时日了。念及此，姬扶摇走进了草屋：“师傅，我给你做完饭再走。”陆玄点头道：“好。”这一次姬扶摇做饭很用心。草屋里炊烟袅袅，陆玄躺在躺椅上，晒在悠哉的晒着太阳，巴适得很。不多时，姬扶摇撩了撩青丝，将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了出来：“师傅，吃饭了。”陆玄点了点头，来到石桌前。这次尝起来不错。陆玄吃了一口，点评道。姬扶摇柔和一笑：“好。”他想起来第一次为陆玄做饭的时候，陆玄的评价是还凑合。那个时候他对陆玄心中还是很不服气的，但现在他服了。上一世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姬扶摇在心里已经打定主意，在清玄峰之外他是扶摇女帝，但是在师父陆玄的面前他永远是徒弟。姬扶摇也吃了起来，确定比前些时日好吃了许多。他的心里暖暖的，看着陆玄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姬扶摇心里想到：师父，我也想留在清玄峰给你做饭，但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等我处理完之后我一定回来。不多时，陆玄已经吃完了，又躺在躺椅上。姬扶摇嫣然一笑，灿若星辰。他吃得很慢，因为他想在清玄峰多待一会儿。一炷香后，姬扶摇从草屋走了出来，他有些不舍地看向陆玄：“师傅，我先走了，我要接一个任务，外出历练1个月。”陆玄笑着摆摆手：“出去之后也不要忘记修炼哦。”
姬扶摇心中一暖，这个时候了，师傅还在关心他的修炼，他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起来。师傅，修炼的事情我不会落下的。姬扶摇拢了拢秀发，眸光流转，一脸认真地说道。当即，姬扶摇直接转身，脚下出现一道神虹，直接踏空而起，向着任务大殿的方向飞去。看着姬扶摇的背影，陆玄心里想着，按照姬扶摇的性格，应该不会疏忽修炼的事情，而且他刚才已经提醒了。很快，姬扶摇来到了任务大殿，这里人山人海，不仅有弟子，还有一些长老。要知道，在大道宗，贡献值可是硬通货，不论是兑换功法至宝，亦或者购买丹药，或者发布任务，都需要贡献值。而任务大殿的宗门任务是赚取贡献值最快的方法。这时，姬扶摇的到来引得众多弟子一阵不小的轰动。要知道，昨日姬扶摇才获得那门试炼第一，不休息一下就要外出吗？扶摇师妹也来接任务了，好快啊！扶摇师妹不应该先巩固修为吗？不知道可以和扶摇师妹组队吗？数个真传弟子向着姬扶摇走了过来。扶摇师妹，你是第一次接任务吧？不如和我一起做一个团队任务。姬扶摇淡淡一笑，多谢师兄了，我喜欢一个人做任务。他这次可是用借着任务之名去往黑岩山脉，怎么可能和其他人同行？他要接一个距离大道宗远些的任务。看到姬扶摇拒绝，几个真传弟子悻悻离去，他们不由得感叹了起来。姬扶摇师妹真是冰山美人啊，可望而不可及。姬扶摇将目光转向一座巨大的石壁，石壁之上光华涌动，无比璀璨。这里有宗门发布的任务，还有一些长老和弟子发布的任务，林林总总，种类很多，有采摘灵草的任务，有击杀灵兽的任务，还有一起去秘境的任务。很快，姬扶摇选了一个击杀灵兽的任务，击杀玄宗禁灵兽火烈兽，数量3只，贡献值6000到1万，到时候根据火烈兽的境界判定。一旁有不少弟子在关注姬扶摇，看到姬扶摇接了这个任务，众人有些惊讶。有个真传弟子走过来说道：扶摇师妹，我建议你不要做这个任务，你可能不了解火烈兽，这个任务需要3只，但是火烈兽喜欢聚集，你要猎杀它们，需要面对的是数十只甚至上百只。姬扶摇笑了笑，多谢师兄提醒，我心里有数。上一世他可是以灵火之道正地的，对于火系灵兽十分熟悉，火烈兽他再熟悉不过了，杀之如杀鸡。那个真传弟子微微叹息，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姬扶摇离开了，直接来到宗门的传送阵之处，消耗了2000贡献值，姬扶摇踏入了远距离传送阵。这一次他要辗转多地，最终抵达黑岩山脉。轰！一道神华涌动，传送阵的力量向着四周倾泻，姬扶摇的身影消失在了大道宗。他已经在暗中联络了皇朝龙卫，他们已经在黑岩山脉附近准备接应了，此去就要见到自己的旧部了。皇朝龙卫，倾城叶家，姬扶摇心中生出万千感慨。3000年，弹指一挥间，白驹过隙，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清玄峰，陆玄躺在躺椅上，看着天边的风景，十分悠闲。少了系统提示修为提升的声音，他一时间觉得空荡荡的。这段时间习惯了清玄峰多一个人，现在姬扶摇一走，有些冷清。这时，系统的声音传出：定，宿主大徒弟正在修炼，正在同步修为。瞬间，他体内的修为又开始增加了。陆玄有些惊讶，扶摇这是外出，也不忘记修炼啊。不多时，咕噜，陆玄揉了揉肚子，肚子饿了，看了看太阳的位置，到饭点了。陆玄口中一边念叨着，一边走进了草屋。扶摇走了，没人给我做饭了。声音落下，定，触发收徒任务。陆玄愣住了，终于，第2个徒弟要来了，到时候2个徒弟一起反馈修为，他的修为会加倍提升。不过距离无敌之境还差太多，先苟着吧。定，请宿主前往青城叶家收徒，限时任务1个月之内将叶家世子叶晨收为2徒弟，收徒后将发放系统奖励。陆玄很好奇地问道：有没有叶晨的资料？沉寂一瞬，系统的声音传出：叶晨，青城叶家世子，16岁，6年前修为跌落，变成了炼气7、3层。叶晨在婴儿时被叶家老祖和南宫家老祖指腹为婚，叶晨未婚妻南宫白雪。声音落下，陆玄直接僵立在原地。卧槽，这不是妥妥的主角模板吗？姓叶，修为莫名其妙跌落，指腹为婚 buff 已经点满了呀。陆玄的嘴角微微扬起，他已经嗅到了一丝熟悉的套路的味道。不过他很好奇，故事接下来怎么发展？南宫白雪是选择退婚呢，还是选择把路走宽呢？一时间，陆玄竟然有些兴奋，想要迫不及待地前往青城。他想看看他的2徒弟叶晨。不过事已至此，先吃饭吧。陆玄心情大好，吃了顿好的，又可以收1个徒弟了，到时候修为提升的速度将会倍增。他的心里美滋滋的。就在这时，远处一道神虹激射而来，圣王境的威压之力如渊似海。轰！宗主一袭灰袍，神色凝重，落在了清玄峰上。陆玄有些惊讶，宗主怎么又来了？宗主看到陆玄正在悠闲的吃饭，心里气不打一处来。大道宗唯一闲人。姬扶摇一刻不停歇的修炼，现在接了任务离开了大道宗，但陆玄还是老样子。宗主脸色有些不悦：陆玄，苍玄老祖要见你。陆玄微微一愣，苍玄老祖？这么多年，他和苍玄老祖可没有什么联系啊。宗主并没有给陆玄思考的时候，就直接将陆玄抓了起来。
他的脚下出现了一道神虹，带着陆玄向着大道宗的一处隐秘之地飞去。这里道纹涌动，强大的气息不断流转，看起来十分诡秘。穿过一处阵法封禁，宗主带着陆玄落在了地上。眼前高山郁郁葱葱，一条小河缓缓流过，一个灰袍老者坐在小河畔，正在垂钓。陆玄来了。灰袍老者头也不回，淡淡说道。宗主对陆玄说道：“这就是苍玄老祖，那天那门试炼之后你见过的。”陆玄缓缓上前：“苍玄老祖好。”灰袍老者对宗主道：“你先去吧，让我们两个好好聊聊。”宗主恭敬一拜，然后离开了。苍玄老祖眼睛微眯，转过头来，在陆玄的身上打量了起来。片刻后，他笑着说道：“陆玄，你又何必隐藏修为？世人皆知你是炼气期。”陆玄，你又何必隐藏修为？世人皆知你是炼气期。陆玄，苍玄老祖淡淡一笑，摇了摇头。沉寂一瞬，苍玄老祖微微叹息道：“你的师父清玄圣人对你的期望很大，你知道吗？”陆玄点了点头，不由得想起一些往事。他的师父清玄圣人可以说为原主操碎了心。苍玄老祖又说道：“之前宗主在我面前说过你的事情，对你我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你不要干涉姬扶摇的修炼，你能做到吗？”陆玄心想，他本来就是无为而骄，什么都没干，谈不上什么干涉。苍玄老祖笑了笑：“我听说扶摇给你做饭了。”陆玄道：“有几次。”苍玄老祖微微点头：“想必你和他之间是有一些渊源了。天地之道，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或许姬扶摇就应该成为你的徒弟。”陆玄似懂非懂的点头。这时，一条灵鱼上钩了。苍玄老祖又将灵鱼放回了小河。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姬扶摇应该和3000年前被灭的扶摇皇朝有点关系。苍玄老祖悠悠说道。陆玄说道：“此事扶摇并没有对我说过。”苍玄老祖目光悠悠：3000年前，天罗殿出征，毁灭了扶摇皇朝，一夜之间，皇朝崩溃，皇朝扶摇女帝陨落。至此3000年，再也没有扶摇皇朝的任何消息。陆玄微微皱眉：“天罗殿？”苍玄老祖点了点头：“天罗殿在南荒颇有恶名，他们盯上的目标无一不遭遇毁灭。”陆玄问道：“天罗殿比起大道宗，实力如何？”苍玄老祖道：“如果是3000年前，自然是不如大道宗，但这3000年，天罗殿强大了不少。”陆玄愣了一下，也就是说天罗殿已经有了和大道宗一战之力。陆玄问道：“如果让天罗殿知道扶摇的存在，岂不是很危险？”苍玄老祖呵呵一笑：“我大道宗若是连自己的弟子都保不住，何谈立足于南荒？”不过他并没有告诉陆玄，眼前的他只不过是一具准地分身罢了。大道宗的地境强者很多，绝大多数都在沉睡闭关，即使天罗殿总殿和所有分殿卿朝杀来，大道宗也丝毫无惧。这1000年时间，轮到他和穆老两人庇护宗门，足以应付南荒的小风波。大道宗绝非表面这么简单，只是因为大事还未降临，而且大道宗向来超然物外，不参与南荒势力之争，所以也不需要那么多地境老祖出世。苍玄老祖继续说道：“陆玄，你放心，我大道宗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弟子。”陆玄点了点头，他知道了老祖对于扶摇女帝的态度。苍玄老祖看向陆玄：“把你的手伸出来。”陆玄微微一愣：“老祖这是要探查他的根脚？只不过因为系统，他的修为早已经隐藏了起来，只要他不要展示，谁也探查不出来。”念及此，陆玄伸出右手，苍玄老祖一缕神念探出，射入了陆玄的掌心之中。片刻后，苍玄老祖淡淡摇头：“你的资质还是这么差，怪不得这么多年都无法踏入玄世境。天资太差是一部分原因，但懒是主要原因。”陆玄脸上一抽，苍玄老祖道：“好了，没什么事情了，我只是觉得姬扶摇的事情，你作为师傅，我应该告诉你宗门的态度。”陆玄道：“多谢老祖。”苍玄老祖点了点头：“以后在大道宗，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不必有什么顾忌。”陆玄愣了一下：“什么意思？”苍玄老祖笑道：“反正你一个炼气期也翻不起什么风浪，现在你做了扶摇的师傅，也应该行使一些封主的权利了。”陆玄点头道：“多谢老祖。”不多时，宗主再次降临，苍玄老祖淡淡拂袖：“将陆玄带回去吧，以后就不要约束陆玄了。”宗主微微一滞，点头道：“好的，老祖，我知道了。”很快，宗主将陆玄送回清玄峰后，返回老祖身旁。宗主好奇地问道：“老祖，从陆玄的身上可发现什么诡异之处？”苍玄老祖摇了摇头：“没有，还是一个废柴。”宗主忍不住想笑，也不知道陆玄隐藏自己修为是干什么。苍玄老祖不愿意多想，由他去吧。这时，宗主怀中的传音玉简颤抖，他取出传音玉简，神念探入，一道急促的声音传出：“宗主，姬扶摇，我们跟丢了。”宗主微微皱眉：“你一个圣人境跟一个玄宗境，能跟丢了？”这一次得知姬扶摇要外出执行任务，他特意派出了一个玄圣境长老暗中庇护，但没想到竟然跟丢了。那道声音有些沉默。苍玄老祖淡淡道：“算了，由姬扶摇去吧，他可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宗主收起了传音玉简，心中产生了疑问：扶摇皇朝的女帝号称扶摇女帝，以灵火之道正帝，姬扶摇的名字和她实在是太像了，她又是灵火体质，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苍玄老祖道：“以后扶摇的话，要给他更多自由，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宗主点了点头：“
好，清玄风，陆玄稍作准备，就下山了。他迫不及待想要去青城叶家看看的二徒弟叶晨。陆玄直接前往大道宗的传送阵，看到陆玄出现，众多长老和弟子都有些震惊。陆玄竟然要外出，离谱了！他一个炼气期离开大道宗，能干什么？真是破天荒了！所有人都感到很震惊。有人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宗主，宗主摆摆手，由他去吧。苍玄老祖已经说了，不必再约束陆玄。至于陆玄的安全，他一点都不担心。这小子胆小得很，身上可是有清玄圣人的全部身家，什么符传，什么强大傀儡，面对玄圣都没有问题。就这样，陆玄离开大道宗，只是掀起了一道小小的波澜，然后就无人关注了。这是陆玄第一次乘坐传送阵，有一些眩晕，恐怖的空间之力不断穿梭流转，让陆玄觉得十分诡秘。他的心情有略微激动，想要迫不及待看到他的二徒弟叶晨。虽然从未谋面，但他已经嗅到叶晨身上那股很熟悉的味道。叶晨，快到为师碗里来。数日后，姬扶摇辗转数个传送阵，终于抵达了距离黑岩山脉最近的城池落水城。这一路上，他感应到暗中有一个玄圣跟随在他的身后，他猜测应该是大道宗的长老。大抵是宗主担心他的安全，派了一个圣人保护他。但这一次他要去黑岩山脉去和黄巢龙卫会合，自然是不能暴露的。所以姬扶摇暗中催动了一种秘术，摆脱了那个大道宗的圣人。数日时间，他只是稍作停歇，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往黑岩山脉。不过在休息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修炼。不知道师傅现在怎么样了？姬扶摇喃喃说道。他行走在落水城之中，向着城外走去。这里修炼者众多，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倒是有些繁华。这些修炼者的身上都带着灵兽的血腥味，看来大部分都是经常在黑岩山脉猎杀灵兽之人。落水城中，姬扶摇一出现，就像黑夜中的星辰，瞬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从未见过如此绝美女子。她一袭火红色长裙飘起，容颜惊艳绝美，衣裙舞动着，勾勒出完美的傲人曲线。她的娇嫩白皙的皮肤如同凝脂，修长玉腿如同玉柱一般，足以魅惑众生，但眸光中却有一种超然红尘的冰冷。暗中，一个刀疤男子向着姬扶摇探查了一番，发现他的身后并没有护道者，眸中闪出一道金芒，舔了舔嘴唇，道：“这个玄宗境女子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子，好久没有搞过女人了，就她了。”另一个裘胡大汉冷笑了起来，看着姬扶摇的完美的背影，这个女子一看就是没有多少历练的经验，来到黑岩山脉，这等兄弟竟然敢一个人来。有人嗤笑说道：“这些大势力的天才妖孽哪里见过什么生死凶险，都把南荒想得太美好。”很快，姬扶摇踏出了落水城，向着黑岩山脉走去。他已经催动了扶摇令，两大黄巢龙卫统领王蛮和青烟已经有所回应了。女帝陛下，我等马上来接应。在途径黑岩山脉入口之处，有一个交易房室，这里修炼者众多，不少修炼者在这里交易黑岩山脉中的收获。姬扶摇走过，一袭火红色长裙如同一道炽烈的灵火，身上流转着淡淡的神华，如同神莲出战，如同从画卷中走出，和黑岩山脉众多刀尖舔血的修炼者格格不入。一时间，无数目光被吸引。好美的女子！马上有几个男子向着姬扶摇走了过来，眼中金芒闪烁。这位姑娘，你是第一次踏入黑岩山脉吧？这里很危险，不如和我们一起组队。姬扶摇直接无视了，径直从几人面前走过。见此一幕，几个男子怒了，一个玄宗境中期，又是孤身一人，竟敢如此放肆！念及此，几人直接冲了过来，目露银光，想要强行和姬扶摇组队。姑娘，你不说话，我们就当是同意了。闻言，四周的修炼者微微叹息，这个姑娘可惜了。这几个男子可是黑狼佣兵团的，一旦被他们盯上，必然要遭受不测，恐怕是先奸后杀，再奸再杀，下场将会十分凄惨。突然，姬扶摇的纤纤玉手伸出，脸上露出一丝厌恶之色。是一道无比恐怖的灵火突然汹涌而出，如同一道风暴一般，向着几个男子席卷而来，瞬间将几个男子笼罩了起来。瞬间，几个男子发出了惨叫。不，你这个贱人！不过呼吸间，几个男子被烧成了齑粉，秒杀！姬扶摇连头也没有回，直接踏入了黑岩山脉的入口。看到这一幕，交易房室中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姬扶摇的背影。恐怖！同为玄宗境，这个女子抬手间秒杀了那几个惹事的男子，而她连眉头都没有眨一下。而此时，在不远处，几个从落水城之中跟出来的修炼者停住了，目睹了刚才一幕。有人选择了退缩，但有人不屑。刀疤男子一脸狰狞道，看向退缩的人，凝声道：“没出息的家伙，这个女子再强，也不过是玄宗境，我们可是玄尊境。所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此等绝色美女，错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么电了。”说着，他看向一旁的摊铺，扔出一枚内解：“给老子来10枚玄阶引龙丹，老子要大战3天3夜。”闻言，摊主取出一瓶丹药，笑着说道：“这瓶引龙丹一旦服下，做爱做的事情根本停不下来。您有福了，我观您印堂血红，气血旺盛，这是要突破玄圣吗？”刀疤男子大笑：“不错，今日我又眼皮跳动，果然是要有好事发生。如今此女降临，便是上天送给我的大礼，可谓双喜临门。今天我必让她见血。”声音落下，有人微微一惊，
他们认出了这个刀疤男子，这可是黑岩山脉有名的色中恶鬼，这些年不知多少女子惨遭他的毒手。片刻后，刀疤男子带着几人悄悄跟在了姬扶摇的身后，他舔了舔嘴唇，目露银光，喃喃自语：老子最喜欢刚烈的女子，这样推倒才有意思。不多时，黑岩山脉外围，姬扶摇突然停下了，他目光幽冷，看向身后的密林，冷冷道：都出来吧。声音落下，刀疤男子几人目露银光，舔着嘴唇，冷笑着走了出来。这位姑娘，与其死在凶残的灵兽腹中，不如满足一下我们兄弟几人，你觉得如何？你放心，你这种美人，我们会很温柔的，不会弄疼你的。结。姬扶摇一脸厌恶，就要取出圣阶符传。要知道这次外出，陆玄已经将他武装到牙齿了，即使半帝来狙击他，都得死在这里。姬扶摇正要出手，突然虚空之上，一道无比恐怖绝伦的气息涌动，准帝境威压，半帝境威压，磅礴浩荡的威压之力如渊似海，排山倒海一般向着这一方天地倾泻而来。这一刻，如同天地凝滞。刀疤男子几人无比震惊，抬头向着远处望去，什么情况？在黑岩山脉外围怎么会出现如此强者？是一道邪斧在虚空之上闪烁，暴力之气冲天，直接呼啸向着刀疤男子几人冲了过来。血斧呼啸，如同断头台，顷刻间，刀疤男子几人的脑袋直接飞了出去。噗！鲜血爆溅，胆敢觊觎女帝陛下，死！一道冰寒的声音出现，下一瞬间，数道身影轰然落在姬扶摇的面前。扑通，这几道身影直接跪在了姬扶摇的面前。姬扶摇雪景微青，眼中神华流转，仔细打量着眼前几人。起来吧，王蛮、青烟，你们来了。他有些动容，3000年了，终于见到了他的龙卫。闻言，龙卫统领王蛮和青烟两人身体颤抖，其他几人也是无比激动地看着姬扶摇。是女帝陛下的气息没错了，陛下！众人有些哽咽，千言万语化作了脸上2行清澈的泪水。扶摇皇朝倾覆的时候，正是扶摇女帝一人独挡3尊天罗殿大帝，为他们3大势力取得了逃遁的机会。而那个转世重修的上古秘术，他们知道女帝根本没有把握能不能成功。苦等3000年，女帝终于归来，她成功了。这时，青烟擦了擦眼泪说道：陛下，我们先回黑岩山脉领地吧。姬扶摇点了点头，王满手持血斧将血迹擦干，看向身旁的一个黑袍半帝，脸上带着杀意，寒声道：你去处理一下方才的那些虫子。黑袍半帝点头，遵命。姬扶摇和青烟等人踏空而起，向着黑岩山脉深处飞去。黑袍半帝则是隐匿身形，踏出了黑岩山脉。杀意，胆敢觊觎女帝陛下，死！他很快查清楚的刚才是怎么回事。黑袍半帝直接来到黑狼佣兵团的领地，轰！抬手间，一道恐怖的掌印落下，遮天蔽日，无数修炼者化作了血雾，惨叫声不断起伏。半帝境的威压之力如同沧海倾覆，所到之处仿若秋风扫落叶一般，生杀予夺。场中求救声如同雷霆一般咆哮了起来。团长，救命啊！有强敌入侵我黑狼领地，我们根本挡不住啊！黑狼佣兵团领地深处，一个双鬓花白的中年男子出现，他一脸冰冷地看着黑袍半帝。阁下是何人？我黑狼佣兵团和阁下可有什么误会？中年男子脸色十分难看。黑袍半帝冷声道：你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中年男子眉头紧锁，黑狼佣兵团的敌人太多了，究竟又是哪个龟孙子招惹了这尊半帝强者？尼玛的！中年男子露出一丝讪笑，强者，我愿意付出我黑狼佣兵团一半的资源。还没说完，黑袍半帝再次出手，又是一掌落下，半帝之力势不可挡，天地直接变色，无比恐怖的灵能形成一道风暴漩涡，向着黑狼佣兵团的领地拍下。轰！黑狼佣兵团灭。黑袍半帝冷声道：胆敢觊觎女帝陛下的人，死！胆敢觊觎女帝陛下的势力，灭！此地恐怖的波动直接惊动了落水城附近的修炼者，他们无比震惊地看着黑狼佣兵团领地的方向。半帝的威压，他们这是招惹了何等存在？而此时，黑袍半帝直接踏入了落水城。王家抬手间覆灭，李家抬手间覆灭。为什么？他们正是刀疤男子所在的势力。黑袍半帝冷笑一声，瞬间便离开了。此番女帝陛下归来，竟然遭遇了几只虫子。要知道这黑岩山脉可是他们皇朝龙卫的地盘，竟然发生这种事情。这个时候，落水城城主吓得直接躲在府中，根本不敢出现。他知道是黑岩山脉的那股势力出手了。这一方天地，只有城主等极少数人知道，在黑岩山脉之中有一股禁忌势力。他们有多少人？到底有多么强大？这些他们一概不知。等到黑袍半帝离开城池，城主这才敢出现。他知道黑岩山脉可能要发生一场风暴了。黑岩山脉，皇朝龙卫领地，龙卫统领王蛮直接发动了黑岩山脉的兽潮。一时间，半帝境之下的灵兽疯狂暴动，如同潮水一般向着黑岩山脉冲击而去，仿若狼奔使突。此时正在黑岩山脉探索的修炼者纷纷选择逃离。太恐怖了，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兽潮，连玄圣境的灵兽都被恐惧所笼罩，如同失去了方向一般，疯狂逃窜。这是在清场。要知道这一次扶摇女帝归来万分重要，绝不能有任何闪失。很快，黑袍半帝归来，对王蛮说道：统领，
已经处理妥当。王蛮淡淡点头，青烟直接催动了这一方天地的封印禁制，所有皇朝龙卫都已经集结在祭坛面前。姬扶摇一袭火红色凤袍，绝代风姿，脸上浮现出帝者之威。他向着众人扫视。3000年过去了，这些龙卫都在岁月中变得苍老了起来。现在的王蛮统领已经双鬓泛白，脸上出现了皱纹。青烟统领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妪，皮肤不再娇嫩，染上了岁月的痕迹。想当年，她可是一个女战神啊！至于其他龙卫，他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3000年实在太漫长了，即使对于圣王、半帝也是如此。但他的龙卫一直在等待他的归来。念及此，姬扶摇的心中产生了一丝波动，缓缓说道：“这些年，你们辛苦了。”闻言，王蛮和青烟等人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王蛮大笑一声，拍打着胸膛：“陛下，鬓微霜又何妨？你已经归来，我扶摇皇朝还可以卷土重来，重新崛起。”青烟的眼神早已不再浑浊，意念一动，他那枯寂的皮肤不断脱落，焕发出第二春。他修炼的是枯木功，漫长的等待有些绝望，这让他的状态每况日下。但现在女帝归来，他的执念瞬间消散。轰！青烟的身上涌出了一道恐怖的气息，修为竟然直接精进了。而这时，其他龙卫则是发出了气壮山河的呐喊声。战意磅礴的战意如同江河之水一般开始不断汇聚，皇朝龙卫的气势陡然一变。姬扶摇雪景微青，双眸中神华涌动，他喃喃说道：“回来了，都回来了。”青烟统领和王蛮统领开始汇报青城叶家的情况。女帝陛下，青城叶家这1000年都很低调的发展，可惜他们的潜力有限，一些准帝和半帝已经陨落了。不过叶家还是有3尊准帝的。闻言，姬扶摇点了点头，这个情况已经很好了。3000年实在太久了，那些暮年准帝和半帝根本熬不住。扶摇皇朝不死，但是在逐渐凋零。王蛮统领脸色微变，继续说道：“另一个势力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们这段时间发出的召唤竟然没有任何回应。”声音落下，一众龙卫的身上爆发出了恐怖的杀意。若是这个势力胆敢背叛女帝陛下，杀无赦！姬扶摇美眸微蹙，缓缓道：“继续联络。”青烟统领恭敬说道：“青城叶家老祖想要亲自见到您，才会立下继续效忠的誓言。”姬扶摇道：“好，我先在黑岩山脉修炼一段时间，然后我会亲临青城叶家。”王蛮统领沉声说道：“陛下，叶家最近出现了一些情况。”姬扶摇美眸微蹙，哦。王蛮统领一脸凝重的说道：“过些时日，便是叶家的家族大会。元世子叶晨7年前修为突然跌落，连叶家老祖叶北辰也束手无策。这一次会被挑战世子之位，修为突然跌落，叶北辰一个准帝都解决不了。”姬扶摇想了想，不过我师父肯定有办法，但是他超然物外，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出手了。王蛮统领继续说道：“叶家另一件事情也与叶晨有关，叶晨的未婚妻南宫白雪这段时间要去叶家退婚。”姬扶摇面容上出现一丝柔和之意，眸光生辉，等叶家归顺之后，我找个机会问问师父，或许我师父愿意出手。众人点了点头。不多时，姬扶摇和青烟、王蛮等人踏入一处楼阁，众人落座。青烟好奇问道：“女帝陛下，您在大道宗过得怎么样？”众人都看向姬扶摇，要知道大道宗可是南荒的霸主级势力，比起当年扶摇皇朝巅峰期也强大了太多。现在扶摇女帝拜入大道宗是好事。姬扶摇淡淡一笑：“大道宗和传闻中的一样，超脱于南荒之争。我已经见过一位老祖了，他大概发现了一丝端倪，但他也表明了态度，大道宗不会在意弟子的身份。”闻言，王蛮等人松了一口气，他们的敌人天罗殿太过于强大了。这3000年里，他们扶摇皇朝止步不前，甚至衰落了太多。但天罗殿可是又吞并了数个大势力，他们的实力又强大了数倍。一想到天罗殿，王蛮等人皆是一脸狰狞，杀意滔天。扶摇皇朝覆灭之仇，他们3000年里从未忘却，恨意如同烈火，焚烧了3000年。复仇，这已经成了他们心中的执念。不过王蛮等人理智尚存，沉声说道：“女帝陛下，我们还需徐徐图之。天罗殿这3000年崛起太快了，他们早已今非昔比。”姬扶摇眼中燃烧起了炽烈火焰，点了点头：“你们放心，这一世我会走得更远。”众人有些激动：“女帝陛下，您在大道宗又获得了一些机缘。”姬扶摇点头：“我已经拜入了清玄峰。”青烟有些震惊：“陛下，您的师傅是？”“陛下，您的师傅是？”姬扶摇的眼前浮现出陆玄的身影，缓缓说道：“陆玄。”王蛮和青烟等人愣了一下，陆玄，好熟悉的名字，他们差点脱口而出，但是忍住了。这不是南荒那个废柴峰主吗？陆玄之名响彻南荒诸州，即使他们身在黑岩山脉，也有所耳闻。现在女帝陛下竟拜陆玄为师，而且如此心悦诚服，敬畏和尊崇之意溢于言表。难道陆玄实际上是一个绝世强者？这时，姬扶摇冰雕玉琢，毫无瑕疵的脸上露出浅浅笑意。他想起清玄峰的一些事情，到如今他也看不透陆玄，但他能感觉到陆玄是简直倾囊相授。念及此，姬扶摇一脸凝重地看着众人：“我的师傅，我看不透，以后见我师傅陆玄，如见我，不得有半分无礼。”遵命。众人将此事记在了心里。帝师王蛮和青烟等人心中有些震惊，
他们从女帝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敬畏和尊重之色。他们何曾从女帝的脸上看过这种表情？显然，女帝陛下的师傅很强大。一时间，他们皆是有些期待看到扶摇女帝的师傅。他们都在猜测陆玄到底有多强，是几星大帝？姬扶摇淡淡一笑，提醒道：“对了，我师父陆玄比较低调，他在外人眼里是一个废柴，但是他对此毫不介怀。1个月前，我是大玄王境，但是跟着陆玄修炼了1个月，我踏入了玄宗境。你们遇到之后，一定不要失了礼节。”闻言，众人更加好奇了，修炼界竟然有这等存在，超然物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且让女帝陛下1个月时间踏入了玄宗境，众人更想一睹陆玄的风采了。姬扶摇笑了笑，以后会有机会的。我在大道宗接了一个击杀灵兽的任务，为期1个月。这几天，我先在黑岩山脉修炼，过段时间，我再前往青城、叶家。众人道：“遵命。”片刻后，王满等人缓缓退出楼阁，楼阁之中开始修炼。姬扶摇盘膝而坐，一袭火红色长裙裹着凹凸有致的身材，他的玉手之中出现了一枚功法玉简，《大道经》第1卷。姬扶摇探入神识，开始查看《大道经》的灵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天地无形，万物无限。他的纤玉手不断变换灵诀，一时间，无比玄妙晦涩的气息在他的四周流转。姬扶摇进入了一种十分奇异的状态，他的四周氤氲着道与韵的气势，这种气势如同流水一般，仿若无物，逐渐从楼阁之中向着四周扩散。很快，姬扶摇所在的楼阁散发着一种玄妙的气机，衍生出璀璨的神华。众多龙卫瞬间被惊动了。女帝陛下这是在修炼什么功法？这种气机有一丝暗合天道，仿若返璞归真，实在太过震撼了。难道是大道宗帝功法《大道经》？一时间，所有龙卫都无比震惊地看着这个楼阁，那种气机超越了准地阶，准确来说不是境界，而是一种事，一种道与理。青烟眉头微蹙，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大道宗的正宗功法《大道经》。众人不禁惊叹，女帝陛下不过才加入大道宗1个月，就有资格修炼正宗功法了，这简直惊世骇俗。要知道这种级别地功法都是不传之秘。众人变得无比激动，如今有了《大道经》，扶摇女帝说不定到达传说中的极境。一连3日，姬扶摇都在感悟《大道经》的玄妙。这个功法太过晦涩，他现在只感悟出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但即使如此，他已经受益极多。他的身体衍生出一种微弱的神韵，看起来更加飘逸出尘。他的道基之上隐约有璀璨道纹浮现，这是《大道经》的烙印。他的修炼天赋又提升了一丝。姬扶摇喃喃道：“不愧是大道宗的正宗功法。”接下来，他开始修炼焚天诀，直接催动焚天圣体的全部潜力。一时间，海量的灵能涌入他的身体，他身上的气势在不断暴涨，修炼速度提升了数倍。他的目标是这1个月踏入玄宗境后期大圆满。陆玄耗费了数日时间，在不断辗转。定，宿主大徒弟获得大道经感悟，正在同步。系统的声音传出，陆玄微微一愣，姬扶摇在修炼大道经了。很快，陆玄感到内心无比澄澈，竟然有种天人合一的感觉。他的天灵盖有些淡淡的冰凉之意，仿若有人对他在醍醐灌顶，这是一种很玄妙的感觉。他隐隐感觉自己的体内多了一丝道与韵，这一方天地，他第一次感到了一种亲昵的感觉。陆玄喃喃说道：“这就是大道经吗？道法天地，暗合天道。”接下来数日，陆玄仿若经历了一种洗礼，整个人变得空灵了起来。他查看了一下自己的资质，依旧是个废柴，不过他的身上多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无法言明的东西。徒儿继续努力。陆玄心情大好，继续向着青城赶路。突然，系统的声音再次传出：“定，宿主大徒弟修为正在提升，开始同步。定，正在同步灵火感悟。定，正在同步大道经感悟。”轰！一股无比精纯的灵能涌入了陆玄的体内，如同风暴一般汇聚。陆玄有些震惊，这一次修为提升的速度比之前在清玄峰还要快，足足数倍。汹涌澎湃的灵能不断冲击着陆玄的四肢百骸，舒爽酥麻的感觉如同闪电一般传遍全身。陆玄浑身一颤，这种感觉简直太美妙了。陆玄心想，或许在清玄峰的时候，姬扶摇有所顾忌，并没有使用焚天圣体的全部潜力，而现在焚天圣体火力全开，修炼真是如同吃饭喝水。陆玄不由得感叹了起来，不愧是修炼界有名的体质，焚天圣体。数日后，陆玄抵达青城。青城是一座极其巨大的城池，苍古恢宏的城墙高高耸立，远远望去，如同一方大玉盘踞在大地之上，透露着一种磅礴的气势。无数修炼者进进出出，青城相当繁华。陆玄看到了不少圣人的身影，还有数个圣王。显然，青城的实力很强。陆玄交了100块下品灵石，踏入了青城。青城之中，楼阁林立，看起来十分繁荣，街道无比宽阔。两边的楼阁之中，丹药阁、功法阁，还有不少宜春院。陆玄没有着急前往青城叶家，他先去打探一下叶家的消息。不多时，陆玄来到一家面馆，林铁牛牛肉面。这里修炼者众多，据说这家面馆的面条充满了灵力，汤汁更是有上等灵鸡熬制而成，不仅灵能充沛，而且口味一绝。作为一个吃货，
陆玄自然要去尝一尝。入座，一个招待弟子走了过来。你好，吃什么面？陆玄看了看，道：招牌牛肉面，记住不要放葱花。招待弟子道：好嘞。不多时，热气腾腾的牛肉面端了上来，果然没有葱花，淋牛肉很多。陆玄一边吃着，一边听着周围人的议论。你们听说了吗？叶家要出大事了。怎么？7天之后就是叶家的家族大会，叶家大长老的儿子叶良辰向叶家世子叶晨发起了挑战。啊，竟有此事！叶晨本是倾城的天才，7年前修为突然跌落，到现在都没有恢复，一直是练气境3层。那叶良辰这几年崛起了，修为已经是大玄王了。根据叶家的族规，世子不能避战，这怎么打？听到这里，噗！陆玄差点喷了出来。卧槽！他嗅到了熟悉的套路的味道，还是那个味儿。陆玄看向正在说话的几人，诸位，有没有叶晨未婚妻南宫白雪的消息？几人看了看陆玄，笑了笑，缓缓说道：自然有。叶晨的未婚妻南宫白雪要在7日后的家族大会上来退婚。退婚？陆玄目瞪口呆。南宫白雪的选择是退婚，路走窄了呀。有人问道：退婚的消息可靠吗？那人说道：当然可靠。南宫家的长老已经踏入叶家，宣布了这件事情。只是7日后的家族大会，南宫白雪会拿着婚约亲自降临。陆玄深吸一口气，对位了。想必现在叶晨一定很失落吧？他会不会说出那句话？怎么有种莫名的期待呢？接着，陆玄又旁敲侧击了解了一下叶家众人的实力。叶家族长，也就是叶晨的父亲，是个一心玄圣。陆玄决定好了，晚上的时候，他就悄悄潜入叶家去找叶晨。他的纳戒中可是有他师父留下的一件黑色罩袍，穿上这个罩袍，圣王镜之下根本不能发现。至于叶家的老祖，据说是在隐蔽之地闭关。想到晚上要见到自己的二徒弟叶晨，陆玄有一丝激动。叶家坐落在青城的东北方向，占据了数百里之地，无数楼阁林立，璀璨的灵纹在暗中不断涌动，远处有滔滔神华不断流转，看起来气势磅礴，不愧是青城的霸主级势力。此时，在叶家的一处府邸之中，一个青年男子盘膝而坐，他的胸前带着一个玉佩，他的面前放了一堆灵石，他的脸色有些愁眉苦脸。他正是叶家世子叶晨。片刻后，叶晨愤愤地睁开眼睛，恼火道：这到底是什么回事？为什么我的修为就是不增加？他妈的！叶晨眸中燃烧着2团火焰，他很不甘心。他本是青城叶家的天才，7年前就踏入了玄灵境，一时间风光无双，成为青城众多修炼者眼中可望不可及的存在。但突然一夜之间，他的修为暴退。叶晨的身上沾染了一种诡异的力量，那种力量如同漩涡一样吸收着灵力。老祖也曾查看过叶晨的情况，可惜连老祖也一筹莫展。叶晨的身上沾染了一丝诡异的力量，那种力量即使连老祖都感到无比的心悸。叶晨的身体似乎变成了一个无底洞，老祖曾经试着灌输灵能，但准地之力都不足以填满叶晨身体的那股力量，连老祖都感到无比敬畏。要知道叶家老祖可是准地境，连他都不能解决，其他人更没有办法了。或许还有一个办法，除非真正的大帝愿意为叶晨出手，但叶家的全部底蕴加起来都无法吸引一尊大帝，即使可以，老祖也不会同意。叶家的命运岂能压在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身上？想到这些，叶晨无声叹息，这诡异的力量究竟从何而来？为何在7年前突然爆发？他喃喃道，眼里出现了2道火焰。7年了，曾经他的修炼速度极快，1个月可以突破一个小境界，但现在7年来，他一直是练气境3层。我的一生难道就要这样了吗？叶晨紧紧握住了拳头，指甲深深陷入了掌心之中，流出一道鲜血。他不接受这样的一生，他的一生不应该是这样度过。在小时候，他就立下了宏愿，他要屹立于修炼绝巅，俯瞰众生。但没想到，连玄王境都没有踏入，就遭到了如此打击。这么多年，冷眼和嘲讽并没有丧失信念，反而在他的心中升起了一道火焰。他一定会恢复的。叶晨仰头看向虚空，目光灼灼，继续修炼。7天后就是叶家的家族大会，而大长老的儿子叶良辰对他发起了誓子挑战。根据叶家族规，他不能拒绝。要知道叶良辰已经是大玄王境，而他只是一个炼气期，但他不想说，也不能说。叶晨知道，这7年里，父亲作为族长，为他顶住了很多的压力，但时间长了，很多长老一起施压，他的父亲也顶不住了。叶晨的脑海中响起那些讥讽和嘲笑的声音，我叶家的世子岂能留给一个废物？此一时彼一时，如果叶晨不是族长的儿子，而是庞麦，早都被驱逐出叶家了。辉煌一刻谁都有，别把过去当永久。7年了，叶晨还是没有醒过来，以为自己是一个天才。这些话刺痛心扉，萦绕在叶晨的耳边，挥之不去。片刻后，叶晨收敛心神。7天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他从纳戒中取出一堆中品灵石，放在身前，不断运转灵诀，开始修炼。但是没用，灵石在消耗，灵力却不增长。邪门！就在这时，门外一阵脚步声传来，一个灰袍男子缓缓走了进来，并没有惊动叶晨。他看着叶晨，脸上露出苦涩的表情，微微摇头。他便是叶晨的父亲，也是叶家的族长。这些年叶晨的表现，他都看在眼里。他很心痛，
但却无济于事。不多时，叶晨缓缓睁开了眼睛，果然体内的灵力没有任何增长。族长微不可察地摇头，内心有一阵刺痛。叶晨看到父亲的表情，内心产生了一丝波澜。曾几何时，连父亲似乎也对自己会恢复产生了怀疑了。叶晨收起灵石，眼睛坚定地看向父亲：“父亲，我还有时间，7天后的世子挑战，我会赢的。”闻言，族长露出了一丝苦笑。现在叶晨只是练气境，而叶良辰已经是大玄王境后期了。7天到达大玄王境，且不说叶晨身体上那股诡异的力量没有解决，即使解决了，7天超越叶良辰，这无异于天方夜谭。族长不愿意让叶晨背负更大的压力，或许7日后输了世子之位后，叶晨反而能轻松一些。念及此，族长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提起南宫白雪的事情。谁能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叶晨的未婚妻南宫白雪偏偏选在家族大会上来退婚，这种打击不知道叶晨能不能承受得住。叶晨微微皱眉，他知道父亲想说什么。父亲，南宫白雪要退婚，让他退婚。如果是世子挑战是压在他头顶的第一座大山，那么退婚就是第2座大山，简直是一招失势，人不如狗。当年在他还没有衰落的时候，南宫白雪经常来叶家和他一起修炼。那个时候南宫白雪体弱多病，他每天晚上溜进他的房间为他淬炼身体，直到他大汗淋漓后，他才疲惫地离开。没想到等确认了叶晨无法恢复的时候，南宫白雪第一个抛弃了他。对于他，叶晨心里早就没有了感情，更多的是恨。这时叶晨问道：“父亲，7日后的家族大会，南宫白雪一定会来吧？”族长点了点头，南宫家应该会来的，南宫白雪也会来，不过他们是在家族大会之后才来。呵呵，叶晨露出了一丝自嘲的微笑。南宫白雪是觉得自己一定会败是吧？甚至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战斗。场中陷入了凝滞，一时间父子2人相视无言。这是最痛苦的时刻，无声胜有声。叶晨突然说道：“父亲，如果7天后的世子挑战我输了，我会离开叶家。”族长有些震惊：“晨儿，这是为何？”叶晨苦笑道：“我想外出历练，寻找机缘。我不相信南荒之大，没有一个人解决不了这诡异之力。”族长的眼眶微微湿润，让叶晨一个练气境离开叶家，他怎么放心得下？但他了解叶晨决定的事情，他怎么拦也是拦不住的。如此想着，族长轻轻拍了拍叶晨的肩膀：“好，晨儿，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吃过饭了，今天一起吃个饭吧。”叶晨想了想，点头道：“好。”很快，族长吩咐下人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灵鸡肉、灵兔肉、烤灵土豆，摆了满满一桌。可惜叶晨并没有什么胃口，族长也没有强求，他自饮自酌，喝了许多灵酒。叶晨怎么也劝不住：“父亲，别喝了。”但族长一杯接一杯，喝到最后，族长竟然有些醉醺醺的哽咽着哭了起来。叶晨的心突然痛了，他从未见过父亲哭泣，这一刻他才知道父亲身上的压力，因为他的缘故，父亲受到了很多支脉的排挤。念及此，叶晨的身体微微颤抖，脸上流下了2行清澈的泪水。父亲，他的声音颤抖着，泣不成声。这些年他太自私了，从来没有考虑父亲的感受。他的脑海中一些模糊的画面渐渐清晰。7年里，每一年的家族大会，父亲都会装作轻松的样子。他看向父亲，不由得震惊地发现，不知何时，他的父亲已经双鬓染霜，头上也多了很多白头发。叶晨心中十分难受，他知道父亲为他背后做了很多事情，可他能为父亲做些什么？或许离开叶家，可以让父亲轻松一些。这时，族长有些茫然地抬起头，他握住了叶晨的手，轻轻抚摸：“晨儿，无论何时，你都是我的骄傲。”叶晨泪流满面，不知道要说什么。族长叹息一声，似乎想起了什么，缓缓说道：“晨儿，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提起过你的母亲，现在我便告诉你吧。”嗡！叶晨脑海一片空白。他的母亲，族长说道：“你的母亲来自南荒霸主级势力药家。”叶晨微微皱眉：“药家？”族长的眼中出现了回忆之色：“你的母亲是药家的圣女，曾经在一个秘境之中和我相遇，我们曾经在秘境之中度过了一段难以忘却的时光。后来，你的母亲离开了，1年后，一个黑袍神秘人抱过来一个婴儿，那个婴儿正是你，你胸前的那个玉佩就是你母亲给你的。”闻言，叶晨直接愣住了，没想到他的母亲竟然来自药家。他摸了摸胸前的玉佩，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族长继续说道：“但是那个神秘人告诉我，千万不能前往药家去找你的母亲，否则不仅是你，整个叶家恐怕都要被灭族。”叶晨震惊，族长摇了摇头：“我本来想从神秘人的身上问一些更详细的事情，但那个神秘人似乎受到了重伤，他给我交代完这些之后，就直接消散在天地之间了。”叶晨目瞪口呆，他的内心掀起了滔天巨浪，没想到竟然还有这等隐秘。一直以来，不只是他，整个叶家都以为他的母亲已经陨落了，甚至连老祖惩罚他的父亲也没有吐露出他母亲的事情。说完了这些，族长防若了结了一桩心事，直接一头栽倒在桌上，已经不省人事了。看着喝醉的父亲，叶晨一脸苦涩，将父亲搀扶了起来，向着父亲的厢房走去。不知不觉，夜幕已经降临。路上，他遇到了大长老的儿子叶良辰。
叶良辰身后跟着数十个警服青年，皆是鄙夷地看着叶晨。叶良辰冷笑一声：“叶晨，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7日后我将踏入玄黄境。”声音落下，叶良辰身后的几个青年嘲讽了起来：“嘿嘿，7天后的家族大会，某人要出丑了。幸亏南宫白雪不会亲眼看到这个废物的战斗，不然我们叶家的脸面都要被这废物丢光了。呵呵，曾经的天才，现在却是连叶家的杂役弟子都不如。如果是我就找一块豆腐直接撞死了。”听到这些嘲讽声，叶晨的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如同万虫噬体一般痛苦。他很想冲过去和这些弟子打一架，但他忍住了。叶晨不再回头，搀扶着父亲渐行渐远。叶良辰看着叶晨的背影，冷笑了起来，心中暗道：叶晨这个废物没有几天可活了，他恐怕还在幻想要如何击败他。殊不知世子大会，他将击杀叶晨，而且叶晨这一脉都会被清理，只因叶家背后的靠山终于要降临了，他可不会给叶晨留下任何机会逆袭。夜色下，叶家大门外，陆玄裹上了一件诡秘的黑色罩袍，他的身上流转着晦涩的力量，如同隐身一般。他径直踏入了叶家大门，门口的守卫根本没有任何察觉。陆玄的气息已经完全隐匿，除非叶家老祖降临，不然不可能发现他的存在。陆玄喃喃道：“师傅留下的宝物果然是好东西，师傅留下的宝物果然是好东西。”进入叶家之后，陆玄发现叶家很大，作为准地接势力，占据了足足数百里之地。远处峰峦起伏，河川奔腾；近处楼阁林立，府邸遍地。夜色之下，高大的楼阁之上散发着璀璨的灵纹，有一股无形的威压之力在不断流转。陆玄有些激动，他的宝贝徒儿在哪里呢？他已经迫不及待了。至于如何取得叶晨的信任，陆玄早有安排了。很快，他找到了一处府邸，狮子府。一个巨大的牌匾挂在府大门之外，鎏金大字，气势磅礴。府邸里的建筑气势恢宏，美轮美奂，可惜里面人影稀少，显得有些荒凉。陆玄也能理解，毕竟是落魄的世子。陆玄看了看，直接踏入了叶晨的房间。看着一大桌丰盛的饭菜，陆玄愣住了。灵鸡肉、灵兔肉、烤灵土豆一筷子都没动，只是旁边有一个酒杯和几瓶灵酒。陆玄淡淡一笑：“我和叶晨果然有缘，知道我来了，给我准备了饭菜。他正好饿了，直接开吃。”陆玄一边吃一边点评道：“这个灵鸡肉不错，这个灵兔肉也好行，灵土豆简直绝了。”不多时，咯吱，房门轻轻推开，叶晨缓缓走了进来。看到陆玄的瞬间，叶晨愣住了，然后他又退了出去。走错了。下一瞬间，叶晨又走了进来。这就是他的房间，没错。但这个白衣男子是谁？他相貌俊朗，剑眉星目，身上散发着超凡脱俗的气机，十分玄妙，仿若和这一方天地融为一体，如同神子凌尘飘逸出尘。叶晨微微皱眉，他关上了门。你是谁？陆玄擦了擦嘴，直接开门见山说道：“叶晨，我是大道宗的宗主，欲收你为徒。”叶晨一愣，你怕不是个骗子？大道宗宗主岂会来到叶家来亲自收徒？大道宗那可是南荒有名的霸主级势力，即使大道宗的宗主来收徒，也是自己联系老祖，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在他的房间大吃大喝？念及此，叶晨的脸色变得有些冰冷。我给你3句话解释，如果我不满意，我叶家强者随时可以降临。陆玄淡淡一笑，悠悠说道：“叶晨，你的心里其实很期待。”此言一出，叶晨的身体微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自他遭受了这诡异的事情之后，他如同一个溺水之人，总想抓住一根稻草。奇遇，他的心里当然渴望某种奇遇，甚至是从天而降的机缘。只是现在这种所谓的机缘来到他的面前，他有些不相信。这时，陆玄直接抛出了一枚令牌，大道令，正是大道宗他的封主令牌。萧，一个无比苍古的令牌浮现在叶晨的面前。叶晨微微皱眉，他死死盯着这个令牌，令牌之上面刻着3个字：清玄风。晦涩古朴的力量从令牌之上传了出来，无比诡秘。陆玄轻轻一笑，注入灵力，试试。叶晨有些迟疑，片刻后他咬牙，鼓起勇气，抓住了大道令，直接注入了一丝灵力。轰！叶晨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无比恐怖的虚幻世界，这里正是大道宗数万里之地的天地缩影，被一种造化手法烙印成了一种道纹力量。只见天地之间无数峰峦起伏，数之不尽的洞府灵力，霞光四射，滔天的神华不断涌现，无尽璀璨的道纹不断流转交织，一个个大道宗的至宝一一浮现。是炼塔、火渊秘境。突然，一道无比苍古的声音传来：道道道道道道。大道中轰鸣，6声道字如雷贯耳，无比玄妙，难以言明，仿若超脱之力，仿若终极之力，暗合天地之力，化作一道洪流，向着叶晨激射而来，不断冲击着叶晨的身体。玄妙，太玄妙了，如同醍醐灌顶。叶晨直接惊出了一身冷汗，瞬间他从大道令的虚幻意象之中退了出来，他的身上已经被汗水打湿。震惊，他无比震惊地看着眼前的白衣男子，他现在心里已经有80%确定陆玄就是大道宗的封主。叶晨的身体有些颤抖，他将大道令恭敬地还了回来。他看不清眼前白衣男子的境界，但他知道如果这个白衣男子想要杀他，或许只需要动一个念头。不过他的心里有些不解，
为什么他被选中？这时，陆玄的右手缓缓摊开，一丝大道经的力量缓缓浮现，玄妙的气机开始向着叶晨飘了起来，在他的四周氤氲。叶晨震惊住了，这种气机太过于超脱了，即使在老祖身上，他都不曾感受过。前辈，这是什么力量？叶晨恭敬问道。他只觉得这股力量让他身心舒畅，甚至于一瞬间，他体验到了体内有一丝灵力涌入。破天荒，这股力量竟然能克制他体内的诡异之力。陆玄笑了笑，这正是大道宗的正宗功法大道经。叶晨震惊道：大道经？要知道大道经在南荒如雷贯耳，可是排名前10的地阶功法，据说一旦参悟了其中玄妙，可以踏入传说中的极境。作为叶家的世子，他自然是对南荒的大势力有些了解的，他的心中已经有些动摇了。眼前这个白衣男子竟然是专程来收自己为徒，当即叶晨脸色变得恭敬了起来，抱拳苦涩一笑：前辈，7年前我的身上突然产生了一种诡异的力量，如今修为跌落，连我祖准地老祖都没有办法，我哪有资格成为前辈的徒弟？叶晨已经确定了，眼前这个白衣男子绝对是大道宗的强者，如此机缘固然让他很心动，但他想知道原因。陆玄淡淡一笑，脸不红的说道：收徒全凭一个缘法，我也是云游南荒，正好路过青城，听说了你的事情，你和我有缘，所以我就收你为徒。你要知道，我现在除了你，只收过一个徒弟。声音落下，叶晨直接愣在了原地。云游南荒，收徒全凭缘法，这妥妥就是高人的作风啊！而且只收过一个徒弟，他的收徒要求是有多高啊？而他将是第2个徒弟。想到这些，叶晨不由得有些激动。他想到一种可能，或许是眼前的白衣男子对自己身上的诡异之力产生了好奇。要知道这诡异之力，连叶家的准地老祖都无可奈何。他的父亲猜测，只有真正的大帝才能解决。叶晨小心翼翼问道：前辈，您莫非是真正的地境强者？闻言，陆玄淡淡笑了：我不是地境。叶晨的心中有些许失望，如果只是准地，恐怕也无法彻底解决这诡异之力。但这时，陆玄悠悠说道：但大帝是我的徒弟。叶晨直接愣住了，他懂了，眼前这白衣男子只是谦辞，连大帝都是他的徒弟，他岂能不是地境？更何况这么多年只收了一个徒弟。这个时候，陆玄看到火候已经到了，他缓缓起身，眼中神华涌动，目光悠悠看着叶晨。叶晨，拜我为师，地境不过是入门。7日后的家族大会，你难道想让叶家上下看到你被击败吗？难道你能接受南宫白雪降临叶家，用退婚来侮辱你吗？拜我为师，7日后的家族大会，你可以轻易击败叶良辰，碾压南宫白雪也不是问题。闻言，叶晨的心中掀起了滔天的巨浪。7日时间，他可以超越叶良辰吗？碾压南宫白雪是他现在不敢想的事情。要知道南宫白雪可是玄黄境初期，这有点像是天方夜谭。但白衣男子的强大自不待言，现在有一个如此恐怖的机缘就摆在他的面前，他怎能不珍惜？这是他现在可以抓住的唯一稻草。念及此，扑通，叶晨直接向着陆玄跪下了，恭敬地行了一个拜师礼。徒儿叶晨拜见师傅。陆玄淡淡一笑：好，以后你就是我的2徒弟，起来吧。叶晨缓缓起身，目光灼灼地看向陆玄。这时，系统的声音传出：叮，恭喜宿主完成限时收徒任务，收叶晨为徒弟。叮，恭喜宿主获得收徒礼包。陆玄有些期待，收徒礼包会是什么呢？叮，恭喜宿主获得大量修为底蕴。叮，恭喜宿主获得1星地兵大道锁。叮，恭喜宿主获得6星地阶天地异火种子古冷幽火。叮，恭喜宿主获得天阶洗髓丹。声音落下，轰，一股无比精纯的灵能涌入了陆玄的身体，不断冲击着他的4肢百骸，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舒爽的感觉袭来。陆玄的修为暴涨，距离2重玄尊只有1步之遥。陆玄有些激动地坐了下来，开始查看系统的其他奖励。一旁，叶晨恭敬地站着，他看得出来他的师傅有些情绪波动，他也不敢打扰。陆玄开始查看系统奖励。大道锁是什么东西？陆玄喃喃道。系统马上给出了提示：大道锁，道法自然，以大道之力封禁诡异之力，封禁不祥之力。不过当前的大道锁是1星地阶，只能封禁少量的诡异之力和不祥之力。陆玄懂了，这是为叶晨量身打造的，因为叶晨的体内有诡异之力。接着，陆玄开始查看古冷幽火，他喃喃道：好熟悉的名字。陆玄意念一动，一道冷白色的火焰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其上流转着恐怖的灵纹封禁。古冷幽火，异火种子。虽然这只是一个异火种子，但其蕴含的力量却是极其恐怖的。若是解开封禁，恐怕产生一阵剧烈的波动。一旁，叶晨有些震惊，如此恐怖的灵火，他看到灵火之上布满了诡秘的封禁，即使如此，他依旧感到一种心悸的冰寒之力。接下来，陆玄收起古冷幽火，掌心之中出现了一枚丹药，天阶洗髓丹，洗精法髓，提升资质，让人直接脱胎换骨。叶晨再次震惊，因为他在这枚丹药之上看到了好几道丹晕，而且从丹药上泄露出的一丝气息来看，这枚丹药恐怕品阶极高。他咽了咽唾沫。陆玄收起了天阶洗髓丹，点头说道：不错，这一次收徒奖励很给力。陆玄很满意。系统道：叫爸爸。陆玄。片刻后，
陆玄收敛心神，将叶晨唤了过来。他笑着说道：“叶晨，你是我的第2个徒弟，现在我便送你拜师礼。”叶晨愣了一下，陆玄已经取出了天阶洗髓丹，这是洗髓丹，一会儿你服下，我为你洗髓法骨，改善体质。陆玄将丹药放在了叶晨的手中，叶晨目瞪口呆，他望着这枚丹药，有些震惊。1道、2道、9道丹晕，师傅，这是什么品阶的洗髓丹？陆玄很随意说道：“天阶而已，没什么。”叶晨一脸不可思议，天阶丹药9道丹晕，那就是天阶9品了。卧槽，他们整个叶家的底蕴恐怕都换不来这一枚丹药。念及此，叶晨推辞道：“师傅，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陆玄笑了笑，同样的丹药，我也给了你大师姐1枚，总不能厚此薄彼啊。叶晨身体微微一滞，大师姐是大帝，他的心里掀起了滔天巨浪。叶晨脸上露出犹豫之色，师傅，可……陆玄打断道：“收下吧，这东西以后多的是。”叶晨咽了一口唾沫，多的是？他师傅不会是大道宗老祖级别的人物吧？太恐怖了！叶晨只好收下了天阶洗髓丹。接着，陆玄又取出了古冷幽火，是冰寒的气息瞬间席卷整个房间，这是一种刺入骨髓的冰寒，仅仅看一眼，叶晨就觉得有些心悸，仿佛整个身体从血液到神魂都要被冻住。陆玄笑着说道：“这是我送你的第2份礼物，天地异火种子，古冷幽火。”叶晨直接惊呆了，天地异火种子，此物的珍贵，他只在老祖的口中听说过，听说一些大帝为了天地异火展开了滔天大战。陆玄解释道：“这只是1道异火种子，它可以陪着你成长。”说着，陆玄屈指一弹，古冷幽火直接飘到了叶晨的面前。叶晨十分好奇地观察着这道异火种子，现在上面布满了封印禁制。陆玄说道：“你先收入纳戒之中，到时候我会助你收服。”叶晨无比激动地点了点头。至宝，现在师傅送他的都是至宝，连大帝都心动的东西啊！他揉了揉眼睛，这一切好像在做梦，但却是真实发生的。陆玄笑了笑，直接取出了大道锁，地冰大道锁，道法自然，封禁诡异之力，封禁不祥之力。这是一条数丈长的锁链，其上流转着诡秘玄妙的道纹，现在是封禁状态，不过其上依旧泄露出一丝恐怖的气机。叶晨的眼睛瞪大了，这又是什么至宝？这个锁链之上的气机超出了他的认知范畴，即使老祖的准地冰也没有这般强大。叶晨口中喃喃道：“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地冰？”他的身体激动的颤抖。这时，系统的声音提示道：“宿主的2徒弟叶晨体内存在1道诡异之力，他的玉佩之中存在1道准地阶残魂，正在和诡异之力不断抗衡。那道残魂一直在和诡异之力抗争，只不过7年前他已经有些灯枯油尽，所以7年前叶晨的修为受到诡异之力影响，莫名跌落。但那道残魂依旧在玉佩之中，暗中庇护叶晨，但他只能吸收叶晨的灵能。”声音落下，陆玄恍然大悟，他懂了，怪不得这7年里叶晨的修为突然跌落。玉佩中的那个老爷爷也是迫不得己，他一直在暗中保护着叶晨。陆玄问道：“这道残魂是叶晨母亲家族的人？”系统道：“你怎么知道？”陆玄嘴角微微扬起，不解释。陆玄将目光转向叶晨，笑着说道：“徒儿，准备好了吗？我马上就要利用这个灵气抽取你体内的诡异之力了。”此言一出，叶晨难以置信地看着陆玄，声音直接颤抖了起来：“师傅，这是真的吗？诡异之力啊，那可是连叶家准地老祖都一筹莫展的力量，现在终于要被解决了吗？他又可以重新修炼了吗？天啊！”陆玄看着叶晨激动的样子，点了点头。接下来的动静可能有点大。陆玄抬手一挥，一个苍古的黑色阵盘直接落在了房间的四周。轰！陆玄意念一动，封禁阵法直接在叶晨的房间出现了。这正是他师父留给陆玄的底蕴之一。下一瞬间，陆玄解开了大道锁的一丝封印，因为叶晨体内的诡异之力并不多，所以解开一丝即可。是，陆玄注入灵力，默念灵诀，很快从大道锁之上涌现出一道滔天神华。霎时间，大道锁直接锁定了叶晨，直接绑住了叶晨的身体。叶晨微微震惊，接着大道锁之中传出了一股诡秘的力量，十分玄妙，直接开始吞噬叶晨体内的一丝诡异之力。黑色的气体从叶晨的体内飘出，一时间叶晨觉得内心澄澈，全身的经脉似乎可以重新运转灵力了。这是恢复了。叶晨目瞪口呆，这黑色气体就是让我修为跌落的原因吗？黑色气体无比诡秘，不断幻化出恐怖的鬼脸以及其他阴冷的形状，看起来仿若不是这个世间应该存在之物。大道锁闪烁着一股晦涩的波动，发出了令人内心澄澈的大道梵音，直接镇压诡异之力。数十个呼吸里，大道锁不断吸收着叶晨体内的诡异之力。一时间，叶晨只觉得身心舒畅，体内四肢百骸之中熟悉的灵力波动重新开始了运转。他声音颤抖，喃喃道：“回来了，都回来了。”这时，陆玄伸手一探，大道锁直接回到了他的手中。他笑着看向叶晨：“徒儿，你体内的诡异之力已经消除了，这个锁链名叫大道锁，就送给你吧。”叶晨无比震惊，这个至宝也要送给他吗？叶晨问道：“师傅，这是地冰吗？”陆玄淡淡道：“一星地冰，马马虎虎。大道锁正好克制诡异之力和不祥之力。”说着，
陆玄轻轻一推，大道锁直接来到了叶晨的手中。叶晨的眼中神华涌动，轻轻抚摸着大道锁，感觉有些如梦似幻。他这就获得了一件地兵。要知道叶家老族手里也没有地兵啊，只是准地兵而已。陆玄看着叶晨犹豫的样子，笑着说道：“收下吧。不过大道锁威力太强，我已经给你做了封印。随着你实力的提升，大道锁会不断解除封印。”叶晨收下了大道锁，点头说道：“好的，师傅。”扑通！突然，叶晨向着陆玄再次恭敬跪拜。陆玄愣了一下：“徒儿，你这又是作甚？赶紧起来！”叶晨给陆玄磕了3个响头：“师傅，受徒儿一拜。您对我来说有再造之恩，我从未想过有这么一天，竟然能有这样的收获。”陆玄淡淡一笑：“这都是小事，你既然是我的徒弟，我怎么可能亏待你？”说着，陆玄上前将叶晨扶了起来。突然，一变突声，咳。突然，叶晨脖子上的苍古玉佩突然闪烁出一道亮光，接着一道苍老的声音如同大梦初醒一般茫然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了？”那一丝诡异之力竟然消失了。苍古玉佩微微震动，传出来一股无比恐怖的波动。叶晨直接惊呆了：“卧槽，什么东西？他脖子上的玉佩里面竟然有一个人！”叶晨很不解，这玉佩不是他的母亲留给他的吗？怎么里面会有一个鬼东西？下一瞬间，一个诡异的黑雾从玉佩中钻了起来，逐渐凝形，是一个灰袍老者的模样。叶晨下意识就要祭出大道锁。陆玄淡淡一笑：“他不是诡异之物。”叶晨死死盯着这个灰袍老者，愤怒道：“你是谁？”灰袍老者轻轻敲了敲自己的脑袋：“我是谁？哦，我想起来，我是药家长老药言。我是药家长老药言。”闻言，叶晨微微一愣：“药家？父亲说他的母亲就是来自于南荒霸主级势力药家。”黑袍老者脸上露出一丝苦涩之意：“小家伙，我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你，这些年你修为跌落其实和我也有一点关系。”叶晨皱眉：“什么意思？”黑袍老者说道：“7年前我就可以吸收你体内的灵力了，所以你的灵力一直无法提升。”什么？叶晨突然如同疯子一般跳了起来，一脸狰狞地看着黑袍老者，没想到竟然是这个黑袍老者的原因。一时间，积压在心中长达7年的愤怒和怨恨彻底爆发。叶晨无比气愤地看着黑袍老者，凝声说道：“我草你妈！”黑袍老者脸上一抽，连忙说道：“你听我解释，我还没有说完。”陆玄嘴角微微扬起，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叶晨瞬间头发飘扬了起来，他的眼睛无比通红，指着黑袍老者怒骂了起来：“7年了，你知道这7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你知道我承受了什么？我的父亲又因为我承受了什么？就因为你，大长老的儿子向我发出了誓子挑战，就因为你，南宫白雪要退婚。”叶晨唾沫横飞，狠狠地发泄着。沉寂一瞬，黑袍老者的脸色阴晴不定，缓缓说道：“叶晨，我知道你很不爽，但是你听我说完。”叶晨冷冷地看着黑袍老者，黑袍老者叹了一口气，开始缓缓讲述了起来：“叶晨，16年前，你的母亲生下了你，但因为你根据要家族规，你的母亲需要受罚，而你被视为不该存在，被其他支脉针对。为了让你活下来，你的母亲让我带着你，隐匿身份来找你的父亲。只是没想到这个消息败露了，我们一行人遭遇了埋伏，敌人在必经之地布下了一角上古大地阵纹，我们被传送进了荒古禁区之中，在那里你沾染了一丝诡异的力量。为了救你，我燃烧肉身，我燃烧神魂，这才将你带出了荒古禁区。我用尽了最后一丝灵力，压制了你体内的诡异之力。等到我来到青城叶家的时候，我已经灯枯油尽。我将你交给你父亲之后，便要消散于天地之间。只是你母亲的那个玉佩突然爆发出一股力量，把我吸收了进去。”此言一出，叶晨直接愣住了。也就是说，这个药言就是父亲所说的那个黑袍男子，是他救了自己。这时，药言抬手一挥，一道神华涌出，一幅残缺的画面缓缓流转，出现恐怖的荒古禁区之中，诡秘的道纹流转，不断演化出瘆人的形状的图案。这里如同废土一般，无比荒凉，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地上峰峦折断，河川断流，到处都是诡异的地形，凝聚着某种颠倒天地之力的是，在这里，圣人的尸骨随风飘散，暮年圣王陡岩残喘，依稀可以看到一些准地面色枯槁。在他们的身后有一座座大墓，十分苍凉。一个黑袍老者抱着一个婴儿行走在这恐怖的尸之中。黑袍老者是3星准地，但强如3星准地，陷入这种荒古禁区的地势之中，竟然如同陷入沼泽一般，走起路来扭扭曲曲，防若随时都要倒下。在黑袍老者的身旁还有其他几个准地和半地。黑袍老者咬牙说道：“我一定要将叶晨带出去，他是他母亲的执念。”闻言，其他几人目光坚定，看向黑袍老者怀中的婴儿，直接说道：“我们燃烧肉身吧。”说着，其他几人直接燃烧肉身，献祭。献祭之力形成一道地威护盾，庇护着黑袍老者和那个婴儿。没过多久，几人燃烧寿元，燃烧神魂，最终身消道陨，化作齑粉，陨落在这苍凉的地势之中。见此，黑袍老者面如死灰，他直接燃烧肉身，是准地之躯焚烧，化作滔天威势席卷四周。可在荒古禁区之中，到处交织着道卷晦色的道与势，准地燃烧肉身的这股力量根本不够看。不多时，黑袍老者直接燃烧寿元，
然后燃烧神魂。突然，一股黑色气雾飘来，黑袍老者马上将婴儿抱紧。可惜那股黑色的气雾还是有一丝泄露，涌入了叶晨的体内。画面到这里就直接模糊了，叶晨深深地震惊住了。这个地方看起来让人绝望，即使是在黑袍老者的记忆印象之中，也带给他无尽的震撼和冲击。这里强如圣王，只能化作枯骨；强如准帝，竟然无法抗衡这片禁区的是，简直恐怖。叶晨感觉有些头皮发麻。药前辈，这是什么地方？为何这般恐怖？药言的眼中露出一丝余悸。荒古禁区乃是南荒有名的兄弟之一。这时陆玄问道：药言，你是如何走出荒古禁区的？你的准帝之躯没有任何机会。药言的眼中再次涌出了一丝回忆之色。片刻后，他的手中再次出现一道神华。我想起来了，有人救了我们。接着一段痛苦的回忆印象再次浮现了出来。在一处倒塌的山峦腹地，有一个灰袍人盘膝而坐，狂风席卷，诡异的迷雾将其交织，他的背影难辨男女，无尽苍凉，背负着一方天地的事，显得无尽的孤独和落寞。而在这个灰袍人的四周，氤氲着恐怖的诡异之力和不祥之力，两种恐怖绝伦的力量。药言无比震惊，竟然有人可以抗衡这传说中的两种禁忌之力。要知道，在这世间，地境虽强，但有两种禁忌之力完全克制大地，一种名为诡异之力，一种名为不祥之力。而此刻，药言惊住了，竟然有人同时沾染了两种禁忌之力。灰袍人是个高星大帝，但如此，在两股禁忌之力的风暴之中，这个强者如同风烛残年一般不断飘摇。药言不由得心生所感，声音颤抖道：前辈，不知可否出手救救这个孩子？声音落下，那个灰袍大帝蓦然转头，眸光如同日月，璀璨仿若星辰，直接洞穿了两股禁忌之力的迷雾。道运地位，灰袍大帝身上直接爆发出了无上之力，那种力量超越了药言的认知。见此一幕，药言无比震惊，这个灰袍大帝的实力竟然恐怖如斯，仅仅是一道目光就撕裂了这荒古禁区的事，其实力甚至在药家至强老祖之上。这时，灰袍大帝的视线看向了药言怀里的婴儿，其目光微微一缩。灰袍大帝问道：他叫什么名字？药言恭敬道：叶晨。灰袍大帝沉寂一瞬，缓缓开口，声音无比悠长：我嗅到了一丝因果的味道。药言微微一愣：前辈，这是何意？灰袍大帝的声音飘忽不定：今日因，他日果，我的身上沾染了诡异和不祥，希望……接下来的话，药言根本没有听到。他茫然：因果之力什么意思？瞬间，药言只看到灰袍大帝拂袖一挥，一道通天的力量仿若穿越古今，直接逆转了这一方天地的道与势，将药言和叶晨推出了荒古禁区。不过是数个呼吸，药言已经站在了荒古禁区的边缘，他陷入了深深的震惊。这个灰袍大帝究竟是谁？莫非是古之大帝？古之大帝修为通天，绝非这一个纪元的帝境可以比较。根据上古典籍记载，有些上古大帝晚年不详，沾染了诡异之力，但此时药言虽然心潮澎湃，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他的神魂还剩下一丝力量。最终他将叶晨交给了叶晨父亲，也就是叶家族长。画面到此再次终结，叶晨直接僵立在原地，他的脑海中掀起了一道风暴。大帝，这就是大帝吗？竟然如此恐怖！还有那传说中的荒古禁区，还有那个修为通天的灰袍大帝，这一切太过震撼。不过现在自己已经被师父吸收了体内的诡异之力，可以再次修炼了。他的心中燃起了一道火焰，修炼不入地境，终为蝼蚁。他叶晨可以重新崛起了。突然，叶晨想到他的师父随手取出的一个地冰就可以压制那诡异之力，这岂不是意味着他的师父和荒古禁区的那个灰袍大帝一样强大，甚至更强？念及此，叶晨无比震惊地看着陆玄。陆玄淡淡一笑，他似乎从叶晨的眼里看到了一丝崇拜的意味。这小子心里又想到了什么？这时叶晨仔细看着陆玄的身体，不对，相比那个灰袍大帝，他的师父身上气息超凡，有一股玄妙之意，仿若天神临尘，纤尘不染，看不到任何一丝诡异和不祥的力量。想到这些，叶晨的心里再次想起滔天巨浪，他可以断定他的师父比那个灰袍大帝更强大。师父，叶晨不由得声音颤抖，看着陆玄，崇拜的五体投地。陆玄笑了笑，来到叶晨旁边，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叶晨的身体在颤抖。陆玄笑道：叶晨，其实你得感谢药言前辈，是他将你带出了荒古禁区，而且这些年其实都是他在帮你抗衡体内的诡异之力。叶晨尴尬一笑，叶晨耳根发红，草率了。叶晨马上转身，一脸歉意地向着药言恭敬一拜，他的脸色羞红。对不起，他说得很大声。刚才药言前辈从他胸前玉佩钻出来的时候，他不分青红皂白就将药言骂了一顿。现在想来，或许药言和他母亲是有关系的。叶晨抱拳道：是我太鲁莽了。药言抚须笑了笑，不以为意，骂就骂了。这些年你遭受的嘲讽和谩骂太多了，你也需要发泄。你能坚持到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很不容易了。说着，药言的眼中充满了一股欣赏之意。他在玉佩之中可是见证了叶晨这16年来的成长。在修为跌落的这7年，虽然叶晨总是想要放弃，但他从来没有这么做。念及此，
耀言语重心长地说道：“叶晨，其实这7年正是我汲取了你的灵力，才勉强帮你抗衡诡异之力。可惜7年前我的力量就已经耗尽了，所以我只能做到勉强抗衡。抱歉。不过也正是因为你没有放弃修炼，所以你才活下来了。你有没有想过，这7年你所经历的事情，让你的心境也成长了许多？”声音落下，叶晨微微一愣。耀言前辈说的对，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16年，他曾踏足山巅，也曾跌落低谷，这2者都让他受益良多。念及此，叶晨向着耀言恭敬一拜：“多谢耀言前辈，这些年谢谢你了。你放心，终有一天我会帮你重新凝聚身体。”耀言淡淡一笑：“无妨，我现在不过是一缕残魂罢了。看到你恢复了，我的执念也消散了。你母亲要流离，交给我的任务也终于完成了。”叶晨默念着“要流离”3个字，喃喃道：“这就是我母亲的名字吗？”耀言点了点头：“你的母亲乃是我南荒药家的神女，她的天赋逆天，风华绝代，是我药家万年不遇的天才。”叶晨震惊住了，现在知道了他母亲的事情，他的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丝渴望，渴望见到他的母亲。沉寂一瞬，叶晨看向耀言，他意识到耀言前辈应该和他母亲关系很深。“耀言前辈，我该如何称呼您？”耀言笑了笑：“我算是你母亲这一脉的老祖之一，你便叫我药老吧。”药老。叶晨默默点头。陆玄想到了什么，嘴角微微扬起。这时耀言将目光转向了陆玄，神色有些忌惮和好奇。他试着探查了一番陆玄，可是他根本看不透，显然陆玄的实力是远远凌驾于他之上的。叶晨已经拜师，眼前这个白衣青年竟然可以吸走传说中的诡异之力，堪称逆天，从未听过有人可以吸收诡异之力。难道这个白衣青年比之前他在荒古禁区遇到的那个灰袍大帝还要强大？念及此，耀言笑着看着叶晨：“叶晨，介绍一下你的师傅。”闻言，叶晨愣住了，他很尴尬，他发现到现在他还不知道他的师傅叫什么，只知道是大道宗清玄风的风主。等等，清玄风怎么好像有点熟悉？他父亲曾经提过，但具体是什么时间太久想不起来了。叶晨脸上尴尬，恭敬地向卓陆玄一拜，然后挠了挠头：“师傅，我还没有问过你的名字。”耀言的笑容僵硬在脸上。这陆玄淡淡一笑：“我名陆玄。”陆玄。嗡！叶晨的脑海中划过一道闪电，他想起来了，怪不得刚才想到清玄风时候，他感觉哪里听过。清玄风、陆玄、大道宗，这3个关键字直接让他想起了叶家圣人对众多天才的告诫：如果有一天去往大道宗，千万不能拜入清玄风陆玄门下，如果拜陆玄为师，你一辈子就废了。陆玄是个废物。想到这些，叶晨的脸色一红。陆玄看穿了叶晨的心思：“徒儿，你想问什么？”叶晨摸了摸鼻子，他实在忍不住想问：“师傅，你和外界传闻的那个陆玄不是同一个人吧？”陆玄淡淡一笑：“就是我。”叶晨他懵住了，他的师傅如此强大，怎么可能是个废物？传闻有误。耀言看到叶晨的表情，问道：“怎么回事？”叶晨将一些有关陆玄的传言告诉了耀言。耀言微微皱眉，不断摇头：“你的师傅连我都没有看透，更是掌握了吸收诡异之力的方法。他在我的面前就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陆玄前辈一定是高星大帝。”陆玄淡淡一笑：“不置可否。”见此，叶晨和耀言更加确信了，这就是绝世强者吗？早已不在乎外界的议论，超然物外。突然，耀言心中震惊了起来。难道说荒古禁区的？他想到了一个可怕的事情，因为在荒古禁区，那个灰袍大帝的身上沾染了诡异和不祥之力，他曾提到过因果之力。难道想到这些，耀言并没有说出来，因为天道因果乃是冥冥之中的力量，他若道破，或许就破了那种因果。他震惊了。很快，耀言压下心中的猜疑，要知道此等涉及到大帝，甚至古之大帝的隐秘，是他无法承受的，不可言，不可触。这时，叶晨开口询问他母亲的事情。耀言淡淡摇头：“你的母亲要流离的事情，我以后会告诉你的，现在你还没有资格了解。”叶晨愣住了：“药老，什么意思？”耀言闭上了眼睛：“等你踏入玄圣境，我会告诉你的。”叶晨身体微微一滞，没有继续询问。陆玄拍了拍叶晨的肩膀：“现在别想这些，你母亲的事情对你来说太过遥远了，你现在要面对的是7天后的世子挑战和退婚。”叶晨从恍惚中惊醒：“师傅，请助我一臂之力。”耀言点了点头：“你师傅说的对，这几天你就提升实力吧，等到这场风波过去了，我会教你炼丹之术。”炼丹之术？叶晨有些震惊。要知道在南荒，炼丹师的地位超然，高阶炼丹师备受尊敬，其甚至可以支配一个大势力。陆玄笑了笑：“果然。”耀言很欣赏地看着叶晨：“叶晨，你的体内流淌着我药家的血液，我药家就是以炼丹术崛起于南荒的，到时候你给我看看你的炼丹天赋。不过我相信你的炼丹天赋会很强。”闻言，叶晨露出了一丝期待之意。正所谓技多不压身，不过现在嘛，就在师傅的指导下快速崛起吧。萧耀言直接化作一道流光，钻入了叶晨胸前的玉佩之中。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传来：“定，徒弟养成任务发布，7日内让2徒弟
叶晨踏入玄黄境，任务奖励会根据完成度发放。陆玄微微一愣，养成任务虽迟但到，不错。陆玄看向叶晨，好了，现在不要想别的事情了，剩下的时间我会助你踏入玄黄境。叶晨有些激动，从纳戒中取出了一枚传音玉简，他告诉父亲，剩下的这段时间不要来找他，他已经布下了封印禁制，要苦修。做完这些，叶晨收敛心神，看向陆玄，师傅，我该怎么做？陆玄点了点头，屈指一弹，一道神华涌入了叶晨的身体，在他的体内循环了1个周天。他发现了叶晨体内的问题，长达7年没有修炼，叶晨的体内世界没有经过灵力的洗礼和冲击，已经有些凝滞了，就如同堵塞的河道一般，到处都是堆积的淤泥和杂质。陆玄查看了一下叶晨的控制面板，二徒弟叶晨，资质大地之姿，单道天阶天赋，功法地阶6级崩，其他体内经脉阻塞凝滞，建议服用天阶洗髓丹。见此，陆玄喃喃道，如果再给叶晨一个地阶功法就完美了。系统说道，以后会有的。陆玄点了点头，对叶晨说道，先服下洗髓丹，我为你护法。闻言，叶晨盘膝而坐，调息自己的气息，在身上取出了一堆中品灵石，取出了那枚天道洗髓丹。看着丹药上的9道丹晕，叶晨有些恍惚，这可是天阶9品洗髓丹啊，他就要服下了。叶晨的手微微颤抖，直接将洗髓丹吞下了。轰！叶晨的体内世界仿若一道惊雷炸响，洗髓丹的力量如同一道闪电在叶晨的体内穿梭，玄妙超脱的气机从他的身上不断流转而出。一时间，叶晨的身上闪烁着流光，玄妙晦涩的道纹，叶晨的体内世界不断交织，在血液之中沉浮，在骨髓之中流淌，在经脉之中贯通。洗精法髓，这是一种超脱的力量，可以说是无限接近天地之力。叶晨的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的悟性似乎在增加，他仿若可以看到天地大道共鸣，玄妙之理在他的身上辉映着，有一股无比恐怖的宝相在争辉。很快，叶晨的身体被打湿了，汗水不断渗出，是黑色的。慢慢的，除了黑色汗水，还有大量黑色杂质。叶晨仿若全身涂抹上了一层黑色的泥土，看起来有些诡异。陆玄偶尔出手，为叶晨压下身上的气势。要知道，这可是天阶洗髓丹，若不是陆玄手中掌控着系统交给他的操控之法，叶晨服用这天阶洗髓丹，恐怕直接爆体而亡。毕竟他只是一个炼气境，哪里有资格承受这等恐怖的力量？而此时，玉佩之中，耀言感应着这一切，心中无比震撼。天阶9品丹药啊，其中蕴含的力量恐怖绝伦，但叶晨的师傅竟然如此游刃有余的操控。一时间，耀言对于陆玄的敬畏再次提高了很多。叶晨拜陆玄为师，这是他的福分啊！他震惊，大道宗竟然隐藏着这样一个无上的存在。与此同时，叶晨已经进入了一种无比奇异的状态。这个洗髓丹是天阶9品，除了洗精法髓之外，还蕴含了道与运。虽然叶晨从未见识过此等玄机，但是那种道与运却是主动的为叶晨的体内刻下道纹和烙印。叶晨时而苏醒，时而陷入茫然。天阶丹药的力量远远超越了他可以承受的范畴，他只能被动接收。炼气境3层，炼气境7层，玄世境前期，玄灵境。仅仅是吸收了洗髓丹的力量，叶晨的修为就直接提升到了玄灵境。丁，宿主2徒弟的修为正在提升，开始同步。系统的声音响起，陆玄淡淡一笑，感受着修为底蕴在自己体内冲刷的快感，熟悉的感觉，舒爽。要知道这个时候，姬扶摇也在不断反馈修为。丁，宿主大徒弟的修为正在提升，开始同步。陆玄的修为增长速度提升了极多，不错不错。陆玄嘴角微微扬起，他种下了种子，现在收获已经开始了。不多时，叶晨缓缓睁开眼睛，他震惊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巨变，他的骨骼无比晶莹剔透，散发着圣洁的光辉，他的丹田仿若一片星空，如同一方大域，他的体内世界无瑕无垢，甚至连发丝都变得无比晶莹，这是洗髓丹药力所致。除此之外，他觉得自己的天灵盖无比的透亮，仿若天人交感，随时可以悟透任何功法玄妙。陆玄淡淡道，先别急着起来，再消化一下丹药的力量。闻言，叶晨一边运转灵诀，一边感受着洗髓丹的余力在他的体内流转，内心澄澈，道心通明。叶晨仿若置身一道清澈的河流之中，周身不断被圣水洗礼，他走向了空灵之境。又过了半日，叶晨身上的光辉暗淡了下去，并不是消失了，而是隐晦了下去。至此，叶晨已经焕然一新。陆玄点了点头，到了这个时候，一切都准备好了，叶晨可以修炼了。叶晨十分感激地看着陆玄，多谢师傅。陆玄点了点头，他倒想看看叶晨的修炼速度能不能超过姬扶摇。这时，叶晨怀中的传音玉简不断震动，他取出传音玉简，注入灵力，听到了父亲的传音，声音有些急促：“晨儿，我给你传音很多次，你都没有回应。”闻言，叶晨有些不好意思道：“父亲，我刚才正在修炼。”族长微不可察地叹了一口气，不知道说什么好。晨儿，我来到你的房间几次，发现你布下了封印禁制，我就没有打扰你。叶晨听到族长的语气，知道父亲有些担心他，便说道：“父亲，不用担心我，我没事。”族长松了一口气：“晨儿，如果有事情，一定要告诉我。”
叶晨说道：“放心，父亲，我不会乱来的。”族长说道：“哦，对了，这几天我可能需要去祖地一趟，老祖召唤说是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叶晨皱眉道：“极其重要的事情？”族长语气变得十分凝重，甚至连声音都压低了很多。这关系到我叶家的一个隐秘。我叶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一个强者。我叶家是效忠于那个强者的。叶晨有些震惊，他怎么从未听过此事？族长密声说道：“不过这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现在我们叶家的高层都在为这个强者降临做准备。不过叶良辰和你的世子挑战还会继续，甚至南宫白雪的退婚，我们叶家也并没有推掉。不过那个强者什么时候降临，老祖还在沟通。”叶晨愣住了，那个强者是谁？族长淡淡一笑说道：“晨儿，你先不用担心这些，说不定那个强者降临之后会有你的机缘。”叶晨嘴角微微扬起，很想告诉父亲自己已经拜师，但是他忍住了。等到家族大会的时候，他要一鸣惊人。族长说道：“好了，我先去祖地了。”叶晨道：“好。”他收起了传音玉简，将这件事情告诉了陆玄。陆玄微微皱眉，有强者要降临，能让叶家准地老祖如此惊动，想必一定是个地境了。不过陆玄并不慌，他手里还有一个一星大帝体验卡。这时叶晨很自信地说道：“师父，即使那个强者来了，恐怕也不是您的对手。”陆玄淡淡点头。叶晨说道：“师父，我继续修炼吧。”陆玄取出了几瓶丹药，这些丹药你可以服下。叶晨接过丹药，查看了一番，有些震惊，竟然都是地阶丹药，品阶太高。这些丹药都是提升修为底蕴的。家族大会的时候，叶良辰大概率会踏入玄黄境，所以他也要踏入玄黄境。念及此，叶晨吞下几枚丹药，开始运转功法，疯狂地吸收着面前的中品灵石。很快，系统的声音传来：“定，正在同步二徒弟叶晨的修为；定，正在同步大徒弟姬扶摇的修为；定，正在同步大徒弟姬扶摇的感悟。”磅礴的灵能涌入了陆玄的身体，不断冲击着他的四肢百骸。酥麻。陆玄看向叶晨，很是欣赏。叶晨的修炼速度不输姬扶摇，若是之后再配上地阶功法，那简直要逆天了。现在2个徒弟，他修为提升速度已经这么快了，以后若是3个徒弟、4个徒弟，想想都觉得刺激。一旁，叶晨正在苦修，陆玄直接躺在叶晨的床上休息了起来，并没有一丝负罪感。叮叮，美妙的声音不断响起。叶家祖地，只见一个个苍古的巨柱冲天而起，其上铭刻着气势冲天的苍龙。这些巨柱形成了一个参天大阵，恐怖的灵气向着巨柱所在之地汇聚，这里充满了诡异的道纹，准地之威向着四周缓缓倾泻。祖地苍茫，已经被叶家老祖以造化之手改造过了，这里呈现出一道道恢宏的气韵，显得十分神圣。这一日，叶家族长、大长老等重要的长老都被召唤于此。轰轰轰轰，叶家族地深处，数道恐怖的身影缓缓从迷雾之中走出，皆是叶家的老祖，由3大准地老祖领衔，他们的身后都是半地老祖和一些圣王老祖，这就是叶家的顶级底蕴。在这一刻，竟然全部选择了出世。族长等人看着眼前的景象，都十分震惊。叶家的准地老祖和半地老祖都出世了，他们的身上虽然有意做了某种压制，但还是不经意间泄露出准地之威。族长等人直面3大准地老祖，如同置身于风暴之中，身体不断颤抖。其他半地老祖和圣王老祖默默跟在3大准地老祖身后，目光恭敬。3大老祖的目光一扫昔日的浑浊，他们向着族长等人看去，双眸如同2轮巨日在燃烧，让族长等人的神魂都得有些刺痛。族长等人震惊，要知道他们在之前也是见过3大准地老祖的，那个时候3大老祖如同行将就木，气息腐朽，如同残烛飘摇，但今日完全不同了，甚至于连他们身上的气势都变得如同枯木逢春一般，再度崛起。族长等人震惊地看向3大准地老祖，马上跪拜了起来。扑通扑通，族长等人如同潮水一般跪了下来。恭喜老祖功法有成，可喜可贺！恭喜老祖功法有成，可喜可贺！3大老祖淡淡一笑，并非功法有成，而是我叶家所拜的真龙要归位了。闻言，族长和大长老等人皆是对视了一眼，说的是叶家之上的那个强者。曾经老祖提到过，一旦那个强者归来，叶家必定立下天道誓言，奉其为主，这一等就是3000年。3大老祖拂袖一挥，一道通天之力瞬间席卷而上，将这一方小天地封禁了起来。瞬间，头顶的虚空凝滞，闪烁着璀璨的神华，祖地已经隔绝于外界。做完了这些，老祖还不放心，他们抬手间撒下了数道神华，咻咻咻，直接给在场的族长等人体内也布下了禁制。见此，族长等人脸色巨变。这时，3大老祖的目光向着众人巡视，诸位叶家后人，接下来我要说的涉及叶家的隐秘。之前我等或许在只言片语中提及过叶家的背景，但并不详尽，也并未道出我叶家真正的靠山。众人皆是一惊，叶家老祖脸色凝重，身上地威浩荡，继续说道：我叶家的背后有一尊真正的大帝，他的名字叫做扶摇女帝，他的势力叫做扶摇皇朝。扶摇皇朝！听到这个消息，族长和大长老等人都陷入了震惊。他们之前对此有所耳闻，但没想到他们的靠山竟然是已经陨落的扶摇皇朝。3000年前，我叶家是扶摇女帝麾下的一股势力，最后一战，
扶摇皇朝遭遇了天罗殿的袭击，再加上内部出现了叛徒，那一战扶摇皇朝几近倾覆。但女帝陛下以一己之力扛天罗殿3尊大帝，将麾下精锐分成3股，令其逃出。我叶家就是其中一支。而后，女帝陛下以上古秘法觅得一丝生机，如今归来重修。3000年了，我叶家陨落了数尊准帝和半帝，终于等到女帝陛下归来。我3人已经与女帝陛下取得了联系，她将在我家族大会那一天降临我叶家。声音落下，如同雷霆一般响彻祖地，所有人都震惊了。族长脑海中闪过一道光芒，恭敬说道：“老祖，如果女帝陛下降临，可否让她帮助出手，镇压晨儿体内的诡异之力？”闻言，一个灰袍老祖淡淡摇头：“不可。”族长微微一愣：“为什么？”灰袍老者叹息说道：“并不是我不愿意请求女帝陛下，而是女帝陛下现在重修，修为还不到圣人，连圣人都不是。”族长心中的希望再次破灭。这时，一个长老皱眉问道：“老祖，女帝已经不是当年巅峰，可有资格引领我叶家？”呵呵，灰袍老祖淡淡一笑，缓缓开口：“其一，我等几人皆立下誓言，女帝陛下归来，若有诏，诏必回。其二，女帝陛下的第一势力黄巢龙位依旧存在，我叶家若是选择背弃，叶家只有覆灭这一条死路。”声音落下，众多叶家长老脸色凝重。事已至此，只能按照老祖的安排来。场中议论纷纷。若是扶摇女帝可以让我们叶家再度崛起，即使成为女帝麾下，也没有什么丢人的。可我们的敌人将是天罗殿。这千年，天罗殿越来越强大了。南荒的诸多灭宗灭族惨案都是天罗殿所为，偏偏没有人可以制裁。我叶家不过一个准帝阶势力，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片刻后，3大老祖拂袖一挥，压下了众人的议论。接下来几天，我会传你们一些扶摇皇朝的无上秘法，你们的战力都会得到提升。想必女帝陛下看到会十分高兴。叶家众多圣人皆是有些激动。无上秘法。这时，大长老皱眉问道：“老祖，过几天就是家族大会了，南宫家或许也会降临，这会不会冲突？”灰袍老者淡淡一笑：“你想问世子挑战和那退婚一事？呵呵，那都是小打小闹。世子之位本就是年轻一代竞争，就让他们争去吧。至于南宫家的退婚，我叶家到时候会再次投入女帝麾下，区区南宫家背离，无伤大雅。”闻言，众人明白了，现在叶家最重要的是扶摇女帝降临，至于什么世子挑战，什么南宫白雪的退婚，就是小事，老祖并没有放在心上。接下来，3大老祖盘膝而坐，沉浮在虚空之上，身上流转着璀璨的准帝道纹。他们的缓缓开口，道出了尘封千年扶摇皇朝的无上秘法。随着3大老祖传道，如同大道泛音，这一方天地之间道与运交织，玄妙的契机在场中不断流动。叶家诸多圣人开始用心聆听，皆是盘膝而坐，运转灵觉。一时间，叶家祖地之中灿灿神华交织不休，如同一方星域，如同一道长河。黑岩山脉，姬扶摇已经修炼了10余日。楼阁之中，姬扶摇一袭火红色长裙，凹凸有致的身材之上氤氲着璀璨的光芒。他的身体之上浮现出诡秘的纹路，如同冰肌玉骨，无瑕无垢，仿若谪仙凌尘。他缓缓睁开眼睛，他已经踏入了玄宗境后期大圆满，灵火之道距离圆满之境只差一步。不仅如此，他利用大道经不断涤荡自己的道基，现在他的道基已经变得无比晶莹，其上有淡淡的道纹浮现，逐渐向着完美道台的方向转变。多亏了师傅给他兑换的大道经，他的眼前不由得浮现了陆玄的模样。不知道师傅现在如何了？姬扶摇喃喃说道：“师傅，等我处理完叶家的事情，马上返回清玄峰。”片刻后，他缓缓起身，收敛自己身上的气息，走出了楼阁。外面，王蛮和青烟等人早已待命，他们一脸喜色，早已知道姬扶摇修为暴涨，笑着说道：“恭喜陛下的修为距离当年巅峰更进一步。”姬扶摇雪景微清，问道：“黑岩山脉可有玄宗境火烈兽？”青烟马上从怀中取出一枚地图玉简，神念探入。片刻后，他笑着说道：“女帝陛下，正好有一块火烈兽的领地，不过他们的首领修为是玄尊境。”姬扶摇点了点头：“玄尊境而已，你们等我猎杀火烈兽归来，我们就动身去青城叶家。”王蛮和青烟恭敬说道：“遵命，我等已经联系过青城叶家，正好过几天是叶家的家族大会，我们可以过去看看。”姬扶摇淡淡道：“可以。”不多时，姬扶摇踏空而起，脚下出现一道神虹，直接向着火猎兽所在之地飞去。半日后，姬扶摇降临火猎兽领地，这里火猎兽数量众多，身上燃烧着无比恐怖的火焰，如同一轮巨日。每一个火猎兽身形都无比巨大，就像一座小山一般，比起火渊秘境第1层的镇关火兽强大了太多。姬扶摇一脸风轻云淡，正好借这一战踏入灵火之道圆满了。他的身上涌动着淡淡的神华，恐怖绝伦的气势轰然爆发，直接开杀，如同风卷残云，如同秋风扫落叶。恐怖攻击落下之处，众多火猎兽不断暴毙，完全是秒杀。不过数百个呼吸，所有火猎兽被屠灭。姬扶摇心有所感，立于灵火风暴之中，直接运转焚天诀，开始领悟灵火之道。一时间，他身上的气势开始暴涨。青城叶家叶晨还在修炼，4天时间已经过去，
现在的叶晨已经一举踏入了大玄王境中期，突破玄黄境只是时间问题。陆玄看着叶晨苦修的样子，很是满意。天才就是天才，叶晨的修炼天赋堪比姬扶摇，都是大帝之资，修炼速度十分逆天。如今2个徒弟都在苦修，陆玄体内的修为底蕴提升得很快。这几天，陆玄直接踏入了3重玄尊境，他在叶晨的床上躺了好几天，叶晨则是盘膝坐在地上苦修，药老不时指点一番，有时候询问一下陆玄的意见，陆玄往往以好对等回答。如此表现落在药研眼里，更是觉得陆玄无比神秘。突然，系统的声音传来，叮，宿主大徒弟姬扶摇正在感悟灵火之力，开始同步。叮，宿主大徒弟姬扶摇正在感悟灵火之力，开始同步。瞬间，一股无比磅礴的灵火感悟涌入了陆玄的脑海之中。陆玄从未见过这么多灵火感悟，扶摇这是要踏入灵火之道圆满了吗？陆玄查看了一下系统，果然姬扶摇已经踏入了灵火之道圆满。陆玄微微一愣，姬扶摇的灵火天赋果然逆天，不愧是上一世以灵火之道正地的存在。接着，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叮，宿主大徒弟的修为正在提升，开始同步。陆玄再次感应到一股汹涌的灵能冲击在体内的经脉，这股灵能是以往的数倍。姬扶摇的面板上，他的境界从玄宗境后期大圆满，直接跳到了1重玄尊境，而陆玄直接踏入了4重玄尊境。感受着体内磅礴汹涌的灵能，陆玄有一丝激动。才不到2个月时间，他直接踏入了玄尊境，而他什么也没干，只是躺着，这种感觉简直爽不可言。不多时，叶晨缓缓睁开眼睛，他十分惊喜地看着陆玄，师父，我踏入大玄王境了中期。他一脸难以置信地检查着自己的身体，十分激动。陆玄淡淡一笑，还有3天时间，接下来就不要服用丹药和吸收灵石了，我助你吞噬异火种子。叶晨一脸震惊，古冷幽火的种子吗？就在这时，是叶晨胸前的玉佩之中，药研直接钻了出来。呵呵呵，吞噬异火种子吗？正好是老夫擅长的领域。药研不请自来，向陆玄提出要帮助叶晨吞噬古冷幽火。陆玄淡淡一笑说道，药老既然这么自信，那就你来吧。叶晨马上从纳戒中取出了古冷幽火。呼，虽然古冷幽火之上布满了封印禁制，但当它重现在房间之中时，恐怖的气息还是向着四周弥漫了开来，冰寒渗人。叶晨可以感受到这一株异火种子之中蕴含的恐怖力量。见此，药研有些激动。他是一个炼丹师，终日和灵火打交道，但也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看到一株天地异火。有如此机缘，他自然要向陆玄提出自己来帮叶晨吞噬，毕竟这只是一个异火种子，而不是真正成长起来的天地异火。药研还是相当有自信，可以压制这一株古冷幽火的。他摊手右手，古冷幽火瞬间飞到了他的面前。药研开始仔细观察这株异火种子，他喃喃说道，叶晨，让老夫准备一下。吞噬异火很简单，但这株异火之中蕴含着恐怖力量，我不能让它伤害到你的根基，给我一点时间。哦，对了，到时候这株异火种子一旦解开封印，一定会引来天地异象，我会帮你压制住。叶晨恭敬说道，多谢药老了。药研点了点头，身上涌出淡淡的神华，开始一点点卸去古冷幽火之上的封印之力。他的灵火之道是超凡之境，压制这株灵火不算太困难。圆满、大圆满、超凡。而此时，叶家祖地之中，3大老祖的身形盘膝坐在虚空深处，缓缓传道。他们所传下的正是扶摇皇朝的无上秘术，这也是他们叶家屹立不倒的根本。曾经，他们凭借女帝赐下的这个无上秘术，成为了扶摇皇朝3大麾下之一。随着叶家3大老祖传道，这无上秘术的玄机涌动，如同有大道印证，在这一方天地之间凝出了灿灿神华。虚空被神华所渲染，仿若星河垂落。3大老祖之身，一方星河之中，看起来无比深邃高远。他们俯视着叶家族长等人，这些人都是叶家最具修炼天赋，而且已经踏入圣境之人。按照3大老祖的猜测，他们传下这无上秘术，一定有不少人可以参悟其一丝玄机。念及此，3大老祖静静等待。场中，族长和大长老身上宝光乍现，隐隐有战意凝聚而出，杀伐之力通天而起，直接在虚空之上凝出一道道天地异象。苍穹之上，杀伐之力不断汇聚，演化出气势滔天的诸多印象。族长修炼有成，他的头顶直接出现了一道通天长枪，枪出如龙，龙游四海，海沸山裂，裂势穿云，恐怖。大长老跟随其后，将其领悟。他的头顶直接凝出了一道灵火之海，通天灵火仿若一道火渊，不断沸腾，冲天的热浪直冲云霄，蔚为壮观。接着又有数个圣人长老参悟了，他们的头顶也皆是凝出了天地异象。只是因为这族地之中被3大老祖联手布下了通天封印，所以这天地异象并未显化在叶家之地。叶家族地之外，其他人也并不知晓。3大老祖点了点头，不错，能参悟到这种程度，说明你们的天赋都不错。大长老有些惊异地问道，老祖，这个无上秘法莫非是激发我们自身的道？我走的是灵火之道，所以我的攻伐之力提升了数倍，竟然可以在攻击的时候产生天地异象。灰袍老者点了点头，的确是如此，这个无上秘术可以激发修炼者的潜力，你们继续修炼吧。天地异象只是其一，
之后你们会体验过其更多的好处。闻言，叶家长老皆是有些激动。扶摇皇朝的无上秘术果然无比玄妙，这就是一个大地级势力的底蕴啊！看到这一幕，叶家3大老祖心中稍稍有些遗憾，因为诸如族长和大长老等人天赋其实都不错，可惜修炼时间不足1000年，仅仅踏入玄圣境。不过有了这无上秘术的支持，踏入圣王境只是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战力将提升数倍。同阶之中，除非遇到那些妖孽，堪称无敌。这时，大长老问道：“老祖，我可以将这个无上秘术传给我儿良辰吗？”灰袍准帝点了点头，自然是可以的。如今我叶家将要回归女帝麾下，我叶家整体提升实力迫在眉睫。族长心中微微一叹，他也想将这个无上秘术传给叶辰，可惜现在叶辰的问题不在于战力，而是身上的诡异之力，他根本无法修炼。念及此，族长转头看了看大长老，女帝或许有办法，若是可以取消世子挑战就好了。大长老察觉到了族长的目光，看破了族长心中所想，淡淡说道：“我堂堂叶家，如今要回归女帝的麾下，让一个不能修炼的废柴做世子，多少是不合适的。我希望族长以大局为重。如今女帝实力还未恢复，又是3000年来第一次降临我叶家，我希望族长不要提出一些过分的请求，冲撞了女帝陛下事小。但若是让女帝陛下的实力受损，族长恐怕担待不起。”族长脸色变得冰冷了起来。当年族长之争，他和大长老产生了局域，后来一直冲突不断，尤其是叶辰修为跌落这些年，大长老不断针对他。这一次女帝降临，族长心中产生了一丝希望，如果能够让女帝出手帮叶辰除去体内的诡异之力，他可以为此放弃族长之位。这时灰袍准帝老祖看向族长，缓缓说道：“长风，这一次你暂且莫提起辰儿体内诡异之力的事情，等到以后时机成熟了，我自然会向女帝陛下请示。”族长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冷冷看了大长老一眼，只能恭敬说道：“遵命。”大长老轻笑一声，没有说话。当即3大老祖拂袖一挥，一脸凝重地说道：“算算时间，女帝陛下应该有3-4日时间降临我叶家。刚才我和龙卫王蛮统领沟通过了，女帝陛下不一定能在家族大会的时候降临。接下来你们去准备吧，记住一件事情，此事低调举行，到时候我们叶家会开启护族大阵。女帝降临，此事事关重大，绝不可泄露一丝一毫。我们暂且在这祖地之中稍作闭关，等到女帝降临，我等自然会出现。”声音落下，族长和大长老等人大声说道：“遵命。”3大老祖拂袖一挥，直接取消了祖地的天地封禁。族长等人缓缓离开了叶家祖地。大长老向这族长走了过来：“族长，我再次提醒你，希望你以大局为重。在叶家崛起的路上，一些废物是应该被牺牲掉的。7年时间过去了，你还在对某些废物心存幻想吗？”闻言，族长的脸色狰狞，杀意滔天。大长老声音低沉而嘶哑：“族长，世子大会，我将送你一份大礼。”说着，大长老直接离开了。他的心情大好，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他的儿子叶良辰。老祖将这扶摇皇朝的无上隐秘传给他们，真是太及时了。等到扶摇女帝降临的时候，他就可以让叶良辰展示一番。叶良辰的天赋虽然比不上当年的巅峰叶辰，但却也是叶家第2天才，当然如今已是第1天才。这一次扶摇女帝降临，对于叶良辰来说是天大的机遇。大长老喃喃说道：“如果我儿良辰也可以产生天地异象，绝对可以惊动女帝，说不定会被女帝陛下收为徒弟。”哈哈，至于族长这一脉，世子之争那天便是他们的末日。只要叶良辰杀死叶辰，族长一定会出手，但事后他便可斩杀族长。族长这一脉没有必要存在了。不远处，族长看着大长老有些激动的样子，他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家族大会那天，叶辰将要如何面对？谁来拯救叶辰？族长心中很是浮躁，他和大长老的恩怨由来已久，如今早已不可化解。曾经的族长之争并未结束，如今又变成了世子之争，叶辰受了无妄之灾啊！念及此，族长很快向着叶辰的房间走去，他微微一惊，叶辰房间里的封印禁制依旧存在。他向着叶辰传音，并无回应。不过他的传音纳戒之中倒是有几条叶辰的留音。父亲，在家族大会之前，我是不会走出房间的，相信我，到时候家族大会，我会给你一个无比巨大的惊喜。闻言，族长微微皱眉，轻轻摇了摇头。同样的话，他听过太多次了。前几年的家族大会开启前的几日，叶辰也是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想要创造奇迹。可那种诡异之力是连准帝老祖都无法解决的，叶辰怎么可能自己解决？不过他的心中还是生出了一丝暖流。辰儿，你是好样的，你是父亲的骄傲，7年了，你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一点就问谁能做到？想必你的母亲如果知道，一定会很高兴。可如此想着，族长离开了叶辰的住所。另一边，大长老已经来到了儿子叶良辰的住所。啊，快一点，良辰哥哥。从房间外传出了一阵女子的娇喘声。咳。大长老脸上一抽，握紧拳头，假意的咳嗽了起来。他了解自己的儿子平日就喜欢寻花问柳，大长老并不觉得这是缺点，毕竟作为现在叶家的第1天才，
整日愿意投怀送抱的绝美女子实在太多了。他的儿子也从来都是走肾不走心，所以他觉得这并不碍事，反而有助于修炼，放松心神，劳逸结合。如果是平日，他知道儿子在做爱做的事情，就会主动离开。但现在不行，他很急，必须尽快让儿子叶良辰修炼扶摇皇朝的无上秘术。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必须马上将这无上秘术传给叶良辰，让他有所感悟，最好是产生天地异象，这样也有了和女帝吹嘘的资本。可是房间里的娇喘声还是久久不绝于耳，大长老脸色变得有一丝难看，直接开始敲门。砰砰砰！房间内瞬间传出一阵抱怨的声音：“父亲，是有什么事情吗？”叶良辰裹上了一件衣袍，赤脚走了出来。咯吱，门开了。大长老的脸色十分激动：“良辰让我进去，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或许将是你一辈子的机缘。”房间内，两个粉嫩皮肤的绝美女子缩成一团，紧紧抱住，躲在床上。她们春风乍现，风光旖旎，看到大长老进来，吓得瑟瑟发抖。大长老微微皱眉，向着两个女子看了几眼，淡淡说道：“都出去吧。”很快，两个绝美女子胡乱抓起衣物，随意遮掩着娇嫩的身体逃了出去。大长老关上了门，直接抬手在房间中部下了圣阶封印禁制，瞬间璀璨的灵纹涌现，将房间隔绝了起来。叶良辰有些震惊地看着父亲，看来父亲突然闯入，这真是遇到了什么大事。大长老马上将扶摇女帝将要降临的事情告诉了叶良辰。叶良辰愣住了，什么？我叶家竟然是曾经扶摇皇朝麾下的势力，如今女帝竟然归来，想要接收我们叶家，他的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那可是一尊真正的大帝啊！帝境。这时大长老一脸凝重地说道：“这一次女帝陛下降临，是你很好的表现机会。你现在是叶家年轻一代第一天才，说不定你会得到女帝陛下的指点，甚至收你为徒。”叶良辰微微一愣，眼中出现了两团火焰。若是可以拜女帝为师，他的前路不可限量。叶良辰说道：“父亲，我知道此事的重要性，这件事情比世子之位甚至更重要。”大长老点了点头，的确如此。说着，大长老向着叶良辰的眉心一点：“我传你扶摇皇朝的无上秘术，你只有3天时间，如果你能悟出点什么更好，如果你能引动天地异象，想必一定可以得到女帝陛下的赏识。”是一道神华涌入了叶良辰的脑海之中，正是叶家老祖传到的信息。海量的信息如同爆炸一般在叶良辰的识海中炸裂，他震惊地意识到这个无上秘术的恐怖之处。大长老说道：“我儿，你与我修炼的都是灵火之道，我已经再足地引发了天地异象，我可以将我的感悟给你，做一个参考，希望你也可以引发天地异象。”叶良辰点了点头，十分激动。大长老继续说道：“世子挑战的时候，你直接将叶辰杀了吧。此子心机深沉，7年时间的嘲笑和讥讽，既然都没有让他放弃，此子断不可留。”叶良辰嗤笑道：“一个废物罢了。”大长老脸色沉重，摇了摇头：“不，现在情况已经变了。要知道女帝陛下会来，万一女帝陛下有可以解决诡异之力的办法呢？”闻言，叶良辰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父亲，你说的对，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叶辰，我必杀之。”大长老点了点头，对自己的儿子很满意。对了，你若杀死叶辰，他的父亲叶长风必然会向你报仇，到时候我就可以借此机会出手击毙族长，这样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族长。声音落下，叶良辰惊呆了。父亲，此计甚妙，这是连环计啊！看来您的智慧我还得多多学习啊。大长老轻轻一笑，对叶良辰拍的马屁很是受用。我儿，你以后会超越我的。沉寂一瞬，叶良辰突然问道：“父亲，我刚想起一件事情。”大长老问道：“何事？”叶良辰问道：“你说扶摇女帝重新归来，她现在已经不成帝境了。”大长老想了想，老祖说是圣境之下，但是理不可废，女帝陛下的权威不容置疑。这时叶良辰的嘴角微微扬起。父亲，看来当年扶摇女帝在那一战一定是受到了重伤，说不定她的体内现在还有伤，说不定她的神智还没有完全恢复。大长老疑惑道：“什么意思？”叶良辰压低了声音，神秘说道：“父亲，如果说我可以让扶摇女帝对我心动，进而臣服于我呢？”大长老愣住了。什么？叶良辰这是要攻略女帝吗？卧槽，怎么能有这么大胆的想法？他怎么想不到呢？但是如果真的实现了呢？女帝是女帝，但现在她还不是帝境啊！叶良辰突然爆发了自信。父亲，我如今玉女没有1000，也有800，我深知如何去操控女子，无论是天之娇女还是普通女子，我都是手到擒来。你觉得我可以攻下女帝陛下吗？想想叶良辰都觉得激动。施了都，那可是女帝啊！若是能够将其推倒，然后真是想一想都觉得自己到达了高潮。念及此，叶良辰内心燃起一道火焰。父亲，我会领悟这个无上秘术的，到时候一定让惊艳女帝陛下。大长老点了点头，提醒道：“良辰，千万不要太激进，若是你真的想要拿下女帝，一定要徐徐图之，切不可让女帝发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叶良辰淡淡一笑：“父亲，我知道，女帝也是人，她也有7情6欲，我这些年拿下的女人有数百个，这些都是我攻略女帝的经验。”大长老道：“好了，现在开始领悟那个无上秘术吧。”
这是接近女帝陛下的第一步。闻言，叶良辰盘膝而坐，开始运转灵诀。轰！一股恐怖绝伦的灵火自他的体内涌出，直接凝出一道风暴，盘旋而上。叶良辰开始查看大长老交给自己的感悟，他的身上璀璨的灵纹不断闪烁着，气息变得越来越玄妙。见此，大长老缓缓退出了房间，不再打扰。他喃喃说道：“我儿，希望你可以凝出天地异象。你我走的都是灵火之道，你的天赋又不输于我，你可以的，儿子。”叶晨房间，陆玄在一旁看着，耀言想要帮助叶晨吞噬异火，那就交给他吧。看得出来耀言的灵火造诣极高，他十分专注地处理着这株古冷幽火。叶晨在一旁并没有闲着，耀言传了一些灵火感悟，让他先参悟，为吞噬古冷幽火做准备。在叶晨参悟灵火之道的时候，陆玄的耳边传来系统的声音：“宿主二徒弟叶晨灵火有所感悟，正在同步。”陆玄淡淡一笑，想必以后有耀言这个老爷爷跟在叶晨身上，他的灵火造诣会提升的极快。太好了！这时耀言问道：“叶晨，你感悟的如何了？”叶晨一脸苦涩，他的掌心之中灵火不断跳跃着，很不稳定。药老，我感觉有些晦涩，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耀言笑了笑：“无妨，你先记住我给你的这些灵火的知识，等你一会吞噬古冷幽火的时候，自然会悟出来了。”叶晨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一个时辰后，咔嚓咔嚓，古冷幽火之上的风镜开始不断破碎。耀言催动了准地之力，压制着古冷幽火的力量，小心翼翼将其悬浮在面前，仔细地观察了起来。他的心情激动，这就是天地异火啊！他也曾去寻找过天地异火，可惜机缘不够，一直没有遇到过天地异火。现在看到古冷幽火近在眼前，耀言的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片刻后，他收敛心神，开始探查这株异火。要知道叶晨只是一个大玄王境中期，他是无法直接承受这株异火的力量的。他不仅要提前告诉叶晨需要注意的事情，还要在一旁为叶晨护法。很快，以他的超凡灵火造诣，发现了一些吞噬异火需要注意的地方。耀言将一一告诉叶晨。接下来虽然有我给你略阵，但是整个吞噬异火的过程会非常痛苦。如果坚持过去，你将吞噬掉这株异火；如果你坚持不住，你将就此焚绝于此。古冷幽火看似冰寒，实则拥有另一重炽烈的力量，所以你一会吞噬的时候会有两重变化。第一种变化是古冷幽火外表的冰寒之力，你会陷入无尽寒冷；而第二种变化就是古冷幽火内部的炽烈之力，你将被无尽焚烧。如果你能撑过这两重变化，你将彻底吞噬这株异火，它将与你的身体融合。叶晨认真地听着，默默记在了心里。耀言一脸凝重地问道：“叶晨，你准备好了吗？”叶晨说道：“我准备好了。”耀言意念一动，古冷幽火向着叶晨缓缓地飘了过来。是，耀言拂袖一挥，手中灵诀变换，古冷幽火的种子直接没入了叶晨的丹田之中。瞬间，他的丹田之中一股冰寒之源疯狂向着他的四肢百骸扩散，如同一道道白色洪流一般席卷他的体内世界。不过数个呼吸，叶晨的身上凝出了冰霜，他的头发、眉头、他的脸全部都冻僵了。这个房间如同冰窖一般，刺骨冰寒。叶晨咬紧牙关，他的意识在随着这恐怖的寒力不断冰封，肉身已经冰封，神魂已经冰封。叶晨只剩下了执念在苦苦支撑。耀言深深皱眉，到了这个时候，他根本出不了手，能够进入第二重变化，完全看叶晨的造化。一旁，陆玄一脸淡定，丝毫不担心。要知道叶晨可是大帝之子，妥妥的主角模板，岂能再跨不过异火这个小小的挑战？耀言有些惊异：“陆封主，你难道不担心？”陆玄淡淡一笑：“我的徒儿若是连异火种子都无法吞噬，那就是我看走眼了。”耀言脸上一抽，将目光转向了叶晨。叶晨的身体在颤抖，寒力仿若入侵到了他的记忆。叶晨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画面：7年里，叶家的废物还有什么脸待在叶家？为了让这个废物恢复，老祖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修炼资源，都一无所获。叶晨拿什么来偿还？叶晨应该被逐出叶家，但这并不是最令他心痛的。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段尘封的情愫。南宫白雪，曾经叶家老祖和南宫家老祖在一次秘境中绝地逢生，共同进退，所以在叶晨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和南宫白雪定下了婚约。那个时候，南宫白雪在叶家住了数年，他们一起玩耍，一起修炼。曾经叶晨以为南宫白雪就是自己命中的道侣。叶晨哥哥，你的修炼速度好快啊！叶晨哥哥，我这个功法又有些看不明白，你能教教我吗？南宫白雪总是一脸崇拜地看着他，还经常要惩罚他。所谓的惩罚就是嘟着嘴，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然后跑掉。叶晨总是十分宠溺地抚摸着南宫白雪的青丝，那个时候的他的心中充满了宁静。直到7年前，他的修为跌落，他的父亲想尽办法都无法解决，老祖也耗费了大量珍宝，也无济于事。南宫白雪消失了，那一刻，叶晨的心有些痛。慢慢的，叶家众人的嘲讽不绝于耳，直到有一天，南宫白雪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的眼神是怜悯的，是可怜的。咔嚓，叶晨的心碎了。叶晨，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和你度过，你让我太失望了。说着，南宫白雪离开了，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接着画面一转，
来到了前些10日，在他的房间，他的父亲哭了。叶晨突然发现父亲已经老了，头发白了，他的父亲为他而哭。叶晨的内心再次阵痛，痛彻心扉。一个男人一生可能遇到2次痛苦，一次是心爱的女人的背离，一次是父亲流下的眼泪。这痛苦的执念在叶晨的心中不断燃烧。叶晨心中怒吼了起来：难道我的人生就真的只是这样了吗？不，我不干！执念的力量化作滔天怒海，开始向着叶晨的体内世界冲击而去，如同大江大河。与此同时，耀言交给叶晨的灵火感悟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几乎是在极限的状态之下，叶晨催动了出来。瞬间，叶晨的体内世界凝出了一股炽烈的灵火，直接开始逆转古冷幽火的冰寒之力。咔嚓咔嚓，叶晨体表的冰霜全部破碎。见此一幕，耀言缓缓松了一口气。1天时间过去了，古冷幽火的第1重变化，叶晨终于度过去了。接着是古冷幽火的第2重变化，瞬间冰寒和炽烈的力量2极反转，叶晨的身体直接灼烧了起来。他满头大汗，身体不断颤抖，仿若无法支撑下去一般。与冰寒之力封印了他的所有感知相反，这股炽烈的力量不断冲击他的每一寸神经，每一个毛孔，仿若身体的内外全部燃烧了起来，甚至他的眼眸之中都出现了2道火焰。1个时辰，2个时辰，1天过去了，叶晨还在坚持。耀言很紧张，现在每一个呼吸叶晨都有可能扛不住，若是扛不住，直接功败垂成，叶晨将直接自焚于此。他喃喃道：执念是一个修炼者最后的武器，现在对于叶晨来说就是执念之争。陆玄点了点头，他也看得出来叶晨已经倾尽所有，只剩下了执念的力量。执念不灭，古冷幽火虽然强大，但毕竟是死物。而此时在叶晨的体内世界，他的执念不断抗衡着古冷幽火的强横和桀骜，他正在一点点的吞噬古冷幽火。叶晨感应到，在吞噬古冷幽火的过程中，他的身体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他的骨骼和血液乃至经脉，甚至于神魂，从内到外如同置身于一座恐怖的烈火烘炉之中，被不断灼烧，被焚烤，被淬炼。磅礴的力量从他的丹田不断激荡而出，体内的灵能已经化作一道赤红色，不断沸腾。那些杂质在不断湮灭，冲击着自己的神藏之地。不知多久过去了，耀言交给叶晨的灵火感悟开始发挥作用，叶晨自然而然的就操控起了体内的灵火。渐渐的，叶晨的身体外围出现了一道灵火的轮廓，如同一道无形的领域，映照在这一方小天地。若不是陆玄部下的阵法阻挡，必然会直接冲出房间，凝出异象。又过了半日，突然一道无比炽烈的神华从叶晨的体内喷溅而出，正是古冷幽火的力量，如同冰火2重天，赤红色和冷白色交织，直接冲霄而上。见此，耀言瞬间震惊，马上出手，想要阻拦这冲天的异象，但为时已晚，滔天的异象直接冲破了陆玄部下的阵法。耀言大惊失色，叶晨吞噬这天地异火势关重大，现在还不到暴露的时候。陆封主，现在该如何是好？已经出现天地异象了。陆玄淡淡一笑，无妨，他的手中可是有一星大地体验卡，即使叶家老祖出现又如何？耀言心中稍稍安定，抬头看向虚空，他的手中灵诀变换，直接催动准地之力掩饰这股天地异象的来源。轰！只见叶家的虚空上方，一道无比滔天的灵火之海突然凝成，冷白色的灵火之力和赤红色的灵火之力泾渭分明，不断演化出恐怖的图案。一时间，连太阳都显得有些黯然失色。这2种力量在不断融合，如何2股河流汇聚，爆发出通天的力量，焚天逐海之威。瞬间，整个青城直接被惊动了。天地异象，叶家这是有人在修炼绝世功法，还是有人顿悟出来什么？而这时，正好叶良辰有所感悟，他激动地向着大长老传音：父亲，我感悟出来了，我感悟出来了！大长老大惊，马上陷入了一阵狂喜。什么？我儿良辰，你知道吗？你已经引动了天地异象。叶良辰微微一愣，天地异象？他怎么感觉自己并没有引动天地异象？是他引动的吗？大长老笑了笑，不愧是我儿，我刚才观察到你的房间有一股炽烈的灵火冲出，没想到一眨眼地功法竟然在虚空之上凝出了异象。闻言，叶良辰哈哈大笑，哈哈哈，是了，除了他，叶家还有其他天才吗？这就是他凝出的天地异象。他也没想到，他随便感悟了一下，竟然就出现天地异象了。我叶良辰就是天才，我叶良辰就是天才！叶良辰兴奋地说道。一时间，他的心潮澎湃，他的脑海中直接脑补出来见到扶摇女帝之后的画面。见到扶摇女帝之后，女帝被他的修炼天赋所震惊，提出要收他为徒。接下来的日子，他便和扶摇女帝一起修炼。扶摇女帝越来越震惊他的天赋。良辰，你的修炼天赋是我见过最强的。而他也在每一天接近扶摇女帝。终于有一天，他感觉到扶摇女帝对他的好感度很高了。他一直在寻找机会，慢慢的装作不经意轻轻触碰扶摇女帝的皮肤，然后不好意思道：师父，对不起。扶摇女帝脸色微微泛红，徒儿，没事的。再后来，他变得大胆的起来，拉起扶摇女帝的纤纤玉手，假装让扶摇女帝感受自己的灵力。扶摇女帝含情脉脉，
娇嫩绝美的脸向他靠近，但他却躲开了。这一招叫做欲擒故纵。扶摇女帝微微叹息，有些失望。终于有一天，在扶摇女帝沐浴的时候，叶良辰假装要请教，无意间闯入女帝的洞府。叶良辰马上捂住眼睛道歉：“师傅，对不起，我马上离开。”扶摇女帝脸色羞红说道：“良辰，过来一起。”叶良辰装作很不情愿地走了过来：“师傅，我真的可以吗？”扶摇女帝直接拉起叶良辰的手，放在自己的峰峦之上：“良辰，如果是你，我是可以的。”说着，扶摇女帝雪景微倾，她的娇嫩唇瓣直接吻在了叶良辰的嘴上，她直接被推倒了。后来，她就和扶摇女帝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想到这里，叶良辰大吼一声，青筋暴露，麒麟臂突然发力。他怒吼，他呻吟，他的身体颤抖。片刻后，叶良辰感到内心有些空荡荡的，好像失去了什么一样。妈的，这都是他的幻想。他甚至连自己和扶摇女帝生下的孩子的名字都想出来了。我一定要推倒扶摇女帝！叶良辰暗暗发誓。而此时，叶家已经轰动了。三大准帝老祖从祖地之中探出神念，想要探查叶家是谁引动了天地异象，可惜一无所获。见此，三大老祖不再追查，开始驱逐青城其他势力的神念探查。一个老祖喃喃道：“想必引动了天地异象的人不想让我们知道。不过，既然是叶家之人，日后总会见分晓。”另一个老祖点头道：“是这个道理。”三大老祖很快将神念缩回祖地之中，不再窥探。而这时，大长老已经给叶家众多长老传音了起来：“可喜可贺，我儿良辰参悟无上秘术，引发了天地异象啊！”众多长老大惊道：“大长老，当真是叶良辰？”大长老呵呵一笑：“你可以问问叶家之人，除了我儿叶良辰，还有谁参悟出了那个无上秘术？”众多长老互相看了一眼，纷纷摇头。远处，族长看着这一切，深深叹息：“真的是叶良辰引动了这天地异象吗？这个动静太过惊人了。”族长喃喃说道：“如果是辰儿就好了。”另一边，众多长老向着大长老道贺了起来：“大长老，等良辰得到了女帝陛下的青睐，一定要让良辰关注一下我这一脉啊！我早就说过，叶家只有一个绝世妖孽，那就是叶良辰，天佑我叶家呀！”很快，天地异象消失了。叶辰的房间中，叶辰缓缓睁开眼睛，他的双眸中闪烁着凌厉之力，意念一动，一道冷白色的火焰浮现在他的掌心之中，如同一道完美的艺术品，在缓缓旋转着，释放着淡淡到微压之力。现在叶辰已经开始收发由心，控制这株古冷幽火的力量了。叶辰无比激动地看着陆玄和耀言：“师傅，药老，我成功了！”他彻底收服了古冷幽火。他2天时间，他从天堂堕入地狱，再由地狱回到人间。陆玄笑了笑：“徒儿做得不错。”耀言身上早已惊出了一身冷汗，现在松了一口气。再看看陆玄，这2天一直很淡定。耀言内心感叹道：“哎，这就是我和陆封主之间的差距啊！我没有一个强者的心境。”念及此，耀言对着陆玄投出了敬畏的目光。就在这时，轰！叶辰体内突然涌出了一道无比磅礴的灵力，如同大江大河冲击着他的四肢百骸。他的修为在暴涨，大玄王境中期，大玄王境后期，玄黄境初期，最终止步于玄黄境中期。叶辰有些震惊地看着陆玄：“师傅，这是怎么回事？”耀言解释道：“古冷幽火种子之中蕴含着恐怖的力量，你现在收服了他，他正在给你反馈修为底蕴。”叶辰震惊。陆玄淡淡一笑，系统的声音响起：“宿主二徒弟叶辰的修为暴涨，开始同步修为。”正在同步二徒弟叶辰的灵火感悟。轰！陆玄的身体微微一颤，一股无比磅礴的灵能涌出，直接涌入了他的丹田之中。陆玄直接踏入了5重玄尊境。除此之外，他的灵火造诣直接踏入了大圆满。要知道，这一次叶辰吞噬古冷幽火，无形之中他不断运转药老教给自己的灵火感悟，这给他带来的巨大的好处。叶辰的灵火造诣暴涨了很多，这是在他的潜意识的发生的。叶辰意念一动，面前的古冷幽火开始不断变换，四周的空间慢慢凝出了冰霜，甚至有些扭曲。耀言不禁感叹：不愧是天地异火，即使现在还没有成长起来，就已经如此恐怖了。陆玄笑了笑：“叶辰，你先试着熟悉一下这株异火。”叶辰点了点头，手中灵诀变换，开始操控古冷幽火。耀言很是满意的看着叶辰：“你小子真是机缘深厚，你师傅不仅帮你解决了诡异之力的隐患，还帮你吞噬了异火。”叶辰摸了摸鼻子，很是感激地向着陆玄望去。在他的内心深处，陆玄早已处在了最高的位置，这可是再造之恩。陆玄笑着说道：“明天就是叶家家族大会了，你一定会一鸣惊人。”叶辰的身体微微一颤：“是啊，明天就是家族大会。”如今的他轻舟已过万重山，身心变得无比轻松。他甚至觉得叶良辰的挑战有些可笑。至于南宫白雪，他的内心已经毫无波澜。最重要的是，父亲终于可以放心了。明天的家族大会将是他的舞台。一旁，陆玄已经躺在了床上，准备休息。系统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等着第2天领取奖励就行了。叶良辰的房间，大长老十分欣赏地看着叶良辰，等待他感悟结束。这一次，叶良辰轰动了整个青城，那个天地异象到现在都在震撼他的内心，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女帝陛下。如此逆天的修炼天赋，
自然可以得到女帝陛下的青睐。不多时，叶良辰缓缓睁开眼睛，收敛身上的气息。父亲，多谢了。大长老点了点头。明天家族大会一开始，你就马上向叶晨挑战，不必等其他流程。正好老祖他们会在扶摇女帝降临之后才出现，所以这个时间差，你可以击杀叶晨。不然等到女帝陛下降临，老祖出现，你若想杀叶晨，恐怕老祖会阻止。叶良辰点了点头。好的，父亲，等我杀了叶晨，你就出手杀了族长。等到老祖降临，也无可奈何。大长老府须大笑，不错，族长不是我的对手，我可以在老祖降临之前杀死他。至于其他长老，我早已安排好了，他们不会参与。叶良辰大笑，很好。大长老拍了拍叶良辰的肩膀，好了，你先休息吧。说着，大长老离开了。等到大长老消失片刻，叶良辰马上取出一枚传音玉简，密声传音。很快，数个绝色美女身姿轻盈，踏入了叶良辰的房间。叶少，奴家好想你啊！叶良辰在几个绝美女子的丰满蜜臀上拍了拍，骚货。几个女子扭了扭身体，身上薄如蝉翼的衣物瞬间滑落了下来，露出无比旖旎的风光。叶良辰的火气上涌，之前他一直在幻想扶摇女帝，心中早就积攒了一团火焰。都爬上去！叶良辰命令道。几个女子娇躯颤抖，如同白浪一般起伏。叶良辰伏在一个女子耳边，我要你自称本帝，我叫你女帝陛下，你就答应，你明白了吗？女子笑得花枝招展。叶少，我们是要玩角色扮演吗？叶良辰马上唤道。女帝陛下。女子马上妖娆地扭动着身子，本帝想要。叶良辰咬牙低吼，就是这种感觉。房间中，浪奔浪流。次日，陆玄伸了伸懒腰，从床上爬了起来。他看到叶晨还在修炼，一夜都没有休息。叶晨笑了笑，师傅早上好。陆玄点了点头。叮，正在同步叶晨的修为，系统的声音响起。轰，一股精纯的灵能涌入了陆玄的体内，他的修为再次精进。舒爽。陆玄问道，系统，我的现实任务奖励呢？系统说道，来了。叮，恭喜宿主完成现实徒弟养成任务。叮，恭喜宿主获得6星地接功法荒天诀。叮，恭喜宿主获得大量修为底蕴。叮，恭喜宿主获得一张1星大地体验卡。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超远距离传音玉简，1枚远距离传送玉简。叮，超额完成任务，宿主获得无敌之姿。声音落下，陆玄体内的修为底蕴再次增加，直接踏入6重玄尊境。接着，陆玄开始查看荒天诀。我为荒天帝，当镇压世间一切敌。一道霸气横绝的声音响彻陆玄的脑海，仿若穿越古今长河而来。仅仅是查看功法，恐怖绝伦的武道意志滔天而起，如同不灭洪流冲击着陆玄的识海。陆玄有些震惊，难道是那个男人？这个功法太强了，仅仅是意志之力就极其逆天，一旦炼制大成，其功法之力恐怕相当逆天。陆玄喃喃道，等到叶家家族大会之后，再将这个功法交给叶晨吧，他自然是不会去修炼的，没有必要。接着，陆玄查看那2枚传音玉简和传送玉简，系统说道，即使距离数千万里，横跨10个大洲之地，也能传音，但只能使用1次。传送玉简同样亦然，可横跨数千万里，使宿主传送的距离消耗能量。陆玄问道，如果我一直在大道宗和叶家之间穿梭，能用几次？系统道，10几次吧。陆玄点了点头，不错，这次奖励还是不错的，又多了1张1星大地体验卡。接着，陆玄开始查看无敌之姿，系统马上提示道，所谓无敌之姿，就是宿主可以直接无视一个大境界，越阶秒杀。陆玄问道，我现在是6重玄尊境，可以直接秒杀1星玄圣？系统说道，是的。闻言，陆玄有些激动，他一个玄尊境竟然可以直接可以比肩圣人。要知道玄圣境是一个分水岭，有言道，圣人之下皆蝼蚁。玄尊境只是尊法天地之力，可以触碰到一丝道运，但玄圣却是向着自己的道走出一步。但现在他跨越了玄圣境的这条鸿沟，直接可以秒杀1星玄圣，而叶家族长和大长老等人就是1星玄圣。不知不觉，他的战力竟然凌驾于他们之上了。念及此，陆玄有些激动。要知道，他除了无敌之姿，还有万法不侵，他直接无敌。片刻后，陆玄收敛心神，看向叶晨，等到家族大会结束之后，你就跟我回到大道宗吧，到时候我会再送你一个礼物。叶晨微微一愣，还有一个礼物？之前的几个大礼皆是逆天之物，这一次又会是什么呢？叶晨心中十分期待，同时感叹了起来，师父出手简直太豪横了呀。陆玄淡淡一笑，你是我的徒弟吗？这时，叶晨怀中的传音玉简开始震动，族长的声音传了出来，晨儿，家族大会快要开始了。叶晨道，父亲，我已经准备好了。族长微微一滞，一会叶良辰挑战你的时候，你直接放弃，要不然他可能会下死手的。叶晨笑了笑，父亲，你放心，我心里有数。族长说道，好，那尽快过来吧。叶晨道，好的，父亲。他收起了传音玉简，脸上露出一丝狡黠之色。师父，你能不能帮我隐藏一下修为？陆玄笑了笑，好啊。叶晨这是想扮猪吃老虎啊。他伸手一点，直接将叶晨的修为隐藏了起来。叶晨在外人看来还是炼气7、3层。陆玄嘴角微微扬起，徒儿，
既然你隐藏了起来，那我也隐匿身形吧。说着，陆璇的身上裹上了一个黑色罩袍，叶晨瞬间感应不到陆璇的存在了。陆璇抬手破除这个房间的封印禁制，和叶晨两人走出了世子府。此时的叶家十分热闹，家族大会是叶家1年1度的大事，叶家的所有主脉和支脉都会回到叶家参加这个盛会。叶家到处都是人，他们如同潮水一般向着叶家的主殿走去。轰！族长等人直接联手开启了叶家的护族大阵。轰然间，璀璨的灵纹不断涌起，化作一个巨大的穹顶，覆盖了这一方天地。滔滔神华弥漫四野，如同一个巨大的明珠埋在大地之中。倾城的几个大势力皆是探出神念，看向叶家的方向。他们很奇怪，今年叶家的家族大会竟然没有邀请他们，离谱。而此时，叶家的主殿前，众多长老和弟子蜂拥而至。主殿广场可以说是人满为患。今天是叶家朱脉年轻一代的舞台，因为很多年轻弟子都身着锦服，满面红光，期待着家族大会的开始。叶良辰一身青色长袍，手中拿着一把折扇，腰间挂着一个苍古玉佩，眼中金光乍现。他站在众多叶家天才一侧，根本不和他们交流。今天他可是精心打扮这一身，想必会吸引到扶摇女帝。一个灰袍弟子皱眉问道：“叶晨那个废物怎么还没来？”声音落下，叶晨缓缓出现在远处。一些弟子嗤笑道：“真是说废物，废物到啊！”叶良辰向着叶晨瞥了一眼，眼中一丝杀意涌动。他心中冷笑着：叶晨这蠢货，恐怕还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吧。叶晨从人群中走过，他听到一些窃窃私语，都是讥笑和嘲讽。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但不同的是，今天的他早已经脱胎换骨了。叶晨循着族长的方向望去，族长很快向着叶晨笑了笑，对他传音道：“晨儿，记住一会的世子挑战，一定要第一时间认输。”叶晨说道：“父亲，我知道了。”很快，朱脉已经到齐了，老祖等人还在祖地没有出现，他们在等扶摇女帝的降临。至于南宫家的人也没有到，南宫白雪已经通知了族长，他会在家族大会结束才降临。族长心中唏嘘，他知道南宫白雪和叶晨的关系已经恶化，现在南宫白雪甚至不愿意看到叶晨的战斗。他向着叶晨望了一眼，他有点担心叶晨，先是世子挑战，然后是退婚，叶晨他只是个孩子啊，他承受得住吗？族长内心深深自责，他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片刻后，族长收敛心神，看向众人，开始宣布：叶家家族大会现在正式开始。第一项依旧是叶家朱脉弟子的比试。还没有说完，叶良辰突然走了出来，向着族长恭敬一拜：族长，今天的家族大会有些特殊，不如就把我和叶晨的世子挑战提前，给大家抛砖引玉，怎么样？族长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我同意。一道声音响起，叶晨突然走了出来，族长连忙暗示叶晨让他回去，但叶晨已经向着比斗台走了过去。叶家众人一片哗然，叶晨勇气可嘉，但这场战斗是毫无悬念的。叶良辰已经突破到了玄黄境，叶晨一个炼气期怎么打，完全是以卵击石啊！这个时候，大长老站了出来，其实让世子之争提前也并无不可，毕竟这是大家都想看到的比斗。叶家众人皆是有些激动。叶晨修为跌落后，在世子之位上待了7年，早已引发了叶家众人的不满。族长站了起来，正要说话，但叶晨已经走上了比斗台。叶良辰，我准备好了，这一次世子挑战，我选生死挑战。生死挑战！闻言，场中陷入一片死寂，众人无比震惊地看着叶晨，他们没有听错吧？生死挑战！叶晨这是要主动寻死吗？轰！叶良辰直接踏空而起，落在了比斗台上，他的嘴角露出一丝戏谑的笑容。诸位可都听见了，叶晨想要生死挑战，我根本没法拒绝啊！族长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向着大长老说道：都是自己人，只决高下即可，何必决出生死？不要把事情做绝。闻言，叶良辰向着族长露出一丝冷笑：族长，在我看来，一个废物是没有资格做自己人的。大长老呵呵一笑：良辰说的没错，我叶家不养闲人，废物要么逐出叶家，要么死，省得浪费我叶家的资源。声音落下，族长的脸色变得狰狞了起来，狞笑道：大长老，你就这么希望晨儿死？大长老嗤笑道：他不是晨儿，他是废物。瞬间，场中气氛凝滞了起来，众多长老有些震惊地看着大长老和族长两人，他们知道两人的积怨极深。今天大长老这是要摊牌了吗？大长老一脸戏谑，在他看来，叶晨父子两人已经是一对死人了。叶良辰杀死叶晨，而他杀死族长。念及此，大长老沉声说道：良辰杀了叶晨。世子挑战直接开始。叶良辰直接向着叶晨冲了过来，直接祭出了一道恐怖的灵火攻击，全力出手。他不仅要杀死叶晨，还要向整个叶家展示前2日他悟出的无上秘术。瞬间，恐怖绝伦的灵火咆哮着，化作一道火海，炽烈的灵能如渊似海，玄黄境的威压之力向着叶晨碾压而来。叶家众人皆是一惊，杀鸡焉用牛刀，叶良辰这一击下去，恐怕叶晨会直接化作齑粉。但下一瞬间，众人直接愣住了。叶晨淡淡一笑，轻描淡写的抬起手来，
一拳直接轰出，将叶良辰的这道攻击湮灭了。叶良辰直接愣住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叶晨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叶良辰无比震惊地看着叶晨，目瞪口呆：“你这个废物怎么变得这么强？”叶晨竟然随手湮灭了他的攻击，这怎么可能？那可是他的至强一击啊！下一瞬，叶晨一拳轰向叶良辰的胸膛，咔嚓！叶良辰的胸口直接出现了一道血洞，鲜血爆溅。叶良辰难以置信地看着叶晨，声音颤抖：“陈哥，饶命！陈哥，我错了！陈哥，我错了！我错了！”叶良辰亡魂皆冒，头皮发麻。他不能死！他不能死！他还没有得到扶摇女帝的青睐，只要见到扶摇女帝，他还有机会。他引发了天地异象，女帝一定会保他。女帝陛下，您何时降临啊？叶良辰还在幻想扶摇女帝来救他。念及此，叶良辰疯狂求饶：“陈哥，是我呀！你难道忘了吗？小时候我一直是你的小弟啊！陈哥，我错了，放过我好吗？”闻言，叶晨直接扼住了叶良辰的喉咙，将其提至半空。叶晨的眼中杀意滔天，看到这一幕，叶家所有人都惊呆在原地。这怎么可能？叶晨的修为并没有跌落，他是玄黄境中期。叶良辰在叶晨的面前完全没有一战之力，这什么情况？叶晨体内的诡异之力，不是连老祖都一筹莫展吗？众人看向族长，族长一脸懵逼，他也是目瞪口呆。这时，大长老马上叫道：“叶晨，有话好说，有话好说，都是一家人。”叶晨笑了：“刚才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我是废物，废物！”声音落下，叶晨直接捏碎了叶良辰的喉咙，咔嚓！叶良辰难以置信地看着叶晨，瞬间气绝。叶晨直接将叶良辰的尸体扔下了比斗台，冷冷地看向大长老。大长老脸色变得狰狞的可怕，发疯地向着比斗台冲了上来，凝声道：“我要杀了你这个小畜生！”轰！大长老直接祭出了玄圣境威压，恐怖绝伦的气机如渊似海，仿若10万大山一般向着叶晨碾压而来。见此，族长杀意滔天，谁敢动我？轰！族长也直接展开了玄圣境威压，踏空而起，迎击大长老。两人都是一星玄圣，场中瞬间气势滔天，恐怖的灵能化作一道风暴，向着四周席卷而来。电光火石之间，族长和大长老都没有留手。两个玄圣的战斗，抬手间风云涌动，拂袖间刚猛横绝的攻伐之力充斥天地，璀璨的神华滔天而起，恐怖的波动化作一道道涟漪，向着四周扩散。两人抬手就是杀招，大长老的手中出现了一道火系圣兵，神念一动，圣兵爆发出炽烈的光芒，向着族长轰杀而来。霎时间，滔天灵火化作一道汪洋，席卷主殿上的虚空，仿若可以焚天煮海一般。族长同样祭出一把圣阶长枪，一点寒芒先至，随后枪出如龙，轰轰轰！看到这一幕，叶家众人一脸震惊，事情竟然变成了这个地步，谁也没想到叶良辰竟然会被叶晨直接秒杀。叶晨到底是什么时候恢复的？连族长都不知道，此子竟然如此隐忍。叶家一些弟子身体不断颤抖，他们想到前几天还嘲讽了叶晨，想到这些，他们头皮发麻。这时，叶家几个长老向着虚空着喊道：“今天家族大会，你们不要再打了。”闻言，大长老凝声说道：“今天叶晨必须死，我和族长只能有一个活着留在叶家。”众人心中一凛，机缘爆发，已经不可挽回了呀！两大圣人之战，天崩地陷，神华滔滔，这才是真正的生死之战。族长和大长老皆是底牌齐出，这一战即决高下，也决生死。比斗台上，叶晨的眼中露出一丝担忧，他的父亲竟然不是大长老的对手，被压着打。不多时，大长老狞笑一声，一掌轰出，族长直接被震飞数百丈，喷出一口精血，重重摔在地上。轰！地上直接出现了一个大坑。父亲！叶晨马上惊叫了起来。大长老瞬间踏空而下，一脚踩在族长的胸前，死！见此，叶晨大吼道：“师傅！”下一瞬间，陆玄的身形骤然出现在大长老的面前，直接一拳轰出，大长老直接被震飞数百丈，重重砸在地上。咔嚓！大长老身下的地面如同蛛网一般散开，他捂着胸膛想要爬起来，却发现浑身无力，根本爬不起来。大长老凝声道：“你是谁？”陆玄淡淡道：“我是叶晨的师傅。”闻言，叶家众人惊住了。叶晨的师傅？什么时候叶晨拜师了？此人竟然如此强大，随意一拳就差点秒杀了大长老。这时，族长从地上爬了起来，无比震惊地看着陆玄，然后向叶晨问道：“晨儿，你师傅是什么人？”叶晨马上向着族长走来：“父亲，我师傅是大道宗清玄峰峰主陆玄。”声音落下，场中陷入了一片死寂。清玄峰峰主陆玄，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陆玄不是大道宗那个废柴峰主吗？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实力，这是什么情况？叶晨解释道：“外界传闻是假的，只是因为我师傅比较低调，而且从来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所以让外界误以为我师傅是个废柴。”族长惊呆了，叶家众人目瞪口呆，他们想去探查陆玄的修为，结果一无所获。众人心中一惊，这是隐藏了修为，还是说超越他们的境界太多？就在这时，大长老一脸狰狞，看向陆玄说道：“这是我叶家私事，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日子？你找死啊！”众人微微一愣，
他们想起来，今天不仅是叶家家族大会，还是扶摇女帝降临的日子。家族大会是小，但扶摇女帝的降临事关重大。要知道，场中除了陆玄，都是叶家人。扶摇女帝降临涉及3000年前的性命，怎能让外人知晓？大长老狞笑着，就要催动手中的玉牌。等我叶家老祖降临，你必死！还没有说完，陆玄直接一掌拍下，轰！一道通天的巨掌凝出，庞大无比，如同一座小山，甚至可以看到掌心之中的纹路，直接向着大长老碾压了下去。顷刻间，大长老连惨叫都没有发出来，直接化为齑粉。众人直接呆若木鸡，秒杀！突然，大长老一脉的几个圣人冲了出来。陆玄，你找死！你不过是大道宗的一个废物长老，竟然在我叶家杀人，你找死！瞬间，几个一星圣人将陆玄直接包围了。玄圣境的威压之力滔滔，如同大江大河在虚空之上凝聚，磅礴的杀意几乎要凝成实质。几个玄圣身上闪烁着璀璨的灵纹，直接祭出圣兵，要灭杀陆玄。族长看向叶晨，你师父。叶晨低声道，放心，父亲，我是副坛旨，可灭杀大帝。族长震惊，陆玄的实力竟然这么恐怖吗？这时，陆玄已经被几个玄圣包围了，但他老神在在，一脸淡定。要知道，现在他是6重玄尊境，无敌之姿，可以越一大境界秒杀敌人。也就是说，他可以秒杀1星玄圣。不说这几个玄圣了，就是来100个1星玄圣，也会被陆玄秒杀。陆玄气定神闲，直接出手了。呼吸间，直接大手探出，捏爆了一个圣人的脑袋。噗！鲜血爆溅。接着，虚空中的几个圣人身体一个接一个爆裂开来，空中扬起了一阵绯红血雨，杀人如杀鸡。看到这一幕，叶家众人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陆玄到底有多强？这可是圣人啊！就这样毫无声息的被灭杀了。外界说什么陆玄是废柴，完全是假的。大长老一脉，众人马上惊叫了起来，快去请老祖出手！他们直接捏碎了传讯玉符，咔嚓！随着传讯玉符化作一道璀璨的神华，从叶家族地3道恐怖绝伦的气息仿若苏醒一般，向着主殿所在之地弥漫而来。叶家众人震惊不已，这是3大准地老祖要出手了。一时间，叶家方圆千里之地，璀璨的道纹不断流动，这一方天地仿若要燃烧起来一般。凌风之上，河川之中，大地之上，如同沸腾起来一般。道纹流转，恐怖的准地之威如渊四海，向着这一方天地倾泻。天地之间，一道无比恐怖的身影逐渐升起。叶家众人身体颤抖，忍不住要匍匐跪地，就要跪拜。而此般恐怖的气息，足足有3道。霎时间，叶家3个准地老祖已经祭出了准地法香，数10丈的法香，通天屹立在天地之间，屹立在虚空之上，庞大无边，如同巨月横空，如同星辰坠落，浩瀚无边。叶家众人震惊不已。陆玄微微皱眉，这就是准地的实力吗？3个叶家老祖俯视着陆玄，双眸如同巨日一般炽烈燃烧，灰白色的发丝垂落，如同瀑布一般。他们缓缓开口：阁下，如果不能给我等一个满意的解释，你怕是不能活着离开叶家。陆玄嘴角微微扬起，解释区区准地罢了。叶家老祖皱眉，他们之所以没有出手，因为他们看不透陆玄的根脚，探查不出陆玄的境界，而且明明陆玄在他们看来破绽百出，但他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仿佛他们一旦出手就会死在陆玄手里。场中陷入了对峙，轰轰轰！叶家祖地之中又有数百道气息苏醒过来，正是叶家的半帝和圣王。瞬间，数百道恐怖的气机化作一道道洪流，向着主殿碾压了过来。3大老祖的身后马上站满了数百道半帝和圣王，他们在对陆玄施压。陆玄一脸风轻云淡，因为徒儿叶晨的关系，他不想和叶家闹得太僵，但如果叶家老祖不知好歹，他不介意送他们入轮回。他手中的1星大帝体验卡可是随时都可以催动的。这时，大长老一脉的众人向着叶家老祖吼道：老祖，还请为我们做主啊！这陆玄现在就是在装神弄鬼，如果他真的比老祖还强，早就出手了，还请老祖击杀陆玄。声音落下，叶晨心中一凛，马上上前说道：老祖，千万不要出手，我师父强大莫测，你们若是出手，可能会陨落。在叶晨看来，陆玄可是高星大帝，在师父眼里，恐怕他们叶家的老祖都是蝼蚁，他可不想让老祖陨落在这里。沉寂一瞬，叶家3大老祖还是决定出手了。轰！恐怖绝伦的地境威压滔天涌起，3大老祖的数10丈法相之上，璀璨道纹涌动，化作无垠星河。他们的身前，天地灵火汹涌澎湃，如同汪洋一般肆虐。叶家3大老祖直接酝酿杀招，想要一击灭杀叶晨。陆玄淡淡道：你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就要捏碎1星大帝体验卡。突然，叶家护族大阵出现了一番波动，璀璨阵纹被激活。下一瞬间，一袭火红色长裙飘然降临，她的面容绝美，身上散发着淡淡的神华，凹凸有致的身材呈现一道完美的曲线。她向着下方的叶家众人俯视看去，微微皱眉，来者正是姬扶摇。而在她的身后，王蛮和青烟2个龙卫紧紧跟随，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准地威压。除此之外，还有数10个准地和半地站在王蛮2人身后。姬扶摇的纤纤玉手摊开，扶摇令的气机瞬间被引动，璀璨的道纹向着四周扩散，苍古的气息弥漫四周。瞬间，
叶家三大老祖身体颤抖，向着虚空中看去。女帝陛下，您回来了。姬扶摇雪景微倾，淡淡点头。闻言，叶家三大老祖沉声说道：“我叶家恭迎女帝陛下归来。”话音落下，叶家三大老祖直接向着姬扶摇跪了下去。扑通扑通，见此，叶家众人也如同潮水一般跪了下去。恭迎女帝陛下归来，恭迎女帝陛下归来。叶晨的膝盖微微弯曲，突然陆玄来到了他的身旁，拉住了叶晨，淡淡一笑：“你不用跪。”叶晨愣了一下，此时场中只有陆玄和叶晨两个人站着。叶家老祖呵斥道：“晨儿，跪下！”叶晨看向陆玄，陆玄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让叶晨放轻松。他将目光转向了虚空之上，缓缓开口：“扶摇，你竟然来了！”此言一出，叶家众人直接愣住了。什么情况？陆玄认识扶摇女帝，这怎么可能？而这时，姬扶摇的娇躯一颤，他这才看到了陆玄。刚才因为叶家老祖的准帝气息太过强横，陆玄被淹没其中，他竟然没有发现。瞬间，姬扶摇向着陆玄踏空而来，嫣然一笑：“师傅，你怎么也在叶家？”众人呆若木鸡。师傅？姬扶摇怎么叫陆玄师傅？他们没有听错吧？叶家老祖头皮发麻，脸上一抽，难以置信地看着陆玄，声音颤抖问道：“女帝陛下，陆玄真的是您的师傅？”姬扶摇点了点头，笑着看向陆玄。场中陷入了一片死寂，众人皆是目瞪口呆。搞半天，陆玄竟然是扶摇女帝的师傅。可刚才叶晨说陆玄是他的师傅啊，不可能这么巧吧？陆玄笑着看向姬扶摇：“扶摇，这1个月修为提高不少。”姬扶摇点了点头，目光柔和。见此，龙卫统领王蛮和青烟等人马上踏空而下，来到陆玄的旁边。他们无比震惊地看着陆玄，这就是女帝陛下的师傅，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见面了。他们想起姬扶摇的告诫，马上恭敬地向着陆玄拜礼：“吾等拜见陆封主。”陆玄微微点头，看向姬扶摇：“这些都是你的部下。”姬扶摇心眸闪烁，露出一丝歉意：“抱歉师傅，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身上的秘密。”陆玄笑了笑：“无妨，你先处理自己的事情，我也是机缘巧合来到叶家收徒。”说着，陆玄指了指叶晨：“叶晨，快叫大师姐。”叶晨愣了一下，打量着姬扶摇：“大师姐？”他有些没反应过来，叶家背后的靠山竟然变成了他的大师姐，有些像做梦一般。这时，不远处，叶家3个老祖跪在地上，干咳了起来。他们叶家是扶摇女帝的麾下，现在叶晨竟然成了女帝陛下的师弟，这辈分完全乱了呀！叶晨转头看向老祖：“老祖，可有什么不妥？”叶家老祖脸色一抽，说道：“没什么，没什么。”姬扶摇打量着叶晨：“师弟，你的天赋很高，师傅果然好眼力。”叶晨脸色一红，有些不好意思：“这都是师傅帮我的，我的身上染上了一丝诡异之力，修为跌落，连老祖都没有办法，但是师傅帮我压制住了。”姬扶摇脸色微变：“诡异之力？”他震惊地看着陆玄，这可是修炼界的禁忌之力之一，其一为不祥之力，其二为诡异之力。即使高星大帝染上这种禁忌之力，也会深受其害，并且无能为力。没想到他师父陆玄竟然有这等通天手段。这个时候，叶家老祖深吸一口凉气：“方才他们竟然想要对陆玄出手，谁给他们的勇气？这可是连诡异之力都能镇压的狠人。幸亏女帝陛下及时赶到，正好又都是自己人，否则他们可能要被陆玄抹杀了。细思极恐。”这时，陆玄淡淡一笑：“扶摇，你先处理自己的事情，我们一会再聊。”姬扶摇点了点头，将目光转向叶家众人，说道：“都起来吧。”叶家众人缓缓起身。青烟看向3大叶家准帝：“现在女帝陛下已经降临，你们该发天道誓言了。”叶家老祖点了点头，看向大长老一脉的众人：“女帝陛下，在你降临叶家之前，我叶家发生了一些事情，晨儿你给女帝陛下说一下吧。”闻言，叶晨将叶家的事情告诉了姬扶摇。姬扶摇美眸微蹙，没想到叶家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世子之争，若不是陆玄降临帮助叶晨崛起，恐怕今天他降临之后看到的就是叶晨父子的尸体。叶家老祖一脸苦涩，解释道：“女帝陛下，我有罪，是我纵容了大长老一脉。我当时觉得您既然要降临叶家，世子之争都是小事，就没有去管。没想到事情竟然发展成了这个地步。”姬扶摇看向叶晨：“师弟，你来决定。”叶晨愣了一下，瞬间，大长老一脉的众人全部向着叶晨跪了下去，如同潮水一般。扑通扑通，他们知道现在叶晨完全主宰了他们这一脉的生死。叶晨要他们死，他们必死。众人向着叶晨求饶了起来：“晨儿，这一切都是大长老要针对你和族长啊，与我们无关啊。晨儿，让我们效忠女帝陛下吧。”但叶晨一脸冰冷，他知道大长老这一脉这些年都对他和父亲做了什么。不只是大长老和叶良辰两脉之间积怨已久，早已不可调和。念及此，叶晨看向老祖：“老祖，灭了吧！即使他们发出天道誓言，我也无法信任他们。他们不死，我怕他们报复。”闻言，一个回跑老祖点了点头，直接抬手向着大长老一脉众人拍下。轰！恐怖绝伦的一掌落下，大长老一脉直接被斩草除根。一时间，叶家其他支脉都慌了。要知道，他们虽然不像大长老一脉和族长搞对立，但他们的年轻一代可都是嘲讽过叶晨。现在叶晨强势崛起，
若是要清算怎么办？众多支脉的长老惊慌失措地看向叶晨。晨儿，这些年我们的确对你太过冷落，甚至嘲笑过你，但我们平心而论，都是为了叶家。今天我们向你道歉，之前我们不该放弃你的。闻言，叶晨微微叹息：各位长老，我知道了，到此为止吧。他没有继续清算，这些支脉并没有什么生死大仇，不过是叶家内部的利益冲突罢了。如果真要因为放弃了他清算，叶家恐怕时不存一，这不是他想看到的。他也是叶家人。见此，叶家老祖松了一口气，他真怕叶晨说要灭了这些支脉，这样下去，恐怕叶家会名存实亡。3个叶家老祖见事情处理妥当了，马上率领叶家众人开始对着天道立誓。一个灰袍老祖祭出了腰间的灵剑，铮，一道剑吟声响起，剑气纵横，化作汪洋，凌寒的剑意向着四周倾泻。青烟看着这把灵剑，想起了当年的一些往事，他叹息道：叶北辰，当年你就是手持这把灵剑，斩杀了天罗殿2个准帝，但你也身受重伤。灰袍老祖唏嘘道：是啊，我们能活下来，多亏了女帝陛下，若不是最后女帝陛下以一己之力拦住了天罗殿所有强者，我们哪有什么机会逃走。说着，叶家圣王以上的强者皆是眼眶泛红，他们经历了那一战，太惨烈了。扶摇女帝独占3尊大帝，而且还拦住了其他准帝强者，让他们分成3股势力逃离了扶摇皇朝。这记忆不死不灭，天罗殿杀了他们扶摇皇朝多少人？当年叶家所在的势力死伤无数，他们叶家存在至今，也都是为了等待扶摇女帝的再次降临。当年仇犹未雪，心中恨何时灭？念及此，叶家老祖手中的灵剑有所感应，绽放出一道炽烈的寒芒，杀意。地前再亮旧时剑，寒光凛凛似当年。瞬间，叶家老祖心潮澎湃，直接带领叶家众人对着天道立誓：我叶家愿为女帝陛下赴汤蹈火，倾尽所有。我叶家愿为女帝陛下赴汤蹈火，倾尽所有。轰！虚空之上出现了一番震荡，天道誓言印证。很快，叶家众人的体内涌出了一道微不可察的印记，这就是天道誓言契约，一旦违反，直接被天道轰杀。见此一幕，姬扶摇轻轻点头。如今，扶摇皇朝3大旧部已经收拢其2，皇朝龙卫和青城叶家。姬扶摇看向叶北辰，接下来的时候，你们继续保持蛰伏，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叶北辰声音颤抖：女帝陛下，叶家其他几个准帝和半帝冰解的时候，心中还是带着执念，希望您归来带领他们继续作战，可惜他们没有看到这一天。姬扶摇有些动容：你们放心，天罗殿我必灭。叶北辰眼睛泛红，最终一战，我叶北辰就是燃烧寿元，燃烧神魂，也要多斩杀几个天罗殿的狗贼。青烟和王满等人说道：如今女帝陛下归来，我等只需等待女帝陛下的安排就行。叶北辰道：遵命。这时，姬扶摇笑着看向陆玄：师父，抱歉我之前对你有所隐瞒。陆玄笑了笑：无妨。姬扶摇对陆玄缓缓说道：当年我以灵火之道正帝，人称扶摇女帝，我一手打造了扶摇皇朝，皇朝还未走到真正的巅峰，就被天罗殿覆灭了。陆玄问道：天罗殿在南荒颇有恶名，这千年灭了不少势力。姬扶摇对陆玄密声传音道：师父，我之所以活着，是因为我利用一个上古秘术转世重生了。这件事情只有我最忠诚的几个部下知晓。陆玄点了点头，转世重生太过惊世骇俗，此事一定不能暴露。要知道转世重生涉及到轮回之力，这对那些至强大帝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尤其是那些身上沾染了诡异和不祥的大帝，他们深受其苦，无力回天。若是知晓姬扶摇有这等转世重生的秘术，恐怕直接兵临大道宗，强行出手索要，毕竟此法太过于逆天了。姬扶摇有些惊异，刚才当他说出转世重生秘术，师傅的脸上竟然没有一丝波澜。难道师傅之前就知道这件事情？又或许师傅根本不把这个转世重生的秘术放在眼里？师傅，他看不透。这时，叶家老祖问道：陆峰主，您现在是高星大帝吗？闻言，姬扶摇和叶晨以及叶家众人都看向陆玄，他们都想知道陆玄到底是什么境界。陆玄淡淡摇头。叶家老祖脸色巨变：难道是地境之上？陆玄笑了：好家伙，这叶家老祖怎么也开始挠不起来了？看到陆玄的表情，叶家老祖有了一丝判断，果然如此。陆玄一阵无语。叶家老祖疑惑道：可像陆峰主这等强者，为何一直背负着废柴之名？陆玄脸上一抽，这话说的，因为他之前就是个废柴啊。这时，叶家族长微微呻吟，叶晨马上看向老祖：老祖，能帮忙为我父亲治疗一下吗？他受了重伤。叶家老祖点了点头，来到族长面前，掌心之中出现了一枚疗伤丹药，服下吧，长风。族长马上吞下丹药，很快一股精纯的力量在体内涌动，如同春风一般抵挡着他的身体。不多时，族长身上的伤势已经好转了很多，他恭敬一拜：多谢老祖。叶家老祖淡淡点头，向着姬扶摇邀请道：女帝陛下，我们移步主殿吧。姬扶摇点了点头，和陆玄等人一起踏入了主殿。叶家老祖问道：女帝陛下，我皇朝另一个势力现在如何了？闻言，青烟的脸上露出一丝愠怒。另一个势力现在已经崛起，成立了一个叫做醉仙楼的组织，他们已经知晓女帝陛下归来，但迟迟不愿表态。
叶家老祖怒道：“竟有此事！”青烟说道：“现在的醉仙楼态度很模糊，不愿给我们明确答案。”叶家老祖脸色一冷，简直大胆！醉仙楼当时逃离的时候，带走了我们扶摇皇朝大量的修炼资源，能崛起做拍卖、经营至宝买卖，靠的就是我扶摇皇朝的底蕴。他们凭什么不愿再次臣服女帝陛下？姬扶摇眼中神华流转，过一段时间去醉仙楼总部一趟吧。王满脸上杀意袭动，若是醉仙楼不识好歹，我不介意让他们消失。姬扶摇点了点头，一时间扶摇皇朝众人脸上皆是怒意滔天。当年若不是扶摇女帝挡下天罗殿的攻势，他们怎么可能逃离？扶摇女帝完全可以抛弃他们，自己离开，但她没有那么做。他们的命是扶摇女帝给的，醉仙楼若不愿臣服，那就陨灭吧。片刻后，族长怀中的传音玉简不断震荡，他取出传音玉简，灵力注入，一道趾高气扬的声音传出：“叶长风，一炷香之后，我们就能抵达青城。不知叶家是否准备妥当？我女儿南宫白雪也会降临。”说话的正是南宫白雪的父亲南宫北秋。族长微微皱眉：“我知道了。”他缓缓收起传音玉简，看向叶晨：“晨儿，南宫白雪来退婚了。”退婚？叶家众人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叶家老祖看向众人，准备打开护族大阵迎接南宫家吧。轰！数个长老拂袖一挥，取出一个黑色阵盘，他们的手中灵诀变换，瞬间巨大的护族大阵之上灵纹流转，璀璨的神华不断暗淡了下来，虚空重归湛蓝澄澈。一炷香后，南宫家众人降临叶家主殿。南宫家族长南宫北秋神色倨傲，瞥了瞥叶家几个准帝老祖，直接向着客座踏去，仿若来到了自家大殿。诸位，我们开门见山，直接进入正题吧。叶家老祖虽然愠怒，但姬扶摇在场，他们忍住没有发作。而在南宫北秋的身后站着一个年轻的绝美女子，犹如芳菲出战，一袭长裙轻轻摆动，她的脸庞娇嫩欲滴，宛如春芽出土，皮肤白皙光滑，修长的身姿展露出完美的曲线，胸部丰满饱满，长发飘逸飞扬，如瀑布般银丝垂落，正是南宫白雪。南宫白雪用鼻孔看着叶晨，脸上带着戏谑和怜悯的笑容。叶晨冷笑一声，南宫家众人自行落座，场中气氛凝滞，仿若仇人相见。南宫白雪看向叶长风，并未起身，面若冰霜，冷冷开口：“叶族长，我如今已经拜入了太上玄宗，我与叶晨如同云泥之隔，今日前来，特来解除和叶晨的婚约。”闻言，陆玄嘴角微微扬起：“南宫白雪，你的路走窄了呀！”叶晨面无表情，内心毫无波澜，他转头看了看陆玄，密声传音道：“师傅，让你见笑了。”陆玄对着叶晨笑着点了点头：“无妨。”而此时，族长叶长风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虽然他早有心理准备，但现在这一幕发生在眼前，他还是感到颜面无光。这是赤裸裸的打脸，尤其是南宫家的态度，明明同为准帝皆势力，现在却仿若凌驾于叶家之上，简直岂有此理！南宫白雪转头看向叶晨，无比厌恶地说道：“叶晨，你不过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废物，如今坐井观天，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连仰望我的资格都没有。”叶晨嗤笑一声：“好一个仰望！”叶长风很想吼出来：“我儿叶晨不是废物，他已经崛起了。”但被叶家老祖瞪了一下，叶长风忍住了。这时，南宫白雪素手摊开，一枚丹药出现在掌心之中，他冷冷说道：“叶晨，这枚玄阶聚气丹送给你，希望你好自为之。对了，我现在是一名炼丹师。”说着，南宫白雪挺起傲人丰满的胸部，再次用鼻孔俯视叶晨，他的素手随意一甩，聚气丹直接扔到了叶晨的面前。玄阶丹药上面有3道丹晕。这时，南宫北秋冷冷一笑，看向叶晨：“叶晨，收下吧，这枚丹药是我女儿特意为你炼制的，从此你和我女儿大道朝天，各走两边。”叶长风眸光冰冷，感到无尽的羞辱。曾经晨儿送了南宫白雪数件圣王阶至宝，更是有大量灵石、符篆和阵盘，现在区区一枚玄阶丹药就想打发我们叶家？南宫白雪脸上露出鄙夷的神色：“那都是叶晨求着我才接受的，若是你们叶家缺这些垃圾，改日我让我师尊南阳丹圣送回你们叶家。”闻言，叶家众人脸上变得十分冰冷。南阳丹圣，那是太上玄宗的天阶炼丹师，他们叶家在太上玄宗面前如同蝼蚁一般，不值一提。南宫北秋脸上有些自得：“叶长风，我女儿白雪在半年前就拜入了太上玄宗云阳丹圣的门下，成为了他的真传弟子。不过半年时间，他已经跻身玄阶一品炼丹师。”声音落下，叶家众人皆是一惊。玄阶一品炼丹师，要知道炼丹一途分为黄阶、人阶、玉阶、玄阶、王阶、地阶、天阶，每一阶又分9品。南宫白雪竟然只用了半年时间就踏入了玄阶炼丹师的境界，如此天赋，他的未来在炼丹一途的成就不可估量。要知道南宫白雪拜入的是太上玄宗，太上玄宗是南荒有名的霸主级势力，再加上是南宫白雪的师傅是南荒久负盛名的云阳丹圣，未来南宫家或许要以炼丹崛起了。这时，叶晨看着面前的丹药，直接一把捏碎。看着丹药的基粉扬起，南宫白雪嗤之以鼻：“叶晨，这是你一辈子也炼不出来的丹药。”叶晨握紧拳头，他第一次产生了成为炼丹师的想法。炼丹师，
这时，耀眼的声音缓缓出现在叶晨的脑海：“晨儿，不必羡慕他，你的身上可是流淌着我耀家圣女的血脉，我耀家可是炼丹世家，区南宫白雪，给你提鞋都不配。晨儿，不必羡慕他，你的身上可是流淌着我耀家圣女的血脉，我耀家可是炼丹世家，区南宫白雪，给你提鞋都不配。”叶晨微微一惊，药老的炼丹水平这么高吗？很快，叶晨收敛心神，看向南宫白雪：“你要退婚，我岂能让你如愿？”南宫白雪皱眉，直接站了起来，一脸愠怒道：“叶晨，我猜的没错，你果然还是要继续死缠烂打。”叶晨嗤笑一声：“死缠烂打？你错了，即使你脱光了站在我的面前，我也对你没有任何兴趣。”南宫白雪咬牙道：“你这个废物找死吗？”叶晨狞笑道：“两家老祖之命，岂是儿戏？婚约已成，天地见证。不过我早就想和你一刀两断了。”说着，叶晨的手中涌动着璀璨的神华，直接向着婚约之上写下了一个字：萧。轰然间，玄黄镜的威压之力出现，刻下了一个醒目的烙印。一纸婚书直接变成了休书。叶晨冷笑一声：“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南宫白雪的娇躯微微颤抖，她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的休书，叶晨竟然敢休她！她双目泛出火焰：“你这个废物有什么资格休我？”叶晨冷哼一声：“你可以滚了。”这时，南宫北秋有些震惊地看向叶长风：“叶长风，叶晨什么时候可以修炼了？”南宫家的长老皆是目瞪口呆，谁能想到叶晨这个废柴突然又恢复了，而且现在已经是玄黄境中期了，难道是叶晨又要崛起了？叶长风冷冷道：“南宫白雪已经与晨儿解除了婚约，就没有必要知道这些了。”南宫家众人微微一滞，哈哈哈！突然，南宫白雪青丝飘起，对着叶晨笑了起来：“玄黄境又如何？还不是一个废物？我已经拜入了太上玄宗，你和我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叶晨冷笑不语，懒得搭理。南宫白雪伸出素手，她的掌心之中出现了一枚晶莹剔透的宝珠，宝珠神华滔滔，流转着璀璨的光芒，恐怖的气息向着四周扩散。圣王阶宝物。南宫北秋脸上露出了倨傲的笑容：“白雪，给他们解释一下此物的来历。”南宫白雪盯着叶晨，眸中闪烁着蔑视的神芒，道：“此乃云海珠，是上古秦家世子秦萧送给我的定情信物。”闻言，叶家众人再次心中一凛，上古秦家可是南荒的霸主级势力，其实力足以碾压叶家。没想到南宫白雪竟然成了上古秦家的未婚妻，怪不得南宫家今日如此狂妄。这时，叶晨耸了耸肩膀，眼中无波无澜：“所以呢，与我何干？”南宫白雪露出一丝笑容：“叶晨，骗一骗别人可以，不要把自己也骗了。你说不在乎，其实你的心里很在乎，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只想告诉你，即使你修为恢复，我也早已和秦萧结为道侣，而秦萧也拜入了太上玄宗。”还没有说完，叶晨闭上了眼睛，淡淡道：“没兴趣。”南宫白雪道：“呵呵，叶晨，你可以修炼了又如何？你永远不是我的对手，更不是我的道侣秦萧的对手。”叶晨道：“秦萧没听说过，但是见到他，我会把他踩在脚下。”声音落下，南宫白雪直接身形消失在原地，向着叶晨踏空而来。他的脸色冰冷：“秦萧是我的夫君，也是要成为太上玄宗神子的存在。我给你10个呼吸，给秦萧道歉。”叶晨看向南宫白雪，淡淡道：“蠢货！”轰！南宫白雪伸出素手，直接向着叶晨出手了。“叶晨，我只差一步就可以踏入玄宗境，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你我之间的差距。”轰然间，南宫白雪身上爆发出了玄黄境后期大圆满的气势，如同汪洋肆虐，恐怖的气机在主殿之中涌动，直接对着叶晨全力出手，拍出了一掌。见此，南宫北秋并未阻止，反而笑着看向叶长风：“叶长风，年轻一代的冲突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叶晨调侃白雪可以，但是他嘲讽秦萧，这是他的不对。上古秦家若是追究起来，可以轻易将叶家灭族。还没有说完，南宫北秋直接愣住了。啪！叶晨随手湮灭了南宫白雪的攻击，直接来到他的面前，一个巴掌扇出，一道清脆的声音响彻大殿。噗！南宫白雪直接被打飞出10几丈，左脸直接肿了一块，口中喷出一口鲜血。轰！他直接重重摔在地上。看到这一幕，南宫家的众人惊住了。怎么可能？叶晨只是一个玄黄境中期，南宫白雪可是玄黄境后期大圆满啊，为何不是叶晨的对手？下一瞬间，叶晨身形突然从原地消失，来到了南宫白雪的面前。南宫白雪正要从地上爬起来，啪！叶晨一巴掌扇向南宫白雪的右脸。南宫白雪一脸狰狞：“你！”啪！叶晨又是一巴掌，他骂道：“我！”啪！又是一巴掌，南宫白雪的脸直接被打成了猪头。这时，南宫北秋马上凝声道：“叶晨，住手！”叶长风却是淡淡一笑，拦住了南宫北秋：“年轻一代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南宫北秋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叶晨难道彻底恢复了？这可是越了2个小境界，碾压了南宫白雪。这时，姬扶摇对陆玄轻声说道：“师弟的实力不错。”陆玄调侃道：“那你不看看是谁的师弟？”姬扶摇噗呲一笑。场中，南宫白雪原本娇嫩白皙的脸蛋已经高高肿了起来，
如同一座小山一般，看起来十分凄惨。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叶晨，他竟然敢打他！他目眦欲裂，看向叶晨，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叶晨，你莫不是以为自己无敌了？叶晨嗤笑一声，没有说话。南宫白雪啐了一口浓血，咬牙说道：“我的道侣秦霄比你强大1万倍，他现在已经是玄宗境后期了。等到他成为太上玄宗的神子之后，你更不是他的对手。”叶晨笑了，南宫白雪打不过他，竟然把秦霄搬了出来。叶晨一拳砸向南宫白雪的眼睛：“你这个贱人，你被秦霄调教得很好啊！”砰！南宫白雪捂着眼睛满地打滚。片刻后，南宫白雪披头散发，讥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叶晨，你可能不知道叶家和秦家的差距。秦家是南荒的霸主级势力，现在秦霄又拜入了太上玄宗，他可是大帝之资，你拿什么和秦霄比？”砰！刚说完，南宫白雪又挨了叶晨一拳，他的眼睛变成了熊猫眼，看起来十分凄惨。这时，南宫北秋再也忍不住了，看向叶家老祖：“老祖，叶晨打够了吧？叶晨每一拳打下去，都是在给叶家惹祸。你们想让叶家灭族吗？”声音落下，叶家老祖的身上爆发出了恐怖的准地之力，如同沧海之水一般，向着南宫家的众人倾泻而来。怎么，这是在威胁我叶家？南宫北秋咬牙顶着准地的威压之力，嘴角溢出一丝鲜血，凝声说道：“老祖，不要把事情做绝了。”此言一出，场中陷入了一片死寂。叶家老祖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秦家是南荒的霸主级势力，其家族可是有大帝存在的，叶家完全不是对手。若是被秦家盯上，叶家必然覆灭。念及此，叶家老祖撤去了准地威压，缓缓说道：“晨儿，到此为止吧。”闻言，叶晨直接将南宫白雪踢出数丈，他重砸在地上，传出一声惨叫：“叶晨，你不得好死！”南宫白雪从地上爬了起来，回到了南宫北秋旁边。南宫北秋脸色冰冷，取出一枚丹药让南宫白雪服下。不多时，南宫白雪的脸庞恢复如初。南宫北秋向着叶长风扫了一眼：“今日我也不妨告诉你，我女儿觉醒了太阴元体，秦家已经和我南宫家有所约定，等到秦霄踏入圣境之后，就会和白雪成婚。”太阴元体，叶家老祖微微一惊，这是一种女子特殊的体质，与人双修，可以为对方反馈修为，而且第一次双修会反馈海量的修为，怪不得秦家会看上南宫白雪，不过是顶炉罢了。这时，南宫白雪看向叶晨，声音冰冷，咬牙切齿，如同怨妇，声音无比恶毒：“叶晨，此事我记住了。叶晨，此事我记住了。今天我的确输给了你，但我们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你终将被我踩在脚下。即使叶家所有底蕴都堆在你身上，也不会是我的对手。我的背后是秦家和太上玄宗，而你除了叶家还有什么？”叶晨转头看向身后，向着陆玄恭敬一拜：“我有师傅。”南宫家众人的目光皆是转向了陆玄：“师傅，这个青年是你的师傅？他是哪个势力的？”叶晨目光灼灼：“大道宗。”闻言，南宫北秋脸上一僵：“大道宗？大道宗可是在南荒历经数个纪元沉浮，屹立不倒的霸主级势力，堪比太上玄宗。叶晨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成为大道宗的弟子？”南宫家众人的神色瞬间变得恭敬了起来，向着陆玄一拜，问道：“这位前辈是大道宗哪位强者？”叶晨挺了挺胸膛，介绍道：“大道宗清玄峰陆玄。”南宫家众人直接愣住了，等等，这个名字怎么有些熟悉？马上，他们想起来了，陆玄，这不是大道宗那个久负盛名的废柴峰主吗？这些年，南荒每逢发生大事件，众多大势力齐聚，都会向大道宗开陆玄的玩笑。毕竟一个炼气期做霸主级势力的峰主，实属罕见。瞬间，南宫家众人皆是忍俊不禁，脸上的恭敬之色一扫而光。南宫白雪直接笑了起来：“哈哈哈哈，你可真是找了一个好师傅啊！我就说你这个废物怎么能入大道宗的法眼？原来如此。”南宫家的众人如释负重，皆是松了一口气。南荒盛传，如果拜陆玄为师，你这辈子就废了。叶晨废了，实现了从一个废物到另一个废物的过渡。见此，叶晨握紧拳头怒道：“你不懂我师傅的强大，他是无敌的。”南宫白雪乐不可支，捂着肚子大笑：“强大无敌？”叶晨一脸正色道：“圣王见我师傅如坐井观天，大帝见我师傅如浮游见沧海。”声音落下，南宫家众人都惊呆了。啊，这话说的，陆玄比大道宗的老祖还厉害了。他们真的想笑。陆玄微微一愣：“啊，这叶晨是不是对他的实力有什么误解？不过会说你就多说点，他爱听。”叶晨继续说道：“天不生我师傅，南荒万古如长夜，地尽尽头谁为峰？一剑师傅到成空。”南宫家众人他们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想笑。叶晨说得很认真，但南宫家的人只觉得听了一个笑话。陆玄若是这么强大的话，岂会背负多年废物峰主之名，被南荒取笑？南宫白雪嗤笑道：“叶晨，你就这么急于证明自己的未来，我不可能回心转意的，你就死心吧。”叶晨冷哼一声：“夏虫不可语冰。”南宫家众人脸上露出戏谑的笑容，但叶家众人姬扶摇等人对叶晨说的话却是深信不疑。陆玄的实力恐怖绝伦。姬扶摇看向陆玄，陆玄一副老神在在、风轻云淡的样子，他微微叹息：“师傅太低调了，
怪不得这么多年一直被人误解。之前在清玄风的时候，他刚开始还不理解，但现在他明白了，陆玄超然物外，完全视众生为无物，这就是他的师父陆玄，一个低调内敛的绝对强者。一旁，陆玄看着姬扶摇和叶晨，眼中有一丝尊崇和敬畏的神色，他愣住了。这两个徒弟又在想什么呢？这时，南宫北秋突然拂袖一挥，没有向叶族众人打招呼，直接起身向着大殿之外走去。走吧，叶家已经废了。叶家众人脸色冰冷，太过狂妄了。陆玄看向叶晨，需不需要我出手留下他们？叶晨摇摇头，师傅，交给我吧。他也不能事事都靠师傅，不然他岂不是变成靠山王了？虚空之上，南宫白雪对叶晨传音，声音冰寒：叶晨，过一段时间我会给你准备一个惊喜。叶晨冷哼了一声，看着南宫家众人离开的背影，叶家老祖深深叹息，谁也没想到事情竟然发展成了这个样子。今日一别，南宫家和叶家已经结怨。南宫家太狂妄了，自以为自己依仗上了南荒霸主秦家，就可以这么轻视叶家了吗？若是没有扶摇女帝，若是没有陆封主，他们自然会低下头。但扶摇女帝在此，更重要的是陆封主强大无比，他们叶家也有底气。片刻后，族长叶长风看向老祖，这一次叶晨已经和南宫白雪结下了梁子。若是南宫白雪将这件事情告诉了秦萧，秦家若是一怒之下降临倾城，要灭我叶家怎么办？几个叶家老祖呵呵一笑，将目光如转向陆玄。若是秦家赶来，陆封主弹指灭之。他们现在很膨胀，陆封主可是连诡异之力都能镇压的人，岂会怕一个秦家？南荒霸主又如何？秦家固然有几尊大帝存在，但在陆玄面前，那就是个屁。这时，陆玄问道：“秦家的大帝实力如何？”叶家老族想了想，秦家现在出世最强大帝应该是七星大帝，除此之外，秦家还有一些低星大帝。陆玄微微皱眉，如果秦家七星大帝降临，他还真不是对手。他手中只有一个一星大帝体验卡，无敌之资，可以无视一个大境界，秒杀敌人。帝境之上，每一星帝境分初期、中期、后期3个小境界，所以无视一个大境界，他可以秒杀2星大帝。但帝境一星一世界，相差1星，云泥之别，他肯定不是7星大帝的对手。看到陆玄皱眉，叶家老祖笑了笑，陆封主可是觉得这秦家老祖太弱了。闻言，叶家众人皆是一笑。7星大帝在陆玄面前就是个蝼蚁。叶晨说道：“到时候我师父出手，上古秦家直接覆灭。”陆玄直接愣住了，卧槽，谁告诉他们自己这么强大的？不要搞事情啊！他人傻了呀？怎么都觉得自己实力通天彻地，可以秒天秒地啊？他寻思自己也没有说过自己无敌了吧？姬扶摇眼中神华流转，娇嫩唇瓣微起。师父比较低调，但这不代表师父所有事情都会忍气吞声。叶家众人想起陆玄在家族大会上大杀四方，瞬秒了10几个大长老一脉的圣人，这就是陆玄啊！不惹事，但也不怕事。这时，叶晨悠悠问道：“师父，若是真到了那一天，你会出手吗？”陆玄只能硬着头皮说道：“无所谓，我会出手的。”此言一出，叶家众人陷入了狂喜。叶晨现在拜师陆玄，抱紧了一个超级大腿啊！叶家必然在南荒崛起，成为霸主级势力。陆玄看着叶家众人激动的样子，一阵无语。这是他装笔装过了吗？但已经装到这份上了，只能硬装下去了。自己选择的路，装也要装下去。毕竟人在外面的身份都是自己给的。这时，秦烟笑了笑说道：“不过，我觉得秦家不会对叶家出手，至少明面上不会。”叶家老祖皱眉：“哦。”秦烟解释说道：“一是秦家和叶家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即使灭了叶家又如何？整个南荒都知道南宫白雪被休掉的，这对于一个霸主级势力来说，颜面损失太大了。二是现在叶晨已经是大道宗弟子，大道宗可是南荒出了名的维护弟子，大道宗底蕴深厚，不知多少帝境巨擘在沉睡。秦家敢以大欺小，大道宗绝不会做事不管。”闻言，叶家老祖点了点头，有道理。更重要的是我们有陆封主，且不说秦家杀来，就是太上玄宗杀来又如何？秦烟笑了笑说道：“所以我觉得，即使南宫白雪想把这件事情告诉秦萧，南宫家也会阻止的。此事就是一个笑话，会让秦家蒙羞。”叶家众人赞同，的确如此。叶家老祖微微叹息，可惜看不到陆封主出手的画面了。一想到陆封主抬手灭杀大帝，我想想都有些激动。陆玄一脸黑线，他也想啊，可现在实力不允许啊。这些人怎么回事？姬扶摇心眸闪烁，淡淡说道：“我师父喜欢低调，关于我师父的实力，你们不可泄露。”叶家众人点了点头，遵命。一时间，他们觉得陆玄的形象更加高大了起来。这就是绝世强者吗？陆玄看了看姬扶摇，很是满意。还是大徒弟懂我呀，他现在还没有发育起来，高调个屁啊！等啥时候收个高星大帝徒弟再说。不过有了高星大帝徒弟，还需要他出手吗？他好像又可以躺平了，真是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啊！这时，姬扶摇看向叶晨，秦家的高层或许不会对你出手，但他们的年轻一代必然会针对你。叶晨淡淡一笑：“大师姐，他们都会被我踩在脚下，我绝不让师父失望。”叶长风抚掌大笑：“好好好，不愧是我儿。秦萧有大帝之资又如何？我儿也有大帝之资。”叶晨脸色微微一红，
接下来，姬扶摇又给叶家老祖交代了一些事情。醉仙楼的事情，青烟和王满等人会去联络。马上，他要和陆玄回大道宗了。不过在临走之前，姬扶摇看着陆玄，师傅，好久没有给您做饭了，我们吃完再走。做饭？叶家众人，包括王满等龙卫，直接惊呆了。陆玄这等强者，还未辟谷吗？他们目瞪口呆。但转念一想，陆玄这等强者，岂是他们能够随意揣测的？姬扶摇笑了笑，其实，在清玄峰的时候，我经常给师傅做饭。众人呆若木鸡，这可是女帝陛下啊，何曾降尊于跪给别人做饭？也就是陆峰主这等强者了，才能让扶摇女帝放下身段。很快，姬扶摇走进了厨房，叶家老祖和青烟、王满等人争前恐后要为姬扶摇打下手。女帝陛下，我来洗灵菜；女帝陛下，我来切肉。但都被姬扶摇拒绝了，直接将他们赶出了厨房。你们出去，我自己来。一堆人围在厨房门口，暗中观察。厨房里只有叶晨和姬扶摇2个人。陆玄呢，早回到叶晨的房间睡大觉去了。他也不明白，不就做个饭，竟然出动了几10个准帝和半帝，有必要吗？是能让饭菜变得好吃，还是怎么的？而此时，众人看着姬扶摇切菜、烧锅的动作，熟练的让人心疼。叶晨在一旁仔细观看，他小声说道：“大师姐，师傅平日在清玄峰都干些什么？”姬扶摇笑了笑：“吃饭，躺着，可能偶尔作诗，画些画。”叶晨惊呆了：“师傅不修炼吗？”姬扶摇说道：“不修炼。”叶晨挠了挠头。姬扶摇说道：“不过师傅喜欢吃饭，你也可以研究一下。而且，我告诉你，做饭这件事情很有讲究，这也是一种修炼。不过师傅喜欢吃饭，你也可以研究一下。而且，我告诉你，做饭这件事情很有讲究，这也是一种修炼。”叶晨似懂非懂，这也是一种修炼。姬扶摇耐心讲解，修炼如烹小鲜，不仅需要功法，还有心境，还有一道自然之道，这在做饭上都有体现。叶晨恍然大悟，这就是师傅开发出来另辟蹊径的修炼方式吗？还可以放松。姬扶摇笑着说道：“我再举个例子，你看做饭的时候，是不是要用到灵火？这也是在提升灵火之道。至于其他方面，你可以自己去挖掘。”叶晨悟了。姬扶摇叮嘱道：“以后注意，师傅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认真揣摩，其中必有深意。师傅就喜欢无意之间给你指点一下，你如果抓不住，那就错失机缘了。”叶晨牢记住姬扶摇的话，多谢师姐。他的心里暗道：师傅果然是高人。他现在有点期待踏入清玄峰之后的生活。1个时辰后，姬扶摇终于完成了盛宴，他马上给陆玄传音：“师傅，吃饭了。”陆玄悠悠醒来，来到一处大殿，这里已经摆满了一桌，叶家老祖、王满等人站在一旁，等待陆玄上桌。众人有些感慨，这一次他们竟然跟着陆玄沾光了，吃到了扶摇女帝亲手做的饭菜，这可是女帝陛下啊，他们哪里有此等殊荣？陆玄被邀请上主座，姬扶摇和叶晨分别坐在陆玄的旁边，其他人这才一一落座。桌上的菜品琳琅满目，有红烧火烈兽、辣子灵鸡、水煮昆鱼、拍灵黄瓜，桌上还有几瓶灵酒。陆玄点了点头，看向姬扶摇：“徒儿有心了。”看得出来，姬扶摇研究过他交给他的那个菜品的预检。众人看着陆玄，有些拘谨。陆玄摆摆手：“吃吧，没那么多规矩。”但众人没有动筷。陆玄浅浅尝了一口火烈兽肉，点了点头：“不错。”众人这才开始吃了起来。叶家老祖端起桌上的酒瓶，对陆玄说道：“陆峰主，这是我购买的820年的灵酒，一直没有机会喝，我给您满上。”姬扶摇淡淡一笑：“给我也来点。”叶家老祖微微一愣：“女帝陛下，您？”姬扶摇道：“今天正好团聚于此，我也喝几口。”众人开怀大笑。接着，叶家老祖和王蛮开始疯狂吹捧姬扶摇做的饭菜：“女帝陛下，这简直太好吃了！女帝陛下，你就是南荒食神啊！有幸品尝一次陛下做的菜，感到三生有幸。”场中气氛很欢快。叶家老祖看了看叶晨：“晨儿，等回到清玄峰之后，你要多向女帝陛下请教，多向陆峰主请教。”叶晨点头道：“好。”不多时，酒足饭饱，众人移步主殿。叶家众人知道扶摇女帝和叶晨快要离开了。叶家老祖意念一动，从纳戒中取出了一个苍古的灵器。这个灵器看起来像一个墨宝，通体漆黑，看上去极为诡异。随着叶家老祖轻轻一拍，恐怖绝伦的力量涌现，无比璀璨的道纹向着主殿之中扩散，场中弥漫起一股浩荡的准帝威呀！这是一个准帝兵。叶家老祖笑着看向叶晨：“晨儿，这是叶家的镇族至宝，准帝兵天元墨盒，这是我曾经在一个上古秘境中得到的。你现在要离开叶家，把这个准帝兵带上吧。”叶晨摇了摇头：“老祖，我不需要。”叶家老祖说道：“收下吧，你现在已经得罪了秦萧，若是被秦家针对，这个准帝兵起码可以给你支撑一些时间，足以让陆峰主赶到救你了。”叶晨说道：“老祖，我不用，因为师傅已经给了我一个更好的至宝。”叶家老祖微微一惊：“是何物？”叶晨看向陆玄，陆玄淡淡点头，然后叶晨将地兵大道锁取了出来：“老祖，这就是师傅送给我的地兵大道锁。”大道锁之上流转着璀璨的道纹，无比晦涩古朴，在这些繁复的道纹之中，大道锁仿佛封禁着一股无比恐怖的力量。众人定睛去看，只觉得有些头皮发麻。
瞬间，一丝地境威压在主殿之中倾泻而出，如同排山倒海一般的力量压在众人的心头。众人皆是感到一阵心悸。地兵，陆玄竟然给了叶晨一把地兵。叶家老祖等人心中有些羡慕，看向叶晨：“晨儿，我可以看看吗？”叶晨将大道锁呈给叶家老祖，他们马上探出神念来细细探查大道锁。一丝神念探入大道锁之后，马上被一股诡秘的黑色力量所吞噬。这种力量让叶家三大准地老祖后背发凉，头皮发麻。诡异之力，叶家老祖震惊不已，声音变得颤抖了起来：“晨儿，这锁链之中封禁的那股力量，莫非是你体内的诡异之力？”叶晨点了点头。众人无比震惊地看着大道锁，这就是诡异之力。曾经叶家三大老祖耗费了叶家无数底蕴，也不能镇压，现在竟然被陆玄镇压在大道锁之中了。姬扶摇也产生了兴趣，他的心眸闪烁，这就是诡异之力吗？叶家老祖恭敬地将大道锁送到姬扶摇面前，王蛮和青烟等龙卫也凑了过来。姬扶摇拿起大道锁，看向其中封禁那一丝诡秘的力量，诡异之力如同一道黑烟在大道锁之中不断流转，他的心神微微颤抖，那是一种本能的恐惧，这就是传闻中的禁忌之力啊！连至强大帝都为之心悸的东西，一旦染上诡异之力，难以拔除。场中众人都将大道锁探查了一番，他们心生感慨，幸亏遇到了陆玄，否则这诡异之力恐怕还留在叶晨的体内。叶家老祖心有余悸地说道：“女帝陛下，本来我们是想等您降临之后，让您看看能不能解决这诡异之力，没想到陆封主竟然降临我叶家了。”姬扶摇摇了摇头，即使是我巅峰时期，我也无能为力。众人目瞪口呆，他们看向陆玄，心中越发震惊。陆封主到底有多强？随手赐给叶晨的地兵就镇压了这诡异之力。片刻后，叶晨收起大道锁，叶家老祖又取出数个仓谷玉简。既然你师父送你地兵，那么你地功法也不能落于下乘。这是我数千年收集的准地阶功法，里面有剑技，有拳法，还有刀诀，你可以看看，选一个修炼。叶晨有些激动，准地阶功法。叶晨正要走过去，陆玄淡淡说道：“不必了，准地阶功法品阶有些垃圾了。”叶家老祖愣住了，什么？准地阶功法品阶还垃圾呀？陆玄看向叶晨，取出了一枚功法玉简。叶晨，还记得我说过，回到清玄峰之后，我再给你一个礼物吗？叶晨点了点头，他想起来了。陆玄笑了笑，现在就送给你吧，你缺少一个高阶功法。说着，陆玄屈指一弹，那枚功法玉简飞向了叶晨。叶晨有些激动地接住这枚玉简，他很期待这个功法是什么品阶。师父刚才说准地阶地功法有些垃圾，那么这一定是地阶功法。地阶功法呀，他直接赢在了起跑线上。很快，叶晨探入神识，查看这个功法。晃天绝，瞬间，叶晨感到眼前风景变幻，直接来到了一片虚幻空间之中。轰！一个伟岸的青山男子缓缓从虚空之中升起，他背靠诸天星域，身上的神华滔滔，映照诸天。他的青丝垂落，身上道纹闪烁，双眸闭合之间，雷霆纵横，惊天动地。叶晨无比震惊，这是何等强者！这个青山男子的一手托着一方浩瀚世界，在他的面前是无尽的一族敌人，这些敌人皆是大地，地境之威如渊四海，湮灭星辰，贯穿苍穹，足以撕天裂地。青山男子目光睥睨，看向面前的一族诸敌，缓缓开口：“即使一手托着浩瀚世界，我照样无敌。我为荒天帝，当镇压世间一切敌。”话音落下，青山男子身形突然消失，每一步踏出都是100万丈，每一步都踩着一座星辰，踏星而行。轰！一拳轰出，如同宇宙破碎，如同星域坠落。轰然间，无比狂暴的力量向着诸天倾泻了起来。这拳印透露着无敌之姿，所到之处湮灭一切。璀璨的道纹不断凝出虚幻的形状，直接向着一众异族敌人镇压了下去。下一瞬，万千异族敌人轰然湮灭，死无葬身之地。叶晨感到一阵恍惚，瞬间从方才的异象之中退了出来。荒天诀通过方才这一幕震撼的画面，全部传承给了他。叶晨愣愣地站在原地，全身汗水流淌，完全沉浸在刚才的画面之中，久久不能回过神来。这个强者是谁？竟然如此霸气横绝，仿若贯穿古今，踏空而起，一拳灭杀无数大地。众人有些震惊地看着叶晨，等到叶晨目光恢复如初，这才开口问道：“晨儿，刚才这个功法莫非强大无匹？”叶晨重点了点头，师父赐给我的是6星地阶功法荒天诀，这个功法之中凝聚着恐怖的道与势，带着一种至强的执念。叶家众人震惊在原地，6星地阶功法荒天诀，他们将目光转向陆玄，激动的牙齿都在颤抖。陆封主的底蕴到底有多么深厚，竟然随手掏出了6星地阶功法。此时陆玄老神在在，一脸风轻云淡，缓缓说道：“这不算什么，我这里好东西多的是。”此言一出，众人更加震惊。叶家老祖舔了舔嘴唇，他现在都想拜陆玄为师了。马德虽然有点不要脸，但是如果能够得到地兵，能够得到地阶功法，要这老脸有何用？只是话到了嘴边，却说不出来。他可以拜师，但是陆玄不一定收啊。如果陆玄不收，他岂不是要尴尬的脚趾抠地？毕竟陆玄亲自降临叶家，是为了叶晨而来。想了想，
叶家老祖放弃了。此刻作为一个准地老祖，他真的羡慕得不轻啊。这时叶晨收敛气息，向着陆玄恭敬一拜：“师傅，多谢。”陆玄笑了笑：“一定要记得努力修炼，别的我对你没有什么要求。哦，对了，可以学学做饭。”闻言，叶晨感动的差点要哭了出来。这就是师傅啊，付出了这么多，却什么也不索取。这个荒天诀实在是太强大了，他很自信，凭借这个功法可以横扫一切天骄，踩着他们崛起。突然，叶晨想到，既然师傅将这个功法如此随意的交给他，那岂不是代表着他比那个青山男子更加强大？震惊！叶晨的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师傅到底有多么强大？难道已经在地境之上超脱了吗？就在叶晨陷入思索的时候，叶家老祖有些激动地问道：“晨儿，陆峰主还送你其他东西了吗？”这不是他贪心，他实在想大开眼界一番。他这辈子都没有这么近距离见过这么多至宝啊！叶晨笑了笑：“老祖，我师傅还送了我一株天地异火种子，古冷幽火。”说着，叶晨意念一动，一缕灰白色的火焰萦绕在了他的指尖，缓缓跳跃着。瞬间，主殿之中的温度骤降了极多，如同陷入了冰窟一般。叶家众人再次震惊：天地异火种子，这可是多少大帝都趋之若鹜的东西！一旦此物现世，大帝也要争得头破血流啊！陆玄竟然将此物送给了叶晨。更重要的是，这个异火种子可以随着叶晨不断成长，几乎是没有上限的。叶家老祖拍了拍胸膛，久久无法平静。他叮嘱道：“晨儿，这些至宝对于陆峰主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一旦被南荒其他准地强者、地境强者发现，会给你引来杀身之祸，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天地异火种子，你千万不要随意展现。”叶晨收起古冷幽火，点了点头：“老祖，我知道了。”叶家老祖舔了舔嘴唇，有些兴奋地问道：“还有吗？”叶晨说道：“老祖，还有一个秘密，我的修为是7天从炼气境踏入玄黄境的。我师父给我吃了一个天阶洗髓丹。”什么？叶家众人直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所有人都面红耳赤，无比激动。天阶洗髓丹，把他们整个叶家打包卖了，也买不起一枚天阶洗髓丹啊！陆玄的底蕴到底有多深？怎么随手掏出来的宝物都是惊天动地之物？不是他们没见识，而是这些至宝都太过于惊世骇俗了。即使霸主级势力强如秦家，强如太上玄宗，恐怕也不能做到给弟子如此多的至宝呢。一时间，所有人看向陆峰主，他们服了，真的服了。另一边，姬扶摇和众多皇朝龙卫也是目瞪口呆。谁能想到陆玄给的东西一个比一个离谱啊！这些至宝简直太逆天了。姬扶摇目光悠悠，看向陆玄，美眸微蹙。之前在清玄峰的时候，陆玄给了他一枚天阶极品道基丹，然后又给了他一个6星地阶功法焚天诀。他觉得这已经是逆天的机缘了，他已经完全满足了。没想到师父竟然一下子给了师弟叶晨这么多至宝，不知为何，他的心里有一丝丝小小的羡慕了。比起叶晨，师父送他的宝物确实有点少呀。这时，叶家3大老祖面红耳赤的继续问道：“晨儿，还有吗？还有吗？”叶晨脸上一抽：“没有了，这已经太多了，还想要啥呀？”他都有些不好意思了。陆玄淡淡一笑：“谁说没有了？等回到清玄峰之后，我再送你遗物。要知道他现在还有一个吞天轰炉放在系统空间呢，这是一个炼丹炉，也可以作为杀伐地兵。如果回到清玄峰，经过耀言的测试，叶晨真的有炼丹的天赋，那么让叶晨同时走炼丹的道路也未尝不可。到时候叶晨就是同时走2条路，丹武双修。”而此时，叶家众多老祖直接惊呼了起来：“我的天啊！他们已经顾不上自己的师太了。陆玄还要送一件至宝。”叶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师父，有点太多了呀，要不送给大师姐？”姬扶摇美眸神华流转，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刚才在陆玄说出还要送叶晨一件至宝的时候，他的心态有了些许的转变。是不是送给师弟叶晨的有点太多了呀？师父不能厚此薄彼啊！虽然他上一世是大帝，但陆玄每一次送出的都是至宝，他也坐不住了。上一世他只是1星大帝，但陆玄的至宝可都是高星地界。看到姬扶摇的表情，陆玄笑了笑，他突然想到，好像和叶晨比起来，送给姬扶摇的有点少了。不过无妨，后面都会有的。陆玄淡淡一笑：“扶摇、叶晨，你们放心，现在的只是洒洒水，只要你们努力修炼，我这里至宝很多。”他开始画大饼了。闻言，姬扶摇雪景微倾：“师父，我会的。”叶晨也握紧拳头：“师父，我一定努力修炼。”陆玄点头：“好好好。”不多时，姬扶摇向叶家老祖交代了一些事情，和叶家老祖作别。青烟和王蛮等皇朝龙卫则是前往醉仙楼总部沧州。王蛮双眸中闪烁着火焰：“女帝陛下，我等一定探明醉仙楼的态度，若是他们拒绝，我等不介意让醉仙楼消失在沧州。”姬扶摇点了点头。临走的时候，叶长风拍了拍叶晨的肩膀：“晨儿，去了大道宗，一定要努力修炼，听师傅的话。”叶晨重重点头，低声说道：“父亲，我一定努力修炼，终有一天我会踏入药家，将母亲救出来。”叶长风的身躯突然一颤，声音颤抖：“好！”现在叶晨拜师陆玄，陆玄又如此强大，他终于看到希望了。药家可是南荒的霸主级势力，和叶家差距太大，但有陆玄在，他和叶晨也有了和药家谈判的资本。
他相信，在陆玄的指导下，叶晨一定可以在某一天将他母亲救出来，然后他们一家人团聚。念及此，叶长风笑了笑：“晨儿，去吧。”叶晨点了点头。这时，陆玄取出那一枚传音玉简，交给叶长风，以防万一。如果秦家真的敢对叶家出手，给我传音。叶长风收起玉简，激动地点了点头。片刻后，叶晨和陆玄及扶摇三人离开了叶家。陆玄三人马上前往青城附近的传送阵，准备离开青城，回到大道宗。轰！三人踏出了传送阵。叶晨看着消失在眼前的青城，眼中一阵恍惚。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真的太过于玄幻了。踏入大道宗之后，他一定努力修炼。南宫家，南宫北秋一行人回到家族之后，南宫北秋带着南宫白雪第一时间来到了祖地。祖地一片苍茫，璀璨的道纹不断流转，看起来十分诡秘。数座洞府之中弥漫着恐怖绝伦的准地境威压，在这里有数个准地老祖在沉睡。南宫北秋恭敬地向着祖的拜礼：“老祖，出大事了！”瞬间，一个洞府之中，准地气息收敛，苍老的声音传了出来：“是白雪回来了呀，进来吧。”闻言，南宫北秋父女两人踏入了准地老祖的洞府。洞府之中，一个灰袍老者盘膝坐在一个蒲团之上，他的手中灵诀变幻，晦涩古朴的力量在不断收敛，玄妙的契机渐渐归于无形。南宫白雪将在叶家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老祖。灰袍老族缓睁开眼睛，眉头紧张，竟有此事。他有些震惊，叶晨竟然可以修炼了，而且提升到了玄黄境，连南宫白雪都不是对手。这时，南宫白雪哭了起来，脸上流下了2行清澈的泪水。他一下子扑进了老祖的怀里，哭唧唧地说道：“老祖，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那个废物竟然敢这么对我！我长到现在，这是我第一次被人打。”灰袍老祖轻轻拍了拍南宫白雪的后背：“好了好了，此事还得从长计议。”南宫白雪蹙眉道：“老祖，我可以告诉秦萧，让秦家直接出手灭了叶家。”灰袍老祖摇了摇头，阻止道：“不可。”南宫白雪问道：“为什么？”灰袍老祖说道：“现在的叶晨已经不是以前的叶晨了。其一，叶晨已经拜入了大道宗，虽然那个陆玄是有个有名的废物，但那也是大道宗啊，这是我南宫家惹不起的存在。其二，你若让秦萧知道此事，即使秦家出手，但秦家也会为此失了颜面。毕竟你和叶晨的婚约，很多势力都知道，你又在叶家蒙羞，此事即使叶家被灭，秦家也会因此被其他大势力诟病。”南宫白雪咬牙道：“那怎么办？我现在就想让叶晨那个废物死。”灰袍老祖呵呵一笑：“秦家和叶家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有的是机会。至于你被叶晨打了，这件事情不要告诉秦萧，你说了，反而秦家会觉得我们南宫家办事不力。”南宫白雪问道：“可如果我们不说，万一叶家到处宣扬呢？”灰袍老祖冷笑一声：“不可能，叶家老祖不是傻子，他们一旦让此事暴露出来，秦家必出手。”这时，南宫北秋皱眉问道：“老祖，叶家是不是找到了一个什么靠山？这次我踏入叶家，明显感觉叶家变了。”灰袍老族想了想，8九不离10，叶晨体内的那股力量，连叶家老祖都解决不了，一定是有高人出手了。南宫白雪一脸冰冷：“该死的废物叶晨，竟然也有这等机缘！”他攥紧拳头，气得峰峦起伏，他真的恨不得马上杀死叶晨。灰袍老祖叹息一声：“这世间之事，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你和叶晨之间缘起缘灭，如今已经断绝。不过叶家现在也有取死之道。白雪，你放心，叶家必定覆灭。叶北辰那个家伙，我的确曾经和他在一个上古秘境之中有过一些渊源，但如今他看着叶晨落下休书，竟然坐视不管，我与他之间从此恩断义绝。”南宫白雪皱眉说道：“老祖，当时您就不应该和那个老东西立下我和叶晨的婚约。”灰袍老祖脸色一黑：“这件事情的确怪我，当时我们从上古秘境之中死里逃生，大喜过望之下聊起了家族的天才，没有多想就给你们结下了婚约。”南宫白雪嘟着嘴悻悻道：“虽然那个废物叶晨已经可以重新修炼了，但是比起我的夫君秦萧来说，什么也不是。不，把那个废物和秦萧相比，就是再侮辱我的夫君。”灰袍老族点了点头，看着南宫白雪，眼中充满了无尽的期许。“白雪，我南宫家的未来现在都在你的身上，不用太在意叶晨和叶家，叶晨必死，叶家必定覆灭。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牢牢地控制住秦萧，同时在太上玄宗站住脚跟。”南宫白雪点了点头：“好的，老祖。”就在这时，南宫白雪那戒中传音玉简微微震动，她取出传音玉简，注入灵力，一道中年男子的声音缓缓传来：“白雪，去叶家退婚的事情处理得如何了？”说话的正是南宫白雪的师尊云阳丹圣。南宫白雪犹豫了一下，说道：“师尊，已经处理好了。”云阳丹圣淡淡道：“不错，那就尽快返回宗门吧。这3个月，我要对你进行特训。”南宫白雪愣了一下：“特训？师尊，这是有什么事情吗？”云阳丹圣笑了笑说道：“100年一度的炼丹交流大会，3个月后要开启了。这一次是在大道宗的丹峰举行，到时候我会带你过去。”大道宗丹峰，听到大道宗的名字，南宫白雪瞬间心中一紧。叶晨也在大道宗，可惜了，这个废物根本不会炼丹，不然他将狠狠将叶晨踩一脚。可惜了。云阳丹圣说道：“
白雪，3日之内回到宗门吧。南宫白雪点了点头，师尊，遵命。收起传音玉简，南宫白雪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老祖和父亲。灰袍老祖目光浑浊，竟然这么巧。南宫白雪露出一脸厌恶的样子，老祖，我真的不想再见到那个废物了，他让我感到恶心。如果非要见到，我希望看到的是叶晨那个废物的尸体。灰袍老祖沉声道，先不要想这些了，叶晨已经是死路一条了。这3个月，你就跟着你师尊好好学习炼丹之道吧，然后去到大道宗震惊其他天才。南宫白雪点头，好的，老祖。不多时，南宫白雪离开了家族，乘坐传送阵前往太上玄宗。大道宗清玄峰上，宗主一袭灰袍轰然降临，人呢？怎么还没回来？陆玄和姬扶摇的洞府都是空的。宗主知道姬扶摇接了一个宗门任务外出了，但陆玄呢？他干什么去了？宗主实在不知道，一个炼气期跑出宗门，这是要干什么？已经快1个月了。好在大道殿之中，陆玄和姬扶摇的魂牌都无事发生，这也就说明他们都是安全的。宗主来到草屋看了看，草屋之中有许多摆放整齐的碗筷，看到这些，他的心里就很来气。一个修炼者还不能做到辟谷，那你修炼个什么？吃一些灵兽肉之类的，倒也可以接受。但是陆玄天天吃饭，这谁受得了？关键是把姬扶摇带偏了。念及此，宗主深深叹了一口气。不过因为姬扶摇的关系，苍玄老祖已经下令不再约束陆玄，所以他也不能再用这件事情来教训陆玄。宗主摇了摇头，准备离开清玄峰。突然，清玄峰外一道璀璨的神华冲天而起，向着清玄峰的方向飞了过来。宗主神念一扫，直接愣住了。陆玄回来了，姬扶摇也回来了，他们竟然是一起回来的。宗主微微皱眉，喃喃说道，陆玄这家伙不会是去找姬扶摇了吧？等等，另一个青年男子是谁？轰！片刻后，陆玄和姬扶摇、叶晨3人降落在了清玄峰上。看到宗主，陆玄有些意外。宗主想探查一下陆玄的修为，但发现被一股力量屏蔽了。他脸上一抽，陆玄这家伙还真喜欢上这种隐藏修为的感觉了是吗？然后他将目光转向姬扶摇，有些惊喜地问道，扶摇，你的修为竟然突破到1重玄尊境了。姬扶摇淡淡一笑，这次外出历练获得了一些机缘。宗主不断点头，很是满意。不错不错，这一次你身上的气息有些内敛，看来收获不小。一旁叶晨观察着宗主，他有些愣神，宗主只是一个圣王境吗？看宗主的态度，好像更喜欢大师姐多一些。宗主对师父有一些冷落啊。这时宗主看向陆玄，很是疑惑，你这1个月干什么去了？陆玄很随意说道，我去外面走走，看看风景什么的。宗主一脸问号。沉寂一瞬，宗主沉声说道，陆玄，你只是一个炼气境，没事的时候不要随便乱跑，南荒很大也很乱，你这修为走到哪都危险。陆玄道，知道了。叶晨脸上一抽，卧槽，他师父可是南荒顶级强者呀，师父的强大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可是宗主竟然不知道。这一刻，叶晨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陆玄被大道宗、被很多大势力吐槽诋毁了。师父他太低调了呀，明明这么强大，却不愿展露修为。果然，师父的境界太高了，不是他可以理解的。宗主探出一缕神念，观察叶晨，片刻后，他惊呆了。叶晨的体内无瑕无垢，至纯至粹，他的道基堪称完美，他的骨龄也不过16岁，但他已经是玄黄境中期了，而且整个人的修为底蕴十分凝练。叶晨的身上还透露着一丝玄妙的气息，那股气息他竟然看不透，这是哪里来的天才？宗主看向姬扶摇，扶摇，这是你带回来的天才吗？陆玄愣了一下，卧槽，不应该问他吗？姬扶摇嫣然一笑，宗主，这是我师父收的徒弟。宗主皱了皱眉头，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陆玄，什么？陆玄你收的徒弟？陆玄说道，是啊。叶晨缓缓上前，向着宗主拜礼，宗主好，我叫叶晨，是师父的2徒弟。宗主哦了一下，他可不信这是陆玄带回来的，毕竟陆玄就是一个炼气境，他拿什么吸引这个天才？他方才浅浅探查了一番，初步断定这个叫做叶晨的青年的修炼天赋可以媲美姬扶摇，这等天才，即使陆玄将清玄圣人的所有底蕴都拿出来，恐怕也无法吸引他拜陆玄为师，所以这其中必有隐情。突然宗主的脑海中闪过一道亮光，这一次姬扶摇离开了之后，陆玄也跟着离开了。要知道姬扶摇可是和扶摇皇朝有渊源的，但是他不想暴露，所以让陆玄也离开了宗门。其实这个叶晨一定是和姬扶摇大有关系的，这次归来假意拜入陆玄门下，说是陆玄徒弟。念及此，宗主一下子觉得太合理了，怪不得陆玄这家伙跑出了宗门，怪不得姬扶摇躲开了那个圣人护道者的追踪，原来是姬扶摇去找这个天才去了。宗主淡淡一笑，不愧是他，马上推断出了事情的始末。不过既然姬扶摇说是陆玄带回来的，那他也就不戳穿了。现在大道宗又多了一个天才弟子，这是好事啊。至于陆玄，只是给姬扶摇打掩护的呀。宗主笑着说道，陆玄，你做的不错，这次带回来一个天才弟子，等会你就让叶晨去大道殿找穆老，测试一下修炼天赋，然后领取一下我大道宗的身份令牌。叶晨看了看陆玄，陆玄点了点头，
一会去吧。宗主很是欣慰地看了看姬扶摇，不错，不错。姬扶摇美眸微蹙，没太明白宗主所说的不错是什么意思。宗主拍了拍陆玄的肩膀，陆玄啊，苍玄老祖说了，以后不让我干涉你的事情了，你在大道宗随意吧。陆玄问道，我想去啊，就去哪？宗主道，你随意，你想干啥干啥，反正你一个炼气期，即使捅出篓子，又能到捅到哪去呢？陆玄沉寂一瞬，陆玄耸了耸肩膀，算了，我这人还是喜欢待在清玄峰上。宗主淡淡一笑，他已经看穿了陆玄的本质，一介懒人，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即使做爱做的事情，恐怕陆玄也会说，你上来自己动，没啥追求，躺平就完事了。不过这一次姬扶摇带回来一个绝世天才，宗主的心情大好，他笑着对叶晨说道，好了，我在大道殿等你，你大师姐可是引动了我大道宗之宝，大道中的共鸣，我期待你的修炼天赋能到达什么地步，我期待你的修炼天赋能到达什么地步。闻言，叶晨有些忐忑，如果他的修炼天赋不算绝佳，岂不是会给师父丢脸？要知道大师姐可是引动了大道宗之宝大道中的共鸣啊。很快，宗主踏空而起，脚下出现一道神虹，飘然离去。姬扶摇说道，师父，那我先去任务殿去交一下任务。陆玄点了点头，去吧。等到姬扶摇离开，陆玄说道，好了，叶晨你选一处洞府，稍作准备就去大道殿吧。叶晨点了点头，师父，你和大师姐的洞府都选在哪里了？陆玄指了指，叶晨选了一个挨着陆玄的洞府。不多时，叶晨走出洞府，向着陆玄拜了拜。陆玄抛出一枚玉简，去吧，这是大道宗的地图。叶晨接过，灵力探入，马上踏空而起，脚下出现一道神虹，向着大道殿的方向飞了过去。他极目远自，看到大道宗覆盖方圆数万里之地，极其辽阔，一座座灵峰拔地而起，灵力浓郁，紫气缭绕，一些祥瑞妖兽翱翔天际，发出悦耳的叫声，无数洞府参差其中，在云霭蒸腾之下，如同人间仙境。远处，众多高耸如云的宫殿闪烁着璀璨的道纹，如同星辰一般熠熠生辉。整个大道宗气势磅礴，赤光氤氲，神华滔滔，无比壮阔。叶晨心中感慨，这就是南荒霸主级势力大道宗吗？很快，叶晨来到了大道殿。大道殿深处，穆老一袭灰袍，身上流转着淡淡的威严，端坐在一个木桌后面。在他的旁边，宗主笑着看着叶晨，叶晨来了，这就是穆老。叶晨恭敬地向着宗主拜了拜，宗主好，穆老好。穆老伸出右手，一缕神华探出，向着叶晨击射而来。片刻后，穆老浑浊的眼神变得清澈了起来，脸上微微震惊。叶晨的根基十分完美，修为底蕴凝练，骨骼晶莹，体内世界无瑕无垢，年纪轻轻竟然有如此完美的肉身。看到穆老的表情，宗主笑了笑，看来穆老也为之震惊啊。宗主问道，叶晨，你来自何方势力？叶晨说道，青州、青城、叶家。宗主微微皱眉，青州。他的手中马上出现一个苍古玉简，意念一动，无比璀璨的灵纹涌现，瞬间空中出现了一个虚幻的南荒大洲图。只见一个个大洲如同星辰一般闪烁着光芒，南荒浩瀚无边，大洲不计其数。很快，宗主在青州所在之地。青州相比其他大洲，面积小得可怜，算是比较偏僻的地方了。宗主在地图上继续探查，可惜地图上标注的几个大势力根本没有叶家，看来叶家并不是什么青州的大势力。叶晨脸上露出了一丝苦涩，宗主，我叶家在青城算是大势力，但是在青州就排不上名号了。要知道一州之地一般都有大地级势力，青州也不例外。叶家只是准地级势力，在青州就不算什么了。宗主点了点头，收起苍古玉简，原来如此。穆老取出一块令牌，递给叶晨，这是我大道宗的身份令牌，你回到清玄峰之后可以激活，激活的时候需要对着天道立誓，一旦天道誓言成立，你便是我大道宗正式的弟子了。叶晨接过身份令牌，多谢穆老。穆老说道，这身份令牌之中可以查看我宗宫法阁、秘境、试炼塔等很多地方的资料，同时记录了你的贡献值，回去之后你可以研究一下。叶晨点了点头。宗主笑着说道，好了，叶晨，随我去天赋石碑吧。天赋石碑，这是大道殿测试弟子天赋的一个至宝。片刻后，宗主和穆老带着叶晨踏空而起，脚下神华滔滔，向着天赋石碑飞了过去。途中，宗主通知了其他峰主。听到这个消息，众多峰主议论纷纷，有些抱怨，什么？清玄峰又来了一个绝世天才，姬扶摇带回来的？我马上来天赋石碑看看。一时间，丹峰、缥缈峰、炼体峰等诸多灵峰之上，一道道璀璨的匹练闪烁，众多圣王、圣人向着天赋石碑踏空而来。轰！穆老和宗主带着叶晨落在天赋石碑面前。叶晨微微震惊，这座天赋石碑如同一座大山一般横亘在他的面前，拔地而起，直入云霄，看起来久经风霜，极其厚重，无比苍古，其上流转着晦涩古朴的气息，足足有100丈。南荒天赋资质分为黄阶、人阶、玉阶、玄阶、王阶、地阶、天阶，而只有天赋到达地阶，这个天赋石碑才会被激起，焕发出璀璨光芒。不同高度的光芒代表着天赋的高低。穆老笑了笑，叶晨，
你只要把手放在天赋石碑之上，注入灵力即可，到时候石碑会发出光芒。叶晨点了点头，向着天赋石碑走去。轰轰轰！上百个圣王和圣人的气息从不远处激射而来，一道道神华化作星河，恐怖绝伦的威压之力如渊似海，在虚空之上倾泻而出。瞬间，众多风主落下。叶晨微微一愣，什么情况？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人？丹峰风主仔细打量着叶晨，说道：“这就是姬扶摇带回来的弟子吗？看起来天赋和底蕴都不错啊。”剑锋圣人眼中金芒乍现，此子当入我剑锋，修无上剑道。炼体锋圣人摇头：“不，如此完美的肉身，当走炼体路，重铸我炼体一脉荣光。”叶晨还没有测试天赋，众多风主已经开始争抢了起来。穆老淡淡摆手：“好了，先让叶晨测试天赋吧。”见此，叶晨有些紧张，不是测试一下修炼天赋吗？怎么就惊动了这么多圣王和圣人？很快，叶晨来到天赋石碑面前，催动灵力，一掌拍在了天赋石碑之上。是一道冰凉的感觉渗入，叶晨马上感到一阵恍惚。天赋石碑爆发出无比炽烈的神华，叶晨的双目有一阵失神，这光芒差点亮瞎了他的眼睛，直接冲天而起。10丈、20丈、90丈、100丈，恐怖的神华直接涌入了虚空深处，璀璨光芒映照苍穹，如同一轮巨日升起。此地直接出现了一道通天的光柱。见此一幕，众人直接惊呆在原地。100丈光芒，这意味着叶晨天赋极其妖孽。下一瞬，咚！大道宗至宝大道中突然显化在虚空之上，一声钟鸣响彻大道宗。一时间，整个大道宗都被惊动了，无数神念和神识向着虚空探查而去。只见一个无比苍古的谷钟浮现，谷钟苍茫巨大无边，如同一座小山一般，其上烙印着岁月的痕迹，晦涩古朴的道纹淡淡流转。大道中一声钟鸣响起，钟声悠悠，无比玄妙。所有人皆是感到内心澄澈，心神舒泰，所有人都无比震惊，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竟然引动了大道中的显化。有人惊呼了起来：“快看，天赋石碑之处，100丈神华映照虚空！”众人惊呆在原地。大道宗这是又出了一个绝世妖孽吗？恐怖！而此时，天赋石碑之地，众人等人看着叶晨，心中再次泛起一阵波澜。叶晨的天赋竟然引动了大道中，和姬扶摇一样。众多风主的目光之中出现了一道狂热的火焰，恨不得将叶晨一层一层剥开。叶晨身体微微一颤，宗主的声音有些颤抖：“很好，很好，很好！叶晨，你的天赋和姬扶摇媲美。”姬扶摇同样引动了大道中的共鸣。叶晨松了一口气，没有给师父丢脸啊，那就行。他抬头看着虚空深处的大道中，感到身心俱震。很显然，这是一个地兵，而且品阶很高。数个呼吸后，大道中缓缓消失在虚空。突然，一道磅礴的准地气息从大道宗隐蔽之地悄然弥漫而出，向着天赋石碑的方向冲了过来。见此，宗主等人恭敬地拜道：“苍玄老祖！”轰！一个虚幻的身影凝成，一个精神矍铄的灰袍老者出现在叶晨的面前。准地投影，苍玄老祖府须淡淡一笑，将叶晨从上到下看了一个遍。不错，不错，我大道宗又多了一个绝世妖孽。这时，丹峰峰主上前一步：“叶晨，可愿加入我丹峰，拜我为师？”还没说完，剑锋峰主一把推开丹峰峰主：“叶晨，我观你的身上的有一丝武道意志，当修炼剑道，拜入剑锋，你的未来成就将不可估量。”战锋峰主笑盈盈道：“战锋已经培养了不少大帝，底蕴深厚，加入战锋吧。”一时间，场中有些混乱，都在抢着要收叶晨为徒。叶晨摸了摸鼻子，对着众多峰主恭敬一拜：“诸位前辈，不好意思，我已经有师傅了，我不会离开我师傅陆玄的。”声音落下，场中瞬间安静了下来。众人微微皱眉：“陆玄一个炼气期，能教你什么？你这种天赋绝不能埋没在陆玄手里。现在姬扶摇已经留在清玄峰了，不能让陆玄把你再糟蹋了。”叶晨脸上一抽，看来大道宗众多前辈对师傅的误解很深啊。师傅太低调了，也从来不解释，怪不得这么多年陆玄的废柴峰主之名流传甚广。宗主笑了笑，一把抓起叶晨：“叶晨，随我前往其他灵峰吧。你这个弟子绝不能再留在清玄峰了。你这个弟子绝不能再留在清玄峰了。”闻言，众多峰主点了点头。轰轰轰！瞬间，众人踏空而起，一道道神虹滔天涌起，向着清玄峰的方向激射而出。璀璨的神华劈炼掠过众多灵峰，很多长老和弟子都被惊动了。这是宗主、穆老，还有苍玄老祖和众多峰主，他们这是要去哪个灵峰？注意看，那个青年莫非就是引动了大道中共鸣的天才？天啊，这几个月竟然出了2个妖孽，一个姬扶摇，这个天才又是谁？而此时，陆玄躺在草屋前晒太阳。姬扶摇刚交接完任务回来：“师傅，任务已经交接完了，我收获了1万贡献值。”陆玄笑了笑：“不错。”姬扶摇雪景微青，眼中光芒璀璨，师弟引动了大道中，倒也在意料之中。陆玄点了点头：“你们2个天赋都很好。”咕噜，陆玄的肚子突然叫了一声。姬扶摇嫣然一笑，踏入了草屋：“师傅，我这就去做饭。”陆玄点头：“好。”轰轰轰！远处滔天神华直逼清玄峰，恐怖绝伦的威势如同排山倒海一般倾泻了过来。很快，宗主带着叶晨
一众人降落在清玄峰上，陆玄缓缓从躺椅上站了起来，众人微微皱眉。一来清玄峰就看到陆玄躺着，这家伙是完全自暴自弃，放弃修炼了呀。不知为何，众人心中有一丝上火。陆玄悠悠问道：“宗主，叶晨的天赋尚可吧？我看都引动了大道中。”宗主点了点头，目光灼灼：“我们正是为了此事而来。”陆玄不解：“什么意思？”等等，丹峰峰主深深皱眉：“扶摇这是在做饭？”陆玄笑了笑：“对啊，到饭点了。”众多峰主难以置信地看着陆玄：“不是，这可是绝世天才，你让姬扶摇做饭，这是负当的，教是不可能教的，但使唤却是使劲使唤。”众多峰主的胸口燃起了一团火气：“过分了呀！”宗主脸上一抽，看向众人：“其实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只不过没有告诉你们。”众人痛心疾首道：“宗主你早说啊！这太离谱了！”姬扶摇缓缓从草屋走了出来，向着众人微微拜礼：“宗主，这不关我师父的事情，这都是我自愿的。”众人沉默住了，他们狠狠瞪了陆玄一眼。陆玄这是给姬扶摇说了什么？已经被洗脑了呀！他们现在才发现，陆玄这小子虽然一身缺点，但是忽悠人的能力确实很强。如果姬扶摇拜他们为师，他们不敢保证姬扶摇能这样听话，简直是言听计从。苍玄老祖叹了一口气：“算了，我已经说过了，扶摇就跟着陆玄修炼，陆玄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扶摇，你先忙吧。”众人愣了一下，不得不说，陆玄这待遇绝对是大道宗历史上独一份。苍玄老祖现在这是放开让陆玄发挥了，炼气期给大地之资当师傅，这恐怕开创了南荒的记录。念及此，众人咬牙看向苍玄老祖：“老祖，叶晨绝不能留在清玄峰。”闻言，苍玄老祖点了点头，看向陆玄：“陆玄，叶晨就拜入其他灵峰吧。”陆玄愣了一下：“叶晨已经是我的徒弟了呀。”苍玄老祖干咳了2声：“可，你可以放手。”陆玄笑了笑：“那你问问叶晨吧。”众人心中一喜，看向叶晨。突然，叶晨向着陆玄冲了过来，直接抱紧了陆玄的大腿：“师傅，我哪里都不去，我就要留在清玄峰。”叶晨暗道：“师傅才是真正的大佬啊！这些准地老祖、圣王峰主在师傅面前就是后辈，他怎么可能离开清玄峰，拜入其他灵峰？”看到这一幕，众人直接愣在了原地。“不是，叶晨你怎么回事？陆玄到底哪里好了？这里一大堆圣王和圣人，叶晨你不挑，你偏偏选一个最弱的，这不是胡闹吗？”苍玄老祖脸上一抽，他修炼了数千年，说实话还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他想不通啊。陆玄缓缓摊开双手：“老祖你看，我也没有办法呀。”众人：“这小子怎么还装起来了？”这时叶晨缓缓起身，向着众人深深一拜：“老祖，我早就拜入我师父门下了，如果我没有遇到我师父，我一定加入其他灵峰，但现在师徒礼已成，礼不可废，所以抱歉让老祖你们失望了。”陆玄微微一愣，这小子倒是会说话。老祖等人互相对视了一眼，这小子还真是固执，和姬扶摇一个样。话说到这份上了，他们也不能厚着脸皮强行带走叶晨了。众多峰主直接向着叶晨抓来，微微一笑：“这可由不得你。”陆玄惊呆在原地：“卧槽，脸都不要了呀！叶晨不想去，竟然要强行抓人。”见此，叶晨疯狂反抗道：“诸位前辈啊，你就是把我带走，我也是身在你们的灵峰，心在清玄峰。”此言一出，众人不好意思再出手了。这小子头太铁了，死脑筋啊！已经被陆玄洗脑成功了。苍玄老祖悠悠一叹：“算了吧，再看看，让叶晨在清玄峰先修炼一段时间，观察一下。”陆玄笑了笑：“还赌吗？”苍玄老祖脸色一黑：“不赌。”众多峰主看向苍玄老祖，心有不甘，但事已至此，而且叶晨已经这么说了，他们只好认了。宗主深呼了一口气：“此事日后再议吧。”众人准备离开，陆玄问道：“要不吃个饭再走？”“快好了！”众人直接踏空而起，不想再和陆玄说话了。火大，吃饭就知道吃。很快，苍玄老祖众人离开了清玄峰。看着众人离开的背影，陆玄拍了拍叶晨的肩膀：“叶晨，刚说的不错。”叶晨脸上一红，有些不好意思。不多时，姬扶摇将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了出来。今天吃的是回锅火兽肉，凉拌灵草，三人吃了起来。姬扶摇嫣然一笑：“师傅，为什么你不直接展示地境修为？这样谁敢不认可您？”叶晨也看向陆玄：“是啊，师傅。”陆玄脸上一抽，他也想展示啊，关键他不是什么地境啊。陆玄算是看出来了，现在在2个徒弟眼里，自己已经无敌了。不过到了现在，他也只能一直装下去了。陆玄悠悠说道：“若是他们知道了，一定给我安排任务，这又何必呢？”叶晨和姬扶摇相视一笑：“懂了，就是太懒，不，太淡薄。”叶晨说道：“师姐，明天我开始学着做饭吧。”姬扶摇点了点头：“好啊。”不多时，吃完饭，陆玄心满意足地躺在躺椅上，看着天边的风景。现在清玄峰上又多了一个人，已经有种家的温馨感了。这种感觉真好，仿佛岁月静好，一切安好，内心很平静。这时，耀言从叶晨的玉佩中钻了出来：“陆峰主，打扰你休息了，我们不如尽快测试一下叶晨的炼丹天赋，好为叶晨规划一下修炼之路。”陆玄点了点头：“好，叶晨，随我来。”
三人踏入了洞府之中。耀言和叶晨一眼就看到了陆玄的打油诗和姜太公电鱼图等杰作，他们目瞪口呆，这是人能想出来的？他们感觉怪怪的，但是又眼前一亮，不愧是陆玄。耀言看向叶晨，缓缓说道：“炼制丹药最重要的3个东西就是灵草造诣、灵火、魂魄力。第一个，所谓灵草造诣，就是必须对各种灵草的药力、习性都十分熟悉。第二个就是灵火，越是高阶的灵火，蕴含的力量越是强大，对炼丹来说事半功倍。你现在已经有了古冷幽火，这个条件已经满足了。第三个就是魂魄力，炼丹的时候，灵火的火候、温度都至关重要，每一步都决定这一炉丹药能否成功炼制。一般来说，炼丹师的魂魄力都碾压其他同阶修炼者。”叶晨点了点头，认真聆听。耀言取出一枚黑色的玉石，玉石之上蕴含着黑色的气体，在不断流转。耀言解释说道：“这是魂石，用来测试魂魄力的。这里面黑色的气体就是魂气，我会将魂石调整到玄黄境，看看你的魂魄力是什么水平。”说着，耀言手中灵诀变换，对着黑色魂石施加了一道印记。叶晨问道：“药老，我该怎么做？”耀言说道：“催动你的魂魄力，冲击魂石里面的魂气，你的魂魄力越强，这个魂石就越明亮。”闻言，叶晨将手放在魂石上面，开始催动魂魄力。呼吸间，黑色的气体不断暴退，数十个呼吸后，魂石直接变成了冷白色，所有的黑色气体消失不见。耀言有些震惊地说道：“晨儿，你的魂魄力太强大了，可以和我药家的天骄媲美。”叶晨有些惊喜：“药老，我可以炼丹吗？”耀言说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你缺灵草造诣。”说着，耀言手中出现了一枚苍古的玉简，这是我药家的草木经第1卷。炼丹师的品阶分为黄阶、人阶、玉阶、玄阶、王阶、地阶、天阶。若是你将这草木经的第1卷悟通，你的灵草造诣就有了玄阶的水平。叶晨问道：“南宫白雪半年之内踏入了玄阶炼丹师，这是何等水平？”耀言笑了笑，算是炼丹天才了。不过玄阶也分了9品，玄阶之间亦有差距。不过我相信你的炼丹天赋绝对碾压南宫白雪，因为你的体内流淌着药家的血脉。叶晨点了点头：“药老师傅，我会努力的。”陆玄淡淡一笑。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响起：“叮！限时徒弟养成发布，1个月内将叶晨的炼丹造诣提升至玄阶，奖励会根据任务完成度发放。1个月内将叶晨的炼丹造诣提升至玄阶，奖励会根据任务完成度发放。”陆玄微微一愣，要知道炼丹一图分为黄阶、人阶、玉阶、玄阶、王阶、地阶、天阶，1个月时间从丹道一无所知到玄阶炼丹师，难度很大。耀言看向陆玄：“陆峰主，你觉得1个月让晨儿成为玉阶炼丹师如何？”陆玄淡淡一笑说道：“药老，我给你一个任务，1个月时间让叶晨成为玄阶炼丹师如何？”耀言脸上一抽：“陆峰主，这恐怕很难。”陆玄笑着说道：“药老，如果是别人教叶晨，恐怕不行，如果是你，岂不是轻轻松松？”耀言老脸通红，这突如其来的夸赞让他有些不好意思。这是来自绝巅强者陆峰主的肯定。耀言有一丝激动地说道：“陆峰主，我尽力。”叶晨也握紧拳头说道：“师傅放心，1个月之内我必成为玄阶炼丹师。”陆玄笑了笑：“好，你看，这真不是他诚心压榨徒弟啊，是叶晨自愿的。”陆玄淡淡一笑：“好了，既然你要开始炼丹了，那么我答应送你的礼物也可以给你了。”说着，陆玄意念一动，吞天烘炉直接浮现在叶晨的面前。叶晨和药老皆是无比震惊。吞天烘炉4角厚重苍古，炉身磅礴大气，其上铭刻了无数道纹，有山川大势，有飞禽走兽，有一些气势强大的身影，看起来无比诡秘。其上璀璨的灵纹缓缓流转，仔细去看，这个烘炉之上凝聚着一种道与势，这还是吞天烘炉被封印状态。如果打开封印，因其是6星地阶，必然会引动异象。叶晨一下子眼睛都直了，又是一件地兵，师傅到底有多少地兵啊？耀言声音微微颤抖：“陆峰主，这是地阶极品。”陆玄淡淡道：“不过是6星地阶罢了，先拿去用吧。对了，这个吞天烘炉不光能炼丹，也有极强的杀伐之力。”耀言直接震惊在原地，6星地阶炼丹炉。他想了想，陆玄道现在已经送了叶晨多少地阶之宝了呀？陆玄的底蕴到底有多么深厚？耀言在想，即使药家是南荒霸主，也没有像陆玄这么豪横，随手一送就是地兵、地阶功法。不，纵观整个药家，没有一个人有这种待遇，即使神子也不行。陆玄对叶晨太好了。耀言伸出虚幻的灵体，抚摸着面前的吞天烘炉，十分激动。他有生之年都没有用过地阶炼丹炉来炼丹啊，现在一个刚准备入门的叶晨就开始直接上手了，差距太大了。有了这地阶炼丹炉，再加上天地异火种子，如果他无法将叶晨调教到玄阶炼丹师，他将一头撞死在豆腐上。念及此，耀言无比激动地说道：“陆峰主，我保证1个月之内让叶晨踏入玄阶炼丹师。”陆玄点了点头：“好。”这时叶晨小心翼翼问道：“可，师傅，你身上还有多少地兵啊？”陆玄想了想：“没了，这次真没了。”叶晨撇撇嘴，他不信，师傅肯定还有很多至宝。耀言说道：“
成儿，现在我们就回你的洞府之中，先从灵火造诣开始，我会慢慢传你炼丹的各种手法。叶晨点了点头，好。陆玄摆摆手，去吧。等到两人离开，他又躺着了。走出陆玄洞府，正好遇到姬扶摇从草屋出来。叶晨笑着说道：“大师姐，我已经给师傅许诺，我会在1个月内踏入玄阶炼丹室，到时候我炼丹给你吃。”姬扶摇笑了笑，好啊。叶晨微微一笑，大师姐，我不是炫耀啊，你猜师傅又给我什么好东西了？姬扶摇微微一愣，问道：“地冰。”叶晨将吞天轰炉取了出来，6星地接炼丹炉。吞天轰炉不仅能炼丹，还是一件杀伐之宝。姬扶摇有些震惊地看着吞天轰炉，心中泛起了一阵波澜。6星地接炼丹炉。这时叶晨小声说道：“大师姐，是不是师傅送你的至宝比我多很多？”姬扶摇微微一笑，心眸闪烁，没有。叶晨笑了笑，他不信。叶晨收起吞天轰炉，说道：“大师姐，看来我还得更加努力才行。”姬扶摇灿然一笑，点了点头。叶晨说道：“大师姐，我先回去修炼了。这1个月我不仅要踏入玄阶炼丹师，而且修炼的事情也不能落下。”姬扶摇说道：“好。”看着叶晨离去的背影，姬扶摇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师傅到底还有多少地兵？这底蕴太深厚了。很快，姬扶摇回到洞府，收敛心神，盘膝而坐，一袭红火色长裙飘然落下。他的仙玉手中灵诀变换，一缕灵火涌动，开始修炼。而陆玄的洞府中，他正躺着看一些画本。这时，系统的声音响起：“叮，宿主大徒弟姬扶摇正在提升修为，开始同步。叮，宿主二徒弟灵草造诣正在提升，开始同步。”瞬间，一股精纯的灵能涌入了陆玄的体内，无比舒爽。与此同时，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些灵草的药理习性。陆玄有些震惊，果然，知识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进入了脑子。这种感觉好奇怪，莫名其妙就对一些灵草熟悉了起来。三星草、火焰草、龙焰根、吉尼台梅。陆玄喃喃道：“灵草造诣竟然也能同步，不错不错。”系统说道：“这也算一种感悟。”陆玄点头，哦，随即打开了自己系统面板，查看了起来。宿主陆玄，徒弟扶摇女帝叶晨，境界6种玄尊境，功法焚天诀、大道经，灵气5，感悟灵火之道，大圆满。大道经尚未入门，灵草造诣尚未入门。片刻后，陆玄关闭系统，继续看画本故事。美滋滋呀！太上玄宗，这里有着10万大山，峰峦之上，碧光滔滔，林木极其浓郁，磅礴的生机向着四周弥漫，灵气澎湃，流光如潮。这些灵峰之上皆是烙印着璀璨的道纹，暗自流转，十分玄妙。作为南荒的霸主级势力，太上玄宗领地广阔，足足有数万里之遥。在无尽灵峰之上，洞府密布，披着霞光，浓郁的灵力氤氲在灵峰之下，数道河穿滚滚流动，惊涛拍岸，气势滔天。此地钟灵毓秀，暗藏天地玄机，瑞兽在虚空之上遨游，发出阵阵祥瑞之音。南宫白雪一袭淡雅长裙，脚下一道神虹，向着云阳峰飞去。洞府中，云阳丹圣已经等待多时。白雪回来了。云阳丹圣一袭灰袍，身姿挺拔，负手而立，笑盈盈地看着南宫白雪。去了叶家，叶家之人没有刁难你吧？南宫白雪犹豫了一下，说道：“没有。”云阳丹圣点了点头，好，接下来3个月，你便不要出云阳峰了，留在我的身边学习炼丹之术。南宫白雪说道：“遵命。”云阳丹圣笑着介绍道：“每隔100年，我南荒的诸多大势力都会举行丹道交流盛会，这一次轮到大道宗组织了。这炼丹交流盛会，不止我太上玄宗，还有药家等有着炼丹传承的大势力都会参加。经过多年的运转，现在这交流盛会已经变成了炼丹天才比试的舞台。白雪，你的炼丹天赋很高，这一次一定能够大放异彩。”闻言，南宫白雪有些激动：“师尊，我一定努力。”云阳丹圣点头，在我南荒的众多炼丹传承之中，上古药家当属第一。不过我太上玄宗的传承也不弱，大道宗比我们差一些。这一次，我不求你在众多天骄中获得第一，只要你能崭露头角，见见南荒其他炼丹天才的风采，我就满意了。南宫白雪一脸认真说道：“好的，师尊。”云阳丹圣说道：“好了，现在你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先去处理，1日后必须返回云阳峰。”南宫白雪轻轻一笑：“多谢师尊。”他师尊对他真好，知道他要去见到吕清霄。念及此，南宫白雪向着云阳丹圣拜了拜，缓缓退出洞府，向着秦霄所在的太上峰飞去。太上峰，这是太上玄宗的第一峰，所有的神子候选人都在这个灵峰修炼，而秦霄的师尊就是太上玄宗久负盛名的玄烨圣王。玄烨圣王攻伐之力至强，据说在圣王阶无可匹敌。很快，南宫白雪降落在太上峰之上，这太上峰直入云霄，山腰之处被阵阵云霭所笼罩，看上去如同仙境一般。在灵峰之上，数十个洞府占据天时地利，透露着阵阵霞光，此地灵力充沛，几乎要凝练成实质。南宫白雪深深吸一口浓郁的灵力，感到身心通畅。他喃喃道：“太上峰比我师尊的云阳峰好太多了，如果能够在这里修炼就好了。”他马上来到了秦霄的洞府。秦霄一袭锦服，面容俊朗，手中拿着一个折扇，
腰间挂着一个苍古的玉佩，身上带着浓郁的大族气息。秦霄，南宫白雪叫了一声，直接扑进了秦霄的怀里。他的手在秦霄的身上摸索着，我好想你。秦霄随手一挥，直接在洞府布下了封印禁制。秦霄抱起南宫白雪，来到了洞府深处的紫乌木床上，双手摸索了起来。南宫白雪发出了一声娇吟，秦霄，秦霄。南宫白雪的风鸾压在秦霄的胸膛之上，给秦霄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秦霄马上小腹燥热，恨不得将南宫白雪剥光。这次去叶家，事情都办妥了吗？南宫白雪像小鸡啄米一般点了点头，但很快她强行挤出一滴眼泪，哭了起来。嘤。秦霄的脸上瞬间出现了一道杀意，冷声道：“是不是叶家为难你了？”南宫白雪沉默不语。秦霄冷哼一声：“叶家找死。”南宫白雪抚摸着秦霄的脸，说道：“秦霄，那个废物叶晨又可以修炼了。这一次我去了叶家，他竟然已经踏入了玄黄境了。他没有说出被叶晨击败的事情，这件事情太丢人了。他的境界比叶晨高，却被叶晨暴打了一顿，完全毫无还手之力。如果秦霄知道，肯定会看清他的。”秦霄嗤笑一声：“区青州，弹丸之地，区叶家，一介蝼蚁。即使叶晨突破玄黄境，在我面前，我弹指可灭。”南宫白雪点头：“是啊，叶晨那个废物根本和你无法相提并论。”秦霄淡淡道：“放心，我会找个机会灭了叶晨。只不过这段时间神子之争要开始了，我无暇分心。”南宫白雪的风鸾挤压了秦霄一下。可是秦霄皱眉：“可是什么？”南宫白雪说道：“叶晨这个废物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拜入了大道宗。不过不用担心，他拜入的是清玄峰，师傅是那个废材陆玄。”陆玄？秦霄愣了一下，好熟悉的名字。很快他想起来了，这不是大道宗那个废材峰主吗？曾经他也在太上玄宗、大道宗、苍木、学宫等数个宗门之间徘徊，最终选择了太上玄宗。当时秦家老祖就特意提醒道，如果要拜入大道宗，一定不能入清玄峰。那个峰主陆玄是个废物。想到这些，秦霄大笑了起来。果然是废物配废物，两个废物加在一起，我实在很难想象叶晨会废成什么样子。南宫白雪说道：“秦霄，可我还是想让叶晨死。我将是你的女人，我想我的全部都属于你。如果叶晨活着，我感觉我是不完整的。”秦霄点头道：“放心，如果是在叶家，倒还没有什么机会对叶晨出手。现在这废物拜入了大道宗，倒是可以名正言顺的出手了。”南宫白雪一脸宠溺的看着秦霄：“对了，秦霄，3个月后在大道宗有炼丹交流大会，我师父会带着我去大道宗。”秦霄道：“去吧，如果有机会杀死这个废物就好了，到时候我可以安排一下。”南宫白雪笑了笑。秦霄身躯一震，紧紧抱住了南宫白雪。“白雪，放心，1年后的神子之争，我会踩着其他候选人上位的。到那个时候，我早已踏入了玄尊境，距离玄圣境更近一步。”南宫白雪的身子扭动着：“秦霄，我好想给你。”秦霄一脸苦涩：“我也想，但我们再忍忍。”要知道南宫白雪是太阴元体，此乃绝佳的顶炉体质，和南宫白雪双修可以获得大量修为反馈，但他必须踏入玄圣境之后，收益才能最大化。更重要的是，他修炼的秦家无上功法必须在18岁之前保持童子之身。不过面对南宫白雪这样一个尤物，他实在难以忍住啊。10几个呼吸后，秦霄闷哼一声，瘫倒在紫乌木床之上，感觉一切都索然无味了呢。南宫白雪道：“秦霄，我陪你1天时间，接下来3个月我就要闭关了。”秦霄有些遗憾：“那这3个月我很难度过呀。”南宫白雪笑着说道：“在离开太上玄宗之前，我会再来找你的。”秦霄点了点头，在南宫白雪的身体上再次摸索了起来。10几个呼吸后，秦霄躺在一旁，南宫白雪突然哭了起来。秦霄看着南宫白雪道：“白雪，怎么了？告诉我，是不是在叶家受委屈了？”南宫白雪像小鸡啄米一般点了点头。见此，秦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凝声道：“我的女人岂能受委屈？”南宫白雪拉住了秦霄的手：“夫君，秦家在南荒名声遐迩，如果对付叶家，恐怕会被人诟病。”秦霄摸了摸南宫白雪的脸蛋，帮她擦去眼泪，说道：“我会安排的，你就等着叶家覆灭的消息吧。”南宫白雪笑了：“叶晨知道叶家覆灭之后，我简直不敢想象他的表情，这恐怕比杀了他还难受。”秦霄嘴角微微扬起，马上取出一枚传音玉简：“秦苍长老，我需要你为我暗中做一件事情。”秦苍低沉的声音传来：“世子，你说。”秦霄低声道：“暗中找一个杀手组织，将青城叶家灭族，此事做得干净一点。”秦苍问道：“叶晨呢？”秦霄冷笑道：“先留这个杂种活着，叶家覆灭，他必然生不如死。”秦苍点了点头：“世子，我去安排，绝不会让人抓住把柄，认为此事是我秦家干的。”秦霄道：“好，这个秦苍长老可是2星大帝，其实他出手就能轻易秒杀青城叶家，但如果被大道宗抓住把柄就不好了，所以找个杀手组织还是比较妥当。”秦苍马上行动，踏入了一家名为血煞楼的杀手组织。他带着黑色罩袍，直接来到血煞楼主的房间，甩出一个纳戒。血煞楼主探出神念，查看纳戒，震惊无比，里面是一件1星帝兵。他马上问道：“杀谁？”秦苍道：“
杀一个准地阶势力。倾城叶家，血煞楼主很是激动，区一个准地阶势力就能治一件地兵，这简直是写传啊！血煞楼主笑道：“倾城叶家在哪？”指个方向。秦苍取出了青州的地图。血煞楼主大笑：“区青州，弹丸小州，最强的大地也不过2星大地。我血煞楼最强的大地也是2星大地。稳了，青州无人拦得住他们血煞楼。这一次甚至不需要他出手，只需要派出一个1星大地即可。”念及此，血煞楼主道：“这任务我接了，3日之内给你结果。”秦苍点了点头：“做干净点。”血煞楼主道：“那是自然。”秦苍很快离开了血煞楼，他站在虚空深处冷冷地看着血煞楼。只要血煞楼完成了任务，他会直接血洗了血煞楼，到时候即使大道宗追查，也什么也查不到。他想起血煞楼主兴奋的样子，冷笑了起来，真是一个蠢货。很快，血煞楼主派出一个1星大帝暗中前往青州，此人一袭灰袍，直接横渡虚空，冷笑道：“区叶家，本地弹指可灭。”大道宗苍玄老祖、宗主和穆老以及众多封主围坐在大道殿中。穆老深深皱眉：“你们觉得陆玄这家伙是怎么做到的？姬扶摇和叶晨竟然都不想离开清玄峰。”宗主摇头，看得出来他们是发自内心对陆玄很尊敬，不像作假。众多封主一脸茫然，很不理解这是为什么。陆玄这家伙又白白得了一个徒弟，他何德何能啊？最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竟然让姬扶摇心甘情愿给他做饭，离谱！苍玄老祖淡淡说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陆玄和姬扶摇、叶晨都是和扶摇皇朝有些渊源的，他们不愿意离开陆玄也是情有可原的。”宗主想了想：“我记得当年清玄圣人将陆玄捡回来的时候，陆玄是个孤儿。”苍玄老祖摇头道：“毕竟是3000年前的事情了，太过久远。现在想来，当时姬扶摇入宗时，恐怕已经想好要加入清玄峰了。这件事情强求不来。”这时，丹峰峰主一脸苦涩说道：“老祖，3个月之后就是炼丹交流盛会，到时候很多南荒的炼丹大势力都会降临，陆玄这家伙一定会被再次嘲笑一番的。”众人微微叹息。要知道，以往大道宗参与一些南荒的秘境试炼、天骄争霸，其他大势力都会用陆玄来调侃他们，而现在陆玄竟然收了2个天才徒弟，这不得被太上玄宗、药家那些家族贴脸嘲讽。一想到这些，他们就觉得头大。希望到时候陆玄最好躲在清玄，不要出来，不要搞事情。苍玄老祖看向丹峰峰主古月芳，这一次南荒众多有着深厚丹道传承的宗门都会降临，你和宗主2人提前安排吧。丹峰峰主古月芳点了点头，遵命。不多时，众人散去。丹峰峰主回到灵峰之后，马上将丹峰的炼丹天才都叫了过来。3个月后就是炼丹交流盛会，这段时间我会为你们亲自指导。第一的名头如果不出意外会被药家拿走，你们只需全力以赴即可。声音落下，一众炼丹天才齐声说道：“好的，峰主。”很快，陆玄收了第2个徒弟的消息在大道宗传开了，所有长老和弟子都惊住了，那可是引动了大道中共鸣的弟子啊！此等天赋完全和姬扶摇不相上下，怎么又成了陆玄徒弟？姬扶摇的事情他们就很意难平，没想到又有一个天才被陆玄拐走了，众人实在难以接受啊！清玄峰，陆玄躺在玄冰床上，悠哉悠哉地看着画本故事，系统的声音不断响起。定，宿主大徒弟姬扶摇修为提升，开始同步。定，宿主大徒弟大道经有所感悟，开始同步。定，宿主2徒弟叶晨的灵草造诣有所感悟。接下来几天，叶晨和姬扶摇除了吃饭都是在修炼，叶晨更努力，甚至连在吃饭的时候都在反复的思考不同灵草之间的习性药力。陆玄提醒道：“扶摇、叶晨，你们2个要记住劳逸结合呀。”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毕竟夜里他睡觉的时候，2个徒弟可是在通宵达旦的修炼。陆玄不由得感慨了起来，这简直就是先天打工圣体啊！如果不是姬扶摇和叶晨要轮流做饭，他们可能都不会踏出洞府一步。而反观陆玄一时躺着一时爽，一直躺着一直爽，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在蓝星打螺丝的经历。之前可是想着啥时候能躺平，现在终于实现了。突然，陆玄的耳边响起了一道低沉的声音：“陆峰主，救命！有1星大帝杀入了我叶家，要灭族！”闻言，陆玄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尼玛，这秦家还真是不要脸啊！真的暗中对叶家出手了。幸亏当时他留了一个心眼，给了叶晨父亲那个远距离传音玉简。念及此，陆玄直接催动远距离传送玉简。轰！他的四周出现了一道玄妙的力量，身体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洞府之中。而此时，血煞楼的灰袍大帝屹立在虚空之上，他已经用道纹手段在叶家布下了结界。整个青城其他势力都没有任何反应。灰袍大帝嗤笑着，杀这个叶家简直是探囊取物。叶家准地老祖齐出，他们冷冷地看着虚空，谁让你来杀我叶家的？灰袍大帝冷笑，死人不需要知道这么多。说着，灰袍大帝直接一掌拍下，叶家的防御大阵顷刻间破碎。轰！咔嚓！叶家众人都慌了。突然，陆玄一袭白袍，神华遮掩着面容，如同一阵清风，站在了叶长风身旁，淡淡道：“我来了。”叶家所有人都惊呆了。陆峰主，
叶晨父亲目瞪口呆，他刚才传音，这不到几个呼吸，陆封主就来了。陆封主太强大了，陆玄直接催动一星大帝体验卡，瞬间他的修为暴涨，玄圣、半帝、准帝、一星大帝。陆玄的白袍鼓荡，直接踏空而起，看向空中的灰袍大帝，淡淡道：“太弱了。”灰袍大帝冷冷地盯着陆玄，他发现他竟然看不透陆玄，而且这个白袍人是突然出现的。灰袍大帝突然对着陆玄出手，轰！恐怖绝伦的力量如同潮水一般涌动，地境之威摧枯拉朽，一股至强的力量拍在了陆玄的头顶。陆玄压根没动，因为他万法不侵。灰袍大帝不过是一星大帝，根本伤不了他分毫。轰轰轰！灰袍大帝疯狂攻击陆玄，但是没用，无事发生。陆玄淡淡道：“该我了。”他直接来到灰袍大帝面前，搜魂。灰袍大帝震惊地发现，他在陆玄面前如同玩偶，完全被控制。片刻后，陆玄查看了灰袍大帝的记忆，知道此人来到血煞楼，但是谁委派的任务他也不知道。不过用屁股想，也知道是秦家干的。灰袍大帝道：“饶命！”陆玄冷笑一声，直接大手捏爆了他的脑袋，噗！他的身体如同西瓜一般爆开，死了。看到这一幕，叶家众人直接惊呆了。陆封主太恐怖了！陆玄将这个灰袍大帝的纳戒抛给叶家老祖，拿去用吧，我去灭了这个大帝所在的势力。众人大惊，但陆玄已经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了。他催动传送御剑，瞬间来到了血煞楼。这里是一片山脉，陆玄降临之后，丝毫不掩饰自己的一星地境威压，直接大手拍下，血煞楼楼主飞了出来。哪来的一星大帝，敢在我血煞楼放肆？陆玄冷冷一笑，他已经读取了那个灰袍大帝的记忆，马上认出了楼主，便冷冷道：“过来。”血煞楼主笑了：“一星一世界，你区一星大帝。”还没说完，陆玄大手拍出，将血煞楼主吸了过来。卧槽！血煞楼主愣住了，这他妈什么情况？他竟然被一个一星大帝挟持了。血煞楼中众多长老也惊呆了。陆玄直接搜魂，很快他看到秦苍穿着黑色罩袍来和这个血煞楼主做交易。陆玄冷哼一声，不用再查了，肯定是秦家。念及此，陆玄一掌拍向血煞楼主的脑袋，噗！他的脑袋直接爆炸，秒杀！这就是无敌之姿，越阶秒杀。看到这一幕，血煞楼众人直接石化在原地。一星大帝秒杀二星大帝，什么情况？就在血煞楼众人愣神的时候，陆玄再次出手，一掌拍下，化作一道神虹，气势滔天苍穹，仿若在燃烧。轰！遮天蔽日的掌印直接向着血煞楼落下，势不可挡。咔嚓！轰！如同一道星河直接涌入了血煞楼。这一方天地之间神华滔滔，血煞楼的防御大阵轰然开启，但是顷刻间就直接破碎，如同天穹被打碎，虚空撕裂，空间扭曲。血煞楼的众人嘶吼了起来：“啊呀呀呀呀！住手啊！前辈，我们怎么得罪你了？该死的楼主！我操你大爷！你特么又接了什么杀笔任务？得罪了这个强者？不，楼主，我认你仙人板板！”一瞬间，天地轰鸣，恐怖的力量如同摧枯拉朽，如同风卷残云，如同秋风扫落叶。陆玄的浩瀚之力无情地秒杀了血煞楼。陆玄大手一挥，将血煞楼的宝库和众人的纳戒全部取走。他从血煞楼主的纳戒中取出一个传音玉简，这正是和秦苍的联络玉简。陆玄给秦苍传音，事情办妥了，叶家被灭，不过有些事情。秦苍皱眉，什么情况？陆玄道：得加钱。秦苍笑了，好，加钱。他马上过来灭了血煞楼，绝不能留下证据。一个时辰后，秦苍到了，他看着血煞楼的惨状，直接惊呆了。卧槽，我中计了！秦苍转身就要逃走，而这时陆玄如同鬼魅一样出现，来到了秦苍的面前，一把扼住了他的喉咙。秦苍大惊失色，你到底是谁？他是二星大帝，竟然无法反抗，难道此人是三星大帝？陆玄直接搜魂，片刻后他看到了秦霄和秦苍传音的画面。陆玄冷笑一声，你秦家就喜欢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秦苍马上求饶，大道宗的前辈，我秦家发誓再也不会了，我秦家可以道歉。陆玄嗤笑道，道歉有用？啪！一掌拍碎了秦苍的脑袋，秒杀！鲜血爆溅。陆玄扔掉秦苍的肉身，暗道：马德，必须让秦家尝到痛楚，不然他们要是一直搞小动作，这谁受得了？不过不能明着和秦家作对，毕竟秦家有7星大帝、8星大帝，他若是被7星大帝抓住，会被直接秒杀。很快，陆玄有了想法，利用传送御简去杀秦家的产业，让他们和自己谈。毕竟南荒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年轻一代的恩怨让年轻一代自己解决。这一次秦家犯戒了，试想如果大家都以大欺小，那南荒的天才肯定成长不起来。念及此，陆玄行动了，他从秦苍的记忆中已经知道了秦家的众多产业所在之地。陆玄开始杀戮了，一天时间，陆玄杀了10处秦家的产业，血流成河。这里面足足有4个一星大帝被陆玄秒杀。秦家怒了，陆玄留下线索，让秦家来一个酒楼里谈。很快，秦家派来一个5星大帝来谈。陆玄心中有些发虚，万一这个5星大帝是个彪子，他岂不是直接被拍死了？秦家的5星大帝道：阁下是大道宗哪个大帝？陆玄此时被神华包裹，别人什么也看不见，他直接打了这个大帝一巴掌，
废话真多。啪！秦家大帝懵逼了，看来眼前这个前辈比自己还强大很多。沉寂一瞬，他恭敬地问道：“前辈，我秦家妥协，此事我们双方烂在肚子里可好？毕竟他们秦家知道，他们的实力不如大道宗，如果真的爆发大战，秦家会被灭。叶晨和秦萧的恩怨，只能让他们年轻一代自己解决了。”陆玄冷笑一声：“再有下次，秦家灭族。”秦家大帝吓得连忙点头：“遵命，前辈。”他连忙奉上一个内简：“这是我秦家的赔礼，还请前辈将此事不要声张。”陆玄冷哼一声，直接催动空间传送玉简溜了。看到陆玄这恐怖的空间造诣，秦家大帝惊出一身冷汗，幸亏这个前辈没出手，不然我可能会被秒杀。秦家大帝回到秦家，将此事告诉了秦萧。秦萧咬牙切齿：“那我就亲手杀死叶晨。”另一边，陆玄也是一身冷汗，马德太刺激了。他很快回到了叶家，将此事告知叶家众人震惊。陆玄摆摆手，回到了清玄峰，潇洒离去。他将此事告诉了叶晨，叶晨大受震撼。陆玄笑了笑，回到洞府休息。这一趟太他妈吓人了，正好回到大道宗传送玉简没有能量了。第二天，陆玄刚醒来，怀中的传音玉简微微震动。陆玄注入灵力，很快宗主的声音传了出来：“陆玄，我跟你说一件事情。”陆玄微微皱眉：“宗主，什么事情？”宗主的声音肃然：“3个月后，我大道宗要举办炼丹交流大会，到时候太上玄宗、药家、丹香宗等大势力都要踏入我大道宗。炼丹交流大会的时候，我希望不要到处瞎跑，待在清玄峰。”陆玄微微一愣：“炼丹交流大会？”宗主说道：“不错，这炼丹交流大会百年举行一次，现在轮到我大道宗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到时候可不要在宗门内瞎溜达。”陆玄脸上一抽，宗主觉得自己的暗示已经很明显了，如果到时候陆玄不出现，其他大势力多少会收敛一些。陆玄突然想到，太上玄宗既然要来，那恐怕南宫白雪也要来。念及此，陆玄说道：“宗主，我知道了，不过我也有一个关于叶晨的事情告诉你，和太上玄宗有关，和这次炼丹交流大会也有关。”宗主皱眉，有些好奇地问道：“哦，叶晨什么事情？”陆玄将叶晨退婚、南宫白雪的事情告诉了宗主。宗主愣住了，竟有此事？那你和叶晨最好给我好好待在清玄峰，别出来了。陆玄宗主很快将这件事情告诉了穆老和苍玄老祖。苍玄老祖两人有些惊异：“太巧了吧？”沉寂一瞬，苍玄老祖笑了笑：“恐怕秦萧还不知道叶晨已经恢复了，而且拥有顶级天赋，想必未来两人必有一战。”宗主点了点头：“我大道宗的圣子之位也空缺了很多年了。据我所知，秦萧是神子候选人，1年后太上玄宗开启神子之争。”苍玄老祖说道：“我宗圣子之位的事情，等到炼丹交流大会之后再议吧。”宗主和穆老说道：“好的。”5日后，叶晨有些兴奋地来到陆玄的洞府：“师傅，我已经把草木经第1卷熟记于心了。”药研从叶晨的玉佩中钻了出来：“陆峰主，晨儿的天赋很高，这才5天时间，他的表现堪比我药家天才。”陆玄淡淡一笑，点了点头：“不用叶晨来汇报，他也知道，毕竟系统的声音可是一直在提醒他，灵草造诣在提升。”药研有些激动地看着陆玄：“陆峰主，接下来我会教叶晨来炼丹。”陆玄点了点头：“药老，后面就交给你了。”药研说道：“好。”叶晨扬起拳头，很自信地说道：“师傅，相信我，我一定不负您的期望，踏入玄阶炼丹师。”不多时，叶晨和药研返回洞府，药研开始讲解炼丹的过程。首先需要温养炼丹炉，如今的灵火之道已经大成，这一步对你来说没有难度。第2步是提取灵草的精华，投入炼丹炉之中。第3步则是炼制炼丹，凝聚精华形成丹药。叶晨一脸认真地听着：“药老，我知道了。”药研笑着说道：“炼丹师的第1枚丹药永远是聚气丹。别看聚气丹是黄阶丹药，但一些人接炼丹师也无法做到面面俱到。聚气丹品阶虽低，5脏俱全，若是悟通了聚气丹的炼制方法，一法通万法通。”闻言，叶晨取出了吞天烘炉，意念一动，古冷幽火出现在洞府之中。药研淡淡一笑：“晨儿，接下来我给你演示一遍，你仔细看好。”叶晨说道：“好。”药研神念之力涌动，吞天烘炉直接浮在空中，他用魂魄力控制着古冷幽火，不断温养着吞天烘炉。随着古冷幽火的力量不断入侵炉身，吞天烘炉的表面流转着璀璨的神华，一种玄妙的气机向着四周扩散，其上铭刻的山川河流、飞禽走兽和强者身影徐徐显化。药研不禁感慨了起来，不愧是地阶炼丹炉，蕴含的道与韵竟然如此浓厚。半炷香后，药研取出炼制聚气丹的灵草银叶草、飞红花、地根草等，全部提取灵草精华，抛入炼丹炉之中。他的手中灵诀变换，古冷幽火不断变换形状，温度也跟随不断的调整。不多时，一股丹香从吞天烘炉之中飘了出来，沁人心脾。药研轻喝一声，炉盖轻轻飞起，吞天烘炉之中出现了9枚丹药，丹药之上皆有丹晕，成色最好的1枚丹药竟然有9道丹晕。叶晨有些震惊，9道丹晕的聚气丹，不愧是天阶炼丹师啊！药研一手抚须，微微摇头，嘴角却是露出笑容，有些生疏啊。叶晨笑了笑，
耀言将吞天烘炉交给叶晨，接下来该你了。叶晨点了点头，如法炮制。虽然他的动作有些生疏，不是特别流畅，但是整个过程却是一丝不苟，没有什么差错。半个时辰后，丹香从吞天烘炉之中飘出，叶晨意念一动，开启炼丹炉，同样是9枚丹药，静静地躺在炉底。耀言的脸色微微一变，第一次炼丹就出现了9枚丹药，等等，这是丹晕，每一枚丹药之上都有丹晕，其中一枚竟然是6道丹晕。见此，耀言无比震惊地看着叶晨，这小子莫非是天生的炼丹师？这可是第一次炼丹啊，就直接炼出了9枚丹药。要知道，一般炼丹师第一次能成功炼制出1枚丹药都是侥幸了，更何况有1枚丹药有6道丹晕，这在黄阶炼丹师中都是上乘的存在。叶晨却是淡淡摇头，不是很满意。药老，我这手法有些生疏，有些生疏啊。耀言脸上一抽，这小子的炼丹天赋太过逆天了。接下来，叶晨继续努力，终于在数日后炼制出1枚9道丹晕的丹药。叶晨有些激动，药老，是不是可以开始尝试炼制人阶丹药了？药老笑着摇了摇头，不用了，我们直接跳过人阶，直接炼制玉阶丹药。叶晨惊讶道，为什么？药老说道，你能将聚气丹炼制出9枚丹药，而且还能出现9道丹晕，你可知道此事有多逆天吗？要知道你才炼了祭天丹啊，你现在的水平已经比一般的人阶炼丹师都要高了。叶晨摸了摸鼻子，可是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不足。药老干咳一声，你小子，接下来我们炼制玉阶5品丹药凝灵丹。与此同时，陆玄正悠闲地躺在洞府之中，系统的声音响起，叮，宿主的2徒弟叶晨丹药造诣突破玉阶，开始同步感悟。陆玄微微惊讶，这才几天时间，叶晨就踏入了玉阶炼丹室，这炼丹天赋属实太逆天了。片刻后，陆玄的脑海中凭空出现了很多炼丹手法和大量的炼丹感悟，因为系统的双倍收获，陆玄直接踏入了玄阶炼丹室。此时，如果陆玄的面前出现一个炼丹炉，他完全可以凭借潜意识来炼丹。陆玄不禁感叹系统的强大，这双倍收获太恐怖了，躺着啥也没干就直接变成玄阶炼丹师了，这简直惊世骇俗。叮，宿主大徒弟姬扶摇的修为正在提升，开始同步。轰然间，大量修为底蕴涌入了陆玄的体内，如同大江大河一般冲击着他的四肢百骸，丹田之中瞬间涌动着修为底蕴。陆玄直接踏入了7重玄尊境，他查看了一下姬扶摇的系统面板，姬扶摇踏入了2重玄尊境。陆玄淡淡一笑，不错不错，2个徒弟都在发力。很快到了吃饭的时候，今天是叶晨做饭，他的心情愉悦，脸上带着笑容，很快乐的做饭。半炷香后，叶晨端着炖好的灵鸡肉笑着走来，灵鸡肉来了，鸡汤来了。石桌上，陆玄3人围坐，姬扶摇嫣然一笑，师弟，今天你怎么这么高兴？叶晨笑着说道，大师姐，我已经是玉阶炼丹师了，等到吃完后，我就要开始尝试炼制玉阶5品凝灵丹了。姬扶摇心眸闪烁，有一丝震惊，这才几天你就踏入了玉阶炼丹师？叶晨笑了笑，都是师傅教的好，陆玄他可没有，别瞎说，这次他真的啥也没教，都是药老在指导。叶晨从纳戒中取出了1枚9道丹晕的聚气丹，递给姬扶摇，大师姐，这是我炼制出的第1枚9道丹晕的丹药，你要不尝一下？姬扶摇接过，仔细观察着这枚聚气丹，他的心中泛起一阵波澜。9道丹晕虽然只是黄阶丹药，但恐怕很多玉阶炼丹师都炼制不出来。何为丹晕？丹晕代表将灵草精华几乎全部凝聚，代表着炼丹造诣的精深。叶晨笑着说道，大师姐，你放心，等我以后成了天阶炼丹师，我给你炼制天阶丹药。姬扶摇雪景微清，点了点头，他可以想象出在未来叶晨会以炼丹之道在南荒享有一定盛誉。念及此，他的纤纤玉手将这枚聚气丹送至嘴边，娇嫩唇瓣微起，直接一口吞下，瞬间一股极其精纯的灵能涌入丹田之中，虽然不算庞大，但却都是灵能精华。姬扶摇笑着点头，师弟不错。陆玄也跟着点头，拍了拍叶晨的肩膀，继续努力。叶晨说道，好哦，对了师傅，我除了炼丹也没有忘记修炼，你看我现在已经快玄黄境后期了。陆玄淡淡一笑，给你定个小目标吧，这1个月时间，你的修为踏入玄宗境。叶晨的脸色一僵，这有点难啊，早知道他刚才不提修炼的事情了。陆玄指着姬扶摇悠悠说道，叶晨，扶摇当时是1个月从玄王境踏入了玄宗境中期，给叶晨上点压力。这段时间陆玄也算是看出来了，叶晨在暗中一直在和姬扶摇比较，他不想输大师姐太多。果然，陆玄一说完，叶晨就拍着胸膛说道，师傅你放心吧，我必踏入玄宗境。陆玄点了点头。吃完饭，姬扶摇看向陆玄，嫣然一笑，师傅我回去修炼了。陆玄点了点头，不禁感慨，这2个徒弟修炼起来都太拼了。本来姬扶摇修炼就很努力，现在叶晨踏入清玄峰之后，无形之中给了他一种压力，他变得更加努力了。2人都在暗中较劲。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响起，叮，限时徒弟养成任务发布，半个月内让大徒弟姬扶摇的灵火之道踏入半步大圆满。半个月内让大徒弟姬扶摇的灵火之道踏入半步大圆满。陆玄微微一愣，
终于再次发布了姬扶摇的养成任务，不然他真没有什么好东西给姬扶摇。这段时间送给叶晨的至宝太多了，姬扶摇这个大师姐反而落于下风了。他这个师傅肯定不能厚此薄彼啊！念及此，陆玄叫住了姬扶摇：“扶摇，这段时间有没有把握灵火之道，踏入半步大圆满？”姬扶摇娇躯一颤，没想到师傅竟然给自己安排任务了，这是觉得他的灵火造诣提升的太慢了吗？要知道这些天师弟叶晨不停的炼丹，灵火造诣提升了不少，想必在3个月后的炼丹交流大会时，一定可以踏入圆满之境。他已经感到些许压力了。如此想着，姬扶摇点头道：“师傅，我努力，过几天我会踏入火渊秘境之中修炼。”陆玄点了点头。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陆玄继续过着躺平的生活，闲来无事，吟诗作画，看看画本故事打发时间，日子过得极其舒坦。每一天系统美妙的声音从未中断。叮，宿主大徒弟姬扶摇获得灵火感悟，开始同步。叮，宿主二徒弟的炼丹造诣正在提升，开始同步。叮，舒服，躺着就能提升境界和感悟，真是一个良心系统。这段时间，宗主等人有些好奇，清玄峰有些过于安静了。叶晨整天除了吃饭，就是把自己关在洞府之中修炼。姬扶摇已经踏入火渊秘境第2层修炼了。陆玄他们无力吐槽，还是老样子。宗主对穆老说道：“陆玄这个师傅当的简直太轻松了，什么都不用管，2个徒弟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穆老淡淡一笑，这么看来，其实拜入陆玄门下，除了没人指点，倒也算很自由。对于这种天才来说，除非遇到修炼瓶颈，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不需要太多干涉。宗主点了点头，这倒也是。扶摇在火渊第2层又破了数个玄宗境的记录。穆老目光深邃，感叹道：“陆玄这2个徒弟都是好苗子啊。”宗主笑了笑，不过他们留在清玄峰，一直让大家意难平。穆老深有同感。沉寂一瞬，穆老突然问道：“炼丹交流大会准备的怎么样了？”宗主说道：“按计划进行，没有什么大问题。”穆老道：“不错。”太上玄宗，南宫白雪离开恋恋不舍的离开了秦霄，回到了云阳峰。云阳丹圣一袭灰袍，脸上带着微笑：“白雪，这一次你去叶家算是了断了过去，心中已经没有任何挂念了，斩断了叶晨的记录，心障拔除，日后你的修炼将1日千里。”南宫白雪微微蹙眉：“师尊，这一次去叶家出了一些意外。”云阳丹圣问道：“哦，什么意外？”南宫白雪说道：“那个废物叶晨突然又可以修炼了，而且拜入了大道宗门下。”云阳丹圣脸色微变：“竟有此事？你可知叶晨拜入了哪座灵峰？”南宫白雪说道：“清玄峰。”陆玄闻言，云阳丹圣哑然失笑：“不用再管叶晨了，拜入清玄峰，他已经废了。更何况缘起缘灭，你们之间已经再无瓜葛。”南宫白雪点了点头：“好。”云阳丹圣说道：“放心，这一次去了大道宗，若是叶晨不知好歹，我会为你做主的。”南宫白雪拜礼道：“多谢师尊。”接下来，南宫白雪开始闭关。另一边，太上峰，秦霄依旧在为神子之争做准备。秦家给了秦霄海量的修炼资源，如果秦霄可以成为太上玄宗的神子，那么秦家在南荒的威势将会再度提高。这一日，秦家长老降临太上玄宗，给了秦霄大量的极品灵石和丹药。秦霄将南宫白雪叶家之行的事情告诉了秦家长老。秦家长老淡淡点头，既然已经退婚，那便和叶家没有瓜葛了。秦霄问道：“能不能灭了叶家？”看着太烦，秦家长老皱眉：“此事以后再说吧，至少等你获得了神子之位后。现在若是我秦家对叶家出手，区区蝼蚁，我们算是以大欺小，有坠我秦家之名。不过叶晨既然加入了大道宗，倒是可以找机会让一些天才和他进行生死挑战，灭了此人。”秦霄点头：“我知道了，一切以神子之争为主。”秦家长老说道：“不错。”秦霄说道：“我师尊已经给我兑换了太上经第1卷，这功法不愧是太上玄宗的正宗功法，功法之力极为逆天，若是和我秦家的无上功法珠联璧合，我的战力至少可以提升10倍。”秦家长老若有所思，缓缓说道：“太上经在南荒地阶功法之中可以排名前10，甚至在大道经前面。大道经主自然之道，蕴含恐怖的道运，而太上经则是主功法，这个很适合你。这也是为何当时我们让你加入太上玄宗的原因。”秦霄说道：“长老，你回去之后可以告诉我父亲和老祖，神子之位，我秦霄志在必得。”秦家长老一脸满意之色，随后离开了。秦霄看着长老的背影，心中不由得想起了叶晨，嗤笑一声：“蝼蚁罢了。”大道宗清玄峰，半个月时间很快过去了。这段时间，姬扶摇一直在火渊秘境之中修炼，而叶晨则是炼丹和修炼两不误。姬扶摇的境界提升到了3重玄尊境，他的灵火之道距离半步圆满只差一丝，而叶晨则是已经可以十分娴熟地炼制出御阶丹药了。除此之外，叶晨的境界已经踏入了玄宗境后期大圆满。陆玄的收获不可谓不大，他直接踏入了8重玄尊境，灵火之道向着超凡之境不断精进。这一天，陆玄正躺在草屋前晒太阳，突然系统的声音响起，叮！姬扶摇的灵火之道踏入半步圆满，开始同步感悟。轰！陆玄感觉自己对于灵火之道的理解更加精深。灵火之道大圆满之后，便可超凡之境。所谓超凡之境，
则是逐渐触摸到了一丝灵火的真谛，未来有机会以灵火之道正谛。超凡之境共有10种，要言就是灵火、超凡之境5重。而现在姬扶摇不过用了不到3个月，就从小成境踏入了半步圆满，简直太逆天了。陆玄微微一笑，不错，扶摇正好赶上最后一天，完成了任务。这时陆玄怀中的玉简微微震动，他的灵力注入，叶晨的声音出现，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师傅，接下来的数天我要闭关冲击玄阶炼丹师，我就不给你做饭了，等我出关之后我给您补上。陆玄淡淡一笑，问题不大，你闭关吧。叶晨说道：多谢师傅。陆玄点了点头，现在姬扶摇的徒弟养成任务完成了，但叶晨的养成任务还没有完成，还剩下几日时间，从玉阶炼丹师到玄阶炼丹师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不过陆玄相信叶晨必然可以踏入玄阶炼丹师。很快到了饭点，陆玄今天亲自下厨，他的心情大好，开始煎炸灵鸡肉。今天是放纵餐，灵鸡排、灵鸡块、灵鸡全家桶，滋啦，油光四溅。突然一道银铃般活泼的声音在草屋外响起：师傅！陆玄转过头来，看到姬扶摇一袭火红色长裙站在草屋门前，露出微笑，如同夏花绚烂。陆玄笑了笑：扶摇，你回来了。姬扶摇雪景微青，点了点头：师傅，我完成任务了，没有辜负你的期望。今天他终于踏入灵火之道，半步圆满，马上想着第一时间来给师傅汇报这个好消息。陆玄淡淡一笑：那就休息一下，尝尝我的手艺。接下来几天叶晨要闭关，就我们2个人吃饭。好。姬扶摇并没有离开，而是站在草屋门口观察陆玄做饭。陆玄做饭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十分飘逸。姬扶摇仔细盯着陆玄的每一个动作，和自己进行对比。陆玄操纵灵火，随心所欲，灵火之威收发由心，有一种自然的韵味。很快姬扶摇得出一个结论，他还得练。他早就把陆玄的画技在了心里深处，做饭也是一种修炼。他总感觉师傅的身上有一种大道至简、道法自然的感觉，这是一种他在大道经中感悟出来的玄机。大道经有云：道法自然，真正的强者不假外物，超凡脱尘，不再依赖苦修，而是自身道合天地，无形之中就在修炼。姬扶摇感觉陆玄早就踏入了这种状态，他轻轻舒了一口气，自己和师傅的差距还是太大，有如云泥之别。他自知上一世他虽然以灵火之道正谛，但多是以苦修踏足地境的。这一世在陆玄的指点下，他的灵火之道有了很多深邃的感悟。他的灵火之道之所以突破的这么快，更多是悟出来的。修炼不思悟则罔，思悟而不修炼则殆。这一世跟着陆玄，他修炼和思悟兼顾，所以修炼速度也快，灵火造诣提升也快。念及此，姬扶摇问道：师傅，我现在已经是半步大圆满，要踏入真正的大圆满，就要领悟自然之道，您觉得我应该怎么做？要踏入真正的大圆满，就要领悟自然之道，您觉得我应该怎么做？闻言，陆玄微微一愣，他在想怎么解释。所谓大圆满，便是开始触摸一丝最终的道法自然，但自然二字岂能一言以蔽之？虽然陆玄因为系统的缘故已经是灵火大圆满之境，但要把这个理阐述出来却并不容易。有言是道可道，非常道。陆玄一边煎着灵鸡排，一边思考怎么给姬扶摇解释。看到陆玄没有说话，姬扶摇则是将目光转向了陆玄的动作。陆玄的动作行云流水，无形之间仿若暗合自然之道。突然姬扶摇娇躯一颤，他看出来，师傅这是在以身传教。片刻后，姬扶摇轻声说道：师傅，多谢指点，我懂了。陆玄愣住了，啊，他还什么都没说呢。姬扶摇这是怎么悟的？但这时姬扶摇已经陷入了顿悟状态。刚才陆玄的动作行云流水，在姬扶摇看来暗合自然之道。瞬间，姬扶摇的身上涌出了一道恐怖的灵火，这道灵火不断变换，时而炽烈，如同游龙吐息炼化天地；时而暗淡，仿若烛光，随时就要熄灭。最终在姬扶摇的控制之下，这道灵火开始向着一种诡异的状态演化。一炷香过去了，姬扶摇还在感悟；两炷香过去了，数个时辰后，姬扶摇身上的气息逐渐归于自然，那股灵火之力呈现了一种很玄妙的状态，看似融于草屋这一方小天地，实则其威力无尽。陆玄有些震惊，姬扶摇这是悟出了不得了的东西。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灵火融于这一方天地之势，实则暗藏杀机，任何一丝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动这道灵火巨变。这就是姬扶摇感悟出来的自然之道。片刻后，姬扶摇缓缓睁开眼睛，纤纤玉手伸出，那道灵火不断缩小，最终凝在他的掌心之中。他有些激动地看着陆玄：师傅，我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了。灵火之力暗合自然，看似无力，实则可以借天地之力爆发出更加恐怖的力量。现在他只是悟出来一个雏形，如果以后感悟大成，他将远远超越上一世。现在想来，上一世自己虽然以灵火之道正谛，但是走得太匆忙，没有太多感悟。这一世在陆玄的指导下，已经超出上一世太多了。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在陆玄的耳边响起：叮！正在同步大徒弟姬扶摇的灵火感悟。瞬间，一股庞大的灵火感悟涌入陆玄的脑海。陆玄有些震惊，姬扶摇已经找到了未来正谛的道，那就是暗合天地，归于自然，
从而借天地之力爆发出最强的杀伐之力。这一次，陆玄直接向着灵火之道超凡之境踏出一大步，收获太大了。灵火之道大圆满之上，便是超凡之境。片刻后，陆玄收敛心神，笑着看向姬扶摇：“扶摇，这次你做得不错。”姬扶摇脸色微微泛红，如果不是师傅以身传教，我也无法感悟出来。我已经找到了这是正地的道。陆玄点了点头，很好，很好。不过我们开始吃饭吧。他又把灵姬全家统热了一下。姬扶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师傅，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陆玄淡淡一笑：“无妨。”很快，陆玄将灵姬全家桶端了出来，放在了石桌之上。姬扶摇第一次吃，他大呼好吃：“师傅，你做的这个太香了，我也要学。”他的娇嫩唇瓣上沾满了油渍，绝美的容颜看起来更加诱人，这让陆玄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姬扶摇脸色绯红，摸了摸脸蛋：“师傅，我脸上沾了东西了吗？”陆玄淡淡一笑：“没什么。”不多时，陆玄和姬扶摇心满意足地吃完了。现在跟着陆玄，他也不排斥吃饭了，相反，他觉得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有待发掘。吃完，陆玄又躺在草屋外休息了，姬扶摇则是在草屋里洗碗。陆玄说道：“哦，对了，扶摇，你明天来我洞府一趟，我送你几个礼物。明天系统就要发放奖励了，是时候给姬扶摇补充一波宝物，让他的修炼再提速度了。”闻言，姬扶摇娇躯一颤，说道：“好，师傅，这是又要给他好东西了吗？”终于，说实话，这段时间师傅给了师弟叶晨很多至宝，比他多太多了。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丝羡慕了。姬扶摇不由得猜测了起来，明天师傅要送他什么呢？有点小期待。过了一会儿，姬扶摇将草屋收拾妥当，对陆玄说道：“师傅，我先回去修炼了。刚才我感悟的只是一个雏形，我再仔细琢磨一下。”陆玄点了点头道：“好。”姬扶摇飘然离去。看着姬扶摇的背影，陆玄不由得感叹：徒弟们都太努力了，明明天赋逆天，却还这么努力，这让南荒其他天才妖孽怎么比？另一边，姬扶摇回到洞府，盘膝而坐，一袭火红色长袍飘落，凹凸有致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纤纤玉手伸出，正要准备修炼，突然纳戒中的传音玉简震动了起来。姬扶摇灵力注入，扶摇皇朝龙卫统领青烟的声音传了出来：“女帝陛下，我们已经抵达沧州，并且去了醉仙楼总部了。”姬扶摇问道：“情况如何？”青烟有些气愤地说道：“这些家伙有些翻脸不认人了，我拿着陛下您的信物，他们竟然也不承认，非要您亲自降临。”这时王满冷声说道：“女帝陛下，我建议直接出动龙卫和叶家，灭了醉仙楼，如此忘恩负义之徒不配存在。”姬扶摇美眸微蹙，眼中神华流转。既然如此，看来我得前往沧州了。王蛮说道：“女帝陛下，我担心到时候即使您亲自降临，他们也不愿意臣服。”姬扶摇脸上露出一丝愠怒道：“那醉仙楼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王蛮问道：“女帝陛下，我们现在如何做？”姬扶摇淡淡道：“先返回黑岩山脉吧。”青烟等人马上说道：“遵命，我等在黑岩山脉等待女帝陛下降临。”姬扶摇点了点头，片刻后，姬扶摇收起传音玉简，眼中出现了一抹杀意。要知道当年那一战，他的3大旧部中，醉仙楼几乎带着扶摇皇朝大部分的修炼资源离开了，这可是一个皇朝的资源。但现在他们想要背叛扶摇皇朝，他怎么能容许？不过3000年时间太久，中间或许有些变故，醉仙楼是否变节尚不可轻易下结论。姬扶摇打算前往沧州醉仙楼一趟。念及此，姬扶摇喃喃道：“又要离开师傅一段时间了，这一次时间可能要久一些。”接着他收敛心神，开始修炼。第2天，陆玄睡了一个自然醒，他在玄冰床上伸了伸懒腰，心情愉悦。系统的声音适时的响起：“叮，正在同步宿主大徒弟姬扶摇灵火感悟。叮，正在同步宿主2徒弟叶晨炼丹感悟。”很快，大量的感悟之力涌入了他的脑海之中，仿若脑子里被映射进去了很多知识，怪怪的感觉，但也很舒爽。接着，系统的声音再次出现：“叮，恭喜宿主完成大徒弟限时养成任务。叮，恭喜宿主获得大量修为底蕴。叮，恭喜宿主获得6星地阶灵枪烈天。叮，恭喜宿主获得火之道则。叮，恭喜宿主获得1000万极品灵石。”声音落下，轰！一股无比精纯的灵能涌入了陆玄的身体，如同大江大河一般冲击着他的身体内部，酥麻的感觉如同闪电一般漫过全身。陆玄微微颤抖，他的修为在暴增，直接突破一个小境界，踏入了9重玄尊境。接下来，陆玄开始查看系统奖励，他意念一动，6星地兵长枪烈天出现在他的手中，这是一把火属性地兵。虽然这个地兵是被封印状态，但其上涌动着炽烈暴力的力量。陆玄的手放在长枪之上时，一道道灵火之力闪烁，如同闪电一般在枪身之上萦绕。陆玄能够感受到这把长枪之中蕴含着无比恐怖的意志之力，灵火之道主杀伐，而这把长枪烈天涌动着恐怖的地威，杀意和战意不断狂涌，威势滔天。陆玄不禁感叹：好枪，好枪！片刻后，他收起地兵烈天，取出火之道则观察了起来。这个火之道则现在被封印住了，如同一个方块，只有巴掌大小。
但是依旧可以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恐怖力量，仿若一旦破开封印，就能直接焚天逐海，炼化天宇，映照诸天。火之道则其中蕴含着极其浓郁的道与韵，不是一丝也不是残缺的，而是极其完整的。在封印中，这个火之道则不断演化出很多诡秘的形状，时而凝成一座火渊，时而化作一轮巨日，时而凝成一条火脉。陆玄暗自心惊，这火之道则融合后有什么效果？系统解释道，一旦有人融合火之道，则就意味着未来必定正地。陆玄有些震惊，必定正地。系统说道，所谓地境，便是将自己的道和天地之间互相印证，而火之道则可以看作已经被天地认可的道。陆玄微微一愣，也就是说，这个火之道则是天道官方认可的道，融合火之道则直接保送大地，这也太逆天了吧！陆玄不禁说道，不错，这个火之道则不错。他将火之道则收了起来，看向系统空间的1000万极品灵石，心中有些激动，竟然直接堆成了一座小山。要知道他的便宜师傅清玄圣人虽然给他留了很多灵石，但只有几十万极品灵石，现在系统竟然直接给了1000万，这简直太豪横了。陆玄长舒一口气，对系统提出了表扬，童子，这一次你的奖励不错。系统说道，叫爸爸。陆玄，系统这家伙又开始皮了。不多时，陆玄直接给姬扶摇传音，很快姬扶摇一袭火红色长裙飘然踏入陆玄的洞府，她的容颜绝美娇嫩，凹凸有致的身材形成一道完美的曲线，身上散发着淡淡的神华，仿若天上谪仙。陆玄笑着说道，扶摇，接下来师傅有3个礼物送给你。姬扶摇娇躯微微一颤，3个礼物超出了他的预期。陆玄微微一笑，将地兵长枪烈天取了出来，介绍道，这把地兵是火系灵器，主杀伐，很适合你。姬扶摇震惊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地兵，6星地阶之宝。陆玄将烈天递给姬扶摇，姬扶摇抚摸着地兵烈天，瞬间恐怖绝伦的灵火之力和他的身体产生了共鸣，他能感受到这把地兵蕴含的恐怖意志，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的。烈天长枪比起他上一世的1星地兵强大太多了，若上一世他身怀烈天长枪，他必然可以斩杀天罗殿的那3个大帝。陆玄笑道，伸手向着姬扶摇眉心一点，一道璀璨神华涌入了姬扶摇的脑海。陆玄说道，收下吧，我已经传你认主之法，另外这个地兵烈天之中封印了数众，它会随着你的修为慢慢解开封印，不过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情况，你可以强行解开下一层封印。姬扶摇雪景微倾，峰峦起伏，对着陆玄恭敬一拜，多谢师傅。陆玄笑了笑，第2个礼物，火之道则。说着，陆玄的手中出现一个诡秘的方块，方块之中火之道则不断演化形状，疯狂跃动着。姬扶摇接过火之道则，直接愣在了原地，他感受到了道和运的契机，这个方块之中蕴含着恐怖的本源之力。上一世他以灵火之道正地获得了一方大地本源，就是这种气息，只不过比起眼前之物，他凝结的大地本源弱了太多。他的脑海中想到一种可能。姬扶摇的声音颤抖，师傅，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火之道则？陆玄说道，不错。姬扶摇的心眸闪烁，无比震惊地看着陆玄，这可是传说之物，一旦融合炼化，必定正地，而若是大地炼化此物，或许有机会触摸到地境之上的境界。姬扶摇的内心深处掀起了滔天巨浪，此物一旦现世，恐怕会吸引一些地境巨波来争抢。姬扶摇目光灼灼，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现在他身怀焚天诀、大道经，现在若是炼化这火之道则，未来他自信可以踏入地境绝巅。念及此，姬扶摇的纤纤玉手有些颤抖，师傅，这有些太贵重了，此物可以成就一个至强大帝。陆玄淡淡一笑，区区火之道则罢了，你拿去用吧，师傅这里的好东西多的是。姬扶摇震惊当场，不愧是师傅，随手取出了6星地兵烈天和火之道则。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收下了火之道则。陆玄淡淡一笑，有了此物的加持，你的修炼速度会更快。姬扶摇说道，师傅，我一定努力修炼。陆玄不禁点了点头，心情大好，他要的就是这句话，他的投资可是1本万里，稳赚不赔。姬扶摇犹豫了一下说道，师傅，我可能又要离开您一段时间了，我需要处理一下扶摇皇朝的事情。陆玄想起来了，你那个叫做醉仙楼的势力现在是什么态度？姬扶摇雪景微倾，摇了摇头，青烟他们去过了，醉仙楼态度很不明确。陆玄微微皱眉，若是他们敢背叛，直接灭了，无需仁慈。姬扶摇点了点头。陆玄说道，去吧，你师弟在清玄峰，问题不大。对了，这些灵石拿去用吧。说着，陆玄向着姬扶摇抛过来一枚那件。姬扶摇接过，神识探入，直接震惊在原地。500万极品灵石堆积成山，闪烁着耀目的光芒。很快他收敛心神，毕竟连6星地兵烈天和火之道则，师傅都很随意的送给他了，这500万极品灵石对于师傅来说恐怕算不上什么。姬扶摇收下那戒，嫣然一笑，师傅，那我去任务殿领取一个任务，然后就离开了。陆玄说道，好，出去之后小心一点。姬扶摇说道，很快姬扶摇准备了一番，和陆玄告别，脚下出现了一道神虹，踏空而起，离开了清玄峰。他在任务殿领取了一个为期3个月的任务，
然后乘坐传送阵离开了。几日后，陆玄躺在洞府之中的玄冰床上，十分惬意地看着画本故事。突然，系统的声音传来：“叮，恭喜宿主完成二徒弟限时养成任务。”陆玄查看了一下叶晨的系统面板，二徒弟叶晨，境界玄宗境初期，功法荒天诀，炼丹造诣玄阶5品炼丹师，至宝八道锁，吞天轰炉，古冷幽火。陆玄点了点头，非常满意。不错，1个月时间，叶晨不仅踏入了玄阶炼丹师，而且还突破到了玄宗境。炼丹和修炼两不耽误。陆玄暗道，他告诉叶晨劳逸结合，是让他炼丹累了休息一下，不是炼丹累了去修炼一下荒天诀啊。徒儿是不是理解错了？念及此，陆玄笑着摇头，天赋这么高，还这么努力，反观我，其实也挺好的。这时，系统悦耳的声音再次响起：“叮，恭喜宿主获得大量修为底蕴。叮，恭喜宿主获得5星丹地记忆。叮，恭喜宿主获得半株上古大药。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功法御简。叮，恭喜宿主额外获得1角至强大地震纹。”声音落下，一股精纯的灵能涌入陆玄的体内，他直接突破到了9重玄尊境后期大圆满。片刻后，陆玄收敛气息，淡淡一笑，只差一步就可以踏入玄圣之境。这个修炼速度简直太快了，不到3个月时间，他就从炼气境到了9重玄尊境。如果他的便宜师傅还在的话，一定高兴的要死。接着，陆玄意念一动，一缕无比璀璨的光团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正是5星丹地记忆。陆玄可以感受到这道光团之中蕴含的恐怖的信息量，若是一下子融入他的脑海，他的大脑一定会被撑爆。这时，系统提示道：“宿主放心，我已经将这道丹地记忆封印了数重，它只会慢慢解开。”陆玄点了点头，可以。他收起丹地记忆，将半株上古大药取了出来。虽然只有手臂大小，而且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其中蕴含的一股无比浓郁的生机瞬间弥漫了起来，浩如烟海的力量冲击着陆玄的身体，有一股极强的吸引力，似乎在蛊惑陆玄，让他吞下这株上古大药。陆玄拍了拍上古大药的根须，笑着说道：“嘿嘿，想让我吞下你，我就不迟。”这株上古大药已经诞生了灵性，被陆玄一拍，马上根须抖动，不再散发那股蛊惑的力量。陆玄仔细端详了一番，淡淡道：“这就是连禁区大帝都趋之若鹜的上古大药吗？也不过如此啊。”上古大药轻轻颤抖身躯，似乎在表示不满。陆玄笑道：“还挺傲娇的。”说着，他将上古大药放入了系统空间，然后他取出那枚功法御简，查看了起来。系统提示道：“这枚御简可以催动10次，准地之下直接秒杀。”陆玄撇撇嘴，勉强凑合。然后陆玄取出了一个巴掌大的晶体，他神识探入这个晶体的内部，马上爆发出了炽烈的神华，璀璨的光芒不断演化出恐怖的灵纹，仿若一道星河。这就是一角大地阵纹。在这个阵纹的内部，如同有一方大域显化，流转着晦涩古朴的气机，十分诡秘。系统解释道：“宿主，这是额外完成任务的奖励，宿主可以将其炼化。如此一来，宿主只要知道目的地，在南荒之中可以横渡虚空，瞬息间抵达目标之地。”陆玄有些震惊，这个好，这个好，从此南荒之大任我行。系统交给了陆玄炼化的方法。陆玄盘膝而坐，手中灵诀变幻，口中念念有词，天机无极，心念所至，天涯咫尺。很快，这一角至强大地阵纹直接被陆玄炼化。陆玄产生了一丝明悟，所谓一角大地阵纹，实际上是阵法大地的规则之力，只不过他的这一角大地阵纹可以无限使用。陆玄不由得夸奖起了系统：“童子干得漂亮。”系统说道：“会说你就多说点。”陆玄不多时，陆玄将叶晨传唤了过来。叶晨一脸恭敬地向着陆玄拜了拜，露出一笑：“师傅。”陆玄点了点头：“叶晨，你已经踏入了玄阶炼丹师，这段时间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你喜欢炼丹吗？”叶晨说道：“师傅，我喜欢炼丹，但我也不想抛下武道修炼。”陆玄嘴角微微扬起：“叶晨，你未来想以丹道正地吗？”叶晨目光灼灼，激动地说道：“师傅，我想。”此言一出，耀言直接从叶晨胸前的玉佩之中飞了出来。耀言有些震惊地看向陆玄，他感到陆玄好像要来一波大的。陆峰主，莫非你有丹药正地之法？陆玄淡淡一笑，屈指一弹，一道璀璨光团浮现在叶晨的面前。叶晨有些震惊，看着光团，只感到其中蕴含的力量恐怖绝伦。他的声音颤抖：“师傅，这是？”陆玄说道：“5星丹地的记忆。”耀言目瞪口呆：“5星丹地记忆？”叶晨一时间有些激动的不知所措。若是融合了这5星丹地的记忆，他将踩在大地肩膀上前进，丹道正地只是时间问题。陆玄笑了笑，将炼化的灵诀告诉了叶晨：“这团记忆之中，我已经布下了数道封印，它会随着你的境界不断打开。”耀言的虚幻魂体一颤，看向陆玄：“陆峰主，我可以观看这5星丹地的记忆吗？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丹地啊，这可是他追索一生的境界。昭文道：“稀可思议，如今有一个正地的机缘摆在他的面前，他岂能放过？”耀言愿意倾尽所有换取这个机缘。陆玄很随意地说道：“耀老，你是叶晨丹道上的师傅，也是叶晨的亲人，自然可以观看。”嗡！耀言的脑海中瞬间激动的一片空白，他也可以参悟这丹地的记忆了。
耀言的魂体颤抖，激动的几乎说不出话来，想再次确认。陆封主，我若参悟，还有什么条件吗？陆玄淡淡道：区区5星丹地记忆罢了，又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耀言直接愣住了，他的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在他看来，这可是5星丹地，已经遥不可及。但陆玄是何等高人，在他眼里，这什么也算不上。这就是他和陆玄之间的差距啊！一时间，陆玄在耀言看来，如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只可仰望。陆玄笑着说道：药老，你帮助叶晨将这团记忆炼化吧。耀言一脸凝重的点了点头。好。他的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荒古禁区那位浑身沾满了诡异和不祥的至强者的话：今日因，他日果。他倾尽所有护送叶晨离开荒古禁区，原本以为此生就到此为止了，没想到竟然遇到了正地机缘，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一旁，叶晨盘膝而坐，手中灵诀变换，开始炼化这团丹地记忆。耀言在身旁护法，海量的信息涌入了叶晨的脑海之中，如同大江大河一般冲击着叶晨的心灵。半日后，叶晨的识海之中静静地躺着一条无垠的璀璨星河，这正是被封印的丹地记忆。以叶晨现在的修为，丹地记忆如弱水三千，他只能取得一瓢。透过丹地记忆星河的一缕缕破碎的星光，叶晨看到了一些无比震撼的炼丹画面。无论是灵火之道，还是草木造诣，亦或是炼丹手法，那个丹地都出神入化，让叶晨身心俱颤。叶晨现在自然是无法承受这团记忆的，但若是在耀言的帮助下，则是可以截取一条之流。他的心情激动难耐，师父随便出手就是如此恐怖的馈赠，太过震撼了。叶晨想到，从陆玄收下他当徒弟到现在，陆玄赐给他无数至宝，但从未要求过什么回报，太过于无私了。念及此，叶晨的心中产生了一道执念，他一定要努力变得更强，登临修炼绝巅，报答师父。片刻后，叶晨收敛气息，缓缓睁开眼睛，他激动地看向陆玄：多谢师父。陆玄点了点头，接下来距离炼丹交流大会还有2个月时间，你好好准备一番。叶晨说道。好。陆玄看向耀言，这段时间就辛苦药老再指导一番了。耀言连忙摆手：不敢当，不敢当。陆玄笑了笑：好了，叶晨，接下来的时间炼丹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修炼哦。叶晨说道：师父，我知道了。说着，叶晨向陆玄告辞，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洞府查看丹地记忆了。回到洞府后，耀言马上飘了出来，他有些震惊地说道：晨儿，刚才我在你师父的洞府中还发现了一个震惊的事情。叶晨问道：什么事情？耀言说道：你师父的洞府里有一股上古大药的气迹，绝对错不了。叶晨直接愣在原地，上古大药，这对于大地强者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宝物，没有他师父竟然有此物。耀言轻轻呼了一口气：晨儿，你的师父真是深不可测，不仅修为通天，而且底蕴深厚。我现在怀疑你师父身上的底蕴比我们整个药家都要多。什么？叶晨直接惊呼了起来。药家可是南荒的霸主级势力，在南荒的历史长河之中横亘了数个纪元，底蕴不可估量。现在药老竟然觉得师父比药家还要恐怖。耀言声音颤抖：至少在我药家，从来不会将如此恐怖的地阶至宝随手赐下。陆玄已经刷新了他的认知，什么时候地阶至宝成了大白菜了吗？耀言一脸神秘地说道：晨儿，我推测你的师父其实已经修炼了数万年，甚至更加久远。他之所以年轻，是不断吞噬上古大药。叶晨震惊当场，师父看起来太年轻了，没想到竟然是修炼了数万年的老怪物。一时间，叶晨对于陆玄更加敬畏和尊重。耀言感慨了起来：在南荒，霸主级势力并非绝巅，但我相信你师父已经踏入了绝巅之列。谁能想到大道宗竟然隐藏着如此隐士强者？叶晨点头，关键师父他老人家太低调了，宁可被人误解，也默默地待在清玄峰上。耀言一脸尊崇地说道：这就是真正的强者，超然物外。叶晨的脸上露出了向往的神色，师父的身上他学不完，根本学不完。耀言看向叶晨，还剩2个月就是炼丹交流大会，到时候太上玄宗、药家、丹香宗、苍木学宫等大势力都要来，这是一场炼丹天才的盛会，你一定要好好表现，给你师父争光。叶晨重重的点了点头：我努力。炼丹一途，叶晨已经是玄阶炼丹师，而在玄阶之后是王阶、地阶、天阶，往后的炼丹之路会越来越难走。不过现在他有了丹地记忆，他有绝对自信，在丹道大放异彩。耀言突然皱眉：或许南宫白雪也会降临大道宗。叶晨一脸冰冷的说道：我与他已不相干。耀言点头叹息说道：晨儿，原本我还在担心要不要传你药家的炼丹手法，但又有些担心，现在有了丹地记忆，一切迎刃而解了。叶晨说道：师父太贴心了。说着，叶晨盘膝而坐，开始参悟丹地记忆。耀言催动药家无上秘术，帮助叶晨不断炼化丹地磅礴的记忆。这记忆如同大河之水天上来，飞流之下9万里，即使耀言的准地魂魄都感到无比的心悸。一时间，耀言和叶晨的神识仿若一叶扁舟，在丹地的记忆洪流之中不断颠簸。耀言惊叹连连，还可以这么炼丹，惊为天人。叶晨更是身心俱震，恐怖如斯。2人不知疲倦地参悟了起来。黑岩山脉无边的陵墓巍然成海，
将连绵的山脉掩映其中。山脉深处无数灵兽嘶吼着，诡异的雾霭飘荡在无垠山脉的上空，让黑岩山脉看起来无比诡秘。姬扶摇一袭红火色长裙，身姿飘然，已经降临在皇朝龙卫的领地。皇朝统领王蛮和青烟等人马上上前迎接女帝陛下。姬扶摇雪景微倾，淡淡点头。王蛮等人将姬扶摇迎入一处楼阁之中，众人落座。青烟微微蹙眉，开始为姬扶摇汇报醉仙楼的事情。女帝陛下，醉仙楼的态度太令人失望了。即使我展示了您的信物，醉仙楼楼主依旧表示不相信您已经归来。王蛮冷声说道：“这只是他们的借口。我观醉仙楼现在在沧州发展的很好，而且和沧州的数个大势力都有交集，他们就是不愿意再复归我扶摇皇朝。”姬扶摇若有所思问道：“现在醉仙楼是谁负责？”青烟说道：“曾经的皇朝镇北将军魏延。”王蛮补充道：“女帝陛下，我早观魏延此人，脑后有反骨，此后必反。现在果然如此。”青烟摆摆手，瞪了王蛮一眼：“现在还不能断言。”王蛮咬牙低语道：“该死的魏延，当时拿走了我扶摇皇朝绝大部分修炼资源，这成了他们在沧州崛起的资本。而现在他们崛起之后，开始翻脸不认人了。”姬扶摇淡淡说道：“等我踏入玄圣境之后，去一趟醉仙楼。”玄圣境？青烟和王蛮等人互相对视了一眼，他们有些震惊。要知道姬扶摇现在才3重玄尊境，要踏入玄圣境，即使以女帝陛下的恐怖天赋，也需要数年甚至更久吧。青烟点了点头说道：“女帝陛下所言极是，我们不能贸然出动，一切还需从长计议。数年之后，等女帝陛下踏入玄圣之后，再去沧州。”姬扶摇笑了笑：“不用那么长时间，2个月足矣。”此言一出，众多龙卫之境愣住了。2个月时间从3重玄尊境踏入玄圣境，这怎么可能？姬扶摇纤纤玉手伸出，一方火之道则，拳头大小的赤色方块缓缓浮现在他的掌心之中。瞬间，整个楼阁变得无比炽烈，恐怖的灵火威压如同排山倒海一般向着四周倾泻，恐怖绝伦的气机骤然涌现。一众龙卫强如准帝和半帝，看到这火之道则都感到无比的心悸。那赤色方块之色，仿若隐藏着一道火渊，仿若隐藏着一轮巨日，威势滔天。青烟和王蛮等人直接震惊地站了起来，他们声音颤抖：“女帝陛下，这是……”他们感受到了灵火本源的力量，那是真正的地境才可以掌握的东西。姬扶摇淡淡一笑：“这是我师父送给我的火之道则，这是我师父送给我的火之道则。”道则？闻言，青烟和王蛮等人目瞪口呆，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火之道则一旦融合炼化，未来必定以灵火之道正地。南荒的道则据说早就被至强者全部攫取了，现在陆玄的手中竟然有火之道则，而且赐给了扶摇女帝。王蛮震惊地说道：“陆封主真乃神人也。”青烟峰峦起伏，呼吸急促，整个南荒恐怕只有陆封主是地阶至宝为无物了。要知道他们那天可是在叶家亲自见证了陆玄送给叶辰很多地阶至宝，太豪横了。很快，青烟等人反应了过来，为何女帝陛下说2个月之内踏入玄圣境？只要炼化融合了火之道则，踏入玄圣境易如反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世扶摇女帝得到了太多至宝，她一旦正帝，未来绝对超越上一世太多，说不定扶摇女帝可以踏入地境绝巅，成为南荒真正的巨擘，真正的竞技人物。念及此，王蛮和青烟等人直接跪倒在扶摇女帝面前。扑通扑通，王蛮等人说道：“我等愿意一直追随女帝陛下。”扶摇女帝点了点头：“起来吧，未来我必重铸扶摇皇朝，而你们必然可以再次踏出一步。”王蛮等人无比激动，再踏出一步就是大地了。他们无比相信姬扶摇的话，要知道他的背后可是站着陆封主，陆封主的底蕴浩瀚无边，深不见底。若是看在女帝陛下的面子上，随手赐下机缘，他们就可以一步正地。一时间，众人都觉得未来一片光明，心中充满了斗志。姬扶摇问道：“黑岩山脉之中可有灵火炽烈之地？”青烟想了想说道：“女帝陛下在黑岩山脉东部正好有一处名叫离火谷。”姬扶摇问道：“灵火之力是什么品阶？”青烟说道：“不到圣王阶。”姬扶摇点了点头：“很适合我，带路吧。”很快，王蛮和青烟和姬扶摇踏空而起，向着离火谷飞了过去。青烟提醒道：“女帝陛下，灵火谷之中有一些圣阶火兽，您得小心一点。”姬扶摇淡淡道：“无妨，区圣阶火兽已经无法对我造成威胁了。”数个时辰后，姬扶摇等人来到离火谷的上空。离火谷无比悠长，如同大地撕开了一道无垠的裂缝，炽烈的火焰冲天而起。这里如同一个巨大的烘炉，灵火不熄不灭，苍古的气息扑面而来。轰！冲天的灵火化作火柱冲霄而上，附近的陵墓直接被焚毁成齑粉。在离火谷深处，有无数火兽在四处奔腾，看起来十分暴力。姬扶摇看向青烟等人：“你们都退下吧。”青烟和王蛮等人还是有些担心。姬扶摇的纤纤玉手轻摆，最终青烟等人退至数里之外。他们隐匿气息，开始在暗中为姬扶摇护法。下一瞬，姬扶摇一袭火红色长裙飘起，直接向着离火谷激射而入。很快，大量火兽嘶吼了起来，向着姬扶摇冲杀而来。一个9星玄圣火兽凝声道：“人族，
胆敢踏入本座离火谷，死来！声音落下，玄圣火兽直接凝聚离火谷的灵火之力，恐怖的杀伐之力演化出诡异的形状，恐怖的威势爆裂而出，向着姬扶摇轰杀而来。姬扶摇一脸风轻云淡，他的纤纤玉手之中骤然出现一把长枪。地冰裂天，咔嚓！是随着姬扶摇意念一动，地冰裂天的第一重封印直接解开，长枪之上瞬间闪烁着赤红色的灵火闪电，不断流转交织，如同一条条游龙。姬扶摇和地冰裂天产生了一种共鸣，他一枪横扫而下，枪芒如龙，焚天逐海的灵火之威直接向着离火谷冲击而下。至强的杀伐之力如同闪电瞬息，湮灭了玄圣火兽的攻击。玄圣火兽脸上露出了无比惊骇的表情，马上催动离火谷的力量来防御，但是没用。地冰裂天，枪如其名，一击裂天地。轰！玄圣火兽的身形直接化作爆裂开来，鲜血爆溅，他愤怒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尼玛的，这是地冰啊！他怨气冲天，自己不过是9星玄圣境，何能面对地冰这个人族女子？不讲武德！顷刻间，离火谷最强的火兽气绝，身形化作齑粉。姬扶摇收起地冰裂天，直接落在离火谷的深处，四周的火兽纷纷如同潮水一般四散逃开。大恐怖！离火谷最强火兽已经被这个女子秒杀了，他们哪敢停留在此地？一时间，无数火兽如同狼奔使突，瞬间消失了。看到这一幕，青烟等人直接惊住了。地冰长枪，而且是高星地冰，他们知道这绝对不是扶摇女帝原本的地冰。王蛮声音颤抖，这个地冰一定是陆枫主送给女帝陛下的。众人点头，他们的心中无比震撼。陆玄手里到底还有多少至宝啊？这简直太豪横了。而此时，姬扶摇盘膝而坐，火红色长裙飘落在身旁，难以掩饰她那凹凸有致的完美身材，完美的曲线流转。她的纤纤玉手伸出，火之道则出现在她的掌心之中。姬扶摇心神合一，开始融合炼化火之道则。她娇嫩绝美的脸庞上，香汗开始不断滴落，看起来无比诱人。1天、2天、10天，姬扶摇已经入定，不断融合道则，同时吞噬道则中的力量。他的修为在不断暴涨，3重玄尊境、4重玄尊境、5重玄尊境。大道宗清玄峰，陆玄躺在洞府之中，悠闲地画着抽象的画。他的耳边传来系统的声音：定。姬扶摇的修为正在提高，开始同步。定。姬扶摇的灵火造诣正在提高，开始同步。定。叶晨的炼丹造诣正在提高。声音落下，精纯的修为涌入他的经脉之力，最终汇入丹田之中，酥麻的感觉如同触电一般，让陆玄感觉十分舒爽。已经1个多月过去了，陆玄已经踏入了1星玄圣境，没有任何瓶颈。其他修炼者踏入玄圣境，不仅需要大量修为底蕴，还需要吞服破障丹，还要走出自己的道。但陆玄不需要，只需要徒弟的修为底蕴灌入他的身体即可。感悟，徒弟的感悟就是他的感悟。现在陆玄已经走出3条大道：丹道、灵火之道、武道。姬扶摇已经将火之道则融合了大半部分，他已经踏入了8星玄尊境。等到彻底融合火之道则后，他必然会踏入玄圣境。而叶晨在药研的指导下，已经可以炼制出王阶丹药了，他的境界也没有落下。陆玄已经将剩下的500万极品灵石交给了叶晨，他直接踏入了玄宗境中期。这段时间，叶晨除了吃饭就是炼丹，要么就是修炼，在草屋和洞府之间过着2点一线的生活，全月无休，连陆玄都看不下去了。生产队的驴都没有叶晨这么拼命，但叶晨乐在其中，吃饭对他来说就是休息了。修炼者和凡俗之人体质不一样，也就是陆玄是个特例。现在虽然是玄圣境，但还是每天要睡超过6个时辰。另一边，宗主在忙炼丹交流大会的事情，没有降临过清玄峰。陆玄也乐得清闲，没事做诗，画画，看看画本，看看天边的风景。这是陆玄之前在蓝星梦想的生活，现在实现了，没必要给自己太多压力，毕竟压力都在徒弟那边了。很快，距离炼丹交流大会只剩下数日时间了。姬扶摇顺利地突破到了1星玄圣境。陆玄查看了系统，确认姬扶摇已经融合了火之道则。从此以后，姬扶摇的修炼速度直接提升数倍。陆玄心里美滋滋的，如果是之前他体内的修为反馈是涓涓细流，现在就是一条大河，灵力冲击4肢百骸，进而涌入丹田之中，让陆玄觉得无比的舒爽。而这几日，大道宗明显热闹了起来，南荒的一些拥有丹道传承的霸主级势力已经踏入了大道宗。这一次，太上玄宗、丹香宗、苍木学宫、药家等势力都会降临，前来的都是天阶炼丹师，这是已经登临南荒炼丹登峰的一群炼丹师。他们或许境界不算太高，最高不过半地，但天阶炼丹师的地位超然，即使大地见了都需要以礼待之。这就是炼丹师在南荒的地位。100年一次的炼丹交流大会，可谓南荒炼丹师的顶级盛会。这些天阶炼丹师不仅会坐而论道，而且他们座下的弟子会进行一场炼丹比试。大道宗已经对外宣布了炼丹大会的流程，一共有10日。前3天由这些霸主级势力的天阶炼丹师讲道演示炼丹，后7日则是万众瞩目的天才炼丹师比试。那些受到邀请的霸主级势力可以直接降临大道宗，而其他势力
或者一些散修想要观摩，则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一次，大道宗对外开放的名额需要一件圣兵或者等价值的修炼资源，用一件圣兵来换取观看10天炼丹交流大会，可以说代价很大。但南荒众多势力依旧趋之若鹜，因为名额有限，但这是绝对值得的。因为一旦有所感悟，区圣兵罢了，对于炼丹师而言，不过就是多炼几炉丹药罢了。这几日，大道宗的万里领地之中，无数灵峰之上神华流转，璀璨的道纹如同星河一般闪烁，苍古的气机向着四面八方倾泻，展现出一个屹立在南荒数个纪元的霸主级势力的底蕴。很多瑞兽翱翔虚空，发出阵阵悦耳的鸣叫。空中的灵舟飞行灵气极多，神华滔滔，熠熠生辉，在不同的灵峰之间来回穿梭。大道宗众灵峰都在配合丹峰，很多峰主在大道宗之中踏空飞来飞去，空中神虹阵阵，形成一道道匹练，苍穹无比绚烂。盛会的气息在酝酿。陆玄躺在草屋前，抬头看向苍穹，不得不说，眼前的盛况看起来十分震撼。就在这时，陆玄怀里的传音玉简微微震动，他取出玉简，注入灵力。宗主的声音传了出来：“陆玄，跟你商量一件事情。”陆玄说道：“宗主，你说。”宗主说道：“过几天就是炼丹师交流大会，你尽量留在清玄峰，不要走动，不要搞事情，如何？不要走动，不要搞事情，如何？”陆玄随意说道：“我知道了，知道归知道，但是炼丹交流大会他肯定会让叶晨参加的，这可都是天阶炼丹师之间的交流，对叶晨大有好处。”突然，系统的声音响起：“叮！限时徒弟养成任务发布，让二徒弟叶晨的在炼丹交流大会年轻一代的炼丹比试中获得第一。”声音落下，陆玄微微一愣，看来这炼丹比试是必须参加了。宗主，不好意思了哦。这时，陆玄抬头一看，一道无比巨大的阴影出现在虚空之上，这是一个巨大的灵舟，灵舟之上楼阁极其高耸，看起来如同一座大山，如同一方大域。璀璨的灵纹在灵舟之上不断流转，一道巨大的旗帜在灵舟之巅，迎着虚空的罡风在不断摇摆。丹香宗，南荒的霸主级势力。这个巨大的灵舟散发着无比恐怖的威压，虚空震荡，空间扭曲，让大道宗产生了一阵轰动。轰！丹峰峰主古月芳马上冲天而起，脚下出现一道神虹，迎接丹香宗的降临。丹香宗的道友，请随我来。闻言，丹香宗的一个天阶炼丹师笑着拱手一拜：“古月芳道友，好久不见。”两人相视一笑。陆玄感慨道：“不愧是大势力的排场。”不多时，叶晨从洞府中走了出来，准备给陆玄做饭。他抬头看了看虚空，笑着对陆玄说道：“师傅，最近好多大势力降临宗门。”陆玄点了点头。叶晨可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场面，之前他觉得青城的几大势力盛会就已经十分浩大了，但现在觉得那根本不值一提。叶晨的心中有些激动，他这一次参加炼丹交流大会，就要和其他炼丹师较量了。他有些期待，也有些紧张，毕竟师傅给了他那么多修炼资源，他若是被其他年轻天才碾压，这不是给他师傅丢脸吗？叶晨走进草屋，开始做饭。今天做的是糖醋鲮鱼，他将鲮鱼去掉鳞片，割开一些口子，再抹上陆玄的秘制调料，开始加工。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熟练的让人心疼。经过了快3个月的锤炼，叶晨的做饭水平已经很高了。陆玄每一次的赞美都是叶晨的动力。叶晨一边有条不紊地做着鲮鱼，一边回忆陆玄的话。在他印象里，师傅认可他最多的是厨艺，竟然不是炼丹或者武道，这让叶晨心里有些小小的失落。很快，叶晨将热气腾腾的糖醋鲮鱼端上了石桌。师傅，开饭了。陆玄很快落座，浅尝一口。陆玄笑着说道：“不错，不错，继续努力。”吃到一半，陆玄笑着说道：“叶晨，这一次的炼丹交流大会，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叶晨一脸认真：“师傅，你说。”陆玄说道：“年轻一代的炼丹比试，你要拿第一。”叶晨愣住了，第一，这怕是有很大的难度，毕竟他才是王阶炼丹师。这时，耀言的声音从玉佩中传了出来：“陆峰主，如果拿第一，怕是有些难啊。”陆玄问道：“为什么？”耀言说道：“陆峰主，这一次的炼丹交流大会，年轻一代中应该会有地阶炼丹师，现在叶晨只是王阶炼丹师，还有相当差距。”陆玄微微皱眉：“地阶炼丹师也来参加，这不讲武德呀？”看到陆玄疑惑，耀言解释道：“在我们炼丹一途，因为炼丹师突破一阶动辄需要10年100年，所以这炼丹交流大会我们对炼丹师的年龄放得有些宽泛，只要是300岁以下都可以参与。”陆玄直接愣住了，300岁的炼丹师，这特么也算年轻一代？耀言苦涩道：“叶晨3个月时间踏入玉阶炼丹师，已经十分惊世骇俗了。如果还有时间，叶晨或许真的可能踏入地阶炼丹师。这样的话，他说不定可以拿第一。”沉寂一瞬，叶晨突然看向陆玄，眼神无比的坚定：“师傅，我一定拿第一。”陆玄看向叶晨，感觉有些意外。叶晨淡淡一笑：“师傅，你给了我这么多炼丹机缘，吞天轰炉、古冷幽火，还有丹地记忆，如果这样我还都不能夺得第一，那我岂不是废物？”耀言沉默。叶晨年少，满腔热血，这没有错，但王阶和地阶之间的差距绝非执念可以打破。这时，叶晨握紧拳头，手臂青筋暴露，身体颤抖着，有些激动，
他一脸认真地看向陆玄，颤声说道：“师傅，7年来我一直被视为废物，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摆在我的面前，我怎能不证明自己？这一次的炼丹交流大会，不仅仅是为我证明，也是为师傅证明。”闻言，陆玄府长大笑：“好好好，心潮澎湃，迎风挥击千层浪，少年不败热血，这才是少年。7年饮寒冰，难凉他热血。”叶晨看向陆玄，眼中出现了敬畏之色。师傅觉得我可以，那我就可以。我之所以没有他入地阶炼丹师，一定有什么地方做的不足。陆玄微微一愣，叶晨怎么突然反思起来了？他不是这个意思啊！3个月，叶晨成为王阶炼丹师，已经是惊为天人。之所以提出比试第一，不过是系统的任务罢了。耀言有些动容，他咬牙说道：“陆峰主，还剩几天时间，老夫必定竭尽全力帮助叶晨。或许我们真的可以创造奇迹。”他有些激动。3个月时间，地阶炼丹师，此事一旦真的实现，将创造出南荒炼丹意图的奇迹。这时，陆玄对耀言问道：“耀老，你觉得地阶炼丹师和王阶炼丹师差在哪里？”耀言说道：“王阶和地阶一字之差，其实并不是炼丹手法的差距，而是灵性2字。”陆玄微微皱眉：“什么意思？”耀言解释说道：“所谓灵性，就是他入地阶炼丹师后，将走出自己的炼丹之道。炼丹不再是枯燥的催动灵诀、操控灵火，还有想象力。”叶晨愣住了，他感觉自己有些听不懂了。耀老，展开说说。耀言说道：“地阶炼丹师之前，炼丹是炼丹，而地阶炼丹师炼丹不是炼丹。”叶晨一脸茫然，开始思索耀言话中的真解。陆玄淡淡一笑，也就是说，炼丹如看山，第一重境界看山是山，第2重境界看山不是山，第3重境界看山还是山。声音落下，耀言惊住了，第一次听到如此清新脱俗的解释，他有些震惊。难道陆玄也懂炼丹之道？叶晨的脑海嗡了一下，他好像是触摸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一股玄妙的气息在他的身上流转了起来，微风袭动，淡淡的光华在叶晨的四周氤氲而起。叶晨陷入了一种顿悟，怪不得他总觉得自己的炼丹遇到了瓶颈，原来是他一直都走在草木精、控火造诣、炼丹手法的条条框框之中。丹地技艺固然是一座高峰，但却让他陷入了一种被动。这段时间，他一直沿着5星丹地的炼丹之路亦步亦趋。叶晨在心中喃喃道：“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他悟了，他要走出自己的道。5星丹地是一座巅峰，他将在巅峰之上拔地而起一座高楼。瞬间，在叶晨的脑海之中，这3个月每日每夜感悟的草木造诣化作一道记忆洪流，不断的进行融合，数万种灵草化作一道道璀璨的光华，不断的飘荡沉浮，开始进行碰撞重组。他一下子懂了很多东西，不同灵草之间的习性，药力灵火操控的规律，灵草精华的提取。叶晨觉得自己甚至可以改造一些王阶的丹方，因为他对于灵草的理解再次提高。数个时辰后，叶晨缓缓睁开眼睛，有些激动地看向陆玄：“多谢师傅指点，听君一席话，胜炼万炉丹。”耀言也有些激动，他感觉陆玄对于炼丹似乎有着一些独到的理解，他准备向陆玄请教一下更深邃的问题。念及此，耀言对陆玄问道：“陆峰主，您觉得炼丹是什么？”陆玄淡淡道：“大道同源，道法自然，万事万物皆如炼丹，而炼丹亦如万事万物。”耀言微微皱眉，茫然不解。叶晨陷入思索，不知道陆玄说的是什么意思。陆玄说道：“做饭如炼丹，食材如灵草，铁锅如丹炉。”耀言恍然大悟，叶晨则是无比震惊地看向师傅：“师傅说的对，饭菜不就是炼制出来的吗？”陆玄笑了笑，把思路打开，把想象打开，看炼丹不是炼丹，你才能感悟到一些不同的东西。耀言又问道：“还有什么东西是炼丹？”陆玄随手指了指叶晨：“修炼如炼丹，以肉身为炉，天地之力为灵火，凝聚灵力精华，提升丹田修为底蕴，这不也是炼丹？”耀言目瞪口呆，这个炼丹理论着实有些超前了，他从前可没有这么想过。一时间，他对于陆玄的敬畏更深一层。耀言又问道：“陆峰主，觉得炼丹的终极是什么？”陆玄淡淡一笑：“你觉得是什么？”耀言心潮澎湃，有些激动地说道：“炼制一如无上丹药，上面铭刻10道丹晕，引动天地雷霆，所有的灵草精华没有浪费，成就完美丹药。”闻言，叶晨点了点头，这恐怕是任何一个炼丹师的终极目标，追求完美，精益求精。陆玄摇了摇头：“药老，格局打开，想象力打开，你还在炼丹的第一层。”耀言有些震惊地看向陆玄：“陆峰主，您说？”陆玄随意地说道：“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功，阴阳为碳兮，万物为同。”耀言直接愣住了，天地为炉，造化为功，阴阳为碳，万物为同，好大的手笔啊！耀言瞠目结舌。陆玄所言，这恐怕已经超出了一个天阶炼丹师所能掌控的境界。耀言的心中掀起了惊天骇浪，他可从未想过如此炼丹。一旁叶晨更是目瞪口呆，陆玄的这番话，其意境直接超越了5星丹地技艺不知几许，境界实在太高了。过了许久，耀言和叶晨才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看向陆玄如同天人。耀言看着陆玄，目光之中又多出了几重敬畏之意，他的声音颤抖着：“陆峰主，恐怕也只有您这种至强巨擘才能有如此眼界和格局。我虽为准帝，
但却目光狭隘，如同坐井观天。今天听到陆峰主的话，才知道自己在炼丹一途只是一个学徒，亦或者说天阶炼丹师只不过才踏入了炼丹的门槛。陆玄愣了一下，不至于这么震惊吧？这话其实也不是他说的，出自假意。他引用了一下，这就把耀言这个天阶炼丹师唬住了。如此想着，陆玄嘴角微微扬起，继续说道：所以我一直说，眼界打开，炼丹的终极可以星空为炉，以大道为灵草，以时间长河为灵火，炼制诸天。耀言再次感到震惊，以星空为炉，以大道为灵草，以时间长河为灵火，炼制诸天，这太过震撼了。他们只是炼丹师，而现在陆玄所说的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炼丹的范畴，但本质上也是炼丹。叶晨眼瞪得极大，无比尊崇地看向陆玄，他的心在砰砰直跳。不愧是师傅，不愧是站在南荒修炼绝巅的男人。此等豪言，寻常大帝根本没有这种眼界和意境。一时间，陆玄在叶晨心目中的地位直接冲上了九霄云外。师傅真乃神人也！耀言无比激动地看向陆玄，再次问道：陆峰主，这就是炼丹的终极吗？陆玄淡淡一笑：终极，修炼之路，炼丹之道，哪有终极？耀言说道：至强者就是终极。陆玄呵呵一笑，缓缓说道：所谓至强，不过是路径罢了。此言一出，耀言和叶晨直接呆若木鸡，他们的口中不断重复着陆玄的这句话：所谓至强，不过是路径罢了。路径？但修炼之路岂有尽头？修炼之路岂有尽头？此等认知远远超出了一个地境的认知。耀言也曾在听到这强大帝的论道，但从未有一个地境巨擘有如此境界，简直让他叹为观止。这就是陆峰主啊！陆峰主一定是踏出超越地境的那一步。念及此，耀言有些震惊地问道：陆峰主，莫非你已经超越了地境？陆玄微微一愣，耀言这是怎么看出来的？他不过是随口说了几句而已，就把耀言唬住了。但这个时候既然已经装起来了，那就只能装下去了。陆玄没有回答，付之一笑。这在耀言看来无疑是默认了。耀言的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无比敬畏地说道：陆峰主，能和您坐而论道，实属我的荣幸。陆玄笑而不语。这时叶晨摊开右手，一个玉简缓缓出现。师傅，你的话我已经全部刻印来了，我感觉里面蕴含了无比深刻的道与理，如果我悟通了，什么天阶炼丹师不在话下。陆玄脸上一抽，啊，这至于吗？竟然把他的话直接用灵文刻印在了玉简之中，这是要当作圣经吗？叶晨握紧了玉简，师傅，刚才经过您的指点，我向您保证，我一定拿下炼丹交流大会的第一。陆玄笑了笑，我相信你。很快，耀言和叶晨急匆匆地离开了，他们要去感悟陆玄说的话，太玄妙了，太震撼了。耀言强如准地，都无比心惊，更何况叶晨，他们现在已经对陆玄顶礼膜拜了。陆玄看着叶晨的背影，然后看向石桌，唉，叶晨这小子是不是不想洗碗就跑了？不过留给叶晨的时间不多了，陆玄也没有将叶晨叫回来，他自己去了草屋洗碗刷锅。今天这波比没有白装，至少是让叶晨有所感悟了，只要能完成任务就行。不多时，陆玄收拾妥当，回到了洞府之中，继续躺着。大道宗之中变得格外喧闹，人声鼎沸，虚空之上不断有灵舟破碎虚空而来，但这一切好像和清玄风无关，也没人关注清玄风。陆玄并不在意，这样才好，自己躺得才更舒服。他想起来自己在蓝星上为什么那么累，除了工厂打螺丝当牛马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无用社交太多了，看似觥筹交错，推杯换盏，谈笑风生，实则戴着一个面具，面具下是疲惫的肉体和灵魂。而现在的清玄风，他只和2个徒弟有交集，宗主等人可以忽略不计。这么多年过来了，不也过得很舒服吗？人啊，还得简单点，才能快乐起来。这么想着，陆玄拿起了画本故事，悠闲地看了起来，舒服呀。另一边，叶晨的洞府中，耀言将叶晨手中的玉简拿了过来，神念注入，反复诵读陆玄的话：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功，阴阳为叹息，万物为同。炼丹的终极可以星空为炉，以大道为灵草，以时间长河为灵火，炼制诸天。终极，修炼之路，炼丹之道，哪有终极？所谓至强，不过是路径罢了。每一次耀言诵读，叶晨都会跟着激动，这些话都太玄妙了，师傅太神了。叶晨激动地说道：耀老，我已经感悟到了你说的地阶炼丹师和王阶炼丹师的差距了。所谓灵性，所谓炼丹的想象力，我触摸到了。耀言点了点头，距离炼丹交流大会还剩下几天时间，我觉得这一次你真的可以大放异彩。有了陆峰主的这番指点，你首先在意境上就超越了其他天才，甚至其他天阶炼丹师。叶晨说道：以前我觉得那个5星丹帝恐怖如斯，现在我觉得我师父才是最厉害的。耀言不禁深表认同，他已经对陆玄五体投地了，陆峰主简直深不可测。我怀疑你的师父真的会炼丹。叶晨有些震惊，这么说，我师父不仅修炼踏上了绝巅，而且炼丹也是至强造诣。耀言喟然长叹，没想到大道宗竟然有如此逆天强者。突然，耀言想到陆玄和禁区那个浑身沾满了诡异和不祥的大帝，谁更强？只是片刻的犹豫，耀言就断定一定是陆峰主更强。一旁，
叶晨已经迫不及待地祭出了吞天烘炉，准备炼制的接丹药，口中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攻行，开始炼丹。太上玄宗，云阳峰，轰！一阵恐怖的波动向着四周涌动，封印禁制全部破碎，无尽璀璨神华之中，南宫白雪一袭淡雅长裙，缓缓从洞府之中走了出来，她的脸上带着志得意满的笑容。这时，云阳丹圣的身影飘然落下，他十分满意地看着南宫白雪，脸上溢出了笑容。不错，不错，这3个月的闭关，你已经可以炼制玄阶9品的丹药，你的炼丹天赋是我收下的徒弟中最好的了。南宫白雪向着云阳丹圣恭敬一拜，多谢师尊指点。云阳丹圣笑了笑，这一次炼丹交流大会，我很期待你的表现。南宫白雪说道，师尊，我会全力以赴，绝不会给您丢脸。云阳丹圣点了点头，看向远处的虚空，脸上露出了期待的笑容。又是100年，匆匆过矣。这一次，我们这些天阶炼丹师共聚一堂，将会再次坐而论道，不知道其他道友有没有感悟出什么？这是炼丹交流大会的2个重头戏之一，天阶炼丹师互相论道，这是炼丹理念的碰撞。旁者聆听，若是得到任何一丝感悟，都会受益匪浅。南宫白雪好奇地问道，师尊，所有天阶炼丹师都会论道吗？云阳丹圣摇了摇头，每个大势力都会派出几个炼丹师讲道，阐述自己炼丹的道与理。南宫白雪笑了笑，师尊，您是最强的天阶炼丹师。云阳丹圣嘴角微微扬起，没有说话。虽然他自知比起药家和丹香宗的那些天阶炼丹师还有差距，但南宫白雪的奉承，他却是相当受用。南宫白雪问道，师尊，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大道宗？云阳丹圣淡淡一笑，听出了南宫白雪的言外之意，他这是想要去见秦霄一面。念及此，云阳丹圣说道，给你1日时间休息，1日之后回到云阳峰，我们出发前往大道宗。南宫白雪笑了笑，多谢师尊。很快，南宫白雪踏空而起，脚下出现了一道神虹，向着秦霄所在的太上峰飞了过去。他一袭淡雅长裙，来到了秦霄所在的灵峰。秦霄早已等到南宫白雪的消息，等到多时了。这3个月，他可是憋坏了。没有南宫白雪，他只能用传统手艺来释放自我。等到南宫白雪降临，秦霄一把抱住南宫白雪，狠狠地亲了起来。不知为何，南宫白雪的脑海中想起了叶晨的模样，他淡淡摇头，让自己忘却叶晨那讨厌的样子。秦霄抬手一挥，直接在洞府外打出了封印禁制，璀璨的灵纹涌起。呼吸间，秦霄将南宫白雪抱向了洞府深处的紫乌木床。轰！秦霄重重地压在了南宫白雪的身上，峰峦颤抖，风光旖旎。南宫白雪扭动着身子，轻声说道，秦霄，我想要。秦霄咽了一口唾沫，忍住了，现在还不行。他修炼秦家的无上秘术，不到18岁必须保持童子之身，虽然不能和女子进行阴阳交合，但是可以那个。念及此，秦霄十分粗暴地撕碎了南宫白雪的淡雅长裙。南宫白雪故作推辞，捂住自己的旖旎风景。秦霄肆意把玩，南宫白雪欲拒还迎，喉咙中发出一声声呻吟。南宫白雪的舌灿莲花。10几个呼吸后，秦霄躺在了床上，胸膛起伏。3个月的等待，不过10几个呼吸，眨眼间的欢愉。不过秦霄暗道，他这算时间很长了吧？他觉得其他人压根坚持不了这么久。片刻后，秦霄将南宫白雪搂在怀里，这一次去了大道宗，一定要好好表现。你现在是我秦家的人，很多大势力都盯着我，也盯着你。你若是大放异彩，我秦家也脸上有光。南宫白雪说道，我会努力的。你呢？这3个月收获如何？秦霄说道，再过一段时间，我就会踏入玄尊境。南宫白雪震惊道，玄尊境？秦霄点了点头，目光睥睨，我观太上宗的其他神子候选人也不过如此。南宫白雪的峰峦压着秦霄，秦霄，你最厉害了。秦霄叹了一口气，可惜叶晨那个废物不会炼丹，不然你这次可以狠狠地将他踩在脚下。南宫白雪露出厌恶的表情，秦霄，我们2个人独处的时光，你不要再提那个废物了，我听到他的名字我就感到恶心，感到要上吐下泻。秦霄很满意南宫白雪的反应，不过若是叶晨出现的，你把他教训一顿，以你的实力碾压叶晨应该不成问题吧？南宫白雪脸色一红，那是当然，叶晨那个废物我只手碾压。这么说着，他想起了在叶家被叶晨暴打的画面，这该死的废物一点也不知道怜香惜玉，那一次他可是整个脸都被叶晨打成了猪头了。秦霄说道，放心，等我成了太上宗的神子，到时候会有机会灭杀叶晨的。叶晨作为大道宗的年轻一代，不可能逃避天骄之战，到时候根本都不用设局，杀死叶晨易如反掌。南宫白雪用雪白身体蹭了蹭秦霄，秦霄，可是我现在就想看到叶晨死，我想看到他的尸体，不，我要将其剁成肉泥。秦霄紧紧抱住南宫白雪，手又开始不老实了。2个人折腾了一晚上，秦霄感觉身体被掏空。第2天，南宫白雪向秦霄告别，秦霄，等我好消息，我的炼丹水平可能无法获得比试的第1，但也不会落后。秦霄说道，尽力就行。南宫白雪踏空而起，脚下一道神华向着云阳峰飞去。秦霄站在洞府的门口，看着南宫白雪的背影，心中期待着。2年后他就18岁了，
但还不够。等他踏入玄圣境，就可以和南宫白雪双修了，到时候就可以享用他的太阴元体了。很快，南宫白雪回到了云阳峰，云阳丹圣早已给其他弟子传音，这一次除了南宫白雪，还有10几个弟子要前往大道宗。等到所有人到齐，云阳丹圣右手摊开，神华滔滔涌起，无尽璀璨的光芒浮现在云阳峰的虚空之上，一个无比巨大的灵舟出现。这时，太上玄宗宗主降临，他看向云阳丹圣，此行去大道宗，你就多操劳一下，有药家、丹香宗在，年轻一代炼丹比试的头筹肯定是得不到了，不过压大道宗一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云阳丹圣笑了笑，宗主放心，我对我云阳峰的弟子都很自信。大道宗丹峰的古月芳，他的弟子实力尚可，但比起南宫白雪等人还有差距，我们必然力压东道主一头。太上玄宗宗主府须一笑，很好，很好。很快，云阳丹圣托起南宫白雪等人踏入了灵舟，灵舟瞬间爆发出无比炽烈的光芒，直接撕裂虚空，苍穹震荡，如同闪电一般横渡虚空。灵舟之上，云阳丹圣看向南宫白雪，那个叶晨在清玄峰陆玄门下是吧？陆玄此人，我们之前经常调侃，但这一次大道宗是东道主，我们不能太过分。谁能想到叶晨竟然拜入了清玄峰？这一次，你若是想出气，我到时候可以向丹峰古月芳提议，让你和叶晨切磋一番。以你的实力，碾压叶晨应该不成问题吧？闻言，南宫白雪沉默住了。他的境界虽然已经踏入了玄宗境后期，但他很忐忑，他感觉自己还不是叶晨的对手。倾城叶家，他被叶晨暴打了一顿，这已经成了他内心深处的阴影。这一次，若是他在众多霸主级势力面前输了，岂不是让他的师尊蒙羞，让秦霄蒙羞？念及此，南宫白雪说道：“师父，要不还是算了，毕竟大道宗是东道主，若是我把叶晨打残了，到时候场面可能不好看。”云阳丹圣点了点头，那倒也是。不过，若是叶晨此人不知好歹，敢对你不敬，我会为你出手的。南宫白雪点头，多谢师尊。黑岩山脉，离火谷，姬扶摇一袭火红色长裙飘然落下，她那凹凸有致的身材呈现出一道完美的曲线，她的身上氤氲着淡淡的神华，整个人看起来至纯至翠，如同神女凌晨，风华绝代。在她的四周，恐怖的灵火如同风暴一般凝聚，焚天逐海之外，仿若可以炼化天地，焚烧虚空。姬扶摇已经在离火谷修炼了快3个月了，今天他终于将火之道则全收融合炼化了。轰！姬扶摇意念一动，他的身上出现一股无比玄妙的气机，身体如同烘炉，灿若星辰，交织着道与运，地境本源的力量溢散出一丝。火之道则已经融入了他的道基之中，他的道基之上，火之道则失去了束缚，如同游龙一般不断盘旋，不断幻化成不同的形状。道基已经化作了一方灵火世界，从此以后，他的道则将会收到火之道则的滋养，不断壮大。还未正地，他已经开始被本源之力洗礼了。姬扶摇十分满意，他的口中喃喃道：“师父，多谢你了。这3个月的闭关，收获实在是太大了。除了融合炼化火之道则，灵火造诣也提升，灵火大道直接大圆满。踏入大圆满之后，他已经领悟了陆玄所说的自然之道。不仅如此，他的修为也踏入了一星玄圣境。”姬扶摇举手投足之间，恐怖的圣人之威如渊四海，恐怖绝伦的气息如同排山倒海一般向着四周散去，将无尽火海压制的全部滴伏在地上。姬扶摇缓缓起身，整个离火谷的灵火之力全部向着他匍匐了下去。这一刻，姬扶摇仿若整个离火谷的主宰，一念之间，整个离火谷的灵火可生亦可灭。离火谷中无数的火兽可以感应到姬扶摇身上的恐怖气息，他们全部跪倒在地，如同潮水一般。姬扶摇目光睥睨，向着四周扫去。离火谷中猛烈的灵火罡风四起，霸气横绝，焚天逐海，滔天的威势马上向着这一方天地扩散，煌煌威压如同大江大河奔流不息。很快，王蛮和青烟等龙卫感应到姬扶摇的气息，马上踏空而来。他们无比震惊地看着姬扶摇，一星玄圣境，3个月时间，扶摇女帝真的从3重玄尊境踏入了玄圣境，速度太快了。陆峰主的底蕴加上扶摇女帝的逆天天赋，修炼起来简直如同平地惊雷，风驰电掣。这一世的扶摇女帝比起上一世同阶段已经是碾压了。所有龙卫心潮澎湃，他们可以预感到扶摇女帝未来的成就将远远超越上一世。扑通扑通，王蛮和青烟等人马上跪倒在空中，大声说道：“恭喜女帝陛下，修为精进，灵火大成！恭喜女帝陛下，修为精进，灵火大成！”姬扶摇雪景微青，点了点头。很快，姬扶摇和一众龙卫回到他们的领地，青烟和王蛮等人马上收拾妥当。姬扶摇望向遥远的虚空，是时候前往沧州醉仙楼了。青烟和王蛮等人皆是神色肃然。此行，女帝陛下亲临醉仙楼，若是醉仙楼楼主魏延等人还不知好歹，那么醉仙楼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时，青烟问道：“女帝陛下，要给叶家传音吗？若是爆发战斗，可以让叶家提前准备。”姬扶摇淡淡点头，让叶家也前往沧州，在暗中待命吧。青烟恭敬道：“遵命。”不多时，青烟等人祭出一个苍古灵舟，
姬扶摇等人纷纷踏入，直接撕裂虚空，向着沧州方向激射而去。目标之地：醉仙楼、大道宗、清玄峰。陆玄悠闲地躺在洞府之中。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响起：定，宿主大徒弟姬扶摇突破玄圣境，正在同步修为。定，宿主大徒弟姬扶摇灵火之道踏入大圆满，正在同步感悟。定，宿主大徒弟姬扶摇的焚天诀有所感悟。声音落下，轰！一股无比精纯的灵能涌入了陆玄的丹田之中，舒爽酥麻的感觉让陆玄意醉神迷。他的嘴角微微扬起，不愧是大徒弟。陆玄开始查看姬扶摇的面板。大徒弟姬扶摇，境界一心玄圣，功法焚天诀，至宝火之道则，地兵裂天，感悟灵火造诣大圆满。陆玄点了点头，很是满意。试想这才不到半年的时候，姬扶摇竟然从大玄王境踏入了玄圣境，这是什么速度？当时内门试炼的那些天才，诸如方言、柳轩、洛凌空等人还在才堪踏入玄尊境，而现在姬扶摇融合炼化了火之道则，修炼速度再次提升了数倍。想到此，陆玄有一丝激动。现在2个徒弟躺着就能获得这么多反馈，等3个徒弟、4个徒弟，他直接要上天。可惜系统还没有触发第3个徒弟的任务。陆玄问道：系统，第3个徒弟什么时候收？系统说道：还有一段时间。陆玄点了点头。就在这时，陆玄的洞府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师傅，师傅！叶晨激动地站在洞府门前，大声喊了起来。陆玄说道：进来吧。叶晨一脸兴奋地走进了陆玄的洞府。师傅，我成功了，我成功了！耀言从叶晨胸前的玉佩之中钻了出来。陆封主，幸不辱命，叶晨已经成功炼制出一枚地阶1品丹药归元丹。说着，叶晨从纳戒中取出了一枚归元丹。陆玄接过查看了起来，3道丹晕，丹药之上还散发着淡淡的热气，有微弱的药香扑鼻，看得出来这是叶晨刚炼制成功，就跑过来给他分享好消息了。归元丹吞下可以沉淀体内的修为底蕴，巩固修为。这3道丹晕的归元丹品质已经是上乘了。陆玄点了点头，不错不错。叶晨摸了摸鼻子，师傅，你的炼丹理论太超前了，我感觉自己现在思绪已经发散了，如同天马行空，看炼丹不是炼丹。陆玄微微一笑，还有2天就是炼丹交流大会，继续努力。叶晨握了握拳头，师傅，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失望。很快，叶晨又回到了洞府之中，继续研究。而此时，大道宗之中，众多霸主级势力皆是已经降临了。虚空撕裂，空间扭曲，一阵恐怖绝伦的契机在虚空深处震荡而出，苍穹如同掀起了一阵波澜，空中神华滔滔，灿灿如同星辰。一个巨大宫殿形状的飞行灵气推开无尽云霭出现，宫殿之上铭刻着道文，上面写着2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药家，药家降临了。丹峰峰主古月芳马上踏空而起，抚掌大笑：要百里道友，别来无恙啊！宫殿之上，一个灰袍老者抚须笑了笑，哈哈哈哈！古月芳道友气色不错。下一瞬，丹香宗的一个天阶炼丹师也踏空而起，笑着向要百里拱手：不错不错，百年不见啊，百里道友。要百里点了点头，心情大好：是啊，丹香子道友。光阴似箭，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百年过矣。就在3人高谈阔论之时，空中再次震荡，轰！空间扭曲，从空间裂缝之中，一个巨大苍古的灵梭缓缓浮现。灵梭之上，一个黑袍中年男子目光睥睨，俯视着大道宗的天地。灵梭之上有一个巨大的旗帜在虚空罡风之中不断飘摇，上面写着4个大字：苍木学宫。灵梭爆发出璀璨的神华，将整个虚空都点亮了。要百里淡淡一笑：是苍离道友来了。苍离站在灵梭之上，和众人点了点头，对古月芳说道：这一路横渡虚空，倒是有些疲倦了。闻言，丹香子等人皆是互相看了一眼。苍离道友性格有些古怪，不喜交友，性格比较孤僻和高冷。古月芳拍了拍手，丹峰的一个圣人马上出现，向着苍离恭敬一拜：苍离前辈，请随我来，我们已经给您和苍木学宫的天才安排好了。苍离点了点头，马上收起灵梭，和丹峰的圣人离开了。看着苍离离开的背影，丹香子和要百里脸上一抽：哎，苍离道友一向如此，这可是天阶炼丹师之间的盛会，苍离道友的表现有时候着实让人有些扫兴。他们想起了之前多次炼丹交流大会，苍离只是听他们坐而论道，阐述炼丹理论，自己却不分享。虽说都是天阶炼丹师，他们互相之间是知根知底的，但100年时间，众人总归是可以悟出一些东西的。但苍离的表现却有些敝帚自珍了。古月芳干咳了一声，咳咳。作为这一次炼丹交流大会的东道主，他自然不便议论苍离了。但丹香子和要百里2人却是大吐苦水。丹香子低声说道：苍离这家伙性格苛刻，据说对徒弟管制极其严格，都炼封了好几个天才弟子。要百里脸上一抽说道：哎，在云州，苍木学宫就是当之无愧的霸主，而苍离又是苍木学宫久负盛名的炼丹师，求苍离炼丹的人数不胜数，谁敢非议苍离？丹香子点了点头，希望这一次坐而论道，苍离道友能拿出一些真的感悟出来分享一下，不能光白嫖我们的炼丹感悟啊！要百里表示赞同。就在这时，轰！虚空再次撕裂，空间扭曲，
一阵恐怖的波动在苍穹之上扩散开来。下一瞬，一个巨大的灵舟破空，从空间裂缝之中钻了出来，舟身之上苍古晦色的道纹不断交织，如同闪电一般。太上玄宗看到这一幕，丹香子淡淡一笑，是云阳丹圣来了。云阳丹圣一袭灰袍，负手而立，站在灵舟之巅，笑着看向古月芳等人：“诸位道友，好久不见。”说着，他带着南宫白雪等人降落在众人面前。南宫白雪一袭淡雅长裙，绝美的面庞十分娇嫩。她好奇地打量着四周，她很想知道清玄风在哪，并不是想见叶晨，而是她想离清玄风远一点，不然她会觉得和叶晨在同一片天地下，呼吸空气有些污秽了她。而此时，丹峰峰主古月芳也想起了宗主的嘱咐，最好不要让陆玄和叶晨出现。宗主已经给古月芳说了有关叶晨和南宫白雪的事情，古月芳也和云阳丹圣沟通过了，这一次南宫白雪会来。看着太上玄宗唯一的女弟子，古月芳知道此女就是南宫白雪，无疑了。南宫白雪姿色绝美，身材前凸后翘，是一个绝色女子。古月芳淡淡摇头，想起叶晨，心中一阵唏嘘。此事已经发生，而且南宫白雪去了叶家退婚，叶家和南宫家决裂，已经无法挽回了。南宫白雪和叶晨已经大道朝天，形同陌路。片刻后，古月芳压下思绪，露出一丝微笑：“云阳道友，丹香子道友，要百里道友，我现在就安排你们休息。距离炼丹交流大会还有2天，你们可以稍作调整。若是有什么要求，你们都可以提出来。”声音落下，丹香子等人皆是很随意地说道：“没有什么要求，古月芳道友安排即可。”但这时，南宫白雪却小声嘀咕道：“希望太上玄宗的住处离清玄风远一点。”虽然南宫白雪声音很小，但这里的天阶炼丹师都是何等强者，最弱也是圣王境。南宫白雪的话落入了众人耳中。清玄风，一说到清玄风，他们都想起了陆玄。毕竟陆玄可以说是大道宗的一朵奇葩，一个炼气期的废柴当了清玄风的封主，这一当就是7年。这在南荒霸主级势力的眼中太过于离谱了。不过他们也能理解大道宗，毕竟陆玄的师傅清玄圣人是在执行大道宗宗门任务的时候受了重伤，最终不幸陨落冰解的，所以大道宗对于陆玄很宽容。药百里有些好奇地问道：“哦，对了，我记得按照大道宗的规定，7年之内没有招收到弟子就要逐出大道宗，陆玄应该有没有招收到弟子？”闻言，古月芳脸色一抽：“哎呦，还是提起了陆玄，这个南宫白雪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古月芳似是而非地说道：“可，宗主决定给陆玄一些特权，即使招收不到弟子，也可以待在大道宗。”他并没有提及姬扶摇和叶晨，不然如果让这些人知道陆玄竟然收了2个绝世天才，岂不是要笑死他们大道宗？毕竟陆玄收了2个逆天妖孽这件事情，他们大道宗的众多峰主到现在依旧意难平。闻言，药百里等人点了点头，也是。虽然陆玄修炼资质极差，而且懒得一批，但毕竟陆玄是清玄圣人的唯一弟子，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时，南宫白雪再次小声嘀咕道：“陆玄不是收了青州青城、叶家叶晨吗？”此言一出，所有人都看向了古月芳。卧槽，陆玄这家伙竟然收徒了！他一个炼气期能教徒弟什么？还真有人头铁当陆玄的徒弟啊！一旁，云阳丹圣疯狂干咳，暗示南宫白雪话太多了。南宫白雪脸色微微一红，他是故意的。丹香子等人有些好奇地看向古月芳：“古月芳道友，可否说说？要知道，陆玄在南荒很有名的，每一次天骄试炼或者秘境开启，众多霸主级势力聚集在一起，都会开陆玄的玩笑。现在陆玄竟然收徒了，简直破天荒啊！陆玄收徒了，这个消息在药百里、丹香子等人看来十分炸裂，他们甚至都想马上降临清玄峰去一探究竟。不过他们忍住了，毕竟这是在东道主的地盘，可以小小吐槽一下，但不能太过分。药百里的神色和众人不同，他想起来一些事情，他是药家神女药琉璃一脉的长老，对于当年的隐秘是知道一些的。青州、青城、叶家、叶晨，药百里马上想到了一些往事。当年药琉璃托付药岩等人将他的孩子叶晨送出了药家，而目标之地就是青城叶家。他的脸上一抽，这也太玄乎了吧？怎么陆玄收了叶晨当徒弟？古月芳沉默不语。叶晨可是引动了至宝大道中共鸣的绝世天才，而且陆玄的手下还有另一个绝世天才姬扶摇。如果此事让这些家伙知道，恐怕要嘲笑他们大道宗10000年。可恶，陆玄这家伙真的是……众人看向古月芳，不愿多谈，但心中的八卦之魂已经熊熊燃烧了起来。他们将目光转向南宫白雪：“小友，你是如何知道的？”南宫白雪面红耳赤，一脸尴尬。他能说自己去了叶家退婚吗？他尴尬的脚趾抠地。南宫白雪看向云阳丹圣，小声问道：“师傅，可以说吗？”云阳丹圣脸上一抽：“说吧，反正这件事情最终都会被众人知晓的。事已至此，也没有什么好隐瞒了。”古月芳脸色一黑，药百里脸色一黑。南宫白雪马上脸不红心不跳地说道：“当年我南宫家老祖和叶家老祖在秘境之中有些渊源，便给我和叶晨立下了婚约。但从小我就不喜欢叶晨，叶晨一直对我死缠烂打。后来上古秦家世子秦霄和我两情相悦，前一段时间
我便去了叶家退婚。谁知道叶晨这家伙一怒之下，竟然拜陆玄为师。呵呵，我知道叶晨这家伙对我还不死心，但我已经名花有主了，所以我想离清玄风远一点，不想见到他。声音落下，丹香子等人直接愣住了。没想到这一次来大道宗参加炼丹交流大会，竟然吃到了一个大瓜。现在南宫白雪和上古秦家、太上玄宗都有关系，而叶家又成了大道宗的弟子，信息量太大了。但古月芳却是脸色一沉，看向云阳丹圣，呵呵，云阳道友，这是你的徒弟？云阳丹圣微微皱眉，暗道莫非另有隐情。古月芳看向南宫白雪，面色不善，怪不得叶晨会休掉南宫白雪，这个女子嘴里没有一句实话，简直是张口就来，胡说八道。一旁药百里的脸色阴晴不定，不会吧？药琉璃之子叶晨就这么不堪？他有点不信，毕竟叶晨的体内流淌着药家的血脉，叶家血脉岂会如此低贱？这时南宫白雪看向古月芳，然后恭敬一拜，前辈，这一次炼丹交流大会最好不要让叶晨出现，反正他也不会炼丹。闻言古月芳大怒，呵斥道，你一个女子简直是信口乱说，莫非以为我不知道事情？南宫白雪的身体颤抖，脸色通红，心中慌乱了起来。见此，丹香子和药百里两人马上过来安抚古月芳。古月芳道友，算了，此事到此为止吧。古月芳的脸色稍微缓和，收敛气息，抱歉，我刚才失态了。沉寂一瞬，古月芳脸上露出微笑，诸位还请随我踏入灵峰休息吧。众人道好。云阳丹圣给南宫白雪传音道，以后关于此事你不要说话了，多说多错。南宫白雪如同小鸡啄米一般点头。清玄风，陆玄躺在玄冰床上打了几个喷嚏，他揉了揉鼻子，是哪个吊人在暗中议论我的帅气？说着他翻了身继续躺着休息。这时耳边传来了系统的声音，叮，叶晨的炼丹造诣正在提升，开始同步。声音落下，一股炼丹感悟涌入了他的脑海之中，不知不觉3个月时间，他躺着变成了地阶炼丹师，这谁敢信？而且陆玄现在的炼丹造诣是叶晨的2倍，陆玄感觉自己若是炼丹，恐怕可以直接炼制出9道丹晕的丹药，这才恐怖了。接下来2天时间，叶晨把自己关在洞府之中，专注提升炼丹造诣。2天后，晨曦升起，将半边天都染红了，大道宗的无数山峦之上都披着一层霞光，看起来无比苍古壮观。虚空之中，无数璀璨的灵纹不断涌起，如同星辰一般熠熠生辉。在众多灵峰之上，有许多瑞兽在翱翔苍穹，发出阵阵祥瑞之音，让人内心澄澈，心境平和。大道宗到处洋溢着一种盛典的气息。被邀请的霸主级势力被安顿在大道宗之中，他们已经开始向着丹峰踏空而去，而其他购买了炼丹交流大会资格的势力，则是从大道宗外赶来。丹峰成了今天大道宗万众瞩目的存在。虚空之上，无数身形脚下踩着神虹，向着丹峰飞去，空中罡风阵阵，恐怖绝伦的气势汹涌澎湃，如同排山倒海一般。此时的丹峰上下流转着灿灿道纹，浓郁的灵木散发着阵阵药香，在晨曦的映照下，丹峰看起来无比的秀美。这里灵力充沛，几乎要凝聚成灵液，让众多降临的外宗之人大呼惊叹。炼丹交流大会就在丹峰之下的广场进行，为期10天。前3天是一众天阶炼丹师的坐而论道，后7天是年轻一代的炼丹师炼丹比试。轰轰轰！恐怖绝伦的气机在虚空弥漫，丹香子、药百里、苍离、云阳丹圣等人踏空而来，众多大势力皆是降临在广场之上。丹峰峰主古月芳早已安排妥当，所有人都无比震惊，这可是南荒100年的炼丹交流盛会啊！且不说这些天阶炼丹师会坐而论道，甚至会入一手炼丹手法，那些年轻一代的天才炼丹师也会进行炼丹比试，这一切都让众人翘首以盼。等到其他势力落座，几个霸主级势力纷纷下场，众人马上惊呼了起来，这是药家，看到没有？那个是药家的天阶炼丹师药百里，那个是苍木学宫的苍离长老。前几次炼丹交流大会，苍离长老都没有分享自己的炼丹感悟，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分享啊？那是太上玄宗，注意看，那个女子是南宫白雪，是秦霄内定的未婚妻。那是场中十分热闹，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宗主也降临了，他的神念扫视。片刻后，宗主发现陆玄和叶晨都没有过来，他的心中松了一口气。他听说前2天南宫白雪失言，已经闹得有些不愉快了。作为东道主，这一次炼丹盛会，他可不希望出现什么变故。而此时，清玄峰上，叶晨无比恭敬地站在陆玄的洞府，等待陆玄出现。汉下划线，师傅竟然还没有起床。叶晨注意看丹峰的方向，那里霞光漫天，神华滔滔，无比瑰丽，恐怖的气息四溢，空中一道道身影不断落下，皆是圣王、圣人。他的心中激动。3天坐而论道之后，就是炼丹比试，他一定会一鸣惊人的，不仅为他证明，也为师傅证明。不多时，陆玄悠悠从洞府中走了出来。叶晨，走吧。叶晨有些着急，看师傅这样子好像并不着急，他直接说道：师傅，我们一起飞过去吧。叶晨的脚下直接出现一道神虹，将陆玄拖了起来，向着丹峰的方向激射而去。陆玄淡淡道：
放心，不要着急，这等盛会，等到我宗至宝大道中出现，才算开始。叶晨愣了一下，放松了下来。师傅说的对，他的心态有些过于烦躁了。与此同时，丹峰之下的广场，宗主一袭灰袍，拂袖一挥，踏空而起，他的身上披着晨曦，看起来无比的庄严肃穆。他缓缓说道：“诸位道友，能远道而来参加我大道宗组织的炼丹交流大会，真是让毕宗生辉。好了，话不多说，想必诸位已经无比期待看到诸位天阶炼丹师坐而论道了。”众人脸上皆是露出一笑。宗主淡淡点头，直接宣布：“我宣布，100年一度的炼丹交流大会正式开始。”声音落下，咚！虚空之上，大道中突然显化出苍古巨影。下一瞬间，大道中之上流转着璀璨的道纹，出现在丹峰上空。玄妙的钟声响起，直接响彻整个大道宗。众人皆是闭目感受着大道中的钟声，所有人都感到心中涤荡，无比澄澈。他们没想到大道宗竟然祭出了大道钟来开启这一盛会。很多用圣兵购买了观看资格的修炼者心中一阵激动。要知道，大道中钟声有悟道功效，那种玄妙的气息，即使没有马上顿悟，也对道基大有好处。这一次赚了！咚咚，大道钟直接敲响了3声，无比悠长，仿若从荒古响起，穿透了时光长河，来到现在。众人内心感慨，不愧是大道宗啊！这至宝大道中的声音，让众人的道基竟然夺上了一层淡淡的印记。3声钟鸣之后，大道钟缓缓隐匿在虚空之上，消失不见。宗主就要离开，突然他看到了虚空之上激射而来的一道神虹，他直接愣在了原地。陆玄和叶晨来了。宗主脸上一抽，恨不得一脚将陆玄踹飞出108000里。宗主内心大吼：“陆玄，你来干什么？简直胡闹啊！”不是，他已经告诉过陆玄，让他待在清玄峰了呀。轰！叶晨的神虹托着陆玄落在了广场之上，一时间，无数目光皆是看向了陆玄和叶晨。无疑，此刻他们成了整个广场最亮眼的存在，场面陷入了一片死寂。大道宗众人看向陆玄，脸上有一黑，服了，让陆玄不要来，你偏要来，来就来吧，还他妈迟到！宗主都已经宣布了，炼丹交流大会开始了呀，这不是纯搞事情吗？场中有人认出了陆玄，他们惊呼了起来：“这不是清玄峰陆峰主吗？”陆玄旁边的是谁？这是一个玄宗境弟子，不愧是陆峰主，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陆玄一脸淡定地看着众人，不好意思，来晚了。丹峰峰主古月芳脸上一抽，挤出一丝微笑：“陆玄啊，既然来了，那就先落座吧。”陆玄点了点头，向着大道宗所在的区域走了过去。宗主咬牙对陆玄传音道：“陆玄，不是说让你别来吗？你会炼丹还是叶晨会炼丹？”陆玄笑着说道：“宗主，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宗主按了一下胸膛，忍住了要揍陆玄的冲动，说道：“好了，既然已经来了，那就坐下观看。”陆玄说道：“好的。”宗主再三提醒道：“不要搞事情，不要搞事情，不要搞事情。”连说了3遍。陆玄不远处药家的区域中，药百里仔细打量着叶晨，心中微微震惊。叶晨的眼睛和他的母亲药琉璃好像啊。叶晨一袭白衣，面容俊朗，看上去英姿飒爽，风姿绝代。药百里心生感慨，不愧是体内流淌着我药家血脉之人。他打定主意，等到炼丹交流大会结束之后，暗合和叶晨碰面一下。很快，陆玄和叶晨坐下。叶晨转头看去一侧，他看到南宫白雪正在冷眼看着他。南宫白雪的脸上露出一丝震惊，3个月不见，叶晨竟然已经踏入了玄宗境后期，而他只是玄宗境初期，现在他更不是叶晨的对手了。叶晨是怎么做到的？是丹药堆上去的。南宫白雪目光鄙视叶晨，即使修为超过了他又如何？还不是一个废物。比起他的道侣秦霄，云泥之别。秦霄早就踏入玄尊境了。看到南宫白雪讥讽的表情，叶晨冷哼一声，转过头将其无视了。南宫白雪直接密声对叶晨传音道：“叶晨，你这个废物，怎么来了？这里是炼丹交流大会，你懂炼丹吗？真是丢人现眼。”叶晨嗤笑道：“蠢货！”他直接屏蔽了南宫白雪的神识，心里产生了很强烈的厌恶之感。这场陆玄和叶晨带来的小小风波很快过去了。宗主宣布，现在按照既定顺序开始坐而论道。随着大道宗的古月芳踏上高台，开始讲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古月芳的身上。古月芳盘膝坐在高台之上，身上淡淡的神华流转，他开始阐述自己的炼丹理论。众人皆是认真聆听，苍离长老更是取出了玉简来铭刻古月芳阐述的一些玄妙之处。古月芳的声音悠悠传出：“道法自然，我大道宗的炼丹之道和其他流派有些不同，我们讲究融合道与运。9道丹晕的丹药已经是极限，毕竟炼丹总有损耗，但若是我们将道与运融入炼丹之中，那么这枚丹药的品质将会再度提高。”众人皆是有些惊叹，将道与运融入炼丹之中，不愧是大道宗。大道经的影响太深远了，以至于无论是炼丹还是炼气，亦或者炼体修剑，都讲究道与运。可想而知，一旦丹药之中交织着道与运，这枚丹药的功效绝对逆天。古月芳论道数个时辰，众人收获很大。叶晨若有所思，感觉自己有所感悟，不愧是天阶炼丹师，他们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道。叶晨转头一看，他直接愣住了。啊！这陆玄的脑袋垂在一旁，
耷拉着，竟然睡着了。叶晨摸了摸鼻子，心中暗道：这是师傅觉得古月芳峰主讲的太无聊了吗？也是，古月芳峰主阐述的炼丹之理固然玄妙，但比起师傅的理论却是差得太远了，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他现在已经将陆玄那天说的话全部默记于心了，每一次诵读都会心生震撼。叶晨微微感慨，还得练，还得学啊，学无止境啊。就在这时，陆玄打起了呼噜，哼呼，瞬间场中变得落针可闻，所有目光全部看向了陆玄和叶晨，众人直接惊呆了。卧槽，陆玄竟然在这里呼呼大睡！不是，这么珍贵的机缘，这可是天阶炼丹师讲道啊，怎么好意思睡得着呢？尤其是那些花费了一件圣兵前来聆听论道的炼丹师，他们的心里在吐血。陆玄他们何德何能啊？叶晨迎着众人的目光，感到有些刺痛。这些人不知道师傅的强大啊！叶晨感慨，他还是做不到像师傅那样处变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时，古方月突然从虚空的高台之上踏空而下，向着陆玄走来。他的脸色很黑，他气得想打人。整个全场数万人，所有人都在聚精会神地聆听他的论道，只有陆玄在睡大觉，这他能忍？简直是朽木不可雕也。古月芳直接来到了陆玄面前，咬牙道：陆玄，要睡回清玄峰去睡。陆玄直接愣住了，这一刻他感觉到古月芳有种班主任的既视感。要睡回家去睡。陆玄无言。古月芳这话他真不知道怎么接。叶晨恭敬地向着古月芳一拜，请求道：古峰主，您就让我师父留在这里吧。古月芳的脸色有些缓和，对于叶晨他拥有更多的耐心。他看向叶晨，那你说说我刚才都讲了些什么？叶晨缓缓说道：古峰主刚才讲的是讲道与韵融入炼丹之中，如此以来可创造出9道丹晕之上的极品丹药。一时间，叶晨娓娓道来。古方月点了点头，很是欣慰地看着叶晨，不错不错。众人皆是一惊，叶晨竟然抓住了古方月讲到的精髓。要知道，如果不是炼丹师，根本很难理解古方月的话。中间古方月举例论证的部分极为晦涩，涉及很多精深的草木造诣，很多炼丹师都感到极其深奥。没想到叶晨竟然原原本本地复述了出来，众人皆是觉得叶晨不简单。不远处，药百里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叶晨的身上不愧流淌着要流离的血脉，他们药家之人岂能不懂炼丹？而南宫白雪则是一脸冰冷，暗自嘀咕道：笑死我了，把这些道理死记硬背下来有什么用？炼丹可不是死记硬背。古方月看了看叶晨，又看了看陆玄，他的心中叹了一口气，叶晨如此优秀，而反观陆玄一言难尽啊。不过在这个场合，他也不便说陆玄什么。古方月狠狠瞪了陆玄一眼，转身离开了，返回高台之上，向着众多炼丹师问道：诸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一个地阶炼丹师站了起来，面露苦涩：古大师，我等势力可没有大道经这种功法，何以将道与韵融入炼丹之中？古方月想了想，眼界不要这么狭隘，除了顶级功法里面的道，若是踏入玄圣境之后，也算走出了自己的道，这个也可以融入炼丹之中。闻言，众人皆是一阵惊呼，还可以这样？苍木学宫区域，苍离长老缓缓说道：你说的不错，我们在炼丹的时候的确可以做更多的尝试。接着众人又提出了一些问题，古方月一一解答。不多时，古方月看向苍离长老，按照安排，下一个就是苍离长老论道。苍离长老，还请踏上论道台。声音落下，众人皆是看向苍离长老。苍离长老摇了摇头，抱歉，这100年时间我并没有什么炼丹感悟，还是你们来吧。闻言，众人皆是有些失望。苍离长老这是在藏私啊！身为天阶炼丹师，随便分享一些炼丹的经验，对于众多远道而来的炼丹师来说，都会大受其益。可惜苍离长老不愿意分享，一些炼丹师窃私语了起来。苍离长老有些自私了，我等可是付出了一件圣兵来聆听这些炼丹巨擘分享，苍离长老却不愿意论道。你们不知道，虽然在云州，苍离长老的名声很大，但褒贬不一，他炼丹收取的材料是其他人的数倍，而且对徒弟很不厚道。数百年了，苍离长老没有分享过一次。这时，药百里踏空而起，脚下神虹涌起，直接踏上了论道台。他朝着苍离长老看了一眼，内心十分看不起苍离长老的这种行为，敝帚自珍，羞于其为伍。药百里盘膝而坐，身上泛起淡淡神华，开始娓娓道来。药家的炼丹理念是自然之道，他们不会提取灵草的精华抛入炼丹炉之中，而是将一整株灵草投入炼丹炉之中。药家认为这种方式才能保持灵草的本源。众人仔细聆听，认真记录下药百里提出的炼丹手法。这时，叶晨胸前的玉佩之中，耀言的声音传入叶晨耳中。没想到是药百里这小子带队来到大道宗。叶晨微微一愣：药老，药百里前辈和您关系很好。药老，药百里前辈和您关系很好。耀言笑了笑，他也是你母亲那一脉的长老，他也算我的后辈之一，当年我还指点过药百里炼丹。叶晨有些惊讶，耀言说道：想必药百里已经认出了你，等到炼丹交流大会结束之后，倒是可以问问他你母亲的情况。叶晨的声音颤抖：我母亲？他无法想象出母亲的容颜，只能从耀言的只言片语之中知道，
他母亲绝色天姿，风华绝代。耀言淡淡道：“好了，先认真听这些炼丹师讲道吧。”接下来3天，数个天阶炼丹师轮流上去阐述自己的炼丹理念。最后一位是太上玄宗的云阳丹圣，南宫白雪等人无比激动。云阳丹圣一袭灰袍，手中浮现一个准地阶炼丹炉，一边阐述自己的炼丹理论，一边炼丹，袅袅丹气飘然。云阳丹圣氤氲在一派雾气之中，看起来超凡脱俗。云阳丹圣分享了很多自己炼丹的感悟和经验，引得众人一阵叹服。数个时辰后，云阳丹圣做了一下总结：我认为炼丹一途，除了天赋之外，还需要心性，更需要勤奋。没有人躺着可以提高炼丹造诣。众人表示赞同。陆玄愣了一下，说：“这个他就不困了呀？他就是躺着提高炼丹造诣啊。”最后，云阳丹圣分享自己最近看过一个炼丹古籍，缓缓说道：“诸位，你们觉得炼丹的终极是什么？”众人议论纷纷。炼丹的终极，无非就是炼制出更高品阶的丹药。那些天阶极品丹药，无不是在雷霆的淬炼之下凝成，这恐怕就是炼丹的终极了吧？天阶丹药并非极限，必然还有天阶之上更加玄妙的丹药。听着众人的议论，云阳丹圣淡淡一笑：“诸位，我看的那个古籍之中，有一枚超越天阶的丹药，这丹药已经诞生了灵智，化作了人形，是一个灰袍老者的模样。”说着，云阳丹圣拂袖一挥，将古籍中那枚丹药的样子用灵纹凝出，虚空之上出现了一个灰袍老者人形丹药。众人皆是有些震惊，这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畴。这世间真有诞生灵智的人形丹药？若是吞下这人形丹药，岂不是可以踏破地境，达到传说中的至尊之境？陆玄嘴角微微扬起，说实话，这灰袍老者的样子让他想起了驼舍古地。不过那枚丹药是个地丹出品，高台之上。云阳丹圣笑了笑，所以我觉得我们炼丹师思路要打开，若是目光被局限了，那么炼丹造诣也会止步不前。众人内心掀起了一道滔天巨浪，人形丹药的让众多炼丹师沸腾了起来。这一次炼丹交流大会，他们真的没有白来。这时云阳丹圣看向众人：“诸位，对于炼丹的终极，可还有什么高见？”场中鸦雀无声。云阳丹圣分享了人形丹药的事情，众人已经被震撼到了。一言压倒数万炼丹师，没有什么比人形丹药更令人兴奋的了。叶晨看向陆玄，他很希望陆玄分享一下那个惊世骇俗的炼丹理论，但陆玄一脸慵懒，好像置身事外。叶晨犹豫了一下，他觉得师傅的炼丹理论不应该被埋没，他要为师傅证明。念及此，叶晨直接站了起来：“云阳前辈，我有话要说。”瞬间，所有人都看向了叶晨。什么？叶晨竟然也有炼丹理论？太上玄宗区域，南宫白雪冷冷一笑，起身呵斥道：“坐下，你连炼丹都不会，你能说出什么？就这么想表现自己？不要丢人现眼了。”叶晨嗤笑，直接无视了南宫白雪。胸大无脑的蠢货！云阳丹圣干咳了2声，向着南宫白雪摆了摆手：“白雪，坐下吧，让叶晨小友讲讲。”一时间，叶晨成为全场的中心。耀百里饶有兴致地看向叶晨，他很想知道叶晨要说什么。叶晨看向虚空，缓缓说道：“炼丹何必拘泥于炼丹炉之中？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功；阴阳为碳兮，万物为铜。”声音落下，场中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无比震惊地看向叶晨，这是何等炼丹理论？以天地为炉，造化为功，阴阳为碳，万物为铜，强如大地，恐怕都无法做到吧？天地之力微微，造化之手诡秘，阴阳气机智慧，万物各循其理。这些东西也能融入天地烘炉之中吗？所有人的内心都掀起了滔天巨浪，众人都在细细品味叶晨所说的这个恐怖的想法。突然，南宫白雪站了起来，素手指着叶晨讥笑道：“呵呵，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天地为炉，造化为功，你真是太浮夸了！为了吸引眼球，就在这里胡说八道！”声音落下，所有人都无比愤怒地看向南宫白雪。该死的南宫白雪，他突然说话，打断了他们的思绪。苍离更是直接起身，冷哼一声，一道圣王的威压之力向着南宫白雪激射而去。轰！南宫白雪直接被震飞出数百丈，重重砸在了地上。噗！南宫白雪喷出了一口精血，难以置信地看向苍离。他不解，为什么苍离长老会突然对他暴起出手？苍离长老一袭黑袍鼓荡，脸色冰冷地看向云阳丹圣：“云阳，管好自己的徒弟，不要让他在这里丢人现眼。”看到这一幕，众人直接惊住了，没想到竟然是苍离长老出手教训了南宫白雪。虚空高台之上，云阳丹圣一脸愠怒：“苍离，我的徒弟轮不到你教训。”说着，云阳丹圣拂袖一挥，一道温和的力量涌入了南宫白雪的身体。南宫白雪从地上爬了起来，脸色通红：“多谢师尊。”云阳丹圣看向南宫白雪：“好了，回去吧，不要再说话了。”南宫白雪咬了咬嘴唇，想要说什么，最终没有说出口。他无比怨恨地看向叶晨，此刻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叶晨的杀意，都是因为叶晨才让他当众出丑的。但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叶晨胡说八道，众人却如此震惊。轰轰轰！场中掀起了一阵滔天的威势，圣王之威、圣人之威如渊四海，在这一方突然鼓荡了起来。丹箱子、耀百里、古月芳等一众天阶炼丹师直接站了起来，他们若有所思地看向叶晨。叶晨，
继续说。叶晨愣了一下，没想到众多天阶炼丹师反应这么强烈。他看了陆玄一眼，陆玄一脸风轻云淡，好像一切都和自己无关。叶晨心生喟叹，师傅的境界简直太高了。他继续说道：炼丹的终极可以星空为炉，以大道为灵草，以时间长河为灵火，炼制诸天。此言一出，众人再次惊住。以星空为炉，以大道为灵草，以时间长河为灵火，炼制诸天，这是何等的大手笔，至少大地境做不到。但这种炼丹的理念深深地震撼了他们的内心，他们感觉到自己好像触摸到了一丝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叶晨看着众多天阶炼丹师的表情，心中也激动了起来。这就是师傅的炼丹理论啊，惊为天人！耀言的声音浮现，他的声音有些颤抖。陆峰主的这段话，无论何时听到，都会让人震撼啊！场中众人如痴如醉，虽然他们目前距离叶晨所说的这种境界相差10万8千里，但是他们却看到了未来的道。南宫白雪微微蹙眉，他很不理解，为什么所有人都这么震惊，就连他的师傅都露出了震撼的神色。这叶晨不是胡说八道吗？南宫白雪小声嘀咕了起来，不就是瞎说吗？我也可以说把荒古禁区炼成丹药，把青城叶家的人炼成丹药，谁不会啊？片刻后，苍离长老缓缓睁开眼睛，直接踏空而起，降临在叶晨的面前。他的脸色干枯，一道道皱纹如同沟壑，双眸仿若深渊阴影。苍离长老无比激动地看着叶晨，声音颤抖：这就是炼丹的终极了吗？叶晨身上打了一个冷战，近距离看苍离长老，着实恐怖，如同一个老鬼一般。叶晨摇头：不是。苍离长老望着叶晨，那炼丹的终极是什么？这世间总有至强炼丹师，或许他可以做到你所说的。叶晨淡淡说道：终极，修炼之路，炼丹之道，哪有终极？所谓至强，不过是路径罢了。苍离长老直接愣在原地，他的口中默念着：所谓至强，不过是路径罢了。这句话太玄妙了。叶晨激动看向陆玄，他根本没想到师傅的炼丹理论竟然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师傅简直太厉害了，他愿称之为神。看着叶晨激动的样子，陆玄一脸无语。不是，啥时候叶晨把他的话原文背诵下来了呀？不至于啊！突然，苍离长老一把抓住了叶晨的手，抓得叶晨有些疼。快说，这些话都是谁告诉你的？我想见他。陆玄淡淡道：喂，你弄疼我徒儿了。苍离长老白了陆玄一眼：你一个炼气期在这里找什么存在感？懒得理你。苍离长老直接无视了陆玄，但也松开了叶晨。轰轰轰，数十个身影直接降临在叶晨的面前，将叶晨和陆玄直接包围了。都是天阶炼丹师，丹箱子、药百里、古方月等人，他们俯视着叶晨，一脸激动。叶晨愣了一下：诸位前辈，你们这是？丹箱子笑着说道：叶晨，这些话出自谁之口？可否引荐一下？叶晨，这些话出自谁之口？可否引荐一下？叶晨笑了笑：哈哈哈，终于要为师傅证明了吗？叶晨故作神秘道：那位强者就在现场。此言一出，苍离长老、丹箱子等人马上探出神念，扫视这一方天地。那个高人竟然就在这一方天地。丹箱子拱手一拜，大声说道：前辈，还请现身。吾等听了前辈的炼丹理论，深受震撼。药百里也一脸恭敬地说道：前辈，吾等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看着众人的样子，陆玄直接愣住了。卧槽，这些话都是他随口说的呀，怎么轰动这么大？这时叶晨笑了笑说道：诸位前辈，那位强者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丹箱子等人再次愣住了，他们一脸问号，根本没有探查到有强者的气息。苍离长老看向叶晨，气愤道：你小子快给我说是谁，你再在这里当谜语人，我就要揍你了呀！叶晨脸上一抽，指了指陆玄，众人直接愣住了，他们看向叶晨。叶晨，什么意思？叶晨一脸认真的说道：这些话都是我师父告诉我的。没错，那个强者就是我师父陆玄。此言一出，场中直接陷入了一片死寂。陆玄，这怎么可能？陆玄就是一个不能修炼的废物，你把这段话告诉他，他恐怕都记不住吧。而此时陆玄悠闲的盘膝坐在地上，一众天阶炼丹师的目光死死盯着陆玄，但他并没有感到一丝压力。见此，众人更加不信了。苍离长老怒道：瞧陆玄这死出儿，他能说出这等高深言论？闻言，陆玄直接不乐意了：啥意思？什么叫死出儿？不要人身攻击好吗？陆玄看向苍离长老：这位前辈，请你好好说话。苍离长老嗤笑一声，懒得搭理陆玄，不是一个层次的，和陆玄说话掉价。叶晨一脸尴尬，尴尬的脚趾抠地。什么情况啊？怎么他都这么说了，都没有相信陆玄啊？他惊呆了。关键师傅这也不发作啊？叶晨看向陆玄，心中暗道：师傅，您老人家要不直接使出地境绝巅的实力，让大家开开眼。但他知道陆玄不会出手的，说不定陆玄甚至觉得有些无聊。这时苍离一脸阴鸷的看向叶晨：小子，你莫非在戏耍老夫？叶晨他竟无言以对。说实话，没人信啊。丹箱子笑着说道：陆玄，这话真是你说的？陆玄淡淡道：是啊。闻言，众人脸上一抽。苍离冷笑道：如果是你说的，我现在就吞粪10斤。陆玄、叶晨、耀言、苍离长老摆了摆手，指了指叶晨和陆玄，这师徒两人
徒弟不诚实，师傅不要脸，真是绝了。众人忍不住笑了起来。噗，总结得很到位啊。南宫白雪看到叶晨吃瘪，马上心情愉悦，暗自嘀咕道：废物就是废物，从哪里偷来的话，还让他给装上了，现在露馅了吧？这时苍离再次抓住了叶晨的手，放在自己鼻毛浓密的鼻子下面闻了起来。片刻后，他甩开叶晨的手，然后看向古月芳，这小子背后一定有人指点，他的手上是灵火的气息，还是灵草的气息？古月芳，不会是你在指导叶晨炼丹吧？古月芳微微皱眉，不是。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很凌乱。什么时候叶晨在清玄峰偷偷的炼丹啊？一时间，他觉得叶晨和姬扶摇都太神秘了。是谁？是谁在暗中指点这两个人？这时，药百里淡淡一笑，为叶晨解围。好了好了，既然叶晨也是一个炼丹师，明天就是年轻一代的炼丹比试，到时候就可以看出叶晨的根脚了。闻言，众人点了点头，这才放过了叶晨和陆玄。古月芳深深看了叶晨一眼，他真的很好奇，这3个月到底是谁在指点叶晨。等到众人离开，叶晨一脸不好意思地看向陆玄，师傅，对不起，现在大家对你的误会好像更深了。陆玄随意说道，我无所谓。叶晨不由得心中尊崇，还得是师傅啊。如此心境，早已站在了地境绝巅。如果是其他人，能如此泰然处之吗？而此时还是有很多目光盯着叶晨。谁能想到，这一次在大道宗竟然听到了如此震撼的炼丹理论，而此人又恰恰是陆玄的徒弟，这太离谱了。这可是陆玄啊！陆玄之名和大道宗的盛名背道而驰，大相径庭。不过叶晨的确给他们的惊喜太多了。明天就是炼丹比试，他们很好奇叶晨的表现会如何。南宫白雪向着叶晨看来，密声传音道：叶晨，既然你也是炼丹师，明天我必碾压你。叶晨沉默。南宫白雪一脸得意地说道：3个月前我去叶家的时候，我已经可以炼制出玄阶1品丹药，而现在我可以炼制出玄阶9品丹药。叶晨直接忍不住了，就这水平，区玄阶9品丹药。叶晨不知道南宫白雪的优越感从何而来。南宫白雪愣住了，他冷哼一声，倒想见识一下你这个废物的炼丹水平，希望不要让我失望。叶晨不再说话了，直接屏蔽了神识。不多时，众人离开，陆玄也和叶晨返回清玄峰。他们前脚跟落下，远处2道神华激射而来，轰！宗主和丹峰峰主古月芳踏空而下，落在了清玄峰上。宗主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叶晨做得不错，你的那番话，即使苍玄老祖都感到有些震撼。你背后之人不简单啊！叶晨指了指陆玄，我背后就是我师父。宗主和古月芳相视一笑，哈哈哈。叶晨竟然不愿意说，他们也不再追问，或许那位强者比较低调吧。宗主仔细打量着叶晨，这3个月，没想到你不仅在炼丹，而且也没有忘记修炼。看来你入宗考核的时候，把我们都骗过去了。你之前就是一个炼丹师吧？叶晨不知道怎么解释，误会这是越来越深了呀。宗主看向陆玄，淡淡摇头，徒儿为师父争脸。而反观陆玄，这一次陆玄再一次在南荒众多霸主级实力面前出名了。南荒不会记住任何一个炼气境，陆玄除外。这时古月芳笑着对叶晨说道，明天的炼丹比试不要有太多压力，我大道宗的炼丹底蕴本来就不如丹香宗和药家，叶晨你只用尽力就行了。叶晨点了点头。古月芳目光灼灼，不如这一次炼丹交流大会之后，你加入丹峰吧。叶晨面露苦涩，不好意思，古峰主，我不想离开我师父。闻言，宗主和古月芳深深叹息，哎，已经被陆玄洗脑了。不多时，宗主和古月芳离开了清玄峰，踏入大道宗隐蔽之地，找苍玄老祖。苍玄老祖依旧坐在河流之上，在垂钓灵鱼。宗主说道，没想到那天我们在天赋石碑面前把叶晨看走眼了。苍玄老祖淡淡一笑，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古月芳恭敬说道，老祖，我有一事不解，叶晨显然是和姬扶摇都与扶摇皇朝有关，但3000年前扶摇皇朝最强之人扶摇女帝也不过一星大帝，皇朝底蕴按理说并不深厚，可现在叶晨和姬扶摇身上的秘密显然已经超越了一星帝境。宗主点了点头，叶晨和姬扶摇的修炼速度都太快了，我感觉他们一定身怀至宝，甚至是地阶功法。苍玄老祖钓上一条灵鱼，又把它放入了河流之中。他淡淡说道，这对于我们大道宗来说是好事，看来叶晨和姬扶摇背后有人，此人高深莫测。宗主微微皱眉说道，可我们不曾在清玄峰上探查到有强者的气息。苍玄老祖说道，此事到此为止吧，你们不必探查了，现在叶晨和姬扶摇在清玄峰也挺好的。宗主和古月芳说道，遵命。夜色下的大道宗无比瑰丽，无数道纹缓缓流转，如同星河轨迹，将大道宗的苍群渲染得美轮美奂。无数灵峰之上焕发着灿灿神华，冲霄而上，和明月星辰交映生辉。立！一声瑞兽的叫声响彻虚空，让众人内心澄澈，宁静平和。从宗外降临的那些长老和弟子在大道宗中来回穿梭，显得十分热闹。众人议论纷纷，谁能想到清玄峰的叶晨竟然能道出如此惊人之语？这一次的炼丹交流大会一定会震惊整个南荒。以天地为炉，炼化星辰，
这是何等的气魄啊！众人在议论的同时，也在感慨为何叶晨拜了陆玄为师。陆玄久负废柴之名，这一次亲眼目睹，果然和传闻中的一样，人很懒惰，也不要脸。多亏了清玄圣人，不然大道宗岂能留着陆玄当封主？让众人意难平的是，陆玄竟然在坐而论道的时候呼呼大睡，太过分了！而且还声称那个炼丹理论是出自他的口中，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不多时，有关叶晨和南宫白雪的事情开始流传了起来，众人一阵惊呼，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么劲爆的消息。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南宫白雪和叶晨退婚了，现在是上古秦家世子秦萧的内定未婚妻。这次一看，叶晨也并非等闲之辈，有好戏看了。若是叶晨能够在一众天才炼丹师的比试中有惊艳的表现，那么此人一定借此机会扬名南荒诸州。叶晨输就输在叶家太弱了，区区青州不过弹丸之地，青城叶家只是准地级势力，和上古秦家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众人都很期待明天叶晨的表现。与此同时，云阳丹圣所在的楼阁，云阳丹圣一袭灰袍，负手而立，看向南宫白雪。白雪，你今天有些太冲动了，在那种场合下，你不应该说话的。南宫白雪脸色一红，师尊，我错了。云阳丹圣点了点头，知道错了就好。不过苍离那老鬼竟然敢打伤你，此事我和那老鬼没完。南宫白雪小声嘀咕道：“师傅，可我还是觉得叶晨那废物是在胡说八道啊。”云阳丹圣微微皱眉：“你现在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无论叶晨所说的是他听来的，还是提前背下来的，这番话的重量完全凌驾于我们这些天阶炼丹师的论道之上啊！”南宫白雪的嘴唇张大成一个 O 字，没想到师傅的评价竟然这么高。云阳丹圣继续说道：“关于叶晨的事情，既然已经退婚了，就不要多想了。他若真是天才，秦萧也不会放过他的。”南宫白雪点了点头。次日，众人再次来到丹峰前的广场，丹峰峰主古月芳踏空而来，来到高台之上，缓缓说道：“接下来的7天就是年轻一代炼丹师的比试，比试一共有2轮，第一轮是草木造诣的比拼，1/10可以晋级；第二轮节则是炼丹比拼，到时候以你们最终炼制出来的丹药为准，决出前10名。”声音落下，众人皆是无比激动，一众天才炼丹师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尤其是药家的天才和丹香宗的天才。接着，古月芳开始宣布前10名的奖励，前10名的奖励如下：第1名，半地接炼丹炉，圣王接兽火1株，100万极品灵石，圣阶灵草100株；第2名，圣王接炼丹炉，圣人接兽火1株，50万极品灵石；第3名。众多天才皆是有些震惊，这一次的奖励似乎比以往要高出很多。半地接炼丹炉，圣王接兽火1株，这就是大道宗的底蕴。叶晨微微惊异，但内心并没有太多波澜，毕竟这第1名的奖励比起师父给的差了太多。想到此，叶晨微微一愣，不知何时，在师父的影响下，对于地阶之下的至宝，他竟然都看不上了。叶晨马上默念道：“低调，一定要低调。”耀言提醒道：“到时候炼丹的时候，记住不要暴露古冷幽火和吞天轰炉，一旦你拿出这2个至宝，恐怕这些天阶炼丹师要发疯了。”叶晨说道：“好，但我没有其他炼丹炉和灵火了。”耀言说道：“要不找古月芳峰主借一下？毕竟如果找你师父的话，他恐怕又要掏出来什么惊世骇俗的至宝了。”叶晨点了点头。很快，丹峰峰主古月芳宣布灵草造诣比试现在开始。说着，古月芳拂袖一挥，在广场之中出现了一个无比巨大的璀璨结界。古月芳说道：“每个人踏入之后会进入一个独立空间，这次的草木造诣考题是我们数10位天阶炼丹师联合出的，一共有500道考题，包含灵草的药力、习性、灵草的嫁接。”声音落下，古月芳、丹香子、药百里等数10个天阶炼丹师一齐出手，璀璨的神华向这结界之中激射而去。此时，他们每个人出的考题全部融合归一，被铭刻在了玉简之中。叶晨看向陆玄：“师傅，我一定拿第1。”陆玄淡淡点头。数千名炼丹师踏入了结界之中，每个人所在之地有数丈方圆，一桌一椅，一玉简，自成空间。在踏入结界之前，南宫白雪对叶晨传音道：“叶晨，你最好祈祷自己不要进入第2轮，否则你会死得很惨。要知道，在第2轮炼丹的时候可以进行魂魄斗法。”南宫白雪决定在魂斗时废掉叶晨。叶晨直接无视了南宫白雪，踏入了结界之中。虚空之上，古月芳、丹香子等人盘膝而坐，他们探出神念，对这个结界中炼丹师的一举一动一览无余。古月芳说道：“这一次的考题涉及的灵草种类极多，对这些弟子的炼丹造诣考验很大，堪称数百年来难度之最。”丹香子点了点头：“不错，若是有人能够将这个考题答对8成以上，草木造诣在天阶之下就过关了。”药百里将目光转向药家的众多天才，他们的答题速度很快。片刻后，丹香子突然惊呼了起来：“你们快看叶晨！”众人马上将神念转向叶晨所在的空间，他们都愣住了。叶晨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选出答案。苍离长老悠悠说道：“就怕做得很快，但都是错的。”古月芳，现在叶晨还未走出结界，他们无法查看叶晨的答案。药百里说道：“
按叶晨这个速度，恐怕半天时间就能答完了吧？丹香子点了点头，差不多。半日后，叶晨直接走出了结界，回到了陆璇的身旁。陆璇问道：“如何？”叶晨说道：“有一道题目出错了，其他我都答对了。”陆璇点了点头，并不惊讶，但其他人却是一脸震惊，真的只用了半天就做完了？药百里看了看药家的天才，最快的也不过完成了1/3的考题。丹香子也暗自摇头，丹香宗的弟子还在冥思苦索之中。苍离长老面色阴沉，看看这小子的草木造诣如何。丹香子等人马上取出叶晨的玉简，片刻后，众人直接愣住了，除了有一道题写着此题有错，其他题目都回答正确。丹香子震惊道：“叶晨的草木造诣竟然如此恐怖！”苍离则是冷着脸，让我看看怎么回事。叶晨这小子竟然说我出的题有问题。药百里等人马上查看苍离的那道灵草嫁接的题目，将梦露花、三星草、火焰草、幽灵菇、吉尼台如何嫁接到血晶枝之上。这个考题难度极大，考验的是对数10种灵草的药力、习性以及之间的相互反应。苍离向着叶晨摆了摆说：“你小子给我过来。”叶晨马上走了过去。苍离问道：“这个题目有何错误？”叶晨笑着说道：“前辈，梦露花、火焰草和三星草在一起会产生一种液体，名曰星漏液。星露液若是和幽灵菇在一起，不出3日就会枯死。”此言一出，众人微微一愣。苍离一脸不悦：“你是在质疑我的灵草造诣？”说着，苍离拂袖一挥，梦漏花、三星草、火焰草、幽灵菇、吉尼台和血晶枝全部浮现在空中。苍离手中灵诀变换，直接将这些灵草全部嫁接在了血晶之上。丹香子等人皆是围了过来。苍离催动灵力，直接对血晶枝进行催熟。不过一炷香时间，这株嫁接灵草就如同度过了3天时间。瞬间，血晶枝开花了，绚烂无比。苍离呵斥道：“你看，并没有什么问题。”还没有说完，血晶枝昙花一现，直接枯败，枝干上流出了白色浓稠的液体，有股淡淡的腥味。苍离直接愣住了。丹香子和药百里等人皆是无比震惊地看着叶晨。叶晨，你是怎么知道的？要知道修炼界的灵草极多，药家的草木经堪称浩瀚无边，也没有收录完所有灵草。而如果涉及到灵草的嫁接，考验的不仅是灵草造诣，更多的时候还需要亲自去试验。所以方才丹香子等人也无法判断那个考题是不是有问题，但叶晨却知晓此事。古月芳淡淡一笑，对叶晨越来越满意了。迎着众人的目光，叶晨说道：“我曾在一本古籍上看过。”苍离皱眉：“把你的古籍取出来，我看看。”叶晨微微一愣，这是他从丹地记忆中得到的草木造诣，怎么取出来？看到叶晨为难，古月芳咳嗽一声：“苍离道友，这古籍涉及到一些隐秘，此事到此为止吧。”苍离长老脸色阴晴不定，最终没有继续追问。药百里笑眯眯地看着叶晨：“很不错，我很期待你在炼丹时的表现。”很快，叶晨回到了陆璇的身旁。2日后，陆续有弟子从结界中走出，南宫白雪也提前出来了。她一袭淡雅长裙，脸上泛着汗水，很满意地回到了太上玄宗所在的区域。她看向一边，微微蹙眉：“叶晨这个废物怎么比我还先出来？”旁人说道：“叶晨只用了半天时间就走出了结界。”闻言，南宫白雪抿嘴一笑：“呵呵，果然是废物，半天时间恐怕连考题都看不完，恐怕在叶晨眼前如同看天书吧。”旁人说道：“不，叶晨所有考题都答对了，还指出了苍离长老的题目错误。”南宫白雪一脸难以置信，惊呼了起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这个废物怎么可能做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这个废物怎么可能做到？”南宫白雪紧蹙眉头，她无法相信。她看向叶晨的方向，叶晨盘膝而坐，闭着眼睛正在修炼。南宫白雪咬着嘴唇说道：“真是装模作样，叶晨这废物现在越来越虚伪了，就这点时间能修炼出什么？”数个时辰后，结界中的弟子全部走了出来，所有人都在抱怨这次草木造诣的考题难度极大。药家的几个天才一脸凝重：“这一次我只完成了8成的考题，太难了。”另一个天才说道：“考题难是对大家都难，这样才能拉开差距。如果考题简单，大家都做对，那如何区分草木造诣的水平？”一个女子淡淡一笑：“我药家也只能完成8成，那其他势力的天才表现只会更差。”说着，他们将目光转向丹香宗。丹香宗的弟子皆是一脸苦涩，其他势力的天才炼丹师更是抱着脑袋，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看样子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就在这时，古月芳、云阳丹圣、丹香子等人全部踏空而起，轰轰轰！虚空之上，神华涌动，圣王之威如渊四海。古月芳向着下方的众多弟子扫了一眼，淡淡一笑：“这一次草木造诣的考题难度确实很大，如果能完成7成，那么草木造诣已是上乘；如果能完成8成，草木造诣算是精深。”闻言，药家的众多天才脸上露出了笑容。精深，他们没有给药家丢脸。古月芳拂袖一挥，虚空之上出现了一个无比璀璨的灵文榜单。第1名大道宗叶晨，第2名药家药欢欢，第3名药家药北玄，第4名丹香宗洛英。瞬间，场中一片哗然，
前10名几乎被药家和丹香宗包揽，药家6人，丹香宗3人。南宫白雪在榜单上寻找自己的名字，一路向下，终于在300名的位置找到了自己。他一脸郁闷，我没有这么弱，这个榜单或许有问题。而此时，一众天才炼丹师皆是无比震惊地看向叶晨，叶晨竟然是草木造诣第一。药欢欢缓缓站了起来，向着古月芳恭敬一拜：“古前辈，请问叶晨的做对了多少道考题？”古月芳笑道：“全对，全对。”场中陷入了一片死寂。这怎么可能？药欢欢被称为药家千年不遇的炼丹天才，他熟读药家草木经，被誉为移动的草木全书，连他都只完成了400道考题，怎么叶晨能全部完成？突然，南宫白雪站了起来，指了指叶晨说道：“师傅，我觉得叶晨一定作弊了。”闻言，云阳丹圣一脸尴尬，给南宫白雪传音道：“坐下。”南宫白雪微微蹙眉，并没有坐下。他对叶晨说道：“叶晨，如果你是个男人，就承认自己作弊了。”叶晨只是淡淡说了2个字：“蠢货。”这时，叶晨并没有作弊。丹香子淡淡说道，将目光转向南宫白雪：“与其贬低别人，不如提升自己。老夫言至于此。”此言一出，所有人都看向南宫白雪，他的脸色瞬间通红，直接瘫坐了地上。他难以相信，为什么叶晨那个废物可以全部做对？叶晨什么时候成了炼丹师？片刻后，古月芳拂袖一挥，开始宣布第2轮炼丹比试开始，一共有300名炼丹师晋级。南宫白雪正好是最后1名。药欢欢看向叶晨，淡淡一笑：“我很期待叶晨的炼丹水平。”药百里笑盈盈道：“这小子的确不错，草木造诣终究只是理论。”很快，晋级的300个天才炼丹师向这结界走去。南宫白雪怨恨地看了叶晨一眼，喃喃道：“叶晨，我不会放过你的。炼丹的时候可以进行魂斗，他要废了叶晨。这一次大道宗之行，因为叶晨的缘故，他出手太多了。这个废物，他不敢想象，如果秦霄知道了这件事情，会怎么看他。”很快，300个天才炼丹师已经踏入了结界。古月芳说道：“4天时间，你们可以随意炼制任何丹药，到时候我们会以丹药的品阶、药力、难度等综合评判你们的成绩。”声音落下，众人马上祭出了炼丹炉，一边温热丹炉，一边准备灵草。叶晨看向虚空，古风主，能不能借一个丹炉和一株灵火？闻言，众人愣住了。叶晨没有丹炉和灵火。南宫白雪嗤笑一声，连丹炉和灵火都不准备，还来炼什么丹？丢人现眼！古月芳看了看叶晨，又看了看陆玄，陆风主，你这个师傅怎么当的？叶晨的丹炉和灵火呢？陆玄愣住了，不是，这关他什么事啊？这也能背锅？古月芳随手一挥，一个纳戒向着叶晨飞了过去。叶晨接过那戒，神识探入，微微震惊。纳戒中有一个圣阶炼丹炉和一株玄尊接受火，还有海量的灵草。叶晨恭敬说道：“多谢古风主。”古月芳点了点头。叶晨在心里默念：“师傅，我的错。”他祭出了圣阶炼丹炉，开始温养丹炉，同时开始准备灵草。叶晨的动作行云流水，十分飘逸，灵火习动，将丹炉团团包裹，散发出淡淡的光芒。这一次，他要炼制的是地阶5品丹药地元丹。地元丹可以滋养神魂，也可以壮大巩固修为底蕴，可以说是十分炙手可热的丹药。虚空之上，药百里看着叶晨的动作，有些震惊。叶晨的控火手法怎么如此娴熟，已经趋近圆满之境了。丹香子微微皱眉，他的手法不简单，浑然天成，其他人如果没有100年的经验，根本无法达到。苍离长老哼了一声：“古风主，你这次可是藏得够深啊。”古月芳挤出一丝微笑，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对叶晨一无所知，这小子都是怎么练的？与此同时，南宫白雪对太上玄宗的10几个同门密声传音：“半件圣兵的代价，你们一会帮我对叶晨出手，废了叶晨。”众人有些犹豫，在大道宗的地盘上，这不好吧？南宫白雪直接说道：“1件圣兵，只要废了叶晨，你们每人1个圣兵，再追加20万极品灵石。”闻言，众人同意了。南宫白雪说道：“等叶晨炼丹到关键时候，我们就出手。”众人道：“好。”数个时辰后，叶晨开始将一株猪灵草提取草木精华，然后投入炼丹炉之中。他的手中灵诀变换，灵火不断变换形状，淬炼草木精华。袅袅的气雾从丹炉之中缓缓飘起。丹香子有些震惊：“你们看，叶晨的炼丹手法，我怎么从未见过？”药百里、云阳丹圣仔细打量看去，他们的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叶晨的炼丹手法浑然天成，散发着一丝道与韵，这怎么可能？叶晨并不是天阶炼丹师，只有天阶炼丹师才能做到。苍离长老目光如墨，这不是古月芳一脉的炼丹手法，也不是药家的，也不是丹香宗的，我从未见过如此炼丹手法。说着，苍离长老盘膝而坐，仔细去看叶晨炼丹。他的手中灵诀变换，正在复刻叶晨的炼丹手法。数十个呼吸后，苍离长老突然大笑：“很好，很好，很好！没想到此行来到大道宗，竟然还有这等收获。”他的身上涌出道道璀璨光芒，竟然是有所感悟。丹香子若有所思，也直接盘膝而坐，身上散发着淡淡神华，开始感悟叶晨的炼丹手法。轰轰！一时间，虚空之上数十个炼丹师全部都盘膝而坐。
他们都发现叶晨的炼丹手法大有学问，越看越觉得心惊，仿若是一个丹帝在炼丹。看到这一幕，地面上众人观摩的炼丹师皆是惊住了。这些天阶炼丹师怎么突然感悟了起来？突然，有人惊呼了起来：“注意看，苍离长老、丹箱子前辈，他们手中的灵诀和叶晨一模一样。”所有人马上对比叶晨和一众天阶炼丹师，他们呆若木鸡，这怎么可能？一群天阶炼丹师竟然在感悟叶晨的炼丹手法。下一瞬，有人已经盘膝而坐，开始复刻叶晨的炼丹手法。他的呼吸急促，叶晨的炼丹手法太过于玄妙了，交织着道与韵。我若是可以感悟，我的炼丹造诣必然精进极多。声音落下，其他炼丹师也纷纷如法炮制，天上地下全部都在模仿叶晨的炼丹手法。数万个炼丹师动作同步，都在效仿叶晨。叶晨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这数万炼丹师也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简直整齐划一。只有陆玄一脸不解地看着众人，这个场面画面太美。陆玄不由得喃喃道：“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来右边一起画道彩虹。”这一方天地，所有炼丹师都看起来有些魔怔了。他悠闲地坐在场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此事太过震惊，直接惊动了穆老和苍玄老祖、宗主等人。轰然间，苍玄老祖等人降临虚空深处，他们有些震惊地看着下方。宗主身体微微颤抖，叶晨的炼丹手法竟然引起了如此轰动，这些天阶炼丹师竟然跟着叶晨学习起来了。宗主等人震惊，这些天阶炼丹师都在模仿叶晨的炼丹手法，此事太过于惊世骇俗了。苍玄老祖的双眸中星芒闪烁，仔细打量着叶晨的动作，他震惊道：“叶晨背后之人到底是谁？这种炼丹手法暗合天道，流转着道韵，无比玄妙。叶晨背后一定是一个丹帝。”丹帝！穆老和一众峰主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叶晨身上到底还有什么秘密？片刻后，宗主收回目光，突然看向了陆玄，他的脸上一黑。陆玄有些格格不入了。陆玄竟然在闭目养神。苍玄老祖淡淡道：“他一个炼气期，不要对他抱什么期望了。”但宗主还是忍不住对陆玄传音道：“陆玄，看看叶晨，再看看你。”陆玄直接愣住了，踩一捧一：“宗主，你这又是何必？”陆玄问道：“宗主，我什么都没干啊。”宗主咬牙道：“就是因为你什么也没干，你看看其他人都在感悟叶晨的炼丹手法，而你竟然在闭目养神。”苍玄老祖摆摆手：“算了，你让陆玄感悟，他能看出什么门道？陆玄能坚持坐在这里陪着叶晨，已经算是进步了。”一众峰主老祖现在对陆玄的要求已经这么低了吗？他们竟无言以对。宗主对陆玄说道：“那就这样吧，反正这炼丹手法你也学不会。”陆玄说实话，这炼丹手法他也会啊，而且比叶晨更加玄妙，毕竟是5星丹帝的传承，让丹箱子要百里这些人陷入感悟也是十分合理的。就在这时，结界中异变突生，南宫白雪对太上玄宗的一众弟子说道：“就是现在！”下一瞬，南宫白雪的魂力汩汩流出，化作一道湖泊，直接向着叶晨碾压而去。太上玄宗的其他弟子也纷纷挤出魂力，魂力凝形，有的化作一道长剑，凌寒剑芒激射而出；有的化作灵火之海，滔天气势巍巍，仿若可以焚天煮海。1道魂力，2道魂力，10几道魂力全部显化，直接呼啸而来，从4面8方向着叶晨笼罩而去。这剧烈的波动马上惊动了结界中的其他炼丹师。丹峰的弟子大惊道：“他们这是要去攻击叶晨师弟？”一个灰袍青年神识一探，马上说道：“这是太上玄宗的人，魂斗固然是允许的，但他们10几道魂力，这是要去废了叶晨师弟啊！”瞬间，丹峰众多弟子脸色变得很难看，在我们大道宗的地盘，还能让外人给欺负了？保护叶晨师弟！声音落下，丹峰的10几个弟子马上也祭出了魂力，恐怖绝伦的魂力如同大江大河，从数个方向冲击而来，全部降临叶晨所在的这一方空间。但为时已晚，太上玄宗的10几道魂力已经全部汇在了一起，杀伐之力堪称逆天。丹峰的魂力前仆后继，但直接被碾压。南宫白雪一脸狰狞，凝声道：“想要保叶晨，一并废了。”瞬间，太上玄宗的弟子凝出的魂力长河，以南宫白雪为主魂，直接爆发了滔天杀机。噗噗噗！丹峰的10几个弟子纷纷喷出精血，身体直接向后倒飞了出去，魂魄重伤，鲜血爆溅，七窍流血。见此，丹峰的众多弟子目眦欲裂，一脸狰狞的怒吼道：“不，快唤醒叶晨师弟！再晚一步，叶晨师弟必然要步我们后尘。”电光火石之间，还有余力的丹峰弟子直接神识传音，要唤醒叶晨。叶晨师弟，快醒醒！他们要杀你！南宫白雪要杀你！我们挡不住了，快醒醒！下一瞬间，叶晨骤然被一股凌厉的魂力刺痛，马上从玄妙的炼丹状态之中惊醒了过来。他的双眸瞬间恢复清澈，神识向着四周一扫，他马上看到了南宫白雪等一众太上玄宗弟子汇成的魂力长河。长河咆哮，大浪翻涌，仿若要掀起3000重浪。南宫白雪的面容无比冰寒，杀意滔天，浮现在魂力长河之中。他冷笑一声：“叶晨，死！”恐怖的杀伐之力演化出无尽恐怖的杀气，汇聚10几个玄宗境弟子的魂力，魂力长河爆发出滔天杀机，对着叶晨轰出了一击。与此同时，
叶晨注意到丹峰的弟子已经重伤，但此时他们的丹炉失去控制，直接炸炉，千钧一发，轰！恐怖绝伦的气浪轰然爆发，如同沧海倒卷，在四周掀起了一阵滔天的巨浪，丹炉炸裂，仿若天崩地陷之势，狂暴的灵火直接撕裂了一方小天地。看到这一幕，叶晨目眦欲裂，咬牙切齿道：“不！”轰然间，叶晨怒吼一声，身上涌现出了滔天灵能，汹涌狂暴的魂力不断暴涨，直接凝出一个无比巨大的身躯。但为时已晚，轰然间，一阵滔天巨响爆发，丹峰的10几个弟子直接被淹没在火海之中。叶晨的眼睛通红，他的脸上流下了2行清澈的泪水。啊！叶晨嘶吼了起来，一袭白衣随着罡风鼓荡而起，他的长发飘扬，他仿佛陷入了一种疯狂状态。他的师兄为了帮他，被炸炉的恐怖威力淹没了，他没有救下他们，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他为什么没有想到南宫白雪会对他出手？念及此，叶晨咆哮了起来：“我要你们死！”霎时间，叶晨的魂力如同沧海决堤一般从体内不断汹涌而出，源源不断，仿若没有极限。晃天绝！叶晨一脸狰狞，他所有的魂力已经全部释放，一个无比巨大的身形缓缓浮现在结界之中。这道身影惊天伟地，气吞山河，背负苍天，心眸之中充满了无尽的怒火。他的大手探出，这身影直接碾压太上玄宗的魂力长河，轰！直接一掌捏爆了太上玄宗众人轰出的一击。下一瞬，叶晨的大手直接向着南宫白雪等人的魂力覆盖而去。看到这一幕，南宫白雪等人直接惊呆在原地，这怎么可能？他们的心中亡魂皆冒，头皮发麻。叶晨一个人的魂力竟然超越了他们众人合力的数倍不止。叶晨魂力凝出的这一掌，遮天蔽日，仿若一方大陆，仿若一颗星辰降临。南宫白雪等人纷纷吐血，众人嘶吼了起来：“快退！”现在他们的魂力合一，在叶晨的杀伐之力下，完全就是一个活靶子。但是南宫白雪爆发了主魂之力，他知道一旦这些弟子撤去魂力，第一个死的就是他。南宫白雪面目狰狞，不能走。他直接催动秘术，将太上玄宗其他弟子的魂力推到了前面。叶晨的一掌落下，轰！一个太上玄宗的弟子魂魄湮灭，死！下一个死，又一个死。此时的叶晨杀意滔天，谁也挡不住。太上玄宗剩下的弟子心中生出了无尽恐惧，他们想要逃，却被南宫白雪以秘法绑在了一起。他们嘶吼了起来：“南宫白雪，我草你妈！你他妈放开我呀！南宫白雪，我草你全家！”南宫白雪一边吐血，他已经到达了极限，但他不能让这些魂力都撤走。见此，太上玄宗的弟子向着叶晨求饶了起来：“叶晨，还请高抬贵手，此事与我们无关，是南宫白雪用一件圣兵让我们出手的。”但叶晨完全无视，如同秋风扫落叶，如同风卷残云。太上玄宗的弟子祭出无尽秘法，想要阻挡，但是没用。灭！一个接一个暴毙，形神俱灭。此时此刻，叶晨的滔天魂力已经惊动了整个结界，原本正在炼丹的其他天才纷纷被惊醒了过来。他们无比震惊地看着叶晨这具巨大的魂力虚影，这个虚影无比高大，如同一座小山。他们仅仅是去探查，就感到一阵心悸。这是何等的魂魄力！药家的众多天才脸色苍白，他们第一次在同阶身上看到这么恐怖的魂力。药欢欢目瞪口呆，娇嫩唇瓣微起，直接捂住了嘴巴。在叶晨的魂力面前，他感到不可敌。这怎么可能？他可是药家年轻一代魂魄力第一天才，现在叶晨以一己之力秒杀了整个太上玄宗的弟子，这是何等战力啊！而此时虚空之上，正在感悟叶晨炼丹手法的丹香子、药百里等人突然苏醒。云阳丹圣看向结界之中，脸色巨变，这是发生了什么？他刚才陷入了感悟之中，没有继续关注结界中的事情，怎么叶晨和太上玄宗爆发了冲突？下一瞬，云阳丹圣直接惊住，太上玄宗的弟子除了南宫白雪之外，都已经气息湮灭，都死了，只剩下南宫白雪在苟延残喘。瞬间，云阳丹圣爆发出了滔天杀机，咬牙道：“叶晨！”他的身形直接消失在原地。此时，叶晨的魂力大手仿若一座小山，直接捏着南宫白雪。南宫白雪七窍流血，看起来无比凄惨。他惨笑着，如同疯癫了一般，哈哈哈哈！有种就杀了我，秦霄会给我报仇的。叶晨冷哼一声，直接要捏爆南宫白雪的身体，滔天巨力直接爆发，但捏空了。叶晨微微一愣，眼前南宫白雪的身体已经消失不见。这时，云阳丹圣一袭灰袍鼓荡，脸上杀机毕现，他的手中璀璨灵诀变换，无上秘术斗转星移，空间之力涌动，南宫白雪的身体直接出现在云阳丹圣的怀里。南宫白雪嘴角溢出一丝黑血，她的双眼、鼻子、耳朵之中都流出黑血，一袭淡雅长裙直接被鲜血染红。师尊，杀了叶晨，为其他师兄师姐报仇。南宫白雪说着，直接晕死了过去。云阳丹圣的手贴在南宫白雪的额头之上，神念探入，他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南宫白雪魂魄重伤，气息奄奄，只在生死弥留之间。云阳丹圣马上取出一株圣王药，
打入南宫白雪的体内，封印他的魂魄和肉身。下一瞬，云阳丹圣直接向着叶晨出手了。叶晨，你心狠手辣，拿命来！轰然间，云阳丹圣的身上爆发出了恐怖绝伦的气息，如同风暴聚集，如同沧海倾覆，圣王之威惶惶不可阻挡，天地为之一变，滔天灵能涌动，无边璀璨的神华化作至强杀伐之力，直接向着叶晨碾压而来。见此一幕，陆玄一脸狰狞地站了起来。云阳丹圣一个圣王境，敢对叶晨出手，找死！他直接取出了那枚功法玉简，直接催动准地之下，直接秒杀。嗡！恐怖绝伦的杀伐之力爆发，陆玄的手中无比炽烈的力量冲霄而起，诡秘的力量演化出一道巨大的虚影，如同一座巨月，如同一颗星辰。云阳丹圣圣王之威固然强大无匹，但在陆玄的这道力量面前，完全不堪一击，如同巨人俯瞰蝼蚁。至强杀意直接碾压了云阳丹圣的恐怖攻击，直接打在了他的身上。轰！云阳丹圣直接喷出了一口精血，直接重伤，如同断线风筝一般，直接倒飞出数千丈。重伤，即使如此，他依旧在怀里护着南宫白雪。云阳丹圣的怀中坠落出一个焦黑的木雕，瞬间化成齑粉，他七窍流血。如果不是这个木雕保命，刚才他要被陆玄秒杀了。但陆玄的杀伐之力并未结束，整个结界都受到了波动。轰轰轰！所有天才炼丹师一脸震惊地愣在原地。这个结界轰然间化作齑粉，在准地之威面前脆如薄纸，弱不禁风。看到这一幕，这一方天地都沉默了，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看向叶晨。谁能想到事情竟然变成了这样？叶晨一己之力灭杀了10几个太上玄宗的天才炼丹师。云阳丹圣对叶晨出手，没想到竟然是陆玄出手了。众人看到陆玄手中拿着一个苍古的玉简，在闪闪发光，震惊。叶晨突然喊道：“各位前辈，快救丹峰的师兄们！”闻言，古月芳宗主等人马上踏空而下。地面上，丹峰的10几个弟子气息奄奄地躺着，他们皆是祭出了防御至宝，在炸炉的恐怖威力下，他们躲过了一劫。见此，叶晨眼眶通红，马上冲了过来：“师兄们，对不起，此事因我而起，连累了你们。”丹峰的弟子挤出一丝微笑：“师弟，这不关你的事，不要放在心上。”就在这时，古月芳脸色冰冷，缓缓起身，看向虚空中的云阳丹圣：“阁下，我需要一个解释。”闻言，云阳丹圣吞下一枚高阶疗伤丹药，这才缓缓从虚空中爬了起来，身体摇摇晃晃，擦了擦嘴角的鲜血，狰狞大笑：“解释？叶晨此心狠手辣，杀了我太上玄宗15个天才，你还让我解释？”古月芳冷哼一声：“若不是南宫白雪先对叶晨出手，叶晨会出手？你们太上玄宗之人，差点杀死我丹峰的弟子。怎么？你太上玄宗弟子的命就是命，我丹峰弟子的命就不是命？”宗主、穆老、苍玄老祖等人的身形缓缓浮现在虚空之上。云阳丹圣仰天大笑，看向苍玄老祖等人：“怎么？你们这是要仗势欺人吗？”一时间，场中气氛凝滞。云阳丹圣指了指南宫白雪，凝声说道：“南宫白雪是上古秦家的未婚妻，她现在已经快死了，这都是拜叶晨所赐，此事绝不会到此为止。”古月芳踏空而起，来到云阳丹圣面前，冷冷道：“我丹峰弟子也是侥幸捡回来几条命。云阳，此事罪魁祸首就是南宫白雪，你必须把南宫白雪留下。还有，你一个圣王境，竟然有脸对玄宗境出手！”古月芳态度强硬，在他们大道宗的地盘上，还能被人欺负了？他们大道宗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云阳丹圣一脸狰狞，冷笑了起来，想要解释，来，那就杀了我，就现在杀了我！他嘶吼了起来。陆玄冷冷道：“那就死！”陆玄再次催动杀伐御剑，连续发出3道攻击。轰然间，3道恐怖的神虹向着云阳丹圣笼罩而去。但这时，药百里和丹香子等人马上踏空而起，抬手间恐怖力量涌现，挡下了陆玄这一道致命杀机。所有人皆是无比震惊地看向陆玄，陆玄竟然要杀云阳丹圣！药百里和丹香子等人摆手说道：“陆玄，放下你手中的玉简。”古月芳道友，此事的确事发突然，如今叶晨无事，丹峰弟子也只是受伤，此事要不从长计议。如果云阳丹圣今天在大道宗陨落，那么恐怕太上玄宗和秦家直接会对大道宗宣战，这就不只是年轻一代之间的恩怨了。要知道太上玄宗曾经有至尊正道，底蕴比大道宗还要恐怖，若是真的爆发两宗之战，大道宗不是对手。丹香子继续说道：“这归根结底还是年轻一代的恩怨，他们的事情就让他们去处理吧。”闻言，苍玄老祖沉吟片刻，终于开口说道：“云阳丹圣，你走吧。”陆玄还想说话，苍玄老祖摆摆手：“事已至此，太上玄宗死了10几个天才炼丹师，不能把事情闹得太绝。”云阳丹圣冷笑一声，大手一拍，面前直接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苍古灵舟，他抱着南宫白雪踏入了灵舟之中。下一瞬，云阳丹圣直接撕裂虚空，灵舟踏入了虚空裂缝之中。虚空深处传来了云阳丹圣讥讽的声音：“呵呵，什么狗屁炼丹交流大会，我太上玄宗从此退出，永不参加。”声音落下，丹香子、药百里等人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他们意识到这一次炼丹交流大会
在大道宗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恐怕以后很难再举办了。这一次恐怕是炼丹交流大会的绝唱了。众人心情复杂，苍玄老祖和宗主等人皆是看向陆玄。这一次幸亏陆玄出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宗主破天荒地称赞起陆玄来：“陆玄做得不错，你师父留下的宝物终究还是起作用了。”陆玄、丹香子和药百里等人皆是脸色凝重。谁知道短短几天时间，竟然发生了这些事情。古月芳脸色凝重，他在犹豫着炼丹比试要不要继续。他看向其他天阶炼丹师：“诸位，你们的弟子还能继续吗？”众多天阶炼丹师点了点头。从此之后，恐怕再也没有炼丹交流大会了。那就继续吧。最终，众人决定，炼丹交流大会3个时辰后继续进行。陆玄递给叶晨一瓶疗伤丹药，叶晨，快服下，调理一下气息。叶晨点了点头，有些感激地看向陆玄：“好的，师父。”他马上服下丹药，盘膝而坐，看着场中的一切，他的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多亏了师父传的荒天诀，刚才太上玄宗弟子合力凝聚魂力长河，要灭杀他，那种力量十分恐怖。但荒天诀的力量更加强大无匹，那种意志之力和执念仿若凌驾于众生之上，气吞八荒，霸气横绝，镇压一切敌。他一人独占10几个太上玄宗弟子，依旧秒杀。念及此，叶晨对陆玄传音道：“师父，荒天诀果然恐怖。”陆玄点了点头：“你可以再体悟一下方才你身上的那股意志之力。”叶晨开始在脑海中盘点方才一战，千钧一发，可谓凶险。他在生死之间爆发浩瀚巨力，已经触摸到了荒天诀的一丝玄机。不多时，叶晨缓缓睁开眼睛，有所感悟。方才一战，他知道有药老庇护，还有师父在场，他自然不会出意外。真到了那个时候，师父会出手的。只是他没有想到，南宫白雪竟然如此蛇蝎心肠，趁着他心神都在炼丹上，要灭杀他。此女，他必杀之。这时，药言传音道：“陆峰主，你若不出手，其实我也会出手。我一直暗中庇护晨儿，你不用担心。”陆玄道：“好。”3个时辰后，苍玄老祖又布下了一个新的结界，众多天才炼丹师踏入结界之中，继续比试。叶晨依旧是众人重点关注的对象。此前的风波并没有影响众人继续感悟叶晨的炼丹手法。丹香子、药百里等人盘膝坐在虚空之上，依旧在观摩叶晨炼丹。只不过这一次，他们留了一缕神识在外面，没有像之前那样全身心沉浸在感悟之中。虚空之上，宗主心有余悸地看向苍玄老祖，幸亏陆玄没有陷入感悟，不然刚才我们后果不堪设想。炼体峰峰主说道：“不过没想到啊，叶晨的炼丹天赋竟然如此恐怖。”宗主微微皱眉，不知道陆玄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缥缈峰峰主抿嘴一笑，说道：“陆玄应该是知道的。我现在发现陆玄岛也不是没有优点，至少守口如瓶，可以保守秘密。”众人，苍玄老祖探出神念，在陆玄的身上探查，片刻后，他微微震惊。陆玄身上虽然没有什么强者气息，但出现了一些别的东西，气运之力。苍玄老祖说道：“你们看，陆玄现在是不是和之前有些不同了？”宗主等人定睛去看，马上惊呼了出来：“什么情况？”陆玄身上竟然流转着浓郁的气运之力。苍玄老祖猜测道：“或许是因为姬扶摇和叶晨的缘故，他们2人的天独宠乃是气运之子，所以陆玄的命格也随着改变了。”宗主叹息道：“可惜陆玄这家伙无心修炼，如果这些年努力修炼，恐怕至少可能踏入玄世境吧。”苍玄老祖摆摆手：“算了，由他去吧。”炼体峰峰主皱眉问道：“宗主，南宫白雪的事情如何处理？”宗主点了点头，望向虚空深处：“南宫白雪的事情就让叶晨自己解决吧。当然，如果太上玄宗和秦家的强者干涉，那我们自然也会出手。此事可大可小。”众人知道，叶晨一旦崛起，必定和秦萧之间有一战，天骄之战，无人可以逃避。这个纪元还会出现镇压同阶天骄的存在吗？接下来的炼丹比试没有再发生意外了。3日后，不断有天才炼丹师成丹，结界之中袅袅丹气飘起，向着四周氤氲。丹香宗的一个天才淡淡一笑：“我炼制出了地阶3品的引龙丹，一旦吞下这枚丹药，血脉奔张，轻而易举，10天10夜做爱做的事情，不知疲倦。不仅如此，这个引龙丹还会彻底改善服用者的体质。”药家的一个天才说道：“我炼制的是地阶4品丹药补气丹，这一次我突破了自己的极限，凝出了3道丹晕。”很快，药家天赋最高的药欢欢也开炉了，地阶5品丹药和气丹。众人纷纷去探查，药欢欢的丹炉之中有8枚丹药，皆有丹晕，最多的一枚丹药竟然有5道丹晕。药百里笑盈盈道：“还可以。”丹香子脸色一黑，说道：“药欢欢的炼制的丹药，无论是品阶还是品质，都碾压了其他人，即使一些有200多年炼丹经验的老天才都比不上啊！”结界之中，只有叶晨还没有开炉，所有人都期待地看着叶晨。数十个呼吸后，叶晨开炉，无数目光锁定了叶晨的炼丹炉。随着袅袅青烟漂浮，9枚完美的丹药落在炉底。丹香子有些震惊：地元丹9枚丹药，要知道一炉丹药的数量，代表着是否浪费灵草之力。一炉若是可以凝出7枚丹药，已经算是上乘了，而9枚丹药
则是已经接近极致了。药百里突然惊呼了出来：“注意看，每一枚丹药之上都有丹晕，有一枚竟然是8道丹晕。”而此时，叶晨拿起那枚8道丹晕的丹药，喃喃道：“失误了，本应该凝出9道丹晕的。”闻言，众人互相对视了一眼，这小子还他妈装上了呀！很快，丹箱子、药百里等人将众人炼制的丹药检查了一番，毫无疑问，叶晨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所有人都内心震撼，这是一次炼丹交流大会，叶晨的名字将会传遍整个南荒。接下来，古月芳开始宣布这一次炼丹比试的结果。第1名大道宗叶晨，第2名药家药欢欢，第3名药家宗主拂袖一挥，开始发放奖励。叶晨是第1名，他得到了海量的奖励。众多天才炼丹师无比羡慕地看着叶晨。半地接炼丹炉，圣王接兽火1株，100万极品灵石，圣阶灵草100株，收获太大了。但叶晨一脸淡定，毕竟师傅早已给过他更好的。宗主低声道：“叶晨这小子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激动？”古月芳淡淡一笑：“装的。”叶晨跟着陆玄学坏了，看似表面毫无波澜，实则内心已经激动得要死。宗主笑了笑：“叶晨获得炼丹比试第1，这件事情很完美。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叶晨的师傅是陆玄。”古月芳脸色一抽，叶晨肯定要在南荒扬名。16岁的地阶炼丹师，此事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过到时候，陆玄的名声恐怕要更上一层楼。宗主点了点头：“是啊，一直以来，其他霸主级势力都在调侃陆玄，这件事情之后，恐怕又是一阵调侃。”古月芳无奈道：“陆玄再次变成红人了，不过是黑红。”宗主、苍离长老、丹箱子等人将叶晨团团围住。叶晨，可否将那个前辈请出来见一面？叶晨皱了皱眉：“恐怕不行，药老不可轻易露面。”丹箱子叹息一声：“你这小子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机缘，未来的成就一定不可估量。”叶晨看了看陆玄，都是我师父陆玄教得好。陆玄淡淡一笑：“叶晨这小子什么时候都不忘捧自己一波，不错不错。”众人看着陆玄的表情，一脸不屑。古月芳调侃道：“陆玄，真是你教的？”陆玄点头：“我只是略微出手。”众人哈哈大笑。陆玄，不要告诉你会炼丹。陆玄随意说道：“略懂略懂。现在的炼丹造诣也是地阶炼丹师，在一众天阶炼丹师面前，还是得低调一点。”药百里笑了笑：“陆峰主，不如给我露一手。”说着，药百里拂袖一挥，一个圣阶炼丹炉和一株圣阶兽火飘到了陆玄的面前。见此一幕，叶晨直接激动的身体颤抖。难道师父真的展现自己的实力了吗？根据药老的推测，师父的炼丹造诣即使没有超越天阶，也在天阶的巅峰。师父他老人家一旦出手，恐怕会直接引动天地异象，甚至雷霆洗礼淬炼丹药。叶晨咬牙，几乎要控制不住自己。师父终于要震惊整个南荒了吗？南荒，你准备好了吗？世人，你们不要太过震惊。陆玄淡淡一笑，他撸了撸衣袖，但下一瞬，宗主直接挡在了陆玄的面前，疯狂咳嗽暗示陆玄：“咳。”陆玄会个锤子炼丹。药百里给陆玄挖了一个坑，陆玄还真就跳啊。宗主直接给陆玄密声传音：“有话好说，千万别，算我求你。”陆玄宗主都这么说了，他只能放弃了。不过他这个阶炼丹造诣的确不太能拿得出手，还是算了。宗主看到陆玄放弃，松了一口气。古月芳脸上一抽，看向药百里：“百里道友，你坏得很啊，让陆玄炼丹，不就是想看他出丑吗？”药百里淡淡一笑：“哈哈，既然如此，这圣阶炼丹炉和兽火就送给叶晨了。”叶晨微微一愣：“多谢药前辈。”他有点淡淡的失望，师父终究还是没有出手，可惜。药言叹息道：“没有能看到陆峰主出手炼丹，有些遗憾啊。”叶晨说道：“或许以后有机会。”宗主看向叶晨：“叶晨，你先把你师父带回去清玄峰吧。”叶晨点了点头，向着众人拱手一拜，脚下涌起一道神虹，和陆玄踏空而起，返回清玄峰。看到叶晨的背影，苍离长老突然说道：“古月芳道友，我在离去之前，想和叶晨单独聊聊，你觉得如何？”古月芳看向苍玄老祖等人，苍玄老祖点了点头：“可以。”丹香子也说道：“我也有这个打算。”药百里眼中闪过一道金芒：“我也是。”一时间，数10个天阶炼丹师都要在离开之前和叶晨聊聊。宗主不禁感慨了起来：“叶晨这是要扬名南荒啊！”苍玄老祖笑了笑，说实话，让陆玄当叶晨合击扶摇的师傅，反倒有出其不意的效果。宗主一脸苦笑：“这是他们背后有人指点，再加上叶晨合击扶摇天赋逆天，和陆玄有什么关系？”众人笑道：“那倒也是。”清玄峰，叶晨跟着陆玄回到洞府，叶晨一脸激动地向着陆玄拜了拜：“师傅，多谢您的指点，如果没有您和药老，我也不可能在炼丹比试获得第1。”陆玄笑了笑：“其实我也没有帮什么忙。”药言从叶晨胸前的玉佩中钻了出来：“陆峰主，没有能亲眼目睹您炼丹，实在遗憾啊。若有机会，可否让我开开眼界？”陆玄淡淡道：“下次一定。他现在只是一个地阶炼丹师，若是在药言面前展示，这不是班门弄斧吗？还得继续发育一波。”叶晨突然说道：“师傅，接下来一段时间，我想以修炼武道为主。这3个月，我的主要精力在炼丹上面，没有太多时间修炼荒天诀。
陆玄点了点头，可以，你自己安排。叶晨说道，多谢师傅。这时耀炎的魂体重新钻入了叶晨的玉佩之中，他提醒道，有人来了。轰！一道神虹从远处激射而来，瞬间落在了清玄峰上。苍离长老一袭黑袍，缓缓走入了陆玄的洞府。他指了指陆玄，出去，我和叶晨有话要说。陆玄啊，这不是纯到反天罡，分不清大小王了是吧？叶晨马上说道，苍离长老，有话就在这里说吧，这是我师父的洞府。苍离长老淡淡道，那我们出去说。陆玄他算是看出来了，这个苍离长老对他意见很大，看不起人啊。叶晨一步未动，一脸正色的说道，苍离长老，我希望您能对我师父尊重一下，我师父绝非表面这么简单。苍离哼了一声，直接坐在了陆玄的木桌前，他随意扫了一眼陆玄的画作和诗作，姜太公电鱼图，诸葛亮巧借东风。苍离长老直接哑然失笑，呵呵，浮夸。陆玄不以为然，向着叶晨示意，坐下聊吧。苍离长老取出了一枚玉简，他的手中灵诀变换，玉简中无尽璀璨的灵纹浮现，很快在空中浮现出一幅画面，正是叶晨的炼丹手法。叶晨微微一惊，没想到苍离长老竟然把他的炼丹手法用灵纹铭刻了下来。苍离长老干咳了一声，咳，叶晨，我有几个问题想要和你交流一番。叶晨点头，苍离长老请说。苍离长老开始询问叶晨炼丹手法中的道与韵。叶晨微微皱眉，他看向师父陆玄，因为苍离长老问的问题涉及到五星丹地记忆的隐秘，他不知道是否可以告诉苍离长老。陆玄淡淡说道，可以告诉苍离长老，不过一个问题，100万极品灵石或者等价的至宝。苍离长老可是云州的炼丹巨擘，区几百万极品灵石应该只是小意思吧。闻言，苍离长老勃然大怒，直接拍案而起，咬牙切齿道，陆玄。陆玄一脸云淡风轻地看向苍离长老，这让苍离长老更加愤怒。场中陷入了一片死寂，苍离长老不说话，叶晨不说话，陆玄也不说话，场面有些尴尬。沉寂一瞬，苍离长老取出一枚内简，放在木桌上，300万极品灵石，3个问题。陆玄示意叶晨收下，叶晨收下苍离长老的内戒，开始为其解惑。数个时辰后，苍离长老点了点头，身上涌现出淡淡神华，仿若有所感悟。他激动的声音颤抖，很好，很好，我敢确定，叶晨你的背后是一尊丹帝。叶晨似是而非的点了点头。片刻后，苍离长老转身离开清玄峰，他的声音在清玄峰回荡了起来。这么好的一个徒弟，怎么就跟了这样一个废物的师傅？陆玄愣住了，不是，这死老头走就走了，还不忘记踩自己一脚啊！叶晨将苍离长老的内戒推了过来，师傅，这极品灵石。陆玄淡淡道，拿去用吧，我不需要灵石。叶晨犹豫了一下，将内戒收起，多谢师傅。陆玄嘴角微微扬起，一会肯定还有其他天阶炼丹师过来，到时候还是这个标准，一个问题100万极品灵石。叶晨嘴角一抽，好。耀言感慨道，晨儿啊，你师父为了你的修炼资源可谓煞费苦心啊，到了他这种境界，自然是不需要灵石修炼的，你就收下，努力修炼，这就算报答你师父了。叶晨点了点头。接下来，丹香子等人一一踏入了陆玄的洞府。临走之时，丹香子等人皆是笑骂道，叶晨这小子从哪里学的这一套？好的不学学坏的。叶晨这小子从哪里学的这一套？好的不学学坏的。不过在丹香子、药百里他们眼里，区100万极品灵石真不算什么，从叶晨这里得到的炼丹感悟价值更大。最后一位降临的是药家、药百里。陆玄的洞府中，药百里一脸神秘地看着叶晨，试探地问道，叶晨，你的炼丹天赋很高，莫非你的父亲和母亲也都是炼丹师？叶晨挤了挤眼睛，药前辈，我母亲您还不了解吗？药百里微微变色，密声传音道，你母亲的情况，陆玄在这里，我不方便说。叶晨愣了一下，我师父知道这件事情。药百里直接愣住了。这时，叶晨胸前的玉佩闪烁了一下，耀言的声音缓缓出现，药百里，没想到是你这小子带队来大道宗。药百里紧锁眉头，你是何人？耀言从叶晨的玉佩中钻了出来，药家。耀言看着耀言的魂体，药百里神色巨变，耀言老祖，你已经失踪16年了，发生了什么事情？耀言马上将当年的事情告诉了药百里。听完，药百里脸色苍白，老祖，怪不得10几年过去了，其他人魂灯熄灭，而你的魂灯未灭，但我们这一脉从未得到你的任何回信。耀言叹息连连。叶晨问道，百里前辈，我母亲现在怎么样了？药百里叹了一口气，你母亲要流离，还在醉谷之中受罚。闻言，叶晨的身体颤抖，握紧拳头，只怪我现在太弱了，不然可以救出母亲。药百里看向叶晨，语重心长地说道，晨儿，千万不要冲动，现在药家还不知道你的事情，你一旦暴露，药家绝不允许倾城叶家存在。药家的底蕴深厚，即使你踏入一星地境，也远远无法撼动药家分毫。闻言，叶晨咬牙道，我会努力的。药百里说道，晨儿，现在这局面已经是你母亲这一脉耗费了极大的代价换来的，你不可提前暴露。叶晨脸色苍白，握拳道，我知道了。药百里对药言问道，老祖，你觉得当年是谁利用一脚大地阵纹将你们逼入荒古禁区的？药言的声音充满了怨恨，
是圣子那一脉。要知道，在药家，圣子和圣女一脉向来不和，在药家，这两脉是竞争关系，但随着岁月流转，两脉之间已经产生了极深的怨隙。叶晨的母亲要流离，作为圣女触犯了族规，圣子直接落井下石。药言冷声说道：“但现在不同了，我们圣女一脉有了陆封主，陆封主若是出手，药家无人能挡，就是沉睡老祖齐出也挡不住。”闻言，药百里一脸恭敬地说道：“陆封主，恕我眼拙，我向您道歉。这些年，南荒有不少人调侃您，我就是其中之一。”陆玄、叶晨说道：“百里前辈，我师父很低调，这些事情他不会放在心上的。以我师父的实力，若是真要清算，恐怕南荒要血流成河。”药百里暗暗心惊，仔细打量陆玄，越看越心惊。怎能想到陆玄一直在藏拙，实际上他是连诡异之力都能镇压的强者。很快，药百里悟了，陆玄这等强者早已超然物外，根本就是不现。药百里不由得想起这几天炼丹交流大会，陆玄一直在睡觉，这是他觉得太无聊了呀。片刻后，药百里压住心中的激动，看向叶晨：“晨儿，我可否看看那诡异之力？”叶晨看了看陆玄，陆玄淡淡点头。叶晨取出了大道锁，递给了药百里。药百里看向面前的苍古炼锁，上面无尽璀璨的道纹闪烁，一股晦涩古朴的气机在流转，而中锁链的内部空间，诡秘的黑色器物不断幻化形状，让他感到无比的心悸。这就是诡异之力吗？药百里有些震惊，将大道锁还给了叶晨。叶晨露出回忆之色，这一切多亏了师父降临，才帮我镇压住了诡异之力。药百里身体颤抖，看向叶晨，随手镇压一丝诡异之力。陆封主的实力到底有多强？若是陆封主直接出手，药家老祖齐出恐怕未必可以挡住。陆玄脸上一抽，这不知何时，他变成了叶晨等人心中神一般的无敌存在。既如此，他也只能继续装下去了。这时，叶晨对药百里提醒道：“百里前辈，关于我师父无敌这件事情，您知道就好，千万不要告诉第二个人。我师父十分低调，不愿意暴露太多。”药百里重点了点头。不多时，药百里离去了，他的心中浪潮滔天。这一次来到大道宗，竟然知道了这么多隐秘。很快，众多天阶炼丹师离开了大道宗。这一次的炼丹交流大会算是圆满结束了。大道宗众多长老和弟子皆是无比激动。谁能想到叶晨竟然成了这一次炼丹交流大会最亮眼的存在，简直太逆天了！无论是草木造诣、魂魄力，还是炼丹，都完全碾压药家和丹香宗。众人议论纷纷。叶晨师弟的魂力可以硬抗10几个太上玄宗的弟子，简直太恐怖了！一人秒杀10几个弟子。南宫白雪如果不是因为云阳丹圣出手，也会死。不知不觉，陆封主已经有2个弟子了，而且都是逆天的怪物。难道说陆封主教徒弟真有一套？有个屁！还不是因为叶晨合击扶摇背后有护道者指点陆封主吗？不过是挂个师傅的名罢了。清玄峰上，陆玄正在悠闲地躺在玄冰床上，系统的声音突然出现：“叮，恭喜宿主完成限时徒弟养成任务。叮，恭喜宿主获得大量修为底蕴。叮，恭喜宿主获得6星地冰倒悬铁锅。叮，恭喜宿主获得天地奇物清明天水。叮，恭喜宿主获得5星地阶杀阵阵盘。叮，恭喜宿主获得5星大帝体验卡1张。”声音落下，陆玄的体内涌入了磅礴的修为底蕴，如同大江大河一般冲击着他的4肢百骸。他的丹田之下如同沧海汇聚，他的修为在暴涨。4星玄圣、5星玄圣，修为冲击体内世界的酥麻感，让陆玄的身体微微颤抖。这种感觉实在太舒爽了。接着，陆玄意念一动，一个黢黑的大铁锅出现在陆玄的面前，他直接愣住了。好大一口黑锅！若不是它的上面铭刻着恐怖的道纹，陆玄有点怀疑这是不是地冰。系统说道：“这是为了方便宿主做饭用的，以后用这个倒悬铁锅做饭，可以将道与韵融入饭菜之中。”陆玄笑了笑，有点意思，这大锅就放在清玄峰吧。系统说道：“本系统已经为道悬铁锅打入了无上道纹，只有做饭的时候，它才能展现出其玄妙之力。怎么样，本系统贴心吗？”陆玄道：“贴心。”他收起倒悬铁锅，又取出下一件奖励，一个苍古的坛子轰然出现。坛子只是普通的1星地冰罢了，但坛子之中却盛着天地奇物清明天水。何为清明天水？在天地之间有一些玄妙之地，充满了天地至理，充斥着道与理。经过无尽岁月的沉淀，在这些玄妙之地便会生出清明天水。所以说，清明天水就是天地至理的显化，每一滴都价值连城。这一坛清明天水若是被曝光，恐怕南荒的数个霸主级势力会直接降临大道宗，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也要得到清明天水。要知道，一滴清明天水在外界可以拍卖出天价，但陆玄这里却是一坛清明天水。清明天水可以改善修炼者的肉体、神魂、道基、骨骼、血液，可以说由内而外改造修炼者。陆玄淡淡道：“这清明天水用来做饭，倒是合适。到时候，叶晨合击扶摇的资质将会变得更加逆天，修炼速度更快。”陆玄端起清明天水喝了一口，凉凉的感觉。除此之外，身体没有任何变化。陆玄淡淡道：“不是说清明天水可以彻底改造修炼者的资质吗？
为什么我什么也没有感觉？系统说道，宿主的体质太废了，这一坛清明天水喝下去也未必有用。陆玄直接惊呆了，卧槽，先天修炼废体，上天给他关上了窗，而且把门也焊死了。陆玄欲哭无泪，还好他开挂了，不然真顶不住。这还修炼个锤子，以后好东西还是得给徒弟才行。给了徒弟，他躺着一本万利，如果是自己享用，恐怕要全部打水漂，简直百弊而无一利。收起清明天水，陆玄取出一个黑色的阵盘。5星地阶，系统说道，杀阵一旦布下，有人闯入会自动激活，宿主意念一动可秒杀5星大帝，持续时间3个时辰。陆玄淡淡点头，不错不错。他随手将阵盘抛到了清玄峰上，5星地阶杀阵直接布下。陆玄喃喃道，等一个幸运儿。接着他开始查看5星大帝体验卡，这是个好东西啊。他的系统空间里还有一个1星大帝体验卡没有用了，这5星大帝体验卡一旦催动，他将直接爆发出地境的实力，持续3个时辰，再加上无敌之姿和万法不侵，他可以直接秒杀6星大帝，简直逆天。要知道地境强者1星1世界，而他却可以以下伐上，这在南荒历史长河之中恐怕都是极为罕见的。收起5星大帝体验卡，陆玄的心情大好。片刻后，陆玄给叶晨传音，徒儿有好东西，快过来。很快，叶晨一脸兴奋地踏入了陆玄的洞府，又有好东西，连耀言都无比期待。要知道陆玄出品必定至宝。陆玄意念一动，倒玄铁锅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屈指一弹，倒玄铁锅飞向了叶晨。叶晨盯着眼前的这一口大黑锅，直接震惊在原地。倒玄铁锅足足有2个叶晨那么大，上面交织着诡秘晦涩的道纹，一股苍古玄妙的气机扑面而来，黑灰浓郁，但也无法掩饰倒玄铁锅的恐怖。道余韵肆意流淌，让叶晨感到心神俱震。耀言更是直接惊呼了起来，6星地冰，这可是星云铁啊！星云铁可是打造地冰的极品材料，竟然被陆玄打造出了一个大铁锅。耀言脸上一抽，这简直太豪横了呀！即使底蕴深厚的药家也不敢这么挥霍啊。叶晨挠了挠头，师傅，难道以后做饭要用这个地冰？陆玄点了点头，不错，这个铁锅叫做倒玄铁锅，以后就放在清玄峰吧。用倒玄铁锅做饭，可以让饭菜之中也融入到余韵。叶晨惊呆了，还可以这样吗？陆玄淡淡一笑，又搬出来一个坛子，正是清明天水。叶晨看着眼前的坛子，坛子都是1星地冰，那坛子之中的液体恐怕更加不凡，可惜他没有认出来。下一瞬，耀言直接从叶晨胸口的玉佩之中钻了出来，他的魂体抚摸着这个苍古的坛子，声音颤抖了起来，陆峰主，这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清明天水吗？陆玄点了点头，耀言倒吸一口凉气，这清明天水他们药家也有，但只是一小瓶，这一瓶清明天水可是他们药家镇族级别的至宝，谁能想到陆玄手中竟然有一坛。这一刻，耀言真的受到了打击，强入药家数个纪元的底蕴，竟然比不上陆玄随手取出来的宝物吗？叶晨不解地问道，药老，这到底是什么至宝？耀言给叶晨解释了一番，叶晨直接震惊当场，他喃喃道，天地之理的显化，充斥着道与韵，他的内心掀起了滔天巨浪。叶晨看向师傅，身体颤抖，师傅，这陆玄笑了笑，以后做饭的时候多加点，对你有好处，可以让你得到天地之理的洗礼和淬炼，未来你的成就将不可限量。耀言突然说道，陆峰主，我的建议是每一次最多加1滴，如此至宝万万不可浪费。陆玄很随意说道，随便用呗，没了到时候我再给其他好东西。耀言愣在了原地，他试探地问道，陆峰主，我有一个不情之请。陆玄说道，药老你说。耀言的老脸一红，陆峰主，可否给我1滴清明天水？我现在虽然是魂体，但是清明天水对我的魂体有滋养作用。陆玄笑着说道，1滴怎么够？去，叶晨，给药老盛10碗。耀言惊呆了，不，要不了那么多。说着，耀言从纳戒中取出了一个苍古的破碗，看起来破，但也是准地冰。叶晨直接在坛子里面打了满1碗清明天水。耀言脸上一抽，陆峰主，这太多了，面前这1碗清明天水比他们药家的底蕴都要多呀。如果让药家的那些老古董知道自己竟然要喝1大碗清明天水，恐怕他们会直接出来乱拳把他打死，然后从尸体上把清明天水重新淬炼出来。陆玄笑着说道，药老，你现在就喝了吧，要不然我怕你藏起来舍不得喝。耀言尴尬一笑，说实话，他还真有这想法，这可是清明天水啊，南荒霸主级势力都要为之大打出手的天地奇物，他感觉自己一个准帝何能喝1碗清明天水啊？他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叶晨咽了咽唾沫，药老，你喝吧，你很需要清明天水。耀言鼓起勇气，直接端起破碗，直接喝了下去。咕咚，瞬间，耀言的魂体发生了一种奇异的变化，仿若天地之理在他的魂体之中涌动，又仿若道与韵在他的体内世界流淌，玄妙的气机彻底在改善耀言的魂体。耀言发出了一声舒爽的醉吟，他的身上开始涌出繁复晦涩的道纹，这正是耀言此前凝聚的道，而现在他的道在汇聚，在壮大，在发生一变。半日后，耀言缓缓睁开眼睛，他
他感觉自己变了，仿若被醍醐灌顶，内心澄澈，道心通明。他有些激动地说道：“多谢陆峰主，我已经找到了正地之道，即使残留的魂体又如何？我亦可用这残留躯壳正地，重新凝聚肉身。”陆玄淡淡点头，脸上风轻云淡。叶晨却是无比震惊，一碗清明天水让耀言直接悟到，未来可以踏入地境，太恐怖了。耀言的眼中流下了2行清澈的泪水，他真的太激动了。大地啊！原本他的悟性有限，即使没有在荒古禁区失去肉身，恐怕也无法正地。再加之药家老祖众多，他这种准地老祖并没有权利使用至宝，所以正地无望。但现在他自信必然正地。念及此，耀言向着陆玄恭敬一拜，多谢陆峰主。陆玄笑了笑，无妨。耀言收敛自己的气息，压下心中的激动。此时此刻，他想说千言万语，但他也看出来了，这无价奇物清明天水对他而言无比珍贵，但对于陆玄而言似乎平平无奇。耀言心中喟叹，陆峰主真乃神人也。陆玄对叶晨说道：“叶晨，把这坛清明天水搬到草屋去吧，以后做饭的时候就用到玄铁锅做饭，然后加入清明天水。”叶晨有些担忧地说道：“师傅，如此至宝放在清玄峰，万一我们都不在，会不会不安全？”耀言同样担忧，清明天水足以在南荒掀起一道风暴。陆玄笑了笑：“我已经在道玄铁锅和清明天水之上打出了封印禁制，除了我们清玄峰的人，其他人根本发现不了，而且只有做饭的时候才会显化气功效。”叶晨愣了一下：“好，师傅，我这就搬过去。对了，师傅，你饿了吗？”陆玄揉了揉肚子：“可以做饭了。”叶晨露出笑容：“好嘞，师傅，我这就去做饭。”第一次用地冰铁锅做饭，有些激动啊。还有这清明天水，叶晨的内心根本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师傅的底蕴太深厚了。很快，叶晨踏入了草屋之中，换上了道玄铁锅，开始做饭。陆玄则是缓缓来到草屋前的躺椅上，舒服地躺了起来。叶晨今天做的是麻辣烤鱼，他取出几只鲮鱼，鲮鱼在叶晨的手中扑腾，活蹦乱跳，仿若在感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叶晨起锅烧油，看着鲮鱼，感叹道：“鱼呀鱼，你能用道玄铁锅烹，还能享用清明天水，你这辈子值了。”说着，叶晨把几只鲮鱼放在锅中，滋啦，鲮鱼大口吞了一滴清明天水，翻了个白眼，身体直了，气绝。不多时，叶晨将做好的麻辣烤鱼和灵米饭端了出来，放在石桌之上。“师傅，开饭了。”陆玄慵懒地起身，坐到了石桌之上，浅浅尝了一口，不错，手艺有所进步。叶晨迫不及待地将汤汁淋在灵米饭之上，先小心翼翼地夹了一块烤鱼肉，然后又吃了一口米饭。哇！叶晨直接惊呼了起来。只是一口米饭和一口烤鱼肉，他的体内就产生了一种无比玄妙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像要起飞了。他的体内世界正在发生巨变，原本至纯至脆的道基散发出璀璨的光芒，清明天水的力量开始在道基之上夺上了一层道纹，瞬间道基灿若星辰，神华滔滔。与此同时，他的血液也在发生异变，血脉之中的杂质不断被淬炼，血液被施加了一种玄妙的印记。除此之外，他的骨骼，他的魂魄无一不在发生异变。清明天水之力太过惊人，以天地之理洗礼，以道与运淬炼，叶晨直接陷入了一种天人交感的状态。1个时辰后，叶晨才回过神来，他的身体这才吸收完一口米饭和一口烤鱼的力量，他惊呆了。此时陆玄已经吃完了，又躺在草屋外面。见此，耀言无比震惊地说道：“你师父果然是绝巅巨擘，他吃了这么多清明天水，竟然毫无反应。如此珍贵的天地奇物，对于他而言，已经无法像我们这样产生极大功效了呢。”叶晨同样震惊，他师父到底有多强啊？谁能告诉他？接下来，叶晨继续吃饭。这一次吃饭，他足足吃了1天1夜，从白天吃到黄昏，从黄昏吃到深夜，从深夜吃到黎明。而陆玄早就返回洞府睡大觉去了。第2天，叶晨收拾完碗筷，陆玄恰好又走出洞府，又到了饭点。叶晨脸色一红，继续做饭。他不好意思地说道：“师傅，对不起，我吃得太慢了。”“师傅，对不起，我吃得太慢了。”陆玄笑了笑，看来你还无法承受那么多的清明天水，下次少放点。叶晨说道。好，又吃了一顿。叶晨无缝衔接。收拾完草屋之后，叶晨说道：“师傅，我感觉我现在浑身都充满了力量，我先回洞府修炼去了。”陆玄点了点头，去吧。很快，叶晨回到洞府，打出了封印禁制。他收敛心神，开始修炼荒天诀。他盘膝而坐，一袭白衣加身，身上散发着淡淡神华，面前堆满了极品灵石。这一次炼丹交流大会上，他以魂力战斗，催动了荒天诀，其杀伐之力霸气横绝，恐怖绝伦的力量压制四方。现在想来，让他暗暗心惊。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荒天诀杀敌，那种滔天的气势和战意太震撼了。叶晨喃喃道：“我为荒天帝，当镇压世间一切敌，那是一种不可敌的不朽意志。无论是当世还是在过去，在未来，无敌之姿贯穿时间长河，那道通天的身影屹立在亘古之间，不可撼动。”念及此，叶晨手中灵诀变换，开始运转荒天诀。瞬间，极品灵石不断消融，
化作磅礴的灵力涌入叶晨的体内。很快，叶晨触摸到了荒天诀中的一丝道与韵。首先要有无敌之心和执念，绝对自信。若是心生畏惧，那便失去了修炼荒天诀的资格。要知道，这个功法的主人独断万古，横推世间一切敌。现在他修炼的荒天诀并不是完整版，完整版绝对超越6星地界。很快，叶晨陷入了修炼的玄妙状态，璀璨的神华在他的身上泛起，他的肉身灿灿若星辰，骨骼晶莹，看起来超凡脱尘，仿若神子凌晨。海量的修为底蕴涌入了叶晨的丹田之中。与此同时，陆玄在躺椅上看着苍穹，云卷云舒，如同白云苍狗。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响起：定，宿主的二徒弟叶晨正在修炼，开始同步修为。定，宿主的二徒弟正在感悟荒天诀，开始同步。瞬间，大量的修为底蕴涌入了陆玄的身体。除此之外，还有荒天诀的感悟，这种感觉简直不要太舒服。突然，陆玄想起了姬扶摇，他喃喃道：扶摇接了一个3个月的宗门任务，现在已经过去了2个月，也不知道他的事情处理得如何了。他看了一下姬扶摇的系统面板，还是一星玄圣初期境界。这时，他怀中的传音玉简震动了一番。陆玄灵力注入，宗主的声音缓缓传出：陆玄，我听说你小子从不少天阶炼丹师手里搞来了很多修炼资源。陆玄淡淡一笑，也就几个圣兵和上千万的极品灵石罢了。宗主脸上一抽：你这臭小子，能从苍离长老这种一毛不拔的炼丹师手中夺来修炼资源，也是好本事。陆玄说道：他们从叶晨那里得到的更多。宗主问道：哦，对了，扶摇外出历练，可有传回来消息？陆玄摇头说道：没有。宗主叮嘱道：无论是扶摇还是叶晨，他们若是有什么情况，你一定要及时告诉我。虽然他们背后都有护道者，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叶晨现在和南宫白雪已经结怨，日后让叶晨多一个心眼。陆玄说道：我知道了。太上玄宗。轰！云阳丹圣驾驭苍古灵舟撕裂虚空，回到了太上玄宗。太上玄宗宗主韦千寒马上踏空而起，笑着说道：云阳怎么提前回来了？还没有说完，他看到了云阳丹圣怀里重伤的南宫白雪。韦千寒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云阳，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宗其他弟子呢？云阳丹圣目眦欲裂，咬牙切齿道：除了南宫白雪，都死了。韦千寒紧锁眉头，怎么回事？谁敢对我太上玄宗的弟子出手？这一次可是去了足足10几个炼丹天才，就这么陨落了，损失惨重。云阳丹圣愤怒道：是大道宗弟子叶晨出手的。宗主，现在给秦家传音吧。南宫白雪魂魄重伤，肉身重伤，已经被我封印了，他撑不了太久了。闻言，韦千寒手中浮现一枚苍古的玉简，神念注入，对秦家族长传音：南宫白雪魂魄重伤，肉身重伤，还请尽快前往我太上玄宗。你们放心，我们会让最好的医师治疗南宫白雪。秦家族长冷声道：发生了什么？何人敢对我秦家的未婚妻出手？南宫白雪可是他们上古秦家内定的未婚妻，她身怀太阴元体，对于秦萧有大用。韦千寒淡淡说道：此事说来话长，等你们过来再说。说着，韦千寒中断传音，带着南宫白雪向着主殿飞去。云阳丹圣马上给秦萧传音，主殿之中很快降临了很多人。秦萧一脸愤怒，杀机滔天，一袭锦服鼓荡，踏入了主殿。这个废物叶晨，安敢对白雪出手，简直找死！秦萧的师尊玄叶圣王一袭灰袍，脸色冰冷，也踏入了主殿之中。众人看着重伤的南宫白雪，怒火冲天。大道宗这是不将我太上玄宗放在眼里了。云阳丹圣将大道宗发生的事情告诉众人，但隐去了自己是因为感悟叶晨炼丹手法，一时疏忽而造成惨剧。众人皆是愤愤不平。云阳丹圣冷笑道：古月芳竟然想将我留下，还让我给他们一个解释。闻言，韦千寒咬牙，气得身躯颤抖，拂袖一挥，用力在地上跺了一下，怒吼道：岂有此理！简直岂有此理！我太上玄宗何曾受过如此凌辱？大道宗作为东道主，安敢仗势欺人？就在这时，一个灰袍老者缓缓走进了大殿，他看起来久经风霜，形容枯槁，走起路来仿若不进风。见此，众人皆是恭敬一拜：元清子老祖。元清子老祖乃是太上玄宗的6星大帝，他以医道正地，医道造诣通天。南荒流传着一句话：我元清子可以救你的命，也可以要你命。那是元清子当年巅峰时期在南荒的霸名，只是如今时月流转，元清子早已退隐，不在南荒行走。宗主韦千寒说道：还请老祖出手救救南宫白雪。众人缓缓退至元清子身后。元清子来到南宫白雪面前，俯下身子，枯瘦的手仿若几根树枝。他将南宫白雪的手腕放在手中，轰！元清子的身上涌出一股苍绿色的神华，他宽大的袖袍之上闪烁着诡秘的道纹，一股玄妙的力量在主殿之中弥漫了起来，仿若春风一般沁人心脾。片刻后，元清子缓缓说道：竟然是被魂体所重伤，这魂体的波动反噬到肉身，竟然差点摧毁了白雪的所有经脉。出手者虽然境界不高，但拥有至强杀伐之力。这时，秦萧拱手一拜说道：老祖，还请无论如何都要救下白雪，
我秦家可以出任何代价。袁青子淡淡一笑，有我在此，只要未死，皆可让他续命。放心，不过是要耗费一株地阶灵药罢了。说着，袁青子的手中出现了一株地阶灵药，除此之外，还有数株准地阶灵药，以及十几株半地阶灵药，而半地阶之下的灵药不计其数。袁青子说道：“你们不必在这里等了，留在这里只会影响我。”闻言，宗主为千寒等人缓缓退出了主殿。袁青子取出了一个苍古的铁炉，开始将众多灵草依次投入苍古铁炉之中。他盘膝而坐，手中灵诀变幻，身上涌动诡秘的道纹，璀璨的神华映照主殿，仿若有一轮巨日在主殿之中升起。3日后，袁青子炼制出一炉白色粘稠的药液，他慢慢扶起南宫白雪，缓缓为南宫白雪的身体打入一股温和的力量。南宫白雪的体内世界遭受重伤，如同破旧的古殿，如同斑驳的城墙，看起来惨不忍睹。但这股力量入体，仿若春雨连绵，滋润着南宫白雪的身体。她的身体如同干枯的大地之上被雨水滋润，竟然开始慢慢复苏。不多时，袁青子神念一动，南宫白雪苍白的唇瓣微微打开，她拂袖一挥，一股力量将白色粘稠的药液送入了南宫白雪的口中。随着这玄妙的药液涌入南宫白雪的体内，她的体内开始发生异变，浑身的经脉在复苏，破损的魂魄也在不断重组。一炷香后，南宫白雪的脸色竟然出现了一丝血色，她的眼睛艰难地睁开，看向袁青子。这是哪里？我死了吗？见此，袁青子对着主殿外说道：“都进来吧。”声音落下，宗主为千寒、云阳丹圣、秦霄等人踏入了主殿，一同踏入的还有秦家族长。秦家族长向着袁青子拱手一拜，取出一枚纳戒，多谢前辈出手。纳戒中有2株地阶灵药，还有其他准地阶灵药，还请前辈收下。袁青子淡淡摆手，并未收下纳戒。无妨，接下来白雪还需要休养数个月才能彻底恢复，我会为白雪继续炼制药液。秦家族长说道：“袁青子前辈，接下来的灵药就由我秦家提供。”袁青子点了点头，可以。秦霄马上来到南宫白雪面前，南宫白雪的眼神变得清澈了起来，他拉住秦霄的手，咬牙说道：“秦霄，一定要杀了叶晨，可杀了叶晨。秦霄，一定要杀了叶晨，可杀了叶晨。”闻言，秦霄的脸上露出了无尽杀意。放心，叶晨这个废物，我杀他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袁青子说道：“叶晨能够利用魂力杀死我宗10几个天才，可见其魂力十分强悍。以后若是对上叶晨，小心魂魄攻击。”这时，南宫白雪从地上艰难地爬了起来，她的眼中挤出了几滴泪水，直接跪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哭诉了起来。那天在炼丹比试的时候，我正在全神贯注地炼丹，谁知道叶晨突然催动魂力攻击我，若不是我太上玄宗的师兄师姐出手，我恐怕会直接陨落。谁知道叶晨这废物还不死心，竟然联合丹峰的那些弟子一起对我们出手。我哭着求师兄师姐不要帮我，我一条贱命，死就死了，但是他们不肯，和我的魂力合一，化作魂力合一，抵挡叶晨等人。可惜叶晨等人还是太强，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杀死师兄师姐。我对不起师兄师姐。说着，南宫白雪突然向着主殿中的苍古巨柱爬了过去。师兄师姐都陨落了，而我却苟活着，我对不起他们，我只能撞死自己，以死谢罪了。看到这一幕，秦霄马上抱住了南宫白雪，将她拦住了。云阳丹圣微微皱眉，这与叶晨所说的有些不太一样，但可惜那个时候他在感悟叶晨的玄妙炼丹手法。等他被惊醒的时候，叶晨已经杀死了10几个太上玄宗的弟子。这时，众人看向云阳丹圣，袁青子问道：“云阳，当时怎么回事？”云阳丹圣脸上一抽，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不敢说因为自己陷入了感悟，导致了这一悲剧发生。若是真这么说了，恐怕袁青子老祖会一掌将他拍成重伤。念及此，云阳丹圣点了点头，白雪所言不虚。秦霄握紧了拳头，大道宗简直欺人太甚，这是欺我太上玄宗和秦家无人吗？袁青子缓缓说道：“白雪所言应该不假，我刚才已经探查过了，白雪的体力还有其他弟子的魂力残留，没想到我太上玄宗弟子意念合一，还是竟然输给了大道宗。”宗主看向袁青子，老祖，此事如何处理？袁青子沉吟片刻，我亲自去大道宗一趟，你们秦家也出一个长老，和我一起去。秦家一个灰袍老者走了出来，身上涌动着5星帝境的气息，脸色冰冷。我去一趟。此人正是秦山老祖，5星大帝。秦山很愤怒，他们秦家的未婚妻在大道宗被打了个半死，若是不讨个说法，南荒会怎么看他们秦家？袁青子淡淡点头，好，那便秦山道友随我前往大道宗。闻言，南宫白雪有些紧张，他撒谎了，10句之中只有1句是真的，万一老祖知道了真相，他将如何面对？袁青子说道：“白雪，你放心，无论如何，我自然是站在你这一边的。”闻言，南宫白雪吃了一个定心丸。秦山看着南宫白雪，又看了看秦霄，嘴角露出一道阴冷的笑容。放心，叶晨必死，我会带头回来。袁青子看向众人，那个药液还有10天的量，你们先照顾白雪吧，我先去一趟大道宗。说着，袁青子踏出了主殿，干枯的大手直接撕裂虚空。轰！
袁清子和秦山两人踏空而起，直接横渡虚空而去。秦山低声问道：“袁清子道友，此番如何做？”袁清子沉吟片刻说道：“我去拖着苍玄老祖他们，你暗中去清玄峰斩杀叶晨和陆玄。”秦山笑了笑：“好。”袁清子道：“对了，把陆玄也杀了，我忍他很久了。”秦山笑了笑：“正有此意。”看着两个老祖离开的背影，云阳丹圣冷声说道：“叶晨此子心狠手辣，断不可留。”现在他对于叶晨的那一丝好感早已荡然无存，完全转化成了杀意。10几个炼丹天才暴死在叶晨手中，这可都是他多年来的心血，杀徒之仇不共戴天。秦家族长紧锁眉头，没想到叶晨竟然恢复了修为，而且成了炼丹天才。云阳丹圣说道：“叶晨的背后有人，我猜测那是一尊丹帝。”秦家族长嗤笑一声：“丹帝吗？”云阳丹圣说道：“叶晨的身上还有一个准地护道者。”秦家族长冷声说道：“叶晨到底得到了什么机缘？”宗主魏千寒说道：“等袁清子老祖回来之后再说吧。”众人点了点头。这时秦霄脸上微微泛红：“宗主，这段时间可以让南宫白雪住在我的洞府吗？”宗主眉头挑了挑，似乎想到了什么，然后他看向云阳丹圣。云阳丹圣问道：“秦霄，你还要准备神子之争，照顾白雪，不会耽误你修炼吧？”秦霄摇头说道：“不会，神子之争，我已胸有成竹。白雪现在需要休养，我若是不能和她共患难，如何与她共白头？”众人微微一愣，秦家族长点了点头，很是欣慰。这话说的真够漂亮。南宫白雪流下了感动泪水。秦霄，你真好。不多时，秦霄将南宫白雪带回了太上峰。回到洞府，秦霄迫不及待地在洞府之中打出了无数封印禁制，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抱着南宫白雪来到了紫乌木床上。南宫白雪脸色泛红：“秦霄，我要给你。”秦霄会意，一袭锦服瞬间化作齑粉，他一把将南宫白雪的淡雅长裙撕碎了。看着诱人的如同白雪一般的胴体，秦霄轻而易举。南宫白雪星号流转撩拨，数个呼吸后，啊！秦霄低吼了一声，浑身无力，瘫倒在床上。南宫白雪趴在秦霄的胸膛上，带给秦霄硕大的压力。他问道：“秦霄，你一定要杀死叶晨那个废物？”秦霄咬牙切齿：“我会的。”大道宗清玄峰这几日时间，叶晨感觉自己已经爱上了做饭，在倒悬铁锅上做饭，而且用的是清明天水，这让他感到一种成就感。对此，陆玄淡淡一笑。如今有了倒悬铁锅和清明天水，叶晨修炼的速度暴涨，而且叶晨的荒天诀已经正式小成了。陆玄感受着荒天诀的那股恐怖绝伦的意志，有些暗暗惊异，简直霸气横绝，那是一种无敌之姿。难以想象，如果叶晨将荒天诀修炼至终极之后，会爆发出多么恐怖的杀伐之力。而此时，陆玄躺在草屋前的躺椅上，看着天边的白云，内心无比宁静。微风袭来，吹动陆玄的发丝，这种平和的日子也有种淡淡的幸福感呀。草屋之中，叶晨正在做饭，突然叶晨说道：“师傅，大师姐什么时候回来啊？”“已经2个多月了。”陆玄说道：“应该快了，你大师姐接了3个月的宗门任务，差不多快回来了。”叶晨笑了笑：“我相信，等大师姐回来之后，看到这道玄铁锅和清明天水，一定会很惊讶。”陆玄淡淡一笑。不多时，叶晨端出饭菜，两人吃完，陆玄继续躺着，叶晨则是收拾完草屋，又马不停蹄地回到洞府开始修炼。看着叶晨的背影，陆玄不禁感慨，这2个徒弟都好样的，修炼起来都根本不知道疲倦的。这时，系统的声音响起：“叮，二徒弟叶晨正在修炼，开始同步修为。叮，二徒弟叶晨荒天诀有所感悟，正在同步。”陆玄闭上眼睛，开始享受修为反馈和感悟反馈的美妙，舒服呀。而此时，大道宗的虚空之上，轰然传来一声巨响，虚空撕裂，空间扭曲，从空间裂缝之中走出来一个佝偻老者，他一袭灰袍耷拉在瘦小的身躯之上。虽然老者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他的四周流转着淡淡的地威，他一步步落下，苍穹之上涌现出璀璨的道纹。来者正是太上玄宗老祖袁清子，而秦山则是隐匿在虚空深处，等待时机。瞬间，大道宗被惊动，轰轰轰！宗主等人的身形化作闪电，脚下神虹滔滔，直接踏空而起，无数神念和神识向着虚空探去。众多长老还有弟子无比震惊，有人惊呼道：“这是太上玄宗的老祖袁清子前辈！”一众峰主脸色微变，难道袁清子前辈是为了南宫白雪的事情而来？此时竟然惊动了太上玄宗地境老祖。宗主向着袁清子恭敬一拜：“袁清子前辈好。”袁清子看向宗主，淡淡点头：“带我去见你宗老祖。”宗主不敢怠慢，袁清子可是万年前在南荒颇负盛名的医道大帝，他只是一个圣王境，完全没有资格和袁清子对话。念及此，宗主带着袁清子来到了大道宗隐蔽之地，这里道纹暗淡，天地之力隐晦。苍玄老祖坐在河流边，正在垂钓。当宗主和袁清子等人踏入时，苍玄老祖并未回头，淡淡一笑：“袁清子道友，别来无恙。”话音落下，一股无比苍古的气机从青鸾远处扑面而来，恐怖的地威如渊似海，仿若沧海倾覆，仿若星辰陨落，直接降临河流之上。又一个苍玄老祖，
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别无二致。下一瞬，空中的苍玄老祖身上闪烁出璀璨神华，正在河流之上垂钓的苍玄老祖身形化作一道流光，和空中的苍玄老祖合二为一。原来那个准地阶苍玄老祖只是一具分身。很快，宗主等人离开，苍玄老祖笑了笑，拂袖一挥，灿灿光芒流转，河畔出现两个石椅。袁清子道友，请坐。闻言，袁清子坐在了石椅之上。苍玄老祖笑着说道：袁清子道友，数千年不见，修为再次精进不少啊。袁清子淡淡道：倒是不如你这垂钓悟道。苍玄老祖整日在河流之上垂钓灵鱼，看似闲来无事，实则这是苍玄老祖从《大道经》中感悟出来的修炼之法。道法自然，和天地融合为一。若是垂钓上一条灵鱼，便是他和河流山川和这一方天地更加亲近了。苍玄老祖钓的不是鱼，是感悟。袁清子通过秘术传音，现在出手。他已经拖住了苍玄老祖。很快，秦山隐匿身形，准备潜入了清玄峰。接下来，苍玄老祖和袁清子两人看起来似乎很平和，他们开始坐而论道，聊起了两宗正宗功法：大道宗的正宗功法大道经，太上玄宗的正宗功法太上经。大道经讲究道法自然，暗合天道，这样才会化无限为有限，化无形有无形。若是与天地共融，而可以催动天地之力，天地不语，但若天降杀机，则生杀予夺。但太上经却恰恰相反，逆天而行，主杀伐。在过去的纪元里，大道宗和太上玄宗就曾因为理念不合爆发过宗门之战，那一战相当惨烈。但后来两宗的关系有所缓和。接下来，袁清子和苍玄老祖两人坐而论道。与此同时，秦山一袭灰袍潜入了清玄峰上。陆玄原本躺在玄冰床上，悠闲地看着画本故事。很快，他感应到了杀阵的警戒。秦山隐匿身形，鬼鬼祟祟地向着叶晨的洞府走去。陆玄走了出来，皱眉道：喂，你干嘛？秦山的脸色变得狰狞了起来。陆玄，你也给我死！他可是五星大帝，杀死陆玄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先杀陆玄和先杀叶晨并没有什么区别，只要不被大道宗发现就行了。但这时，陆玄悠悠说道：一个五星大帝能不能要点脸，竟然搞暗杀！他冷哼一声，直接催动了杀阵之力。轰！恐怖绝伦的杀伐之力演化而出，化作一道流光，直接向着秦山击射而去。秦山脸色巨变，这股力量让他感到心悸，他连忙祭出了防御地冰，璀璨道纹涌动，想要抵挡杀阵的力量，但是没用。咔嚓！轰！秦山祭出的防御地冰瞬间崩裂，一道流光瞬间从他的脖子上划过，一颗硕大的脑袋飞了出去。秦山死不瞑目，怒吼道：马德，苍玄这老狗竟然设局让我们钻！清玄峰早就布下了杀阵，苍玄老狗，你太阴险了！隐蔽之地，苍玄老祖打了一个喷嚏。这时，叶晨被惊动，从洞府走了出来，惊讶地问道：师父，发生了什么？陆玄指着秦山的尸体，淡淡说道：一个秦家的五星大帝想要杀你，被我秒了。叶晨直接惊呆了。陆玄从地上捡起秦山的尸体，放入纳戒之中，转身向着洞府走去。叶晨一脸凌乱，五星大帝就这么被师父秒杀了？耀言同样有些震惊，果然，你师父强大无匹。与此同时，大道宗隐蔽之地，苍玄老祖看向袁清子，年轻一代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我们这些老家伙就不要掺和了，如何？袁清子沉吟片刻，可以，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苍玄老祖说道。你说。袁清子说道，在离开之前，我想见见叶晨。苍玄老祖微微皱眉，犹豫了片刻说道，可以。他马上给宗主传音，让宗主带着袁清子去清玄峰。宗主问道，老祖，你也一同前往？苍玄老祖淡淡一笑，我就不去了。宗主的身体一僵，他有些担心，如果袁清子对叶晨出手，他们可挡不住啊。袁清子淡淡道，带路吧，我还不至于对一个玄宗境小子出手。宗主尴尬一笑，马上给陆玄传音，陆玄，准备一下，太上玄宗袁清子前辈要来看看叶晨。陆玄道，好。他将叶晨也唤了出来。陆玄嘴角微微扬起，心中骂道，袁清子这个狗东西，和秦山两人联手，自己在明处，让秦山在暗处搞偷袭。秦山这蠢货完全是被当枪使了呀。毕竟袁清子临走之前见叶晨，就是想证明这件事情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陆玄缓缓走出了洞府，他很想看看袁清子看到秦山人头是什么表情。很快，远处的虚空出现了两道神虹，如同流星一般向着清玄峰击射而来。轰！袁清子看到陆玄的一瞬间，神色变得十分难看。宗主不断邀请袁清子去清玄峰，但是袁清子却是不为所动，伫立在空中，死死地盯着陆玄。陆玄嘿嘿一笑，老东西，很意外。宗主呵斥道，陆玄，你这是做什么？陆玄看向袁清子，嘴角微微扬起，袁清子，进来聊聊啊。袁清子脸色阴沉，他看到了清玄峰上激活的杀阵，心中有不祥的预感。他的神念探出，开始寻找秦山的踪迹。陆玄笑道，老东西，别找了。说着，他将秦山血淋淋的脑袋抛了出去。袁清子脸色大变，宗主也惊呆在原地，很快反应过来，给苍玄老祖传音。轰！
苍玄老祖脚下涌动着神虹，骤然降临在清玄峰上。看到秦山的人头，苍玄老祖向着袁清子呵斥道：“你什么意思？”袁清子同样呵斥道：“你什么意思？”两人对峙了起来。苍玄老祖一眼看出了清玄峰上被激活的5星地阶杀阵，他冷笑道：“袁清子，你好大的胆子！”袁清子脸色凝重，极力推脱：“我并不知道此事，这是秦家的个人行为，和我无关。”苍玄老祖冷笑连连，袁清子也冷笑连连，两人都在心中咒骂对方阴险。片刻后，袁清子淡淡道：“苍玄，既然我与你达成了约定，这是年轻一代的事情，我们就不会出手。”陆玄骂道：“你比我还不要脸啊！”袁清子将秦山的脑袋收入纳戒之中。好了，我会调查此事，到时候让秦家给你们一个交代。苍玄老祖冷笑了起来：“最好是这样。”下一瞬，袁清子直接撕裂虚空，身形突然模糊，踏入了空间裂缝之中，直接消失不见。他的眼中露出一丝惊芒，他没想到竟然被摆了一道。不过他此行之前就想到了失败的可能性，所以让秦山出手。没想到秦山竟然被杀了，肯定不是陆玄杀的，不然他吃屎。袁清子喃喃道：“看来大道宗已经有所防备了，暗杀这条路走不通。”呵呵，苍玄，那就让你看看这一纪元，我太上玄宗的年轻一代吧。等到袁清子消失许久，宗主这才回过神来：“陆玄，这怎么回事？”陆玄将事情告知，可惜袁清子这老东西逃了。宗主皱眉：“你杀的？”他不信。苍玄老祖笑了笑：“陆玄，早在扶摇入宗的时候，我就猜测他后面有人，这一次也多亏了那个道友，替我向那位道友问好。”陆玄沉寂一瞬，苍玄老祖对叶晨说道：“南宫白雪没死。”叶晨微微皱眉：“竟然没死？”不过很快他释然了，一定是袁清子出手了。宗主缓缓开口：“南宫白雪的事情，你不必有任何负担。秦家和太上玄宗的老一辈自然不会对你下手，但他们的年轻一代恐怕已经盯上你了。”叶晨的身上涌出一股战意：“那便战。”宗主点了点头，拍了拍叶晨的肩膀：“叶晨，战斗之时不必有任何顾忌，该杀的杀，大道宗永远在你的身后。”叶晨说道：“多谢宗主。”片刻后，宗主离开了，去找苍玄老祖。叶晨双目灼灼，望向虚空：“师父，我很想见识一下上古秦家和太上玄宗的年轻一代。”陆玄说道：“好。”很快，叶晨回到了洞府之中，继续修炼荒天诀。另一边，袁清子带着秦山的人头回到了太上玄宗。秦家老祖秦舞阳惊呆了，袁清子将事情告知，秦舞阳气得大骂：“苍玄老狗，你也太阴险了！”南宫白雪看着秦山的脑袋，不由得想起来秦山老祖临走时的话，没想到秦山老祖真的带头来见，一语成谶，只不过带回来的是自己的人头。袁清子气得胸膛起伏，又被大道宗摆了一道。这2次交锋都是大道宗赢妈了。袁清子看向秦舞阳：“放心，我们会找大道宗算账的。”秦舞阳只能压下心中的怒火，暗中派秦家另一个老祖踏入大道宗，奉上大量修炼资源，平息此事。毕竟以大欺小，搞暗杀，这完全破坏了霸主级势力之间不成文的规定。秦舞阳也在心中暗骂袁清子是个老狐狸，出了这档子事，太上玄宗竟然还能置身事外。袁清子把他们秦家当成棋子了，但这些话他可不敢当面对袁清子说，毕竟秦家和太上玄宗比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此事秦家也只能打碎了牙吞进肚子里。而此时在南荒株洲，有关这一次炼丹交流大会上发生的事情已经传遍了株洲，株洲轰动。叶晨之名利压药家和丹香宗的炼丹天才，夺得炼丹交流大会的第1名，此事有些惊世骇俗。要知道大道宗的炼丹底蕴比启药家和丹香宗差了很多，但现在竟然被大道宗叶晨夺得了第1名，而且叶晨的年龄仅仅是16岁，16岁的地阶炼丹师。不仅如此，诸如苍离长老、丹香子、药百里等天阶炼丹师对叶晨交口称赞，更是直言在炼丹交流大会上从叶晨的炼丹手法中得到了一丝感悟。众人震惊不已，能让天阶炼丹师产生感悟，叶晨的炼丹手法到底有多么玄妙？除此之外，南宫白雪的事情也闹得纷纷扬扬，上古秦家和太上玄宗也并未压制这种声音。株洲强者议论纷纷，青州叶家这种弹丸之地竟然能出现叶晨这种天才炼丹师，可惜这是最后一次炼丹交流大会，谁能想到太上玄宗竟然折损了10几个天才炼丹师？南宫白雪也不简单啊，他可是太阴元体，被上古秦家世子秦霄内定的未婚妻，我感觉叶晨和秦霄之间必有一战。南宫白雪和叶晨退婚了，马上要成为上古秦家的人，而现在叶晨差点杀死南宫白雪，秦霄恐怕根本忍不了。这些声音沸沸扬扬，叶晨之名响彻株洲。随着叶晨名声大噪，陆玄的名字再次被众人提起。有人戏谑道：“之前我们一直说成了陆玄的徒弟，那一辈子就废了。现在看来，或许陆峰主也是有点真东西的。”旁人笑得前俯后仰，陆玄有个屁的东西，不过是个傀儡师傅罢了。叶晨的师傅另有其人，若非叶晨加入清玄峰，他的天赋或许还珍藏不住。这一次竟然让药家和丹香宗都吃亏了。众人玩味的笑道：“以后不能调侃陆玄喽。”
如果不出意外，他的徒弟叶晨必然会成为天阶炼丹师。到时候我们见了陆玄，那也得恭敬地尊称一声陆封主。众人哈哈大笑，哈哈哈！陆封主，南宫家准帝老祖怒不可遏，该死的叶晨竟然对白雪痛下杀手，幸亏元亲子前辈一道通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要知道，现在南宫白雪承载了他们南宫家崛起的气运，若是南宫白雪顺利和秦萧成婚，南宫家将直接背靠秦家和太上玄宗，而上古秦家和太上玄宗在南荒屹立了数个纪元，亘古不灭，他们南宫家也将从此崛起于南荒。而且秦家老祖已经承诺，秦萧和南宫白雪成婚之后，秦家他们会出手为南宫家打造一尊大帝，到时候和叶家之间的恩怨，他们南宫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手了。上古秦家和太上玄宗身负名声之类，不便对叶家出手，但他们南宫家却没有这种顾忌。等到秦萧和南宫白雪成婚之后，便是叶家覆灭之日。南宫族长一脸杀意，叶晨此子心狠手辣，早知道如此，这7年里就应该暗中杀了他。南宫家老祖叹息道：现在要杀叶晨有点难了，据说他的身边有准地级强者护道，即使我南宫家要出手，也没有把握杀了叶晨。南宫族长说道：秦萧会出手的，叶晨必死，叶家必亡。药家所在之地覆盖10几万里，其中山川纵横，钟灵毓秀，林木参天，无数草木生长在峰峦之上，将药家掩映在一片苍绿色之中。药家的草木经所记载的灵草，皆在药家可以找到。历经数个纪元，药家对灵草的研究已经登顶南荒之最，在无尽的峰峦之间，草木的馨香弥漫而起。身在药家之地，随时随地可以受到草木气息的熏陶。这里灵草药源无数，其中栽培中无数高品阶的灵草。药家内外无数炼丹师络绎不绝，进进出出，只因这里是南荒炼丹师心中的圣地。有言道：欲成丹道，必入药家。南荒的丹药只有2种，药家的不是药家的。药百里带着药欢欢等一众天才返回药家后，药家老祖对这一次炼丹比试的结果十分不满意。药家主殿之中，药家老祖脸色有些难看，从来没有人能在我药家面前拿到草木造诣第一，如果有，那也只能是第2个药家之人。闻言，药欢欢等一众天才低下了脑袋。在这次去大道宗之前，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结果叶晨横空出世，压得药家和丹香宗喘不过气来。药家老祖脸色愠怒，草木造诣输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也就算了，就连炼丹也输了，这在我药家从未有过。药百里脸上一抽，不敢说话。药家老祖让药百里展示一番叶晨的炼丹手法，药百里手中灵诀变换，几乎将叶晨的炼丹手法复刻了一遍。药家众多老祖有些震惊，这种炼丹手法无比玄妙，蕴含一丝道与韵，在他们的印象里，南荒并没有这种炼丹手法。药家众老祖问道：这个叶晨有何来头？他的炼丹手法竟然如此玄妙。药百里心中一凛，说道：叶晨是青州之人，他的背后或许有一尊丹帝。药家众老祖说道：丹帝吗？我药家也有丹帝，莫非叶晨的师尊是上古丹帝？上古纪元历经璀璨繁荣，大地频出，若是叶晨的师傅来自上古纪元，那么他们不知道这种炼丹手法，那倒也正常。要知道南荒历史长河，悠久苍古，多少霸主级势力或者消逝或者隐匿，到了这个纪元已经无从考察了。药家老祖对药欢欢等人说道：这一次你们表现不佳，便罚你们闭关10年。药欢欢等人脸露苦涩。药百里说道：老祖，我们许久没有给圣女琉璃送修炼资源了，要不我去一趟？去吧。声音落下，一枚内戒抛出，药百里接住，然后离开主殿，踏入了醉谷之中。醉谷坐落于药家的一处隐蔽之地，这里无比苍凉，虚空上面交织着道纹，将这一方小天地封禁住了。药百里取出一个苍古玉简，催动灵诀，醉谷之上璀璨道纹涌动，出现了一个入口。很快他来到了药琉璃的洞府之中。药琉璃一袭淡青色的长裙，面容绝美，双眸如同星辰，琼鼻精致。她的身材前凸后翘，但青色长裙也无法掩饰她的完美身材，如此风姿绝代，不愧被称为药家第一美人。看到药百里前来，药琉璃缓缓起身，修长玉腿摆动，如同完美的玉柱。她淡淡一笑：百里长老，你来了。药百里压低了声音：琉璃，这次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马上将叶晨的事情告诉了药琉璃。药琉璃娇躯一颤，眼睛变得湿润了起来，声音颤抖着：晨儿，时光匆匆，16年过矣，他的晨儿崛起了。药百里叹息一声，将一枚内戒交给药琉璃：琉璃，你的20年醉谷闭关还有4年时间，这段时间你的修炼也不要落下。药琉璃雪景微清，点了点头。很快药百里离开了。药琉璃看着醉谷上空的封印静止，心境已在悄然间转变了。知道了叶晨的消息，他的心变得平和了起来。那是他的骨肉啊！这一刻，醉谷上面的封印似乎已经不再是束缚。他喃喃道：晨儿，娘对不起你，现在你也有师傅了，你就跟着师傅好好修炼，等娘正帝之后，一定为你和你的父亲证明。清晨，叶家炼丹交流大会的消息传入叶家，族长有些激动，不愧是我儿叶晨，竟然成了地阶炼丹师，给他足够的时间，
必然可以踏入天阶炼丹师。叶家老祖有些疑惑，晨儿是什么时候学会炼丹的？族长愣了一下，我也不知道，不过有陆峰主在，我感觉一切都可以接受。叶家老祖说道。那倒也是，族长有些担忧，我担心上古秦家和太上玄宗会报复我们叶家。叶家老祖微微皱眉，这个倒是不要担心，上古秦家和太上玄宗都是南荒的霸主级势力，他们明面上不可能直接对我叶家出手，即使出手，陆峰主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族长点了点头，希望如此。沉寂一瞬，族长问道，叶北辰老祖他们随着女帝陛下去了云州，现在可有传回来的消息？叶家老祖摇了摇头，脸上出现一丝忧色，现在还没有消息，他们心中有些担忧，毕竟如果醉仙楼选择继续臣服扶摇女帝，恐怕这个消息早就传回来了。但算算时间，扶摇女帝带领龙卫和叶家老祖众人已经降临云州许多天了，还是没有消息。叶家老祖说道，不过我叶家一众强者的魂灯和命牌都完好无损，应该还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沧州，姬扶摇和王蛮、青烟等龙卫已经降临，叶家老祖叶北辰等人则在暗中等待。当年扶摇皇朝覆灭之后，魏延等人带着皇朝的底蕴辗转千万里之地，踏上了沧州，建立了醉仙楼。如今3000年过去，醉仙楼已经在沧州站稳了脚跟，并且在沧州已经建了数个分部。沧州的面积比青州大了数倍不止，这里的本土势力盘根错节，十分混杂。最强的势力有一尊2星大帝坐镇，醉仙楼只是一个准地阶势力，却能在沧州崛起，实属不易。而此时，姬扶摇等人都在醉仙楼总部所在的沧城一间酒楼之中。姬扶摇一袭火红色长裙，他的脸上戴着面纱，看不清面容。他正盘膝而坐，他的手中有一个地图，正是沧州地图，地图上标注了几个红点，正是醉仙楼的总部和几个分部。姬扶摇美眸微蹙，如今的醉仙楼已经崛起，而且其实力隐隐超过了叶家和龙卫，他有种不祥的预感，但他并没有妄动，而是在等王蛮等人的消息。半日后，王蛮怒气冲冲地返回了酒楼。女帝陛下，我觉得魏延这厮就是在耍我们。姬扶摇缓缓睁开眼睛，问道，什么情况？王蛮气得拍了拍胸膛，咬牙切齿说道，女帝陛下，此行我和青烟已经提前传音给魏延，魏延声称自己就在总部之中，谁知我和青烟今天带了信物去醉仙楼总部，那里的长老告诉我们，魏延去了柳城分部。姬扶摇问道，可有给魏延传音？青烟点了点头，一脸愠怒道，我们已经给魏延传音了，这家伙说柳城分部临时有事情，让我们先在沧城等待，10日后他会返回沧城。姬扶摇的目光冰冷，10日吗？王蛮咬牙切齿，杀机滔天，该死的魏延这是要背叛女帝陛下吗？不如我们直接传音叶北辰他们，直接灭了醉仙楼。姬扶摇沉吟片刻，既然如此，那就再等10天。王蛮义愤填膺，胸膛起伏，好，那就依女帝陛下，若是10日后魏延这厮还有借口，那就直接宰了他。青烟说道，女帝陛下，我感觉魏延应该已经知道您已经归来，但就是不愿相见，他在躲着我们。姬扶摇眼中神华流转，再给他一个机会。一众龙卫强行忍住怒火，遵命。接下来，姬扶摇一直在酒楼之中修炼焚天诀。次日，王蛮和青烟一脸兴奋地返回酒楼。女帝陛下，有个好消息。姬扶摇淡淡一笑，哦，什么消息？王蛮激动说道，陆峰主的2徒弟叶晨获得了炼丹交流大会的第1名，力压药家和丹香宗的炼丹天才。叶晨现在已经是地阶炼丹师了。地阶炼丹师？姬扶摇美眸神华流转，有些惊喜。叶晨做得不错，这个却算是这些天里为数不多的好消息了。他记得2个多月前离开清玄峰的时候，叶晨师弟才堪堪踏入玄阶炼丹师，如今才不到3个月，叶晨竟然炼丹早已提升这么多。不过想想也正常，毕竟在师父的指导下，一切奇迹真有可能。他的境界也提升得极快，不到半年时间，从大玄王境到一星玄圣境，这简直有些惊世骇俗。王蛮继续说道，女帝陛下，这一次炼丹交流大会上，叶晨的炼丹手法震惊全场，连丹箱子、药百里等天阶炼丹师都去感悟叶晨的炼丹手法了。姬扶摇雪景微清，点了点头，嫣然一笑。师弟叶晨这么优秀，他打心眼高兴。姬扶摇问道，还有其他消息吗？王蛮笑着说道，在炼丹的时候，太上玄宗的南宫白雪等人疑似对叶晨发动攻击，但是叶晨以一己之力抹杀了10几个天才，差点杀死南宫白雪，可惜云阳丹圣突然出手，救下了南宫白雪。姬扶摇美眸微蹙，竟有此事。由此看来，师弟叶晨的实力很强，他也得努力了呀。若是被师弟超越了，那就说不过去了。王蛮和青烟等人皆是感慨了起来，陆峰主真乃神人也，叶晨的天赋也很高，这次叶晨已经扬名珠玉了。只不过，姬扶摇问道，只不过什么？王蛮眉头一皱说道，只不过陆峰主还是被众人指指点点，没人知道陆峰主的强大。姬扶摇噗呲一笑，这个倒是无妨，师傅就是师傅，他不会在意这些的。闻言，王蛮等人心生叹服，五体投地，陆玄此人不得不服啊。片刻后，王蛮和青烟等人离开了，继续去醉仙楼总部探查情况，而姬扶摇也继续修炼焚天诀。他的脑海中闪过陆玄的身影，念及此，
他的心中涌起一阵暖流。他喃喃道：“许久不见，师傅你还好吗？有点想师傅了呢。”突然他有些异动，仿若心有灵犀一般，他感到在千万里之遥的大道宗师傅好像也在想他在做什么呢。姬扶摇嘴角扬起一丝微笑：“师傅真好。”大道宗清玄峰草屋里，叶晨在做饭，陆玄躺在草屋前晒着太阳，看着风景，流云飘飘，岁月静好。躺平的快乐就是这样，防若天人合一，没有修炼琐事打扰，整个人都放空了起来。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传来：“定，大徒弟姬扶摇正在修炼，开始同步修为。定，大徒弟姬扶摇焚天诀有所感悟，正在同步。”声音落下，一股精纯的灵能涌入身体，冲击着陆玄的四肢百骸，舒爽的感觉让陆玄低吟了起来。突然，陆玄有些异动，仿若心有灵犀，心中有一丝温热的感觉。他笑了笑，对着草屋里的叶晨说道：“叶晨，你大师姐在想我呢。”“叶晨，你大师姐在想我呢。”闻言，叶晨笑了笑：“好久没有见到大师姐了，有点想念她做的饭了呢。不知道大师姐现在怎么样了？醉仙楼的时候处理的如何了？”陆玄说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很快，我们就能再见到你大师姐了。”叶晨有些兴奋地说道：“等大师姐回来，我要给她炼丹。”陆玄点了点头：“可以。”他突然发现叶晨能炼丹是个好事啊，无论是对大徒弟姬扶摇，还是以后收了3徒弟、4徒弟，都有丹药吃了。这个2徒弟丹武双修，很不错。不多时，叶晨做好了饭菜，今天吃的是辣子灵鸡。陆玄和叶晨直接开吃，用到玄铁锅烹制，加入了清明天水，充满了道与韵，每一口下去都是玄机满满，奥妙无限。当然陆玄是感觉不到的，他只能吃出麻辣味。叶晨一边吃着，一边感悟道韵玄机，体内世界灿灿生辉，大道梵音如同黄钟大吕鼓荡。很快，陆玄已经吃完，躺到了躺椅上。叶晨问道：“师傅，不知道现在大师姐是玄尊境姬虫，我如果再努力一下，有没有可能超越大师姐？”陆玄嘴角微微扬起：“等你大师姐回来，你就知道了。”姬扶摇已经一心玄圣了，不过他并没有告诉叶晨，毕竟叶晨现在修炼起来已经有点拼命了，若是知道这个消息，叶晨恐怕又要压榨自己了，这让他怎么好意思呢？可叶晨犹豫了一下，问道：“师傅，那个荒天诀好像是个残篇。”陆玄点了点头，叶晨的荒天诀还有姬扶摇的焚天诀都不是完整的，不过这倒也正常。荒天诀可是疑似那个男人地功法，那个男人横推万古，镇压世间一切敌，若非敌人无比诡异，可以无限复活，他早已打穿了终极之地，所以荒天诀不可能只有6星地阶这么低，若是完整，应该是5品阶。陆玄对系统问道：“童子，为什么不是荒天诀和焚天诀不是完整的？”系统说道：“别急，后面会有的。”陆玄说道：“好。”他有点期待，若是功法完整，威力将会如何？叶晨继续问道：“师傅，荒天诀中那种无敌之姿如何去感悟？”陆玄笑了笑：“无敌之姿他也有，系统给的，越一个大境界，不讲道理，直接秒杀。”陆玄笑着说道：“无敌之姿是打出来的？”叶晨若有所思：“打出来的。”陆玄悠悠说道：“武道一途千重劫，无敌之路尽枯骨，战至绝巅便是无敌。”叶晨感到震撼无言，看向陆玄：“师傅，你无敌了吗？”声音落下，叶晨胸前的玉佩微微颤动，耀眼也探出神念，想听到陆玄的回答。陆玄到底何等实力？这时，陆玄淡淡道：“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未来是你的，未来是你的。”嗡！叶晨的脑海中划过一道闪电，战武道一途，战至绝巅，横推世间一切敌。陆玄继续说道：“叶晨，记住，你的对手不是同阶，而是同时代。”叶晨微微一愣，耀眼的魂体直接从玉佩中飞了出来，他的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以同时代为敌，陆风主好大的气魄。突然，叶晨的身体微微颤动，一股恐怖绝伦的气息从他的体力震荡开来，武道意志如同烘炉一般炽烈，如同沧海一般浩瀚。他悟了，打出属于他的时代。叶晨盘膝而坐，脑海中不断闪烁着荒天诀的印象，他的身上武道意志越来越恐怖，他踏入了顿悟之境，耀眼震惊无比。不愧是陆风主，随意指点就能让叶晨顿悟。陆玄轻咦一声，这时系统的声音传来：“定。”宿主的2徒弟叶晨正在感悟武道意志，开始同步。声音落下，陆玄的脑海中涌入很多感悟，这些感悟霸气横绝，渐渐汇成2个字：无敌。半日后，叶晨缓缓睁开眼睛，他激动地说道：“多谢师父指点。”无人回应，沉寂一瞬，耀言说道：“你师父已经回洞府去了。”叶晨不多时，叶晨将草屋收拾妥当，回到了洞府之中修炼。他自知现在自己的境界还是太低，即使比起大道宗的那些真传弟子，也差了很多。那些顶级真传弟子，诸如洛凌空、柳轩，还有方言等人，他们可是在数个月前就是玄宗境后期大圆满，如今他们已经闭关了数个月，以他们的天赋，恐怕早已踏入了玄尊境。而太上玄宗和上古秦家同样是霸主级势力，据说他们那里的天才妖孽
比起大道宗之强不弱。念及此，叶晨握紧了拳头，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他的内心亢奋，真的想要迫不及待的想和大道宗的真传弟子战斗，想和太上玄宗和上古秦家的天才战斗。叶晨的手中灵诀变换，身上泛着淡淡神华，开始修炼荒天诀。与此同时，陆玄躺在洞府的玄冰床上，看着画本故事，系统的声音传了出来。丁，宿主的二徒弟叶晨正在提升修为，开始同步。丁，宿主的二徒弟叶晨荒天诀有所感悟，开始同步。声音落下，大量的修为底蕴化作一条河流灌入陆玄的体内，他的丹田之中仿若大河之水天上来，开始不断积蓄，舒服了。而这时，在上古秦家发生了一件大事，上古秦家对外宣布，秦家世子秦萧和南宫白雪在1个月后订婚。消息一出，轰动了南荒诸州。这一次，上古秦家无疑已经彻底坐实了南宫白雪未婚妻的名声。众人知道，虽然南宫家的地位和上古秦家完全不匹配，但南宫白雪身怀太阴元体，对秦萧可以提供佐助。秦萧的修炼天赋十分逆天，号称具有大帝之资。若是加上南宫白雪的太阴元体，两人珠联璧合，阴阳交感，秦萧的修炼将会更上一层楼。诸州强者议论纷纷，看得出来，这是发生了大道宗那个变故之后，上古秦家不想再发生意外了。这次南宫白雪已经坐实了未婚妻的名号，南宫家的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无人敢轻视了。真是一人得道，全家升天。奇怪，大道宗叶晨杀了太上玄宗10几个天才炼丹师，难道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吗？呵呵，这件事情怎么可能轻易过去？大宗之间已经不会轻易爆发战争了，但是仇隙已经结下了。我听说元清子前辈踏入了大道宗之中，也不知道和大道宗之间说了些什么。你们难道不知道，在过去的纪元里，大道宗和太上玄宗因为理念不合，爆发了宗门之战。那一战，血流成河，流血飘橹，连大帝都陨落了几尊。只是后来岁月流转，两宗选择暂时放下不和。众人皆是叹息，不由得想起了南荒的一些隐秘。大道宗和太上玄宗是南荒的2个庞然大物，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大道经和太上经的理念冲突，一个要道合天地，一个要逆天而行，完全就是大道朝天。只不过现在天地之变还未发生，传说中的终极之路没有呈现。一旦终极之路开启，至尊路就会显化，那时候恐怕要天地悲鸣，堪称诸神黄昏，地境之上为至尊之境。现在南荒明面上的这些霸主，诸如大道宗、太上玄宗、苍木学宫、药家、上古秦家，只是南荒的冰山一角。终极之路、至尊路已经数个纪元没有显化了，这数个纪元沉睡了不知道多少霸主级势力。一些隐士势力、上古势力选择了沉寂归隐，他们的名字甚至已经掩映在数个纪元的时间长河之中，但这不代表他们真的消失了。而一旦至尊路开启，南荒将不会像现在这样平和了。所以在当下，大道宗和太上玄宗之间根本没有必要爆发大战，这便是南荒的隐秘，只不过只有顶级势力才知晓罢了。南荒诸州的强者一时间想起这些南荒秘辛，心中泛起了一些波澜。众人叹息道，这一纪元不知道至尊路会不会显化。很快，南宫白雪订婚的消息传到了大道宗，宗主将这件事情告诉了陆玄和叶晨。叶晨表示他无所谓，这个女人已经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而且他必杀南宫白雪。陆玄喃喃道，南宫白雪啊，曾经有一个机会摆在你的面前，你没有珍惜，错误的抉择，你将自食其果。与此同时，在内门比试输了的一众真传弟子闭关数个月，他们纷纷出关了。大道宗引起了一阵轰动，时隔数月的闭关，诸如柳轩、洛凌空和方言等人现在到底有多强？缥缈峰，此地雾气缥缈，缭绕其间，凌风之巅的灵池之中披着日辉，倒映云蒸霞蔚，一个个女弟子如同从画卷中走出，凹凸有致的身材引人入胜，热气腾腾，她们完美的曲线在雾霭之中依稀浮现，风光旖旎，峰峦起伏，让人想入非非。突然，一个洞府之中，淡淡香气涌现，恐怖绝伦的玄尊静气机向着四周弥漫了起来，璀璨到霞光涌起。真传弟子柳轩踏空而起，他的脚下片片花瓣散落，皆是璀璨的光华凝成，他的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他对自己这段时间的闭关很满意。那一战在内门试炼之中，他败给了姬扶摇，他的心中十分不甘，只因姬扶摇越阶对战，却能以下伐上。但这几个月，他的幻术再次精进，而且消耗了大量的天才地宝，他已经踏入了2重玄尊境。柳轩妩媚一笑，喃喃道：“扶摇师妹，不知道现在的你还是不是我的对手？我来清玄峰来找你一战。”他已经输过1次了，不可能再输第2次。